我抄，隔壁3班的那个叶晨，你们知道不？就是那个超级学霸。你猜他觉醒出了什么职业？血骑士。哈哈，笑死我了！一个学霸竟然觉醒出最垃圾的职业。根据血骑士的职业特性，貌似是以血量为主属性的职业，可是这个职业却是公认的垃圾。没错，其他职业的属性像是力量、敏捷、智力，可以提升战士、射手或者法爷的面板，增加技能释放范围和威力。但血量，抱歉，我想不出任何有关的好处。众所周知，血骑士这个职业放在咱们蓝星就属于肉盾那种，毕竟血后用来充当肉盾前锋非常有效，还能吸引火力。鄂州3中转职现场，虽然转职仪式结束不久，但学生们依然在讨论着刚才的话题。毕竟血骑士其实是战斗职业的分支，战斗职业的转职难度也是很大。可谁让血骑士公认的废呢？至于被众人讨论中的焦点，叶晨则是位于队伍的最后方，眼中却并没有那般沮丧。作为一名穿越者，叶晨凭借帅气的外表以及学习成绩，赢得了全校女生的欢迎，老师的喜爱。所有人都感觉这一次转职，叶晨必然能绝转职成功，成为战斗职业。可没想到，转职成功也确实是战斗职业，然而偏偏却是最底层的那种。最底层，那可未必。叶晨嘴角带笑，眼光一凝，眼前顿时出现了有关个人信息的属性面板。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10级，1转，血量10000，力量32，敏捷32，智力32，精神32，职业天赋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要是叶晨把自己的个人面板展示出来，估计所有人都得吓一跳。因为要知道，刚刚转职成功，不管是什么职业，自身的4维属性单条最高也绝对不会超过10点。然而叶晨随便一条拿出来，直接就突破了10点，还超过了30。力量属性超过30，就相当于一名20级的战士系职业者，就更别说叶晨4维属性全部超过30，这简直就是一个全能战士啊！而且血骑士每次提升等级都会带来500点的额外体力，算上天赋，这代表我每次升级还能额外获得5点自由分配的属性点。一般职业每次升级没有特殊情况下只能获得4的属性点，然而血骑士作为一个主打肉抗的消耗类战斗职业，竟然每次升级能得到5点属性，这不能叫废，简直逆天了好吧。喂，叶晨，你是不是转职成了血骑士？今天下午有空的话，我们一块去城外山林练级怎么样？给我让开！叶晨，别担心，你只负责抗伤害，老子法术输出，我有团队契约，到时候经验分配我分你10。看到这些话，你是否觉得叶晨的人缘还挺好？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血骑士作为单纯的肉盾，与法爷、射手之类的脆皮组队简直是完美，所以这些同学直接是把叶晨当成冤大头。10的经验分配，这已经跟施舍没有任何两样了，相当于白给人打工。人家已经升到20级，可能到你这等级才提升到13级左右。不过这也是血骑士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啊，又不会抢经验，而且还能替你扛伤害，再加上平日里叶晨身边经常有美女校花之类的过来聊天，导致同校男生对叶晨也是恨得不行。如今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机会，自然是要抓紧羞辱一番。叶晨随意地瞟了这2个男生一眼，语气也是非常平淡了。算了吧，下午有事。有事？2个男生闻言也是神色一滞，这么不给面子，眼巴巴地看着叶晨离去的身影。2个男生也是逐渐从呆滞中回过神来，看向叶晨的背影，眼中逐渐掠过一丝阴翳。其实叶晨这么说还真没错，像是杀怪升级这种单人效率往往是组队所不能比的，哪怕是拥有团队契约这样的奇物，类似于组队经验共享的效果，只不过共享的经验则完全由契约的拥有者自行分配。一般情况，如果双方互相很熟悉，那没得说，对吧？但如果是血骑士这样的炮灰职业，就完全没得说了，一成的经验分配都算是施舍了。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午叶晨是准备自行去城外山林练级了。没办法，叶晨的家境还是比较困难的，为了顺利通过升学考核，获得免费进入顶尖学府深造的资格，也只好牺牲一下休息的时间了。在转职结束以后，每个学校都会给学生1个星期的时间来提升实力。1个星期后，
凡是实力达到20级的战斗职业就能参与升学考核。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白，大概2-3天就能升到20级，通过考核进入一个一般的大学深造。这也是绝大多数新手职业者的目标。但如果想要在升学考核中得到 SSS 级评级，成功进入顶尖学府，那么自身的等级至少要达到25，并且还要掌握至少2个技能。显然，现在的叶晨距离25级的属性面板还差很远。坐车来到城外山林外层区域，怪物大多等级只有10级左右，算是萌新的练级圣地。而在这里，叶晨也是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然而，这里却不是叶晨的目标，毕竟怪物的等级越高，击杀以后获得的经验值自然就更多。所以，以叶晨现在的水准，直接是将目光放在了山林深处，那里栖息着更强的怪物，普遍等级全部在15级以上。第2章野外练级被美女姐姐发现。城外山林作为基础的练级区域，这里也经常是低等级材料猎人们的聚集地。顾名思义，是专门通过猎杀怪物，从怪物身上获取材料的一些人，通过贩卖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然而，当这些材料猎人们看到一个手上空空如也的少年，竟然吹着口哨，直接就跑到山林深处，当即也是面露古怪。这个小鬼是什么情况？走错地方了吗？竟然连装备都没有，有没有搞错？这是来自哪个学校的小鬼？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城外山林的确是基础练级区域不假，但那也仅仅局限于外围。深处的怪物等级最低都有15级，还不带装备，这不是找死吗？喂，雅姐，你干嘛？口头上说说也就完了，毕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这些材料猎人们也是带着冷漠的目光看着叶晨朝着深处走去。然而，一道身材窈窕的靓丽身影突然就从这些材料猎人当中窜了出去，随后朝着叶晨的方向默默走去。见状，这些材料猎人们顿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哎，雅姐就是这么心善，要我说，完全没必要提醒那个小鬼。没错，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职业者被这山林深处的怪物抹杀，天天管得过来吗？据说雅姐似乎是鄂州职业者协会的一份子，而且天赋也是非常恐怖。你能猜到雅姐现在才20吗？不会吧，20岁就顺利2转，不得不说这个天赋着实羡慕。嗨，其实雅姐的转职并不是在学校完成的，而是通过内部渠道，1个月前转职成功的。什么？1个月2转？奇怪了，既然雅姐是职业者协会的一份子，那么完全不用担心资金方面的问题啊。为啥和咱们一样，时不时来这边找材料？而就在这群材料猎人们叽叽喳喳议论的时候，凭借着精神力，叶晨感觉自己的身后似乎跟着什么东西，扭头一看，一个20岁出头，穿着一身干练的短袖，隐隐之间身材曲线展露无遗的漂亮少女顿时出现在眼前。这位姐姐，你有什么事情吗？叶晨一脸懵逼地看着她，印象里自己好像从来没跟这么一个妹纸打过交道，而且姐弟恋叶晨不吃这一套。本来雅姐是打算过来提醒叶晨，让他去山林外侧练级，这里危险，可是没想到自己还没近身，竟然直接就被对方给发现了。我的职业是暗夜刺客，虽然没有主动使用技能，但被动天赋却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动静，他竟然可以发现我。雅姐柳眉微蹙，不过很快也是舒展开来。很明显，从叶晨稚嫩的脸上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今天刚刚完成转职的新手职业者，等级应该在10级左右。既然能发现自己，也就意味着这个小男生的精神属性非常强，至少也达到了18级职业者的水准。想了想，雅姐也是干脆用劝导的语气开始劝说起叶晨来。小弟弟，这里太危险了，不适合你这样的新人职业者，要是想练级的话，外层有更多的选择。看到这位美女姐姐竟然出声劝告自己，叶晨眼中的疑惑顿时消失了。不过外层，自己不就是嫌边缘地带的怪物经验太少，升级太慢，这才来深处吗？所以叶晨当即也是摆了摆手，笑道：我只是觉得外面升级太慢，所以才来深处看看，而且这里的怪物我也没觉得有多强啊。这时叶晨突然感觉到附近潜伏着一只16级的怪物，疾风兔，击杀以后可以得到20点经验，是10级怪物经验的2倍。于是叶晨也是来不及和这位漂亮姐姐多说话，直接一个闪身，然后挥舞着右拳，直接朝着疾风兔的脑袋给砸了过去。砰！整个地面被叶晨直接砸出了一个大概10公分左右的凹陷，而这只疾风兔则是压根没反应过来，就被叶晨给秒杀了。你击杀了疾风兔，经验加20，20点的经验，
直接提升了5，爽！不过，正当叶晨准备将战利品展示给这位姐姐，用来证明自己实力的时候，却发现这位姐姐正愣愣地盯着自己沾染了猩红血液的右手，有些发呆。许久，呆滞的眼睛这才缓和过来。你没有用装备，就将这只疾风兔给打死了，能够一拳将16级野怪打死的力量，属性至少也得在30点之上了。而且，就刚才叶晨展现出的速度，根据职业者协会的各种资料，也至少是30点敏捷，才有可能达到这种程度，能够在力量、敏捷2种属性同时达到并超过30点，而且还是今天刚刚完成的转职。想到这里，雅姐看向叶晨的目光如同一只小肥羊，不对，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像看待稀世珍宝一般。叶晨古怪的看着这位漂亮姐姐，这个眼神不知道为啥看得她有点发虚。没错啊，有啥问题吗？没问题，我就是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趟职业者协会鄂州分会。如果你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送你一套战士或者飞侠类的白银装备。看你的样子好像还没有装备吧？跟我走不亏的呀。雅姐循循善诱，这个表情熟悉的让叶晨一眼就认出来了。操，美女姐姐，你该不会是星探吧？雅姐一愣，可以这么说。哦，叶晨总算是明白了，合着是自己刚才出手展现了实力，所以这位姐姐这才对自己发出邀请，甚至还用白银级的装备作为诱惑。第3章，加入职业者协会。在这个世界，装备的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辉耀和传说。白银级对于叶晨这种新手职业者来说，白银级的装备可以说的恰到好处。在这之前，叶晨也是很想搞一套，可奈何太贵，完全买不起。如果能趁着这个机会白嫖一整套白银级的装备，那跟着这位星探姐姐走一趟也不是不行啊，完全血赚不亏。一番交流以后，叶晨自然是答应了雅姐的邀请。职业者协会鄂州分会，下午3点，本该是办公的时间，会议室内莫名其妙就召集了一大帮成员。这些会议成员清一色全部都是3转以上的大佬，而且战士、法师、飞侠、射手这些主战职业全部都齐了，而叶晨和雅姐自然也是位列其中。不过古怪的是，叶晨完完全全是因为白银级装备，这才跟着雅姐一块过来。可没想到，莫名其妙，自己反而坐在了主座上。此时，雅姐身边一个3转78级战士系圣光剑客的大佬，先是用疑惑的口气和雅姐确认了一下情况，然后惊异的目光直接就落在叶晨的身上。不可思议，明明是今天刚刚完成转职的职业者，竟然同时在力量、敏捷这2项属性上超过30点，这在整个龙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对了，叶晨小友，你是来自哪个学校？询问学校就能通过教育局调动有关叶晨的学籍信息，这样有关转职情况以及叶晨的真实职业也会当场曝光。见状，叶晨自然是没有任何隐瞒，直接就说了出来，马上去联系教育局陈局长，让他将今天所有人的转职名单给我送过来，我要依次查看。虽然职业者协会和教育局这完全是不搭边的两码事，但由于游戏入侵现实，所以职业者协会的话语权也是非常之重，甚至可以调动教育局的各种信息。不久后，有关叶晨的转职信息顿时出现在众人眼前。然而，本以为出现在文件上有关叶晨的职业信息，应该是一些罕见的隐藏职业，战士系或者飞侠系，可结果一看到血骑士3个字，现场全部傻眼。啥？你跟我说血骑士这么个废柴职业，力量、敏捷双属性全部破30？叶晨小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关会长也是一脸严肃的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作为炮灰职业，血骑士升级后只会带来血量提升，因为血量就是它的主属性。可是叶晨这个血骑士明显不对劲啊，难道是变异了？见状，叶晨也是苦恼的摸了摸头，我也不知道，算了，还是将面板展示给你们看看吧。毕竟不管是什么地方的职业者协会都算半个官方机构，所以还是值得信任的。因此叶晨果断的选择将面板给展示了出来。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11级1转，血量10500，力量32，敏捷32，智力32，精神32，职业天赋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5。竟然拥有职业天赋！惊讶之中，关会长直接是惊呼出声。任何职业都有可能觉醒出天赋，
可为一级天赋，这几乎有着逆转整个职业的超强潜力。这个效果简直太离谱了，每次升级都能得到500点血量加成，这就固定5点的自由属性点。而装备这种也会额外提升血量属性。如果是装备套装的话，就比如龙国最出名的神圣天使套装，上下衣2件套的效果，全属性增加100，血量增加50。一旦给叶晨穿上，除了本身的属性加成之外，血量的提高岂不是又会带来一波额外属性增加？虽然血骑士的职业本身的技能偏少，但使用技能书再结合自由分配的属性点，可想而知叶晨小友的潜力到底有多强。坐在关会长身边，另一个主战职业强者同样是兴奋道：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以叶晨小友的潜力，完全可以加盟我们职业者协会鄂州分会。是啊是啊，没想到关雅小姐的眼光如此之好，就为咱们鄂州分会带来如此好的一个苗子啊。叶晨听到这些夸奖，不免心里也是飘飘然。虽然在学校的时候，来自同学老师们各种对血骑士的偏见，叶晨也是见怪不怪，甚至都没觉得有什么，习惯了。但是夸奖的话，不得不说听在耳朵里还是美滋滋的。不过在各种各样的称赞之中，叶晨也是顿时感觉出一些问题来。关会长，关雅小姐，我去，莫非？叶晨偷偷的扭头看了一眼，还别说，两人之间还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看来自己的猜测对了。不过我记得职业者工会在各个省市都有，而且地位也是非常高了，而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萌新，只是天赋强了一点点，怎么感觉这些大佬对我甚至有点舔的感觉？这种念头在叶晨脑海中出现了一瞬，马上也是消失了。管这么多干嘛？人家主动把殷勤送过来，难不成还要拒绝？那自然是全盘接受啊。以叶晨小友的潜力，白银级的装备可能都有些不太够了，所以我做主，将咱们工会最好的一套黄金级装备套装送给叶晨，你们觉得如何？然后台下顿时响起了一连串的附和声。叶晨小友，现在你也是我们工会的一份子了，所以下一次的工会内战，你可一定要帮咱们工会争一口气啊！而就在叶晨将这套黄金级套装圣甲套装收入囊中的时候，突然关会长的话也是让叶晨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果不其然，就说为啥这群老东西一看到自己的天赋和潜力就如此的殷勤？马德，果然有诈呀！第4章黄金级套装的威力，血量暴涨。话说工会内战又是什么东西？虽然感觉有点不太妙，但看在一套黄金级装备的份上，叶晨还是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情况是这样的，看到叶晨眼中带着疑惑，关雅也是简单的将情况给叶晨介绍了一下。简单来说就是，龙国一共50多个省市，每个省市都有一个职业者协会，每年位于龙都的总会都会下放一定的炼级资源到各个省市的分会，包括但不限于高等级的装备、材料、秘药，甚至还有可能附带高等级秘境的门票。要知道，秘境等级越高，那么里面的奖励和装备产出也就越好。所以为了得到最好的资源，每年各大省市的职业者协会都会选拔出年纪在20岁以下最优秀的职业者参与，然后根据排名评选出1、2、3名，依次获得奖励。至于为什么不是老一辈的职业者参加，原因很简单，年轻的职业者作为新鲜血液，每年的工会内战刚好可以检验这批职业者们的潜力。明白了。不过如果是20岁以下的职业者的话，关雅姐姐应该也可以参与吧？闻言，关雅的俏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失望。我也想啊，但可惜的是，上个星期是我20岁的生日。竟然是这样，那确实年纪是有点大了。说完，叶晨立马感觉自己似乎被一道阴冷的目光给注视了，当即也是哈哈一笑，开个玩笑。嘿嘿，既然这样的话，那看来我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虽然叶晨开始的时候是不太愿意，但考虑到一套黄金级的装备，市面上至少价值上百万龙币，再加上背靠工会，以后修炼资源什么的也是很方便。叶晨可没有什么钱，所以答应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事情就这样定下了。3个月以后，你将代表我们鄂州分会参与工会内战，在这期间资源什么的你都不用考虑，告诉关雅，他会帮你解决一切。至于升学考核这些你都不用担心，明天让关雅带你出去升级。关会长闻言大喜，拥有天赋的职业者升级速度非常恐怖。别看关雅1个月从萌新到2转，这已经很强了，但如果换成叶晨的话，1个月很有可能直接就飙到40级，3个月达到60级，接近3转，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而根据往日的情况，绝大多数工会内战
参与的各分会职业者选手，往往实力从来没有超过50级。那到时候叶晨去了，岂不是乱杀？据说本次公会内战，冠军公会可以分得一套铂金装备，以及3本2转自由技能书，还有高等级的秘境门票。我鄂州分会崛起的时候到了。看着叶晨远去的身影，关会长脸上的激动之色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分会可是连续几年在公会内战中排名靠后了。虽然没有什么惩罚之类的，但是其他省市分会看待他们的眼光总是有种莫名的鄙视。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们看看咱们分会招到了怎样的天才。而这时，离开公会准备回家的叶晨心情也是非常高兴。美女姐姐代打升级，自己只需要躺就好，再加上白嫖的一套黄金级装备，感觉这波升学考核进入顶尖学府，这都是板上钉钉。血气示弱，谁说的？站出来，保证不打死他。回到家以后，天色渐晚，不过叶晨可是一点困意都没有。首先是将分会赠送给他的一套黄金级装备拿出来，查看了一下属性，名称圣甲头盔，类别头部防具，品质黄金级，所属圣甲套装，效果血量加1000，套装效果血量额外提升20。除了头盔之外，圣甲套装还有一件铠甲，一面盾牌，而效果也是和头盔一模一样，增加1000点的血量，算是血骑士的专属装备了。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讲，圣甲套装只能用鸡肋2个字来形容，其他装备都是加基础属性。到你这变成血量，这上哪说理去？然而，对于叶晨来说，黄金级的装备再没有比这个更加合适的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叶晨直接是将3件套穿在身上，然后立刻打开了个人面板。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11级1转，血量16200，力量32，敏捷32，智力32，精神32。职业天赋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62。爽！全新的面板让叶晨几乎尖叫起来。62点的自由属性点，换算下来可以让4维属性全部提升到45以上，甚至还能留下几点以备不时之需。要知道，单一属性达到45点，那是20级以上职业者才有的待遇，而叶晨的每一项全部超过45。虽然只是单纯的属性，没有技能，只能靠凭 A 打怪，但这只是暂时的。野外打怪练级时常会掉落技能书，只要能得到一本全职业的技能书，那叶晨就直接起飞了。爽啊！再次舒坦地喊了一声。白夜也是躺在床上，开始期待明天被美女姐姐带飞的日子。第二天一大早，叶晨也是穿着装备直接就出发了。鄂州市郊区某个初级秘境内，叶晨站在一具尸体前，不远处是关雅释放技能留下的幻影，一道流光从是红魔蚁的尸体中落入叶晨的体内，随后就是提示：你的队友击杀了是红魔蚁，由于团队契约影响，你获得了全部击杀经验，经验加372，恭喜你已升至15级，这升级效率也太快了。叶晨情不自禁发出感叹，被人带飞是什么感觉？一个字，爽，简直爽翻天了好吗？第5章全职业技能书，这什么逆天运气？自从昨天关会长嘱咐让关雅这个30级的暗影刺客来带他升级以后，叶晨也是压根啥都不用做，旁边看着等级就刷刷刷开始往上涨。进入秘境这才4个小时，等级竟然提升到了18级，不得不说这升级速度简直碉堡了，平均2小时1级啊！要是按照这个进度，那2转岂不是2天就能到？叶晨也是美滋滋的想着。然而就在这时，关雅无奈的声音却直接给叶晨浇了一盆冷水。别想了，就算我把秘境怪物的经验全都让给你，2天时间也绝对不可能达到30级啊！这是为啥？叶晨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难道是自己的计算有误？你的计算没问题，实际上等级来到20级以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就会提高10倍。比如在19级的时候，升1级可能需要10万经验，但是到了从20级开始，升1级就需要100万经验了。关雅也是在歇了一会后给叶晨解释了起来。叶晨虽然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叶晨是听老师说，等级越高，升级所需要经验值就越多这种事，但是从20级开始，所需经验值直接翻10倍，这也太离谱了。其实
本来叶晨对于美女代练这种事情是很鄙视的，毕竟自己这么强的天赋，怎么还需要躺平呢？可现在叶晨听到一级需要100万经验以后，叶晨也是觉得，有时候躺平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你现在没有技能书，虽然你的4维属性是很高，但是如果只靠平 A 的话，升级效率是很慢的。关雅也是趁机用前辈的语气和叶晨交流起来。可恶啊，明明只比自己早觉醒1个月而已啊！虽然关雅这种口气是没什么问题，但这也是让叶晨自尊心微微有点受挫。雅姐，你快看，那个是什么？就在这时，叶晨突然发现，一只死去的魔蚁身下似乎出现了点点亮光，这意味着掉装备了。不，好像不是装备。虽然叶晨在学校里是个学霸，但是到了秘境里，那经验还是不怎么充足。毕竟怪物掉落的奖励光芒太相似了，除非是老练的职业者，不然的话很难通过光芒来分辨到底是装备还是其他东西。于是叶晨也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光芒旁边。初级秘境里掉落装备的概率可是非常之低的，没想到今天的运气竟然这么好。叶晨一边感叹着，一边将手朝着尸体下方伸了过去。结果一上手，叶晨手中竟然多出了一本黄色封皮的书。这是技能书？还真是心里想什么出什么。一般来说，秘境怪物的掉落大多分为以下3类：材料、装备和技能书。这其中以技能书的掉落概率最为稀少。根据权威专家的统计，一般击杀1万只怪物，这才有可能掉落一本技能书，而且还不一定是本职业的。结果这才1个上午，竟然直接就掉落了，应该是1转左右的技能书。关雅也是有些惊讶的看着叶晨手上的小本本，同时心里也是产生了莫名的情绪。要知道他在1个月的职业者生涯当中，从刚转职成功到现在，可是击杀过数不清的怪物了，然而连1本技能书都没掉过。结果1个下午的时间，竟然带叶晨掉了1本，看来自己的运气貌似不是很好啊。雅姐，这好像是个全职业的技能书，虽然还没有打开，但是相关介绍已经呈现在叶晨面前。类型：技能书，职业：通用，品质：青铜，名称：光之刃，等级10。介绍：使用后可自行学会技能光之刃，该技能为攻击技能，根据职业者主属性的强度，释放后的光刃将具备不同的特性。力量：光刃威力与穿透性增加。敏捷：光刃可自行追踪附近怪物，造成主动击杀效果。智力：光刃攻击范围增加。精神：光刃持续时间增加。这个技能怕不是专门为我打造的吧？看清楚技能介绍的一瞬间，叶晨整个人直接就惊了。当然，叶晨说的专门打造自然不会是普通的血骑士，而是拥有像他这样逆天天赋的职业者。就比方说，这个技能看似是根据职业者自身的属性来进行威力侧重，比较鸡肋。可到了叶晨这边，血量提升，4维属性也会同步提升。换言之，如果由我来使用这个技能书，那么它将成为集火力、追踪、范围、持续时间为一体的超强技能，这简直离大谱。深吸了一口气，叶晨强忍着想要立刻使用这个技能书的冲动，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雅姐，告诉她有了这个技能以后，自己再也不需要躺平来练级了，甚至练级速度可能比躺平练级还要更快。雅姐，你看看这是什么？回过神来，叶晨立刻一脸得意的来到关雅旁边，然后有些显摆的将手上的技能书给关雅展示看了一下。技能书，你的运气真好。关雅也是不得不服，这小家伙怎么回事？这也要炫耀？可恶，难道不知道自己练级1个月，打怪从来就没掉过技能书吗？然而当关雅看清楚技能书的介绍以后，顿时忍不住美目瞪大，有些震惊的看着叶晨。这小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天赋啊？比方说欧皇之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掉落技能书？而且竟然还是全职业的技能书。要知道，技能书的掉落概率已经是非常之低了，1万个怪物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掉落1本，而全职业技能书的爆率是10万分之一。叶晨不过是外出练级第1天，竟然就掉落了。第6章10倍的升级效率，这技能碉堡了，竟然是全职业通用的技能书。叶晨，你的运气真的是很好啊！关雅也是忍不住惊叹了一声。虽然仅仅是个1转的技能书，但关键在于这玩意它是通用的，而且还是个攻击技能。要知道，叶晨作为血骑士，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攻击手段的，一切的血量加成全部都是在为肉盾做准备，而相应适配血骑士的装备，包括头盔铠甲。
甚至盾牌，这些都是以血量和防御为主。什么？你在问为什么没有武器？很简单啊，因为除了血量之外，血骑士升级根本不会有任何属性变化，所以一把武器根本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然，为啥大把的远程战斗职业往往身边都会招募一个血骑士？还不是因为可以吸引火力，当个工具人。但考虑到叶晨作为拥有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那么这个通用的攻击技能将会成为他强大的攻击手段。叶晨，姐姐建议你现在就将这个技能学会，这样一来你就有了攻击手段，而且凭借你的四维属性，应该没有其他的一转通用技能比这个更适合你。作为叶晨的发掘者，关雅也是对叶晨的潜力和成长非常关心。至于有没有在这之外的因素，那应该是没有的。毕竟虽然两人年纪相差不大，而且叶晨似乎还非常的帅，但他关雅又岂是纯颜控？颜值固然重要，但其他方面也是需要考察的。叶晨闻言也是点了点头，于是果断的学习了这个技能。随之而来便是叶晨的个人面板悄然发生的变化。你成功使用了通用技能书光之刃，根据你当前属性释放的光刃将拥有如下效果：威力372，穿透80，范围200米，持续时间20秒，每次释放消耗血量50。威力顾名思义就是技能本身的攻击力，类似于落在怪物身上的伤害，除非怪物自身拥有防御力，不然的话威力的数值就等同于造成的伤害。372的威力也就意味着叶晨的光刃可以轻松秒杀20级以下的任何普通怪物，毕竟20级以下普通怪物的血量往往不超过300点。接下来是穿透，穿透越高，意味着光刃击杀下一只怪物的伤害也就越高，毕竟随着怪物数量增多，威力也会逐渐减少。80的穿透数据等同于穿过一个怪物后，对下一个怪物造成上次攻击80的伤害。至于范围和时间，这就没啥好说的了。雅姐，接下来要不然让我来试试？看着这些面板数据，叶晨真想当场给雅姐一个兴奋的抱抱，不过考虑到一些原因，还是算了。闻言，关雅也是微微点头。别说，自从叶晨捡到这本通用技能书以后，其实他也是对此非常好奇了。因为一本一转青铜级的通用技能，大多威力比较羸弱。没办法，毕竟要是通用技能都那么牛逼，那还要职业专属技能书有啥用？但叶晨可是拥有唯一天赋血之转换，100点血量等同于1点自由属性值。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一般战斗职业除了主属性之外，其他的3维大多是基础的4点，这个技能自然很垃圾。但叶晨的4维属性可以随着血量无限增长，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于是乎，在关雅微微退后，给叶晨让开了一条道路以后，叶晨手掌心顿时出现一枚小小的光刃，朝着前方怪物聚集地直接就丢了出去。呼呼呼呼，光刃发出类似回旋镖一般的声音，所过之处怪物无不应声倒下。当然，因为威力缘故，光刃再一次秒杀2只怪物以后，剩下的怪物都没法造成秒杀了。毕竟穿透减伤，这个没有办法。但好在叶晨可以接着释放第2发，每过2秒，叶晨都会丢出一枚光刃，刷刷刷，足足30枚光刃出现在200米的范围内。1分钟的时间内，无数道白光直直的朝叶晨飞来。你击杀了嗜血魔蚁，经验加17；你击杀了闪电兔，经验加21；你击杀了毒刺鼠，经验加19。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是要频繁丢一些光刃来维持威力，但随着光刃数量增多，叶晨就啥也不用做了，双手插在兜里，经验值哗哗哗的往叶晨的身上淌。而升级速度，每秒叶晨这边就能获得超过200点的经验，换算下来，现在叶晨等级18级，升级大概要96000经验，也就是说，仅仅需要不到10分钟，叶晨的等级就能来到19级。这效率比起躺平足足翻了10倍。当然，叶晨心里也是清楚，这绝对不是雅姐放水什么的，而是因为这个初级秘境里的怪物经验比起城外山林要稍微少一点。不过优势在于怪物的密集程度非常之高，以量取胜。但因为关雅的职业暗夜刺客更注重单体爆发输出，因此群攻就不怎么擅长了。同样是秒杀，但叶晨的技能无论是续航还是范围都比关雅的技能高出太多，所以就导致了这么奇葩的情况发生。看到眼前这堪称恐怖的一幕，关雅也是美目满是震惊。虽然他是有想过这个技能与叶晨的契合度会非常高，但是
这恐怖的灭杀效率，这也太离谱了啊！现在或许是自己带叶晨升级没错，不过估计等到叶晨20级以后，说不定就得靠叶晨带他练级了。没办法，谁让他这个职业更偏向单体呢？群攻杀怪的确是不怎么在行啊。几分钟之后，叶晨的等级直接就变成了19级，而血量也是直接提升到了恐怖的3万点。什么？你再问，每次500，为什么会提高这么多？这是因为套装的血量加成是动态的，所以基础500点的升级血量经过叠加翻倍以后，自然也是水涨船高。第7章，漂亮的小姨，黄金级装备的来源，这就19级了，升级速度可真快啊！在看到叶晨的等级短短几分钟就又蹦到19级了以后，关雅俏脸上惊讶的同时也是微微有些小失望，毕竟叶晨可是他昨天才发现的，可结果这才练了1天时间，叶晨这恐怖的升级效率直接给他看傻眼了。不过从20级开始，升1级的经验可就要按照100万来计算了，所以今天就先练到19级吧。为什么不干脆练到20？叶晨疑惑。不过当留意到雅姐脸上这有些被打击的表情，当即也是点了点头。那还是明天再来吧，反正100万的经验，如果是到更高一些的秘境，估计1个多小时就能升1级。随后在关雅的带领下，叶晨也是跟着一块从秘境里面出来了。秘境入口仍然有不少人来来往往，毕竟鄂州市也算是一个大市，全市可是有好几10所高中的。不过当他们留意到关雅和叶晨以后，这些人也是纷纷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那不是职业者协会的雅姐吗？据说她经常会出现在城外山林，不过可惜早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发现，没想到竟然在这碰到了。她雅姐身边这一位是谁啊？黄金级装备圣甲套装，这可是只有血骑士才会配备的黄金级装备。原始密林难道不是个15级的秘境副本吗？对于雅姐这种2转的职业者来说，等级低了点吧。毕竟靓丽的外表自然是让关雅在整个鄂州市都有不少的追求者。不过当他们发现关雅的背景不是一般的强以后，这种觊觎的心思自然是少了很多。毕竟和职业者协会相比，他们这点家产算得了什么？可他们也是没有想到，今天低等级秘境入口，雅姐的身边竟然还多出了一道身影，而且还是个血骑士。咦，叶晨，你怎么会在这里？关雅姐姐也在。叶晨听到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女声，回头一看，竟然是3班的学习委员张蕊。平常和叶晨的关系也是还算可以啊，只是过来升级。叶晨也是用笑容回应。闻言，张蕊点了点头。不过当他留意到叶晨的等级竟然是19级的时候，声音中顿时带着一丝震惊。要知道转职仪式可是昨天啊，从10级到19级，叶晨竟然生生的提高了9级。当然要是加把劲，全天无休的练级，这9级的提升倒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在交易市场还是有挺多经验秘药之类的升级神器，但考虑到叶晨的职业特性，这就非常的诡异了。这个说来就话长了。怎么说呢？是雅姐带我过来升级的。叶晨也是想了想，然后随便编了个理由。其实也不算编，毕竟前期还真是关雅带他来练级，只不过到后面情况稍微发生了一丢丢的变化。很快叶晨也是和张蕊挥手告别了。看着叶晨和关雅离开，张蕊有些低着头，莫名的有些沮丧。作为全校欣赏叶晨颜值的诸多妹纸之一，对于叶晨的家境，张蕊还是非常清楚的。在鄂州市，叶晨只有小姨一个亲人，至于家庭情况，只能说是非常一般了，甚至有点潦倒的情况。而黄金级装备，特别是套装，这绝对不是叶晨买得起的。再结合秘境中叶晨和关雅2人并肩出来的情况，难道……想到这里，张蕊感觉自己的心情好像变得失落了一些。小姨，我回来了。回到家里，一进门，叶晨就闻到一股饭香。不得不说，小姨的做饭水准是真的很好。虽然叶晨平常在学校的时候食量不咋地，但是一回家总能干上3大碗米饭。这个时候，厨房传来一阵动静，一个23、24岁的美女穿着一套围裙从中走出，手上还端着一盘香喷喷的菜。这位美女的皮肤白皙中透着红润，面容也是无比精致，简直堪比一些明星。这位美女正是叶晨的小姨赵可。虽然在几年前顺利完成转职，但可惜的是，转职结果是个生活职业裁缝。生活类职业就别想大富大贵了，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勉强养家糊口而已。回来了，赶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美女的笑容温和而有感染力，
虽然血骑士不是什么热门职业，但凭借邂逅的优势，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与叶晨组队。所以，为了让叶晨尽快恢复精力，赵可也是决定以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做好美味的饭菜，等叶晨回来。我马上来。叶晨笑了笑，洗干净了手，然后坐到了餐桌旁。怎么样？今天升级情况如何？一定有很多人和你组队吧？虽然只是血骑士，但千万不要自卑啊。赵可也是开始安慰起叶晨来。可话音刚落，赵可忽然发现，叶晨的身上似乎穿着一套装备。作为一个转职了几年的生活类职业，赵可也是一眼就看出叶晨身上这件装备的品质，黄金级的装备。而这种等级的装备，除非是自己打怪获得，不然的话就只能通过交易市场用龙币进行购买。可一件黄金级装备至少价值也在100万龙币以上，以他们的家境自然是买不起。但血骑士作为一名肉盾辅助职业，与别人组队更像是类似绿叶一样的存在，黄金级装备放在哪里都是引人哄抢的对象。如果真是怪物掉落，怎么可能把这么宝贵的装备送给叶晨？因此想到某种情况，赵可看向叶晨的目光也是带着一些严厉。叶晨，你这件装备是怎么来的？这副语气可是跟小姨平常的性格截然不同。而注意到小姨目光竟然看向自己的胸前，叶晨当即也是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也是急忙将事情的经过跟小姨讲明白。毕竟在鄂州，小姨可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虽然小姨表面上比叶晨大个3、4岁，但如今叶晨可是觉醒了唯一天赋的血骑士，当然不想因为小姨因为这件事操心自己。第8章，来自职业者协会的惊喜。小姨，情况其实是这样的，作为自己在鄂州市唯一的亲人，叶晨当然不可能对赵可隐瞒什么，也是直接将整个事情经过，包括被关雅发现带领进入职业者协会鄂州分会，甚至被送了一套黄金级套装圣甲套装的事情告诉了赵可。在看到赵可闻言依然露出了将信将疑的表情，叶晨也是直接发动了杀手锏，将个人面板彻底展现在了赵可面前。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19级1转，血量3万，力量78，敏捷78，智力78，精神78，技能光之刃青铜，套装圣甲套装，职业天赋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看完叶晨的属性以后，赵可看着叶晨，神色中除了震撼之外，同时还有发自内心为叶晨感到高兴，因为觉醒了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绝对不是普通的战斗职业能够碰瓷。而赵可也是理解为什么职业者协会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竟然会向叶晨抛出橄榄枝，因为就光凭这个天赋，就足以碾压99%的职业者了。19级，4维属性平均78点，这是什么概念？在赵可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即将接触2转的职业者，单条属性才会接近80。结果叶晨19级，不仅力量78，其他的属性全部都78点，这还不能引起上面的重视，那只能说是上面瞎了眼。于是亲眼看到叶晨的面板以后，赵可看向叶晨的表情更是温柔了许多。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估计叶晨的父母也会为他高兴的。或许应该说这是父母血脉传承的结果。既然这样的话，那小姨就不说什么了。你今天第一次出去练级，就好好休息，小姨再去给你做几个菜。说完，赵可也是再次穿上围裙，朝着厨房走了过去。吃完晚饭，因为后面练级确实是很消耗精力，所以叶晨很快就陷入了梦乡。然而就在这时，鄂州市教育局陈局长刚才接到来自职业者协会的消息，竟然要查找一名学生的信息。叶晨，陈局长对于这个学生还是有点印象的，似乎是来自鄂州市第3中学，平常学习成绩很不错，是个学霸，只不过造化弄人，转职竟然成了一名血骑士。这种肉盾辅助职业，整个龙国要多少有多少。据统计，至少有10万的血骑士已经被征召进入各大职业者协会，并且成为绿叶，为远程脆皮职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般来说，对于这种职业，其实官方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比如血药，还有各种青铜、白银套装，凡是加血的，都给他们准备好。然后补助也是，毕竟战场上这些血骑士几乎是承受伤害最多的职业类型，所以给予的补偿自然很多。一般情况下，像是这些扛伤害的职业，根本不会引起职业者协会太大的关注。可今天
随着关会长的一句话，点名道姓要讨要有关叶晨的学籍信息，这自然是让陈局长内心满是狐疑。找到了，一番寻找以后，总算是在三中的学生档案里找到了叶晨的信息，随后也是一个电话给关会长打了过去。一方面是说明一下查找的结果，而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关心中的疑惑，毕竟他可是非常的好奇啊，为什么一个转职成为血骑士的学生，竟然能引起鄂州分会职业者协会会长的关注？哼，陈局，有些事情不太方便明说，所以抱歉啊。考虑到一些原因，关会长也并没有把叶晨的底细说得太明白。挂断电话以后，陈局长皱着眉头，也不知是在想什么。最终犹豫片刻，陈局长还是再次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时间一晃而过，来到第二天，吃过小姨准备的爱心早餐以后，叶晨也是准备第一时间去更高级的练级地升级了。只不过当他兴致冲冲拨打了雅姐的电话，却被告知：哦，要去一趟协会吗？什么？有惊喜？闻言，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兴奋之色。毕竟在加盟之前，关会长可是亲口说过，不惜一切代价将资源堆叠在自己身上。叶晨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没曾想，关会长竟然是个言出必行的男人。既然连雅姐都说是个惊喜，那还真是值得一去。于是叶晨坐上公交车，然后就去了一趟协会。会议室内，关会长首先是让叶晨将个人面板给展示了出来，而当他看到等级19，并且3万的血量，还有力量、敏捷、智力、精神思维全部达到了78点，当即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惊叹不已地说道：这才1天时间，升级速度竟然如此之快，而且单独一个属性拿出来就几乎等同于28级的职业者了，更别说4个属性。风灵猎手铃芽笑道，毕竟是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根据血量提升获得属性加成，所以有如此成就理所应当。不过转头铃芽则是皱了皱眉头，因为他留意到叶晨的面板上竟然多出了一个技能。按理说叶晨的家境应该不可能买得起通用技能，而通过打怪获得技能书概率太低。虽然协会昨天开始就在鄂州市各大交易市场进行搜索，看看有没有适合叶晨的通用技能书，可一番寻找下来也是完全没有，因此也是好奇无比。嗨嗨，叶晨小友，能否问一下你的光之刃技能是从何而来？能否顺便让我们看一下效果？铃芽其实是将大家所有人的疑惑都给问了出来，因为光之刃这个通用技能大家都非常了解了，虽然没有职业要求，但非常鸡肋，而且强化侧重是根据4个属性中最多的一个来决定，要么威力大，要么范围广，要么持续长。可叶晨这般可以自由分配属性点，4维属性完全一致，如此一来，光刃技能又会有怎样的效果？第9章，你管这叫青铜级技能？会议室内，随着叶晨展现出个人面板，在场的职业者大佬们无一不是露出了惊叹和期待的目光。不过要说这些3转大佬们没看过自己释放技能，如此这般也就算了，可是为啥关雅也是一脸震惊？难道昨天带自己练级的不是雅姐，而是她的技能分身？据说作为飞侠系的职业者，某些是拥有分身技能的，难道雅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或许情况也没叶晨想的这么复杂，可能单纯只是因为白夜将属性点全部分配，发现敏捷属性竟然和他差不多，所以这才惊讶。想到这里，叶晨这才恍然。好吧，不过要在哪里？叶晨打量了一下周围，除了协会大楼之外，整个建筑还附带了一个小广场。不得不说，不愧是半官方的机构了，真的是很好啊。不过白夜的光刃范围可是方圆200米，如此这般，万一误伤了，这可咋整？没关系，老夫身为3转主教，可以用空间门送你们过去。于是在主教叔叔的技能下，众人穿过空间门，也是一下子来到城外山林最深处。这里往往怪物等级超过25级，但经验却远远不如其他地区同级别的怪物，非常的鸡肋，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人会来。这就刚好给了叶晨一个展示的机会。叶晨感叹了一下主教职业的强大，3转竟然能构建空间门，虽然维持时间不到1分钟，范围也是5公里以内，但不可否认，确实牛逼。叶晨小友只需要释放技能展示即可，不必将这些怪物杀死。在叶晨出招之前，关会长也是拍了拍叶晨的肩膀，然后很是和蔼地跟叶晨说道：显然怪物的等级比叶晨高，释放技能会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伤害比正常情况更低，所以关会长如此说也是希望一旦出现这种事，不要打击到叶晨的自信心。叶晨点点头，
随后手上凝聚着一道光刃，直接就朝着前方丢了过去。然后又是刷刷刷，3道光刃。看到这一幕，众人忍不住嘴角一抽，一次性丢3道，这就是血骑士的资本吗？血后丢起技能来都是无所顾忌。不过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咻咻咻，光刃飞行期间被这群怪物察觉。吼！杀戮辽虎顿时警惕地朝着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而虎群中其他的怪物同样也是摆出了警戒姿态。然而还没等他们动手，嗷嗷嗷！这些杀戮辽虎甚至还没有看清这些光刃长啥模样，有些都还只是歪个头而已，然后直接就被一道光刃生生地劈成了2半，体内释放光芒，掉材料了。而一道光刃之后，威力仿佛也没有降低多少，继续朝着下一头开启疯狂割草模式。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里的杀戮辽虎几乎被叶晨给彻底清空了。而直到15秒以后，光刃的威力才开始下降，最后一枚光刃在重伤了一只虎后缓缓消散。满地的尸体让关会长等人喉咙都是有些干涩，仿佛被堵住，说不出话来。我特么让你悠着点，不用把他们全都宰了呀！结果你这3道光刃下去，整个杀戮辽虎群被你给杀光了，这特么的！哦，对了，关会长也是想起，之所以说不用叶晨全给干掉，是因为这些杀戮辽虎的等级达到25级，你19级打他会受到等级压制，伤害、输出都会变低，可结果依然全都给秒了。这说明什么？杀戮辽虎的血量是1000，也就是说，关会长目光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看向了叶晨。也就是说，这一发光刃的威力至少在1000以上。考虑到穿透的因素，叶晨小友，你这一击的威力已经足以匹敌一位2转级的职业者了。还有范围、持续时间，尼玛！随着脑海中的思绪越来越多，关会长这才意识到，狗日的，这确定是青铜级的技能，让你这么玩不到20级，爆发出堪比30级的战斗力。此时此刻，关会长一边毫无形象地大喊着，而其他人虽然是沉默，但内心早已被震撼得无以复加了呀！19级都这么猛，这要是让他2转了，那岂不是直接升天？叶晨小友，你真是我们鄂州分会的福星啊！于是，以关会长为首的众多3转大佬们纷纷把叶晨给包围了，一副热诚不已的态度，搞得叶晨都有点诚惶诚恐。诸位大佬们，还是不要继续捧杀我了，我会骄傲的。那个，叶晨享受着这一切，同时也是忽然想起，雅姐似乎说今天来职业者协会有好事发生，似乎关会长他们要给自己一个惊喜。哈哈，没错。闻言，关会长也是大手一挥，那位3转主教大佬也是立刻再次开启了空间门，然后回到了会议室内。不过可以看出，这已经到了主教大佬的极限了，因为一回来他就坐在了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短时间内还真是不能连续动用空间门啊，老夫的精神力还远远不够这么多。关会长轻轻地拍了拍这位虚脱了的主教，随后也是目光再次看向叶晨，露出了无比欣赏的目光。是这样的，昨天为了大幅度的提升你的实力，我动员了咱们分会大量的2转职业者，帮你在交易市场看看有没有通用技能书，结果没找到。叶晨脸上的笑容一僵，你管这叫惊喜？惊吓还差不多，听我说完啊！关会长无奈的看了叶晨一眼，就不能听完再吐槽吗？虽然没能找到技能书，不过却有人告知，在交易市场发现了有人在售卖沼泽荒野的秘境门票。沼泽荒野，秘境门票。闻言，叶晨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作为一名学霸，要是连秘境门票这东西都不知道的话，自己这脸可属实丢大了。第10章，给你门票，没让你单挑 BOSS。秘境门票，顾名思义，就是一些秘境开启所需要的门票。换言之，除了一些基础广为认知的秘境之外，整个蓝星还存在一些必须通过门票才能开启的秘境。当然，既然有开启的条件，那么就说明这些秘境里面的怪物往往就更加强大，奖励自然也就更好。而沼泽荒野则是20级以下唯一的精英级秘境。那么什么是精英级秘境呢？一般来说，凡是精英级秘境，里面有且仅仅只有一个怪物，那就是 BOSS 怪。相对于普通怪物而言， BOSS 怪物的血量更厚，而且实力也会更强。同为20级，一只普通野怪和精英 BOSS 怪之间的血量差距往往在10倍以上，甚至还有一些超过100倍。毕竟要是连血量都拉不开差距，这还凭什么叫精英怪？
击杀掉精英 BOSS 以后，掉落材料、装备和技能书的概率也会更高。只不过这些都不是关会长想要为叶晨争取的内容。关会长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为叶晨在交易市场寻找秘境门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验值上。叶晨，沼泽荒野秘境中的 BOSS 沼泽王，等级20级，血量高达15万。击杀以后，团队所有人根据击杀血量的多少，将共分30万经验。懂我意思吧？哦，明白了。叶晨点点头，脸上立马对关会长露出了感激的表情。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关会长打算利用沼泽荒野的秘境门票，让自己快速升级，并且训练单挑 BOSS 的能力。这么好的会长，到哪里去找啊？想到这里，叶晨顿时有了一种想把职业者协会当家的冲动了。闻言，关会常人直接就傻了。谁他妈让你进去单挑了呀？那可是20级的精英 BOSS。关会长不由得大吼一声：你真以为你觉醒了唯一级天赋，20级以内所有怪都能无敌了是吧？就光15万的血量，哪怕是以你光之刃的威力，那也足足要丢少说100多枚，这才能将沼泽王彻底击杀。然而这还只是理想情况，真实情况是沼泽王的行动非常灵敏，怎么可能给你安心输出的环境？一般而言，沼泽荒野这种精英秘境是留给30级左右2转职业者，还有人数超过10人的20级小队。像你这种19级直接去单挑的，可以这么说，就没有这样的人。整个龙国职业者历史那都没有。关会长冷不防瞥了叶晨一眼，直接就是一盆冷水给泼了下来。所以这30万的经验，你就别想一个人吃了。还是老样子，协会从门票商人那里收了10张沼泽荒野的门票，明天让关雅带你进去升级。按照经验分配的话，这10次击杀的经验足够你升1级。从20级开始，1级经验100万，而且还随着等级不断增加。不过如果关雅出手的话，这10次沼泽荒野估计花费顶多也就半天时间。20级半天升1级，这个升级速度对比其他人已经是非常恐怖了啊！闻言，叶晨也是忍不住挠了挠头，就这么对自己没信心？好吧，好歹是协会对自己的一片好心，而且跟随自己组队进入的又是雅姐。在叶晨看来，如果是其他人来带自己升级的话，或许还真有点难说话。不过叶晨感觉自己莫名跟雅姐很有缘分，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就是了。所以如果明天进入秘境，自己和雅姐好好商量一番，说不定这精英 BOSS 直接就归自己了。独享30万的经验，也就是说仅仅只需要3次，白夜就能提升到21级，而剩下的7张门票，保不齐又能再来1级。不出意外，白夜明天的等级保守都能22级，这简直不要太爽。好吧，于是叶晨也是只好先答应关会长，明天就让雅姐带自己进沼泽荒野练级。不过至于进去以后到底什么情况，这就容不得关会长了，这就要看叶晨的操作了。关会长，雅姐，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要不然我先回去。叶晨也是离开前跟协会的大佬们告别，打个招呼。不管怎样，礼节这些还是要做好。好，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协会。于是叶晨也是心情激动地走出了协会大楼，只不过却并未朝着家的方向，而是来到了城外山林。没错，因为叶晨的等级现在卡在了19级，距离升级还差10万经验，只有从20级开始，经验才会翻10倍。那我为啥不先刷到20级再说呢？于是寻找了一处人迹罕至的练级地，这里的怪物等级大多在15级左右。开刷！叶晨双手凝聚光刃，一场杀戮盛宴随之展开。10分钟后，叶晨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搜刮了一番，将材料这些收进储物袋，然后也是心情愉悦的离开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之后没过多久，这片区域突然就有几个材料猎人闯了进来。20级左右，因为距离转职刚刚过去2天，新手练级区域都已经被萌新们占领了，而他们又抢不过那些20级以上的职业者，所以就只能跑到偏僻的地方碰碰运气。可是没想到，当来到这片区域以后，竟意外的发现这里一点点怪物的气息都没有。定睛一看，这才发现这些怪物的身体竟然直接被某种锐利的攻击技能生生的切割变成了2半。而根据地上散落的气息来看，这个技能赫然便是甘霖娘光之刃。谁他妈的用光之刃在这大开杀戒？绝了，这他娘的绝了！青铜级技能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这2位材料猎人看着眼前宛如屠宰场一般的景象，当即也是内心震撼不已。
第11章20级，开启第二天赋。要知道，光之刃这可是通用技能。一般来说，通用的全职业技能比本职业的攻击技能肯定是要差上很多，也往往是那些生活类职业或者是辅助会需要一些额外攻击手段，这才会学习。毕竟能够让那些运气差没能转职成战斗职业的其他职业者，多少有一点自保之力，也算是难能可贵。可是光之刃只有萌新辅助职业才会学习的10级青铜级技能，竟然将栖息在这里的18级怪物喋血螳螂全都给宰了，这尼玛！想到这里，这两位猎人顿时感觉头皮发麻，眼眶炸裂。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鄂州市这一届的转职仪式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天才。与此同时，鄂城交易市场，这是鄂州市境内最大的一座交易市场，稀缺材料、白银黄金器以及秘境门票、技能书等等，这些往往都是鄂城交易市场内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大量的商品。然而就在今天，一位秘境门票商人正一脸苦逼地看着眼前两位男子，其中一个膀大腰圆，胸口上甚至还有一块龙头刺青，只不过光是造型还不足以让这位商人胆战心惊。真正让他感觉到惊慌的是，这男人竟然是个职业者。赵丽3转战士系铁拳武道家，一双铁拳让人闻风丧胆，而他这个小商人不过是个2转银法师，这要是对上自己，铁定会被揍得很惨。至于男人身旁的这个少年，看上去竟然有点眼熟，正式转职结束以后对叶晨发出邀请的那位同班同学，名叫赵明，职业是彪形侠客。只不过这人的性格有点记仇，和自身的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除了战士之外，其他的职业多少有些脆皮，所以当日在叶晨觉醒成为血骑士以后，直接就对其发出邀请。一方面是羞辱，而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真的需要一个血盾为他扛伤害。只不过叶晨的拒绝让他始终念念不忘。这2天下来，自己的老爹也是花了大价钱购买了经验秘药，一番练级下，赵明的等级也是一跃来到了19级。哼，骗谁呢？刚得到消息说你这有沼泽荒野得秘境门票，结果现在你告诉我门票卖完了，开什么玩笑？赵丽有些不耐烦地将他的袖子给拽了起来，实力的差距让这名门票商人直接是如同小鸡一般给提了起来。真的卖完了？我哪敢骗您呢？门票商人苦不堪言，毕竟对方一个3转职业者，他只是个区2转，这哪打得过？老爹，要不然今天就算了，等到明天白天咱们去秘境入口守着，到时候不就知道是谁抢走了咱们的门票了。赵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但是内心里已经是愤怒到了极致。要知道这10张门票配合经验秘药的话，足够让他升到22级，因为到时他的老爹会和他一块进去，一拳将 BOSS 打个半死，然后从中捡漏。虽然这样一来自己只能得到不到1/3的经验，但是一次性10万点经验，结合经验药水，升级速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呀。而现在这样的机会竟然被不知名的人给抢走了，赵明真是将那人祖坟挖出来的心思都有了。闻言，赵丽想了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毕竟自己来的确实挺晚，说不定有人早上就已经过来，然后将门票买走。于是当即也是松开了自己的手，道歉什么的自然是不存在。既然有人不长眼抢了我们赵家的秘境门票，明天可得把那人找出来，然后狠狠地给他一点教训。躺在床上，叶晨自然是不知道自己走后发生在城外山林的事情，以及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有人将主意打在了他的身上。总之达到20级以后，叶晨的心情非常的亢奋。为什么呢？因为当等级提升的那一刻，自己的面板数据竟然再次出现了一个天赋。没错，和之前的血之转换一样，这一次的天赋同样是异常强大，而且还是唯一级。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20级1转，血量33400，力量80，敏捷80，智力80，精神80，技能光之刃青铜，套装圣甲套装，职业天赋1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职业天赋2凭血司命为1，天赋介绍当你的攻击造成伤害，你可以通过对方血液大幅度削弱他的属性和实力，若双方差距过大，可直接造成秒杀效果。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2。卧槽！躺在床上期间，叶晨不止一次的将职业面板打开关闭，不过
每一次打开，叶晨都会发出无比惊叹的声音。卧槽！没错，并不是因为叶晨等级达到20级，而是因为叶晨发现自己竟然开启了第二个天赋，而且根据介绍，这个天赋的效果似乎有点恐怖。只要攻击造成伤害，就能通过对方血液大幅度削弱实力和属性。如果差距过大，可以造成秒杀效果。那这个意思就是，前半段就不用解释了，反而需要着重介绍后面那部分。比如叶晨只要利用光之刃对一些怪物造成了伤害，假如这个怪物等级是10级，和叶晨足足差了1倍，那么凭借这个技能，不管这怪物还剩下多少血量，都将无条件的秒杀。但是如果叶晨和怪物的差距过大，比如叶晨20级，怪物30级这种，那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可能了。总体来讲，天赋的第2条算是对光之刃无法秒杀小怪的补刀，但天赋的前一段介绍，那就是妥妥的神技了。毫无疑问，凭血司命的第1段话针对的就是精英 BOSS 类型的怪物了。只要造成血量伤害，那么这个怪物都将会无条件受到削弱 debuff 的影响。而且大量这2个字也是让叶晨的心情无比振奋。虽然即便没有这个天赋，叶晨对于单挑沼泽荒野跟秘境 BOSS 也是很有信心，但多一个天赋无疑会更加稳妥。第12章凭血司命的辅助效果，这一夜叶晨也是睡得非常香。一个原因自然就是鄂州分会给自己准备的10张沼泽荒野的秘境门票。不出意外的话，这里面的 BOSS 留给自己来击杀，10张门票至少可以让叶晨的等级暴涨到22级。而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20级觉醒的天赋凭血司命。这个天赋技能将会让叶晨明天单挑沼泽王 BOSS 的难度直线下降。毕竟只要造成血量下降，就可以以血为媒介，直接强行进行实力削弱。操！明明是一个血牛职业，可2大天赋在手，直接就让叶晨变成了一个全能型战士，能攻能抗还能辅，这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时间一晃而过，来到第2天，叶晨也是来到了协会大楼。关雅已经提前在这里等着叶晨了。不过当他看到叶晨脸上那喜不自胜的表情，当即也是眉头微微往上一挑。你笑什么呢？没什么，只是感觉跟雅姐出去练级，整个人都心情舒畅。叶晨淡淡一笑，这种时候叶晨当然不会吝啬一个小小的马屁。得了吧，怎么昨天没看你这么开心？闻言，雅姐直接就是翻了一个白眼。这话鬼才信。不过心里当然也是被一番话说得挺开心。2人交流了一会后，叶晨也是看了一下关雅背后，发现关会长竟然不知道什么突然出现，这神出鬼没的。叶晨眼神不由得也是一缩。挖槽，自己竟然没有发现，那岂不是刚才一番话全都被他给听到了？嗨嗨，关会长一副咳嗽的模样，假装没有听到2人的谈话。对了，今天我手上有点事，林牙和我一块要去一趟教育局开个会，所以为了省麻烦，就让你周叔直接带你们去秘境入口，这样更快一些。关会长口中的那个周叔，就是分会里那位唯一的3转主教周通。因为空间门技能只有达到3转的主教职业才能学习，所以虽然周通的实力仅仅只有60级，刚刚3转不到1周，但在鄂州分会的地位也是非常高了，仅仅在关会长、林副会长之下，算是3把手了。老爸，其实不用这样了。闻言，关雅顿时有些撒娇地道，毕竟在外面他可是非常独立，极少用自身背景给自己谋求便利的这种。再者，分会距离沼泽荒野并不远，走路的话3公里就到了，这都要开启空间门，等下搞得周叔又是一副累死累活的样子。闻言，周通脸色顿时一黑，这丫头怎么说话的？叶晨则是注视着几人的谈话，没有插嘴，顺便再思考一个问题。虽然第2个天赋凭血司命给出的介绍，只要自己造成伤害，就可以凭此造成大量的削弱效果，但也没有确切说明造成血量伤害的来源。换言之，这个天赋真正关键的因素在于对方是否掉血，是否受伤。所以叶晨也是想在今天试验一下，看看这个天赋是否其他人造成伤害也能带来大幅度削弱的效果。如果可以的话，那自己可就不仅仅局限于等级范围内的副本了，说不定可以让关会长他们带着去一些高等级副本，比如说出名的80级精英副本龙鳞洞穴里面的 BOSS 怪物暗黑龙王，将有概率掉落铂金级套装神圣铠甲套装。这是一套无级别的铂金装备，而且套装效果完完全全就是圣甲套装的上位替代，额外增幅50的血量，这将会让叶晨的底气更加充足。不过这种精英副本
据说就连关会长他们也是没法攻略，因为虽然龙鳞洞穴只有暗黑龙王这一个 BOSS， 但他的伤害和血量太 NM 高了，足足9000万的血量，而且一个龙息就能扣掉一名职业者1000血量，甚至还会反伤技能。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一名80级主战职业血量一般不超过1万，一喷1/10血没了。虽然可以靠血药补充，但血药一般是有使用冷却，所以假如今天能够确定凭血司命只要造成伤害便能削弱精英怪这点的话，那么或许他们鄂州分会就能组团攻略这个秘境了。到时候这一套无级别装备会让叶晨的实力暴涨。而就在他接着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一道冷哼声顿时让叶晨从想法中回过神来。你还在愣什么？赶紧出发了，等下周叔就撑不住了。只见周叔一副气喘的模样，似乎维持空间门有些气血不畅。叶晨也是急忙从空间门窜了过去，来到另外一边。和想象中的画面不太一样。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沼泽荒野作为精英秘境，需要门票才能进入，可所有门票都在自己手上。眼前这些人又是啥情况？赵明，是你？很快，在这些人当中，叶晨也是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当即眉头微皱，突然有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赵明的家境还不错，估计是他也看上了这个秘境，不过门票被自己拿到手，所以这才带着老爹过来堵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情况貌似有些不妙啊。赵明和赵丽父子俩则是神色阴翳地巡视着周围，结果当看到竟然是叶晨以后，不约而同也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叶晨，竟然是你？那些秘境门票是你买的？不过随后当目光转向一边，一道亭亭玉立的倩影顿时让赵明觉得自己貌似猜错了。很明显，叶晨并不具备一次性购买10张门票的财力，而看到关雅以后，结合他的背景，很明显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昨天提前出手将门票抢走的那个神秘人，定然是来自鄂州职业者分会。第13章，赵丽心态崩了，我怎么掉到40级了？可是凭什么？叶晨不过是一个血骑士而已，更何况是前2天刚刚完成转职萌新血骑士，无论是职业还是天赋，难道自己不更应该被看重吗？可结果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自己老爹曾经亲手上交了一封介绍信，并且送到了职业者协会大楼那里，着重介绍了一下自家儿子的职业，彪形侠客，飞侠系主战职业，现在20级，这个升级速度已经是顶尖，可结果没2分钟就被退回，理由是协会不要没用的人。彪形侠客弱吗？不弱呀。赵明自认虽然这个职业并不算是特别强势的那种，但也算是中等偏上，不至于连职业者协会分会门槛都进不去。结果反手拒绝了不说，竟然花大价钱给叶晨把所有的秘境门票全给买了，这岂不是在变相告诉他赵明还不如一个叶晨？眼中的愤怒让赵明直接就对着叶晨出手了。血骑士又如何？血量后又怎么样？他就不信自己一个真正的主战职业还解决不了一个血牛。而赵丽则是站在一边，面色阴翳地看着，毕竟这件事确实让赵丽非常愤怒了。小觑他们家也就算了，竟然为了一个血骑士花大价钱购买门票，这职业者协会不进也罢。当然对于自家儿子，赵丽还是很有信心的。20级主战职业，难道还干不掉一个血骑士？为了防止关雅出手营救叶晨，赵丽自然是出面挡在了关雅面前，却不料关雅背后的空间门竟然直接射出了一道神圣光剑，直接就命中了躲闪不及的赵丽身上。一个细小的血洞出现，这让赵丽有些吃痛，能让他受伤的攻击等级至少也是在3转级别了，是一位60级的主教。不过对此赵丽依然不会停手，毕竟他一个3转主战职业，战斗技能总归要比同级别的主教要强。可就在赵丽心念一动，准备对那位来自职业者协会的主教出手时，身上的血洞竟然逐渐扩大，伴随着一道黑气浮现。赵丽顿时骇然地发现，自己的血量全方位的属性竟然全部都下跌了，而且这个下跌程度非常的恐怖。如果说之前赵丽算是一个60级血量7200，基础力量属性超过240点的铁拳武道家，那么现在他的血量直接就掉到了5000的水准，而力量更是减少到了170点左右，足足下降了30%。除了等级还维持在60级之外，自身包括技能属性所有在内，已经近乎等同于一位40多级的职业者。短短1秒钟不到，自己的实力竟然下降了这么多，什么情况？而更让赵丽内心恐惧不已的是，就这样的属性面板
60级的等级就别看了，有毛用！那位来自职业者分会的主教分分钟就能秒杀自己啊！而另外一边，当注意到赵丽的变化以及神色上的惊恐，关雅和周通两人也是顿时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这家伙是什么情况？明明还没有出手，可为啥这么慌张？实际上，周通自己也知道，主教是个辅助职业，并不擅长战斗。换言之，同级别的主教在和主战职业的对拼中，一定是处于下风，顶多只能靠强大的辅助和回复能力徐徐图之。随后，周通也是立刻开启主教天赋技能天眼，查看了一下赵丽的情况，结果当即也是懵逼了。周叔，什么情况？关雅也是一脸好奇的询问。结果听到周通的回答，关雅一时间也是傻了。什么？一名3转60级的主战职业，竟然直接被削弱了30%实力，血量还有属性都掉到了40、50级的水准，这开什么玩笑啊？到底出了啥事情？没想到还真有效果呀！旁边传来叶晨悠悠的声音，回头一看，却发现赵明已经被打得半死，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而叶晨则是一副早有预料的表情，所以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这个事情是叶晨做的。不过关雅和周通还是想不清楚，叶晨一个血骑士，而且20级的血骑士，到底凭什么能够影响到一名3转的主战职业大佬，并且还生生的将他的血量和属性削弱到了40多级的水准？混蛋！赵丽暗骂一声，带着惊恐与阴翳看了一眼叶晨，随后当即也是出手，将躺在地上的儿子直接就带走跑路。阿周说，那人跑了，不去追一下吗？叶晨也是不禁皱了皱眉，其实以叶晨的性格，是真的想把赵明直接给干掉的，毕竟这家伙在学校就一直和自己不对付了，杀伐果断，这才是叶晨的性格。不过考虑到龙国的法律这些，叶晨也是没办法，只好将其重伤。不过因为叶晨的4维属性全部都达到了2转标准，因此一拳下去，赵明虽然没死，但估计回去应该也是个植物人，想醒还得靠运气了。这就是和叶晨作对的下场。而听到叶晨的话，周通则是缓缓回过神来后，对叶晨表示，放心，我们协会对今天的事情肯定会向他讨一个说法。讨说法？讨什么说法？叶晨不由得也是好奇了起来，毕竟虽然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赵丽这波可是差点对雅姐动手了，所以也是想知道一般情况下分会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周通沉思了一会，也是干脆告诉了叶晨，赔偿方面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同时还会将今天的事情上报到总会那里，到时候真正大佬们会据此做出决断。如果给予我们自行发配的权限，拿捏一个没有背景的职业者家族，还是没有问题的。闻言，叶晨这才松了一口气，赔偿这些就不说了，考虑到今天这事儿人家是奔着自己来的，所以或许叶晨也能拿到一些赔偿款。至于赵明，只不过因为他3转实力的老爹这才在学校嚣张惯了，毕竟3转在鄂州这种地方已经算是顶尖强者了，现在他老爹的实力掉到了40级左右，那后果啧，叶晨不禁也是替他以后的生活默哀了一下，就算这家伙苏醒，估计也能好好体会一下墙倒众人推的感受了。第14章，雅姐，商量个事儿呗。好了，总之今天他们赵家的事情，咱们协会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而周通似乎也注意到叶晨仿佛对赵明父子接下来的处境非常关注，当即也是笑了笑，拍拍叶晨的肩膀，示意他不用担心，协会肯定是不会放任这种无赖家族继续耍横下去。你说你要是有点背景也就罢了，一个区3转，儿子更是一个没有啥天赋的2转职业者，你竟然想着要对鄂州分会的麒麟动手，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就算到时候总会决断下来，如果惩处过轻的话，分会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见状，叶晨这才松了一口气。好了，既然这样，现在你总可以告诉我们，刚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吧？安抚了一下叶晨以后，周通的神色也是变得无比凝重起来。刚才自己的那一击虽说是伤到了赵丽，但对他血量造成的伤害可能也就几百点而已，根本就不痛不痒。然而真正让周通感觉到惊悚的地方在于，叶晨随后使用的某种天赋，竟然生生的将赵丽的血量全属性统统降低了30%。不管在什么时候，属性血量降低都会导致战斗中面对同级别职业者，他将毫无还手之力，甚至分分钟被秒杀，这都有可能。就比方，如果周通不顾及龙国的职业者法律，直接出手，再对他释放一枚神圣之剑，那么数值碾压之下，赵丽很有可能会当场死亡，就算不死，昏迷个1-2年，留下后遗症，这都是最起码的。
所以叶晨的这个天赋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就连周通这样的三转主教都是感觉到脊背发凉。而同样，关雅也是俏脸凝重地看着叶晨，本以为一个觉醒了天赋的血骑士，这已经非常逆天了，这让他一个曾经饱受吹捧的人都有点感觉到受打击。结果这还没完，叶晨竟然20级又觉醒了第二个天赋，而且感觉上很有可能又是个为1级，这还让不让人活？至于为什么是天赋而不是技能，很简单，因为技能哪怕是辉耀级的技能，那也绝对不可能说跨越40个等级，对三转职业者造成如此重大的削弱。至于传说级技能，抱歉，目前为止龙国境内所有的传说级秘境尚且还没有职业者团队通关，所以只有天赋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叶晨也是不再扭捏，而是直接将天赋凭血司命当众展示了出来。毕竟叶晨可不想藏着掖着，这几天下来他可是亲身体验过背靠大佬升级究竟是多么畅快的事情，而之所以能得到这些资源，正是因为自己的潜力。几秒过后，有关凭血司命的天赋连同介绍一并出现在关雅、周通二人面前，两人的嘴巴齐齐张大，看向叶晨的眼神中满是震撼。而周通作为一名经验老道的三转主教，结合叶晨的新天赋，立刻就想到那号称是鄂州市境内最难啃的骨头，名为龙鳞洞穴的专属秘境。他们鄂州分会集结了所有3转以上的职业者，共计5名，辅助、主战职业搭配齐全，也是根本没法击败最终 BOSS 暗黑龙王。原因就在于这个 BOSS 的攻击太高，血量太厚，等级也足足比关会长高出2级。可是一旦叶晨能够加入其中，并且利用这个天赋，那么击败暗黑龙王将不存在任何问题。内心的思绪此起彼伏，不过现在也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毕竟眼下还是先让叶晨赶紧升级。嗨，看来关会长的眼光真的很不错呀，这次公会内战咱们公会总算是要扬眉吐气一回了。周通说话不禁也是激动了起来。马德，这么多年公会内战，他们鄂州分会始终排名倒数，甚至其他省市的分会各自的专属秘境都打通了，可结果偏偏他们这边卡在龙鳞洞穴这里。也不知道其他分会的人多少次在嘲笑这个事情，尤其是隔壁襄州的职业者分会，最是可恶，每年都拿这个调侃他们，这次总算可以一雪前耻。闻言，关雅顿时小脸一拉，就你们有眼光，也不看看叶晨是谁带回来的？行了，还是赶紧带叶晨进去练级吧，我看这小家伙都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关雅立刻使用了门票，然后把叶晨也是带了进去。进去之后是一片沼泽荒地，不过并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怪物，仅仅只有一个满是污泥包裹的巨人。叶晨，这个就是沼泽荒野的 BOSS 沼泽王。关雅也是急忙跟叶晨介绍起来，同时手上一张卷轴立刻就递到了叶晨手上。这是经验卷轴，使用以后本次秘境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翻倍。卧槽，那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叶晨闻言精神一振，要知道经验卷轴这东西在交易市场里面可是价值不菲，一张卷轴只能使用1次，并且只对秘境有效，所以单张售价30万龙币，可谓是非常奢侈，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用得起。10张经验卷轴，10张秘境门票，叶晨这才明白，感情自己昨天估算的等级还少了，他没有把经验卷轴考虑在内。而如果将这东西算进去的话，10次沼泽之王，那我的等级至少可以升到24级。卧槽！想到这里，叶晨也是用恳求的目光看着身边的关雅。雅姐，商量个事儿呗。啥事？关雅手上拿着一柄圆环状的利刃，这是暗夜刺客的专属武器。显然关雅已经随时准备出手替叶晨先消耗沼泽王的血量了。不过在听到叶晨的话以后，关雅当即也是停手，美眸不解地看向叶晨。第15章80削弱度，15万血量变3万。雅姐，今天这10次沼泽荒野交给我来，没问题吧？叶晨满脸堆笑，毕竟如果是雅姐出手的话，叶晨解决这头 BOSS 那必然是花不了多长时间。可是这样一来，那叶晨得到的经验也会大幅度的缩减。本来一只沼泽王完全击杀经验是30万，差不多3次就能升1级，加上经验卷轴，那就2次就能到21级。可如果算上雅姐干掉的血量，这就很难受了呀。这可是爸爸嘱咐我。关雅皱了皱眉，虽然相信叶晨解决掉沼泽王绝不是难事，但时间的话
没事，别忘了我还有个天赋。叶晨自信地展示了一下拳头，顿时，关雅也是回忆起叶晨那无比恐怖的第二天赋，同时也是达到了唯一等级的天赋——凭血司命，连60级，足足跨越叶晨40个等级的3转职业者。在这个天赋的作用下，血量、属性都被统统降低到了原来的70，而这只沼泽王仅仅是个20级的精英 BOSS， 等级和叶晨完全一致。那这个天赋的效果会不会更加恐怖？而且换个思路，关雅也觉得自己出手的话，固然会让叶晨击杀沼泽王的过程更加轻松，但如此一来，仅仅1/3的经验值，这个效率确实是太慢。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关雅当即表示：“好吧，既然你要求的话，那这只 BOSS 就交给你来解决了。”不过，关雅依然是保持着警惕的姿态，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这就是沼泽王啊！看着眼前的这头大家伙，叶晨不由得很是好奇，这么大个的 BOSS 属性究竟如何？目标：沼泽王，等级20级，血量15万，力量42，敏捷47，智力17，精神12，技能王之威压、提速、沼泽碾压。看着血量和4维属性，叶晨也是不禁眉头轻轻一挑，因为是精英 BOSS， 所以和职业者的情况有所不同，4维属性一定程度上有所侧重。可以看出，敏捷和力量是沼泽王的强项。难怪关会长告诉我，沼泽王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47点的敏捷，结合提速技能效果，这会让沼泽王的速度达到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除了关雅这种敏捷主属性的职业之外，想要干掉这只 BOSS， 同级别还真就只能靠团队合作才能达到目标。不过可惜，无论是力量、敏捷还是智力、精神，4维属性我都是碾压啊！叶晨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随后光刃释放，属性提升带来的效果就是，无论是范围、威力还是持续时间，光刃相比之前更是提升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500米的攻击范围，半分钟的续航时间，每一击都能给沼泽王带来超过2000点的伤害。只不过，叶晨可不会就这样浪费时间。凭血司命，天赋发动，然后原本沼泽王身上的伤口顿时冒出一抹污浊的黑血。你对沼泽王使用了天赋凭血司命，沼泽王的血量和属性大幅度降低了。随后就是天赋后沼泽王的面板，目标沼泽王，等级20级，血量27000，力量10，敏捷12，智力3，精神2，技能暂无技能。毫无疑问，因为叶晨的等级与沼泽王达到了同级别的层次，所以相对应，凭血司命带来的削弱效果，比起照例的时候，无疑直接就翻了接近2半，近乎80的削弱幅度啊！直接就让沼泽王的血量降到了不到3万，而且其他4维属性更是跌落到了10点左右，像是智力、精神，更是3点、2点。这特么的，就连刚转职成功的职业者，这些数据都比沼泽王豪华了。不过这还不是最让叶晨感到震撼的，技能栏直接空了，什么情况？叶晨一脸懵逼的看着有关沼泽王技能那一栏的介绍，清楚的记得这家伙明明是有3个技能，王之威压、提速和沼泽碾压，然而在凭血司命的天赋效果下，这3个技能竟然生生的被抹除了。卧槽！除了叶晨之外，时刻关注情况的关雅俏脸也满是震撼了，甚至这一次震惊的幅度比之前看到赵丽的面板还要来得更强。毕竟那时候天赋对赵丽的削弱幅度仅仅只有30左右，虽然是很强，但是相比之下，这一次80的削弱真是让人有一种跳脚的冲动。这真的是血骑士能够拥有的天赋吗？不管随便放在哪一个职业身上，这个天赋都是堪称神级，拥有逆天改命的效果呀。许久，因为过度震惊，关雅甚至都还没有细看叶晨接下来的出手。而2分钟后，当叶晨手上提着一件白银器来到关雅面前，准备接着再干一票的时候，却发现雅姐似乎变成了一尊雕塑。啊，叶晨，你打完了呀？关雅回过神来，看到叶晨连同手上的白银器，也是留意了一下时间，2分半。要知道，一般20级的团队组队讨伐沼泽荒野秘境，往往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因为15万的血量太尼玛厚了。可结果，叶晨一个人竟然2分半就给打完了，这他妈！看着叶晨有些得意洋洋的表情，
关雅眼中也是散发出莫名的情绪。别看叶晨现在还是20级，但貌似就算是关雅自己2分半，估计也很难将沼泽王给干掉吧。第16章，不到半小时被杀了10次。雅姐，你想什么呢？难道是被我刚才出手的英姿给帅到了？耳边传来叶晨调笑的声音。关雅也是立马从呆滞的状态中回复过来，随后无奈的看了一眼，这小家伙到底怎么回事？虽然确实是很强，但是有必要在自己的面前这么嘚瑟吗？至于资格什么的，其实关雅最初的想说这2个字的，然而仔细又想了一下，还别说，按照他的天赋来看，叶晨还真是有在他面前嘚瑟的资格，只不过要脸。如果叶晨下次再在自己面前嘚瑟的话，那趁着他现在还没有变得那么强，自己还有能力教训他，铁定要让他体验一次来自大姐姐的关怀。至于以后打不过了，关雅目光再次落在叶晨的脸上，这时候却莫名发现叶晨的颜值似乎让他的内心都有些波动了起来。话说初次碰到叶晨的时候，这张脸好像也没有这么让人心动啊，可是为啥今天这就……察觉到脑海里冒出来的念头，关雅不禁也是有些羞涩起来。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想，2分半，只能说还行吧。使用门票，继续。关雅也是马上就恢复了往日的姿态。至于刚才的那点异样想法，则是直接被丢在了内心深处。啊，难道不是出去以后再使用吗？叶晨顿时有些好奇。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一般情况下，精英秘境打通以后需要出去，然后重新使用门票 ，BOSS 才会刷新。为啥和雅姐的说法又不一样了？嗨，其实在秘境里面也可以直接使用门票刷新 BOSS 的，只不过考虑到新手职业者的实力不够强， BOSS 刷新以后，很多职业者反应不过来，容易翻车，所以一般学校老师会建议出去然后再使用门票。听到解释，叶晨这才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看来自己的实力这是被雅姐认可了呀。所以以你的实力，我觉得倒不至于翻车，所以就直接使用吧。于是叶晨也是立刻将第2张门票使用，连同第2张经验卷轴一块，和第一次一样，先丢上一发光刃，然后凭借司命启动。你击杀了沼泽王，经验加3000000，受到经验卷轴的影响，你额外获得30万的经验。半小时以后，在经验卷轴的作用下，叶晨成功完成了10次沼泽王的击杀，并且自身的等级也顺利来到了24级。至于血量，也是达到了4万血。4万不愧是血骑士啊，这个血量已经是老爸的4倍了。关雅先是看了一眼叶晨的面板，随后情不自禁地感叹了起来。不过马意识到，除了血量之外，叶晨如果将这些属性点平均分配到每一个4位上，那岂不是更加恐怖？4万的血量换算下来就相当于400点自由属性点，平均一条100点属性，这就已经等同于24级的任意主战职业，而4维全部超过100，那么就意味着叶晨一个人的属性总值就相当于4个24级不同属性职业的属性总和。简简单单的个人面板，真的是可以用恐怖这2个字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升级就到这里结束吧。关雅面色无比复杂的看着叶晨，半个小时的时间，从20级升到24级，当初关雅自己也是花了足足1个星期的时间这才做到，毕竟1级需要的经验值都在100万以上，可到了叶晨这里，竟然直接就把时间缩短到了半小时，这中间的差距大，不是离谱。要论天赋的话，或许整个鄂州市，不，整个湖海省，应该都没有任何人能超过叶晨了。好了，估计周叔应该等急了，咱们也该出去了。关雅对叶晨道，随后看了一眼手上多出来的2件白银器，黑水戒指、黑水腰带，这些都是沼泽王的掉落物，而且是属于装备中的饰品一类。不过效果加成貌似并不适合叶晨，单纯的属性点太过鸡肋，远不如血量饰品来的简单粗暴，放在交易市场大概能值个30万龙币左右吧。此时秘境入口，自从叶晨和关雅进去以后，他就索性将空间门给关闭了，然后一身轻松，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整个人都是精神焕发。不过脸上却是带着浓郁的好奇，也不知道10张门票再加上10张经验卷轴，究竟会让叶晨提升几级呢？有关雅帮忙出手的话，估计不到40分钟就能结束战斗，如此一来，或许叶晨会达到22级左右。而就在这时，秘境入口发出一道光芒，周通脸上立刻就露出一抹笑容，显然是叶晨和关雅回来了。叶晨，你现在等级究竟？周通也是一边问着，同时也是迫不及待直接开启天眼查看了起来。可下一秒，
有关叶晨的个人面板信息，直接就让周通当场吓尿了。卧槽，24级！卧日，这个小家伙怎么会升级这么快？难道他把沼泽王 BOSS 给单杀了？咕噜，周通感觉自己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对，只有这种情况，结合双倍经验，这才能让叶晨在10次的击杀中提升到24级。可半小时，这才过了半小时的时间啊！没有关雅出手，叶晨一个人怎么可能生生的砍掉沼泽王15万的血量？而且尼玛还总共击杀了10次，平均下来，岂不是3分钟一次？这效率简直不比关雅要慢了，甚至更快一些，这都有可能。难道是天赋？而周通也是很快想到，叶晨的凭血司命是可以通过伤害直接削弱对方的血量和属性。考虑到这种情况，周通的面色这才缓和，可马上又感觉不对劲了。这个天赋不是只能削弱30左右的属性吗？扣掉30，那沼泽王至少还有10万的血量，也不可能啊！一脸懵逼中，周通最终只能将目光锁定在叶晨身上。显然，现在只有叶晨才能解答他的疑问了。第17章，叶晨攻略龙鳞洞穴的关键。其实削弱幅度并不是30，而是80。周通脸上震惊到不行的表情，也是让叶晨顿时开始迟疑，到底要不要将实话给说出来呢？万一说实话，把协会3把手给打击到了，这可咋整？不过最终叶晨还是将情况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毕竟今天的升级效率实在是让人满意，一口气直升4级，而距离升学考核还有大概4天的时间。在这些天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况，那升学考核的时候，叶晨很有可能已经抵达30级，并且顺利完成2转，1个星期从萌新变成30级2转职业者，这个效率放眼整个鄂州市的历史，那都是几乎没有。所以进入顶尖学府什么的，对叶晨来讲压根就不是事。甚至2转以后，叶晨说不定还能觉醒第3个天赋什么的。天赋这种东西太过玄学，叶晨自己都不知道为啥20级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第2个天赋。询问关会长，连他都是吞吞吐吐。原来如此，如果是80的削弱幅度，周通现在说话都是有点古井无波的意味了，情绪什么的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可能是被震撼到彻底麻木了。许久以后，周通再次复杂的看了叶晨一眼，默默的开启了空间门，然后带着关雅和叶晨回到了协会总部。关会长还有林雅等人也是从教育局开会，纷纷回来了。不过所有人都是正襟危坐，等待着叶晨的到来。叶晨，情况怎么样？很快，叶晨就被一脸期待的关会长等人直接包围了。然后不出意外，当叶晨将自己的面板展示出来以后，整个房间的凉气仿佛直接就被抽空了。你24级了？你他娘的竟然半小时就24级了！关会长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也是不顾自身形象，直接就震撼的大喊了出来：淡定，老关，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我敢肯定你一定会激动的蹦起来。关会长一脸迟疑，激动的蹦起来？你是否有点小看78级职业者的定力了？不过关会长这点自信很快就被接下来周通的一连串连珠炮弹彻底给击碎了。你是说叶晨他一个人将沼泽王给单杀了，时间只用了2分半？还有他觉醒了第2个天赋，能够削弱同级别精英 BOSS 80的血量和属性。关会长平常说话也是很健谈的一个人，结果这一连串消息下来，整个人仿佛染上了结巴的毛病。而叶晨则是坐在位置上，面对众人一脸惊骇看向他的目光，尴尬的笑着：抱歉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天赋这么强。通过周通和关雅的述说，关会长也是了解到中间遇到的一些小插曲，以及叶晨曾经利用凭血司命的天赋，生生的将一名60级3转主战职业血量和属性给降低到不忍直视的水准。不过关会长本人倒并没有针对此事做过多评价，毕竟人赵家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者家族，没有什么太大的背景，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但另一个事情就让关会长非常在意了，天赋觉醒的原因和效果，其实在蓝星也是一个谜团。不过按照你们说的情况来看，叶晨小有的天赋对远高于自己的职业者和精英怪都依然有效，所以我们分会是不是可以再去试着挑战一下龙鳞洞穴？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洗刷掉其他公会对咱们的轻视，而另一方面，这个秘境 BOSS 会产出一套铂金级装备，这刚好有助于叶晨小有的实力增长。关会长的话自然是引来其他职业者的纷纷点头。的确，
这个秘境副本一直以来都是他们鄂州分会的痛，职业者协会的分会遍及龙国所有省市，同样每个省市还有一个专属的精英秘境，击败秘境 BOSS 都有一定概率掉落一套铂金级装备。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专属秘境都被各自的分会纷纷攻略，可偏偏他们鄂州公会整体实力还不足以攻克这个龙灵洞穴。可现在有了叶晨，利用这个天赋就能将做到将暗黑龙王削弱，那么这将会极大程度的提升通关秘境的成功率。我觉得老关这个建议很好，如果能在叶晨的帮助下顺利攻略它，那以后咱们分会也不用受其他分会的气，尤其是那个混蛋襄州分会，暴脾气的灵牙直接大手一拍桌面。虽然灵牙并非力量系的主战职业，可一身黄金装也是让灵牙的力量面板着实不低，一掌下去，透过桌面连带着整个地板都是震了一下，叶晨都吓了一跳。好家伙，什么时候一个公系大佬的力量都这样牛逼了？最终众人的目光还是落到了叶晨身上，毕竟叶晨这才是带领整个分会顺利攻略龙灵洞穴的关键人物。要是叶晨不同意的话，那这个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可叶晨怎么可能不同意？要知道神圣铠甲套装作为圣甲套装的上位替代，铂金级的装备，而且还是无级别，若非因为套装属性仅只有血量50的增幅，恐怕其出名程度都要在神圣天使套之上了。无级别铂金装，这意味着即便是10级萌新也能穿上。相比之下，天使套除了有50的血量加成之外，还有全属性都会额外加成100点的效果，相当于25级才能得到的主属性了。可偏偏有等级限制，虽然品质是钻石级，但只有120级以上4转的主战职业这才能穿戴。就算为了神圣铠甲套，我也得加入啊！听到叶晨的表态，关会长为首的协会众多职业者脸上也是简直乐开了花。看来马上他们协会就要顺利攻略这个秘境了。第18章，感觉老爸被叶晨拐跑了。好了好了，我看今天天色也不早了，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什么？因为叶晨答应辅助攻略龙灵秘境，这就导致此时此刻整个公会所有人，包括关会长本人在内，心情也是非常的畅快。然后看叶晨也是越来越顺眼，好像还非常的帅，跟小雅似乎还挺般配，或许可以适当撮合一下叶晨和小雅。有这样一个女婿，以后咱们分会必然会不断壮大啊。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4天以后的升学考核，考虑到叶晨的升级速度，关会长也是决定，最近这几天可以将门票的搜索范围再扩大一些，不要将目光仅局限在整个鄂州市。虽然作为湖海省的首府，鄂州市几乎占据整个省70%的资源，但其他市区的交易市场或许也会有秘境门票之类的。如果能再搞到一批，然后让叶晨进去单刷，或许这4天时间，叶晨就能直接2转。他们工会也算是完成了对叶晨的承诺，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进入龙国顶尖的学府苍蓝学府，在那里他将会得到更加优质的资源和秘境信息。至于到那以后叶晨会不会把他们工会给忘了，那当然是不可能。对于看人这一点，关会长可是非常放心，他相信叶晨绝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初期的帮助一定会让他们工会在叶晨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叶晨但凡成长为顶尖职业者，那他们分会也会随之鸡犬升天，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投资啊！为此赔上自家的女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龙灵洞穴 BOSS 暗黑龙王的技能太过诡异，而且叶晨的等级距离暗黑龙王差距太大，压制太明显了。如果现在带叶晨进去的话，即便是血骑士估计也扛不住暗黑龙王几发龙息烈焰。关会长也是不禁皱着眉头想到，当务之急是让叶晨赶紧提升到2转。按照正常情况，2转的血骑士将可以学习一个名叫铁血强盾的职业技能，根据自身80的血量会生成一个额外血条，血量越高，那么额外血条也会越长，受到攻击时将优先消耗这个额外血条。因此学会这个技能以后，血骑士本就逆天的生存能力又会大大增加。而考虑到如今叶晨的血量已经突破了4万，那么根据计算，这个技能又将会给叶晨带来高达32000点的血槽，这就相当于叶晨的总血量上限将达到恐怖的72000点。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个额外血槽带来的血量加成会不会受到天赋1的影响。如果血之转换连这额外血槽的血量都能计算在内的话，那么这就相当于叶晨又会多出320的自由属性点。操！想到这里，
关会长的拳头都是狠狠地捏紧了。太恐怖了，叶晨的这个血骑士简直不当人啊！此时的叶晨自然是不知道关会长内心在想些什么。看了一眼时间，下午3点，再过2个小时，交易市场可就要下班了。竟然聊了这么长时间吗？不过晚上和小姨约好了呀。虽然对于关会长的邀请非常感激，但叶晨可是跟小姨约好了，今天晚上要一块出去吃饭，顺便庆祝自己转职成功。只要将黑水戒指、黑水腰带卖掉，每一件的价格差不多30万龙币，算下来，叶晨手上将有一笔60万的巨款。60万龙币的购买力可是相当恐怖的。虽然职业者的黄金器买不到，但要知道，很多普通人1年的工资也才10万龙币呢。吃个饭什么的，哪怕是去5星级饭店全点贵菜，也就花个1万龙币左右，这简直是不值一提啊！闻言，关雅脸上顿时掠过一丝失望。自从心里莫名生出那种情绪以后，其实关雅就挺期待带着叶晨去秘境升级这件事了。虽然以现在叶晨的实力，他已经只能当个花瓶摆设了，不过关雅倒是觉得无所谓。做人嘛，开心最重要了。望着叶晨远去的身影，关会长也是看了一会后，急忙拨打了分会的会长专线，未通知分会所有在湖海省的职业者，让他们今天下午5点前去各自地方的交易市场，看看有没有25级鄂州附近的精英秘境门票，找到了就告诉我，不用管价格，直接买，有多少买多少，无报销。不得不说，这一刻关会长属实是有点霸气侧漏的意思了。类似沼泽荒野这种精英级秘境，单张门票价格少说也在20万以上，等级越高的秘境，门票价格也会越发恐怖。然而关会长为了叶晨也是直接拼了，不管价格，有多少买多少，协会统统报销。可惜这个时候叶晨已经离开了，自然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哎呀，老爸，我怎么感觉你现在不像是我老爸，反而更像叶晨老爸了一样。虽然心中最近对叶晨莫名生出了情愫，但看到明明是自己老爹，可结果对叶晨竟然比对自己还好，这顿时让关雅有点吃醋。关会长闻言不禁也是一滞，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不过此时的关会长可是已经将叶晨彻底看成了自己人，而且根据教育局给出的关于叶晨信息，似乎没有关于他父母的消息。整个鄂州，叶晨好像只有他小姨一个亲人，这也是让关会长觉得也应该适当对叶晨多照顾一下了。另外一边，离开协会大楼以后，叶晨马不停蹄的就坐上了前往市区的大巴车。还有2个小时时间，来得及。深吸了一口气，叶晨看了一眼橱窗里面闪烁着璀璨光芒的装备或是高阶材料，也是莫名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虽然叶晨现在手上是没有什么钱，可是如果将黑水2件套卖掉，那就是60万龙币的巨款。白银级以下的装备或者技能书，叶晨都可以随便挑选了。第19章，哦，这该死的颜值。您好，请问您需要寄售东西吗？来到柜台前，接待叶晨的是一个长相十分甜美的小姐姐，一双笔直的长腿包裹在 JK 短裙下，不由得让叶晨多看了几眼。嗨，请问需要什么手续吗？叶晨也是将黑水2件套给拿了出来，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怪物材料。不过相比较饰品套装，这些材料加在一块顶多也就几千龙币了，也不算特别值钱。闻言，小姐姐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叶晨的问题，反而是先仔细查看了一下售卖的这些东西，材料之类的这倒没什么。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黑水戒指、黑水腰带上了以后，俏脸上便布满了震惊之色。别看她年纪不大，顶多也就21、22左右，但从18岁时候开始，每天中午还有暑假全天都会以兼职的方式在这里工作，什么样的人售卖什么样的东西，这些她都一清二楚。像是黑水戒指这一类20级限制的白银级饰品装备，在整个鄂州市交易市场也算中端装备了，售价往往在28万以上。而来到这里售卖的绝大多数都是30几岁、实力2转左右的年轻职业者团队，一般团队大多5到10人，而且个个身经百战。这是因为这一套装备仅有沼泽荒野这一个秘境才会产出，其他秘境都不会出现这种装备。像是沼泽王这种精英 BOSS，20级的职业者至少得组成10人团，这才有可能将其击败。然后这些装备作为战利品拿来寄售，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人，关键是叶晨这么不到20，如此年轻的职业者，单独前来售卖，这在他几年的寄售生涯中真的是从来都没有看到。因为涉及到资金分配问题，所以寄售高等级装备的人数通常都不可能是孤身一人，
而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那就是一个人单挑了秘境 BOSS， 这战利品独属于他一个人，不然的话根本没有第二种解释。可沼泽王作为15万血的20级 BOSS， 明显叶晨看上去顶多转职不到3天，一个人单挑怎么可能？请问这套装备是你的吗？如果不是的话，这里需要本人携带证明才能寄售呢。没办法，毕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出现过一些情况，一些精通敏捷属性的职业者趁别人不备，直接偷了装备开溜，然后跑到交易市场售卖的情况发生。而这种事情多了，为了防止不必要的争端，当出现明显有问题的装备售卖情况的时候，交易市场也是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措施。没错，就是你需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当然，如果你说是你的职业者爸妈帮忙打的也行，把你老爹老娘喊过来也 OK。 闻言，叶晨也是皱了皱眉头。这怎么证明？难不成要再拿一张门票，然后带一个见证人什么的进去再杀一遍？也不是不行，那倒不用这么复杂。比如这个沼泽荒野是20级的精英级秘境，那么你只需要证明你的等级在20级以上，这就没问题了。小姐姐也是声音很甜美的说道。见状，那叶晨也是无奈的叹息一声，随后个人的面板信息直接就展示了出来。为防万一，叶晨将除了等级和职业之外，其他的属性血量全部都隐匿了，毕竟在关会长他们面前不需要提防。可这里是啥地方？交易市场。平常这里可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职业者，甚至不乏3转大佬的存在，而那种级别，叶晨现在还是没法对付的，等级压制太严重了。而且不是只要求证明等级就可以了吗？所以这些就够了。而当叶晨这简略版本的个人面板呈现出来以后，这位小姐姐立刻瞪大了眼睛，瞬间整个人就傻了。什么？24级？而且竟然还是血骑士？这特么的！小姐姐感觉自己整个大脑都宕机了。血骑士这个倒是没什么，交易市场也确实有不少血骑士出现，但叶晨这明显像是几天前才转职的萌新。几天？3天？3天14级？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不过个人面板却是无法造假，因此虽然再难以置信，这位 JK 小姐姐也只能认为叶晨他确实是一个达到了24级的血骑士，而这个等级则也满足了售卖条件。虽然他感觉这应该不是叶晨自己做的，很有可能叶晨身后有什么背景。对了，就在昨天，市场里似乎来了一个2转的秘境门票商人，刚刚出来没多久，有人就将他手上的门票全都买光了。根据那人的穿着分析，似乎是来自职业者协会，那么这一切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起来。眼前的这位帅气小弟弟应该是协会某位高层的少爷，而那些门票本来就是为他准备的，毕竟在这鄂州市，职业者协会就等同于一尊庞然大物，谁没事敢去抢协会职业者的东西啊？等一下， JK 小姐姐忽然想到，这位小弟弟这么帅，简直完美长在了自己的审美上，是不是应该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于是小姐姐脸上立刻挂着笑容，对着叶晨直接就伸出了手。你好，我叫江雪，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有什么售卖方面的东西不了解，可以直接问我。你呢？本来卖完东西以后，叶晨就准备离开了，毕竟距离市场关闭就1个多小时了，还是要抓紧时间。但没想到竟然又被小姐姐讨要联系方式了，这该死的颜值啊！叶晨简单介绍以后，叶晨也是带着60万龙币暂时离开了。至于江雪，则是望着叶晨的身影微微发呆，数分钟后，脸颊两侧这才不由得露出一抹绯红，感觉心里仿佛被一群小鹿乱撞。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心动的感觉？第20章，几百万拿来买门票升级，被漂亮小姐姐讨要方式之类的，这种情况叶晨也是见得多了，在学校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叶晨也为此成为了学校全体男生的公敌。只不过今天叶晨可没啥时间在这感慨了，时间不多，得抓紧。于是叶晨急忙来到了2楼。交易市场这种地方，为了区分交易的商品种类，也是严格按照区域来划分，就比如技能书区、装备区、材料区以及秘境门票区。2层的门票区，明显这上面的人就少了很多，而且随便看了一下，售卖的秘境门票等级大多在15级左右，这些精英 BOSS 提供的经验值仅仅只有沼泽王的1半，但价格却是15万一张，可以说是非常没有性价比了。对于现在的叶晨来讲，沼泽王能够提供的经验也没有那么香了，这是因为
24级到25级所需要的升级经验，足足达到了200万之多，直接就是20到21级升级经验的1倍。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据关会长讲，25级到26级升1级的经验是300万，又翻了1倍。所以，为什么说30级是个坎？就是这么个道理。为了尽快达成考核前2转的目标，叶晨也只好将注意力放在更高级的秘境 BOSS 身上。就算是30级的秘境 BOSS， 也在所不辞。10几分钟下来，几乎将这些门票商人都给问遍了，然而还是一无所获。就在叶晨准备放弃回家，准备和小姨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突然自己的肩膀似乎被轻轻地拍了一下。是谁？叶晨急忙回头一看，结果顿时发现是同班同学张蕊。其实自从上次叶晨与关雅一道从原始密林秘境出来被张蕊看到以后，叶晨也是莫名发现自己手机上似乎更加频繁收到来自张蕊的短信了，而且问的最多的就是叶晨，你明天有没有空呀？我可以带你一块去升级。我刚学习了一个技能，结合团队契约可以增加20的组队经验值，升级很快的。这些短信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咋回事了。叶晨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这些都是自己颜值的锅。除了张蕊之外，还有很多女同学都给他发来过类似的消息，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自己早已经不是和他们同一水平线的人了。或许20的经验值涨幅在他们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可和单挑秘境 BOSS 获得的经验值相比，无疑差距就太大了。因此对于这些消息，叶晨统统是果断拒绝。不过这一次考虑到张蕊作为一名牧师，神圣祈祷技能的确可以带来全队20的经验值增幅，而且最主要的是张蕊现在17级左右，跟自己差了7级，并没有超过20级的范畴，所以利用好这个优势，进入高等级的精英秘境，两人都能得到不小的好处啊。不过前提是得先找到一个贩售秘境门票的商人才行啊。我好像刚好就知道这么一个人。本来叶晨是不怎么抱太大希望的，然而却不料叶晨这话刚出口，张蕊竟然立马就给了叶晨一个很大的惊喜。等级30级，精英级秘境诅咒寺院，里面只有一头 BOSS 怪蝙蝠魔，基础血量20万，经验值50万。不过在天赋面前，这20万的血量基本可以无视了，没有什么是一发光之刃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几发。如果加上经验卷轴，再算上张蕊的20经验值加成，2张门票就能升1级。当然张蕊的等级与叶晨差不多，所以叶晨出手完成 BOSS 的击杀，张蕊也能得到一部分的经验值奖励。虽然不多，但是1个星期的时间也足以让他等级提高到20级就是了。毕竟叶晨也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好歹受了人家20的经验值加成，带他升个级啥的，这也合情合理。于是在张蕊的带领下，叶晨也是很爽快的掏出了50万龙币，购买了3张诅咒寺院的入场门票。而这让本来以为叶晨只是随便问问的张蕊，眼中一下子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在他的印象当中，叶晨的家境可谓是非常不富裕。根据之前和叶晨闲聊的时候得知，平常时候家里拿个几万龙币都是非常困难。然而现在竟然为了3张秘境门票，直接就花了50万龙币，这不禁让张蕊震惊的同时，心里也是泛起了嘀咕。因为他联想起了上次原始密林附近碰到叶晨与关雅的那一幕了。这60万龙币十有八九是职业者协会发放的吧？想到这，张蕊的神情立刻就变得沮丧了许多。和职业者协会的大小姐竞争，这似乎没什么可能竞争得过呀。拿到门票以后，叶晨自然是不知道自己的一番大手笔让张蕊整个人都 emo 了。考虑到绝大多数门票商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门票来源，所以叶晨也是顺势多问了一句，要不然咱们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以后你这还有类似这样的门票，你就直接打电话告诉我，只要等级在30级左右的都收，有多少收多少。听到叶晨这居然是打算将以后自己收到的所有门票都给预定，这让这位门票商人内心喜不自胜，同时也是暗自震惊叶晨的财力。一方面是这些秘境门票虽然价值不低，但10几万、几十万龙币的价格也不是一般职业者家庭能承受得起的，所以即便是有门票，在这交易市场也未必能卖得出去。眼下叶晨竟然提前承包了他所有30级左右的秘境门票，这自然是让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特么的简直是碰到了财神爷啊！而另一方面，他的眼力自然是不低，看出了叶晨购买这么多门票的用途，想必是动用背景，利用击杀 BOSS 获得大量的经验来升级。
马德，25级到30级，这得多少张秘境门票这才能升满？结果到了叶晨这儿，竟然眉头都不眨一下，几百万的流水，说送就送，这如何不让他一个小小的商人感到震撼？第21章，30级的精英 BOSS 而已。你不，这位小兄弟，年轻的门票商人有些激动地拉着叶晨的手，震惊之中也是热泪盈眶，同时也是担心叶晨这万一是诓骗他，这可咋整？毕竟虽然叶晨看上去的确是出手阔绰的样子，一看就是有深厚背景的公子哥，但类似这种家族娇生惯养的公子往往都是有一些怪癖，比如说经常做出一些空头支票，然后戏耍取笑之类的。倒不是说公子哥拿不出来钱，单纯就只是找乐子。而看叶晨这么高的颜值，这明显是大家族的少爷娇生惯养出来的结果呀。所以在激动的时候，他也是把叶晨当成是这类人了，而内心的想法映射到面部表情上，就变成了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叶晨嘴角顿时一抽，靠，怎要把我当成这种人了？而且我可不是什么喜欢找乐子的人啊，我是认真的。高等级的秘境门票，不管多少钱，有多少收多少。至于手头上的这些钱够不够，叶晨并不担心，因为类似沼泽荒野这种精英秘境，里面产出的材料、装备奖励一般都要超过门票价值了。至于就算真的运气太差，收不回成本，叶晨还能摇人啊。别的不行，但是摇一个职业者协会大小姐过来，帮着自己付一下款，解决一下燃眉之急，这个还是莫得问题。而且叶晨也能感觉得到，雅姐一定也非常乐意替自己摆平这么点小事，不就是超能力？而叶晨跟商贩的一番话，更是让张蕊都有些站不稳了。因为门票商人这些往往都有固定的门路，能够搞到大量的门票，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高等级特定需求的精英门票之外，一些10级、15级左右的精英门票，往往都是要多少有多少，价格一张也在10万左右。而20级以上的秘境门票，售价大多超过15万龙币。叶晨直接有多少买多少，豪迈的举动，直接就让张蕊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里也是开始怀疑叶晨这不是被关雅给看上了，这简直是包养了呀！自己真可谓是希望渺茫了。叶晨，你能告诉我这些钱你究竟是怎么弄到的吗？不过轻易认输，这可不是张蕊的习惯。在买完全部3张门票以后，走在回去的路上，张蕊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开始对叶晨询问了起来。很简单啊，都是我自己搞到的。叶晨也是被问得一脸懵逼。今天这妮子是咋回事？花钱买3张门票，准备带他一块进去升级。当然叶晨不否认，是因为眼馋神圣祈祷20的经验值加成在里面。但该说不说，这一波下来也能妥妥的让他的等级在升学考核前抵达20级。不说苍蓝学府、圣光学府这种顶级学府了，次一级的蓝云学府也是轻轻松松就能进入了。结果他不但不领情，反而是问起这钱是不是自己的来了。对此叶晨当然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没错，这些钱都是叶晨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打出来的。这一刻张蕊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傻了啊！50万龙币，这得刷多少怪物爆出来的材料才能卖到这个数？要是精英 BOSS 的话，爆几件装备或许可以，可叶晨是血骑士啊，没有攻击技能，这怎么可能做到？其实在这之前，张蕊唯一怀疑的对象就是关雅了，毕竟之前就看到他带着叶晨去原始密林练级，所以当然下意识的以为或许是关雅将战利品让给叶晨的关系。但叶晨从不说谎，所以难道真的是叶晨一个人打出来的？那么是下一个问题。对了，所以这3张门票我们要再找一些高等级的队友吗？还是请雅姐来帮忙？帮忙？帮什么忙？一个个30级的精英 BOSS 而已。不用啊，我一个人就行，带你一块去。就咱俩？叶晨疑惑地看着张蕊，喊人做什么？平白无故的，干嘛要让人来分自己的经验？自己这都还不够呢。哦，对了，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就在这时，叶晨赶紧看了一下时间，发现竟然已经快要5点了，距离交易市场关闭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总之咱们明天早上10点这个地方见。哦，到时候别忘了带几张团队契约来，不然的话我一个人输出你会没经验的。叶晨也是顺势提醒了一下张蕊。啊，好。傻白甜的张蕊有些懵逼的点了点头，脑筋中还是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叶晨一个血骑士，自己一个牧师，这2个职业都堪称是万金油，
团队中的小能手，但是输出手段都是明显不足。可叶晨竟然真的完全没有叫帮手的意思。不过很快他也是马上预感到，或许关雅之所以带叶晨飞速练级，甚至得到职业者协会的青睐，其实也未必是因为叶晨的颜值，而是因为他的潜力。不然凭啥叶晨就这么自信，他一个人能带着自己去精英秘境里面升级？对，没错，一定是这样。想到这里，望着叶晨离开的身影，张蕊这才感觉内心的不安隐约有些疏通的迹象。而就在叶晨和张蕊各自从交易市场离开之后不久，正值市场关门之际，一个身穿协会袍服的职业者一路小跑就来到了市场跟前。而当他注意到时间来到5点，市场已经打烊歇息的时候，脸上顿时露出了苦恼之色。今天下午的时候正在家里睡觉，殊不知突然就被协会关会长一个专线直接就给叫醒了。而这个电话竟然仅仅只是让他们所有在湖海省的职业者到各自所在省市的市场查看是否有25级左右的秘境门票。会长专线传达的消息，这就是铁令啊！于是顾不了这么多，这名苦逼的2转职业者立马就从床上蹦了起来。第22章100万买叶晨手上的3张门票。跨越大半个城区，这名职业者才来到市场门口，结果到了才发现市场竟然打烊了。不过就在他感觉今天少不了要被会长教育一通的时候，却惊喜地发现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似乎洋溢着笑容准备离开。这么高兴，是想到了开心的事情，当即也是冲他招了招手。嘿，赵兄，你手上有没有多余的秘境门票？而那位赵兄在听到有人在喊他以后，脸上的笑容也是越发浓郁了。这不是马兄弟吗？你今天来的可够晚的。赵海看着连衣服都没穿戴整齐的马亮，也是不禁吐槽了一番。毕竟两人在这鄂州市也算是熟人了，之前马亮他们职业者团队为了赚取外快，也是曾经和赵海有合作，从他这里买了一些秘境门票。时间一长，作为队长的马亮自然和赵海也就混熟了。联系方式当然也有，只不过这关会长的消息来得实在太快，马亮直接就给整忘了。直到看见赵海这才想起，靠，他这不是还认识一个秘境商人吗？直接打电话不就完了，还用费这么多事跨越大半个城区跑一趟。不过当马亮将协会会长的要求跟赵海说了一下以后，赵海顿时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不是我不帮马兄弟你啊，实在是因为这个忙兄弟我帮不上啊。马亮闻言顿时一愣，如果说赵海直接说没有这门票，那也就结了，可你既然说这忙帮不上，这不明显是话里有话吗？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刚好就搞到了3张30级的精英门票，结果正巧就被一男一女2人给买走了。你说你要早来1个小时，我这不就卖给你了吗？赵海无奈地看了马亮一眼，顺便还摊了摊手。马亮闻言当即也是面露难色了，门票已经到人家手上了，这强来肯定不行，毕竟他们职业者协会作为半官方机构，要是强行出手抢夺是会被除名，而且会被丢进小黑屋里面的。但换个思路，如果私底下和他们沟通，比如用更高的价格啥的给交易过来，这不就顺利解决了吗？马兄弟果然机智，正好我与那人互换了联系方式。于是马亮接过叶晨的联系方式，直接就拨打了电话。而另外一边，叶晨已经在鄂州市最豪华的酒店金水大饭店的包厢里预定了一个位置。像是这种等级的饭店，放在以往叶晨眼里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但今天的情况却是有所不同。毕竟自己在转职之前可是一直受到小姨诸多照顾，好不容易转职成功，还得到了唯一级天赋，更得到了第1桶金。别说这一餐要花掉叶晨1万，就算是10万，叶晨也是完全不在乎的。而接过电话以后，当听到叶晨竟然将吃饭的地点定在了全市最豪华的酒店以后，赵可的心里也是一阵阵的惊涛骇浪，同时也是感觉有些温暖。行了，小姨，这些年要是没有你的照顾，我早就不知道去哪里喝西北风了。现在我加入了职业者协会，而且今天还单通了一个25级的精英秘境，所以以后可以让我来照顾你了。叶晨也是回想起白天的一幕，当即也是豪情万丈的说着。可是本来一番话在外面肯定会引起掌声，结果赵可只是欣慰地点点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点吃惊都没有。这还是让叶晨的心里有点小小失落的。不过叶晨并不知道，此时此刻赵可心里想的却是，停，真不愧是你们的孩子啊，这般天赋，或许未来他的成就应该不会下于你们。小姨怎么了？叶晨有些懵逼的看着赵可，
心说小姨难道是因为没吃过这些珍馐美味，所以一下子惊呆了？那得多吃一点啊！而就在这时，叶晨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见状，叶晨急忙站起身来，跟小姨说了一下：“小姨，我出去接个电话。”电话打通，里面传来一道非常热情的声音：“请问是叶晨吗？我是来自鄂州职业者分会2转的职业者马亮。”本来叶晨还以为是什么传销电话来着，可是当对方竟然自报家门，说是来自职业者协会的职业者，这就让叶晨不自觉的就听了下去。结果当对方提及希望花100万龙币购买手上的3张门票的时候，叶晨脸色顿时一黑。100万，虽然这个价值确实远远要比门票本身要高了，但真的很纠结啊。门票这东西其实也不着急，3张门票再加上神圣祈祷、经验卷轴，也不可能直升30级，反而是100万龙币。时间紧迫，小姨还在等着自己呢。于是没办法，叶晨也只好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不然这样吧，正好明天早上我得去一趟协会，不如早上8点我们在协会碰头。在和张蕊见面之前，叶晨还得去工会弄点经验卷轴来，毕竟30级的精英秘境，刷一次的经验奖励就是50万，结合经验卷轴再加上神圣祈祷，少说也有120万点的经验了。也就是说，刷2次，经验值奖励就足够叶晨直升1级。当然，考虑到团队契约分配给张蕊的部分，叶晨大概在25级的基础上还能多出30多万的经验。而如果没有经验卷轴，白白少了这么多，岂不是血亏？至于为什么叶晨不在交易市场里顺便买点卷轴，这不是废话，能白嫖，为毛要自己花钱买？而正好借着明天早上去协会的这次碰面机会，叶晨也是看看这家伙这么希望搞到自己手上的秘境门票，这是要做啥？当然，如果只有区100万龙币，这一点程度自然是不可能让叶晨放弃这3张门票的。第23章，一场误会，白赚了10万龙币。叶晨并没有直接拒绝马亮，反而是邀请他明天一大早在职业者协会碰头。听到这个消息，马亮那颗紧张的心顿时就放了下来。看来这位小兄弟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如果换成其他人的话，直接挂断，那他可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至于交差的话，已经没问题了，因为根据赵海的介绍，下午他卖给叶晨的3张秘境门票，刚刚好就属于关会长点名的秘境范围，30级的精英级秘境诅咒寺院，因此他完全可以将和叶晨沟通的结果一字不落的反馈到职业者协会，成不成的暂且不管，至少有个交代。不过正当马亮松了一口气，准备和赵海告别的时候，不经意间却好奇了起来，为啥叶晨竟然会在大早上约他在职业者协会碰面？这属实是非常奇怪了，大概是因为他家就住在那附近吧。一定是这样。于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马亮回到了足足跨越大半个城区的家中。虽然也是累得够呛，但好歹完成任务，所以也就不觉得累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一大早叶晨就和小姨告别，来到了职业者协会大楼。而此时协会大楼下的入口已经被大佬们团团围住了。虽然接到消息，绝大多数的职业者们都没有在各自区域的市场找到符合标准的秘境门票，但好在马亮这边不辱使命。只不过根据马亮所说，整个事情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关会长也只好亲自出面，帮着一块劝说一下。只不过当他注意到来人并不是什么富家公子，而是叶晨以后，整个协会的职业者大佬们也是直接就震惊了。昨天马亮跟我说有人购买了3张秘境门票，我还以为是谁，没想到居然是你。关会长也是上来就给叶晨来了一个熊抱。关会长，您们认识？看到这一幕，马亮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直都以为和他约好交易门票的公子哥就住在这附近，毕竟这里独栋别墅也挺多，虽然靠近野外练级区，但职业者协会分会总部就在这里，反而平日里遭到怪物入侵的概率会很小。你让他放着胆子去想，也根本不可能想到叶晨竟然和关会长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啊！而且马亮迅速联想到叶晨的年纪，连同关会长对待叶晨的态度，也是一下子就想到，这秘境门票该不会正是协会出资打算给叶晨购买的吧？我去，本来马亮还在想赵海口中的叶晨究竟是什么富家背景，现在直接就真相大白了。原来叶晨竟然是协会会长的女婿，这么年轻就能加入职业者协会，想来除了颜值之外，自身实力也是有过人之处啊。关会长您看这多不好意思，这么大个误会。见状，叶晨也是一下子明白了咋回事，
感情这一切都是误会啊！就说为啥职业者协会突然又开始搜刮秘境门票来了？原来竟然还是为了自己，这不禁让叶晨心里有点感动。你说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但一直成人家这么优待，那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咱们之间的关系就别说这么多了。这样，这3张门票协会出钱给你报销了。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不太富裕，刚才马亮跟我说是100万，于是不由分说，关会长直接掏出100万龙币来递到叶晨手上，丝毫都不带犹豫的。叶晨本来是想说其实50万就搞到了，但架不住关会长这不容拒绝的态度，没办法，叶晨只好勉强接受了这笔报销款，平白无故的多赚了50万，也是让叶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哎，算了，就收下吧，大不了以后找个机会报答一下就是了。今天关雅有点事情出去了，不过我听说这3张门票都来自30级的精英秘境，你一个人能搞定吧？你可才24级，要不干脆我让马亮带你进去升级，当然经验卷轴也给你准备好了。不过虽然对叶晨的实力还是非常有信心，但这次的情况却有点不同。这是因为诅咒寺院的 BOSS 蝙蝠魔拥有一个连关会长他们都忌惮不已的天赋，那就是反伤。简单的来说，就是当血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某些精英 BOSS 的头上会出现一个紫色刀剑的图案，这个就是反伤的标志。而如果在出现标志以后不停止，反而继续进攻，那么中间造成的伤害则会全部返还给攻击者。没错，蝙蝠魔就属于拥有这种天赋的精英 BOSS。而除了蝙蝠魔之外，还有一个 BOSS 同样拥有这种天赋，龙鳞洞穴暗黑龙王。像是关会长这种等级的战士系职业者，3转以后的输出伤害往往都要在1万以上，而一旦怪物出现反伤标志，却来不及停手，这一招下去很有可能把自己给打个半死。更加可恨的是，暗黑龙王反伤天赋出现的频率还贼 TM 高，基本上每过几分钟就来一次。而出现这种图标以后该怎么办？2种办法。第一，利用某些特殊职业的技能直接将反伤效果给净化掉，然后就能正常输出。第2种办法，那就是等。所以当关会长听说叶晨竟然选这个秘境拿来升级，顿时也是开始担心起来。毕竟叶晨一个人又没啥经验，很难看分辨反伤的征兆。虽然以叶晨现在的血量，就算反伤也未必会被秒杀，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他现在可是太担心叶晨出问题了。不过当他注意到叶晨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以后，心中的担忧也是顿时少了许多。是啊，不管怎么说，反伤这个 BOSS 机制固然让人头疼，但叶晨的天赋这才叫可怕。无条件等级附近的怪物，无论是不是 BOSS， 直接属性血量统统削弱80%。如此一来，仅仅只有20万血量的蝙蝠魔，最后留给叶晨就只剩下4万血量了。再结合如今叶晨的4维属性，没准反伤标志都出不来，就被叶晨给干掉了。第24章技能来不及放， BOSS 就被秒了。什么24级？这个小兄弟他24级？马亮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在他看来，叶晨之所以能够和关会长如此近距离的交涉，很显然应该是关雅的原因。毕竟从颜值上看，叶晨的颜确实是很高，可从实力上，像叶晨这么大的年纪，帅气中却又夹杂着一些稚嫩，显然是不久前才完成转职的职业者。然而这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等级竟然直接就提升到了24级，这踏马是坐火箭，就算会长想培养女婿也不是这么培养的吧。所以马亮想到这里，看向叶晨的目光直接就惊恐了。淡定只是知道他24级，你就这样了？那等下要是告诉你叶晨小友他还是个血骑士，血骑士那个转职以后不会有任何本职业攻击技能的血牛，你说他一个人能单挑30级的精英秘境，这不是更可怕了吗？听到关会长将叶晨的底细大致都给爆了出来，马亮整个人咣当一屁股直接就坐在了地上，看向叶晨的目光这已经不是惊恐了，这是如同看一个怪物。反而是其他的协会大佬们虽然还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但比起这位2转打工人，多少还是淡定了许多。不怪你如此的失态，因为曾经的我们也是这样，习惯就好。好了好了，叶晨，既然你有信心的话，那就不安排人手了。这是100瓶超级药水，服用以后可以瞬间将血量回满，冷却时间1分钟。还有经验卷轴，在叶晨出发之前，关会长也是将准备工作全都给弄好了。3张经验卷轴这个自不必多说了，不过让叶晨感到好奇的反而是100瓶超级药水。
据说这是出自高等级炼金术师的手笔，效果是战斗过程中不管你还剩下多少血量，服用以后血量都会无条件恢复到满格的程度。关会长，嗨，咱们之间还用说什么？看着关会长柔和的眼神，叶晨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自然也是不再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早上10点，叶晨按照约定来到了交易市场门口，结果人刚到，就发现张蕊小脸红扑扑的，一路就小跑了过来，一边跑还一边跟自己道歉：“啊，抱歉，是不是迟到了？”迟到？叶晨古怪的看了一眼张蕊，这妮子额头上满是汗珠，想来是狠跑了一路。不至于吧？难道是起晚了？没有啊，刚刚好。你是被坏人抢劫了吗？闻言，张蕊当即也是叹了一口气：“不是，是邓通。他听说今天我要和你一块出来升级，所以一直缠着说要过来带我们。我好不容易这才挣脱了他。”邓通也是叶晨的同班，平常和叶晨怎么说呢？虽然不是照例那种彻底敌视的关系，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了。而且主要这家伙对张蕊是有点心思在里面的，但张蕊又对叶晨有好感，这就情况非常微妙了起来。哦，那走吧，不用管他。于是拉着张蕊的手，两人也是急匆匆地朝着诅咒寺院秘境入口赶去。而就在身后不远处，邓通则是有些阴翳地看了过来。毕竟张蕊在学校也是妥妥的校花候选者之一，平日里追求者也是很多，而他一个战士，如果被一个女生甩开了，这多丢脸。再者，经过4天的疯狂练级，他邓通的等级已经达到20级，不出意外的话，甚至有进入顶尖学府的资格。可是当他提出愿意主动承担杀怪的责任，带张蕊顺便叶晨一块升个级，结果张蕊居然宁愿跟着叶晨都不愿意跟他，这不禁让邓通心里醋意大发。可恶，这个看脸的世界！跟着叶晨两人一路小跑，打算看看他们到底要到哪个小树林去升级。可随着人烟稀少，邓通逐渐就发现不对劲起来。这条路为啥几乎没有啥职业者过来呢？而且他们不是要练级，这里怪物的等级可几乎都在20级以上啊！邓通拿出手机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在这片区域有一个名叫诅咒寺院的精英级秘境，而秘境入口就在这里。一丝不妙顿时从邓通心里传出，然而还不待他做过多反应，下一秒，只见前方的叶晨两人手上竟然拿出了一张类似门票的东西，那是秘境门票。这下邓通整个人直接就傻眼了，30级精英秘境，诅咒寺院，这两人打算去这里面升级。OMG， 虽然和叶晨关系一般，但好歹也是同学啊。邓通的脑袋里犹如一头乱麻，怎么办？自己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将这个事情告诉学校老师，让他们过来支援啥的？当然，邓通最主要的还是想将张蕊救出来。至于叶晨的话，其实和他没啥关系。而就在邓通一脸纠结的时候，此时此刻，诅咒寺院之中，叶晨已经是开始秀起了操作，一发光刃下去，负2279。当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张蕊整个人脑子都是直接懵了。多少？2279点的伤害。还有，刚才那个技能是什么？光之刃吗？一个全职业的通用技能，伤害居然能超过2000点。等下，话说光之刃的技能威力，难道不是跟属性有关吗？叶晨他一个血骑士，哪来的属性点？没有属性点，这技能威力能上2000。不过显然这还只是个开始，因为随着蝙蝠魔身上冒出一阵黑气，张蕊的目光落在蝙蝠魔身上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如同被狠狠地重击了一下。因为这一刻，蝙蝠魔的血量赫然已经被降低到了22356，以至于那些属于蝙蝠魔的天赋技能竟然一个都没有放出来。10秒钟以后，传来一道提示音：你的队友击杀了蝙蝠魔，由于团队契约影响，你获得了10击杀经验，经验加50000，恭喜你已升至18级。第25章逆天改命的神奇效果，这就18级了。可以说此时此刻，张蕊整个人彻底就傻了，惊呆了，甚至一度怀疑眼前的这些场景到底是不是真的，该不会是在做梦？不过当他打开个人信息面板，亲自确认了以后，这才如梦初醒一般，不是做梦，而是真的，自己真的来到了18级，真的是6万经验啊！等一下，10，那叶晨岂不是？这蝙蝠魔的基础经验值50万，10，也就是足足5万点经验，而算上神圣祈祷带来的全队20经验值加成，这就导致
张蕊获得的经验值总量一跃就达到了6万的数目。张蕊顿时脸色有些复杂的看了一下叶晨，蝙蝠魔的经验值总计是50万，自己分了15万点，所以剩下的45万全部都加到叶晨身上了。算上神圣祈祷的效果，张蕊也是感觉这一次叶晨得到的经验少说也有54万之多。不过这是在不考虑经验卷轴的情况下，算上卷轴带来的双倍效果，那么这一波叶晨直接就得到了108万点的经验，真不错。这就体现出单练带个牧师职业的好处了，因为就算多了一个人分经验，叶晨还是能比自己单干多出足足8的经验值加成。而就在叶晨准备带着张蕊继续再来一次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已死亡的蝙蝠魔身下似乎又冒出了金光。金光难道是技能书或者装备？看到这里，叶晨脸上顿时大喜。如果只是单纯的材料，肯定不可能是冒出金光的。而当叶晨来到蝙蝠魔尸体的身边，俯下身子将这道金光卷轴拿出来以后，上面显示的文字顿时给叶晨整不会了。进阶卷轴，这是什么东西？带着好奇的心理，叶晨索性直接就将其摊开。类似卷轴类的东西，只要不使用，不管你怎么摊开都是没问题的。至于刷 BOSS 什么的，暂时先不急，反正一场下来2分钟就完事，很快。总之先满足一下好奇心再说。名称：进阶卷轴，类别：功能卷轴，品质：黄金级，效果：使用后将有60%的几率使得当前职业进阶成为同类型的隐藏职业。没想到这进阶卷轴竟然还有这样的效果，这让叶晨大喜不已。在 BOSS 怪的掉落当中，功能类卷轴这种东西的价格往往居高不下，因为一旦使用，很有可能会带来逆天改命的效果。就比方说眼前的这张进阶卷轴，隐藏职业万中无一。这一次咱们鄂州市的转职总共好像也就不到10个隐藏职业，其中还是生活类职业居多。不过只要是隐藏职业，不管战斗类还是生活类，未来的成就都是无比辉煌。类似这种黄金级的进阶卷轴，如果放在交易市场，少说也能卖出1000万龙币的价格。叶晨也是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中不断的回想起班主任的话来。1000万，这是多少家庭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天文数字。不过对于叶晨而言，这张卷轴到手以后肯定是不可能将之卖掉的，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小姨赵可。在没有转职的时候，小姨凭借裁缝的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不过现在如果将这张进阶卷轴留给小姨使用的话，那么他将有60%的概率将普通职业裁缝进阶为隐藏职业神断师，起步就能打造黄金级品质的防具类装备，甚至一路成长下去，还极有可能锻造更高级别的防具装备，像什么铂金、钻石，甚至辉耀级的防具也不是不能锻造。总之，一名普通的裁缝这辈子就注定只能维持生计了。但如果成为隐藏职业神断师，那么赵可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叶晨也是当即暗喜的将这张卷轴给收了起来。虽然不是100%的概率完成进阶，仅仅只有60%概率，但这个成功率已经非常不差了，值得一试。当然，在得到这张卷轴以后，叶晨第一时间想到这可能跟张蕊也有关，因为根据神圣祈祷的技能介绍，该技能作为牧师系职业的专属技能，除了拥有赋予全队20经验值加成的效果之外，同时还可以额外增加20的物品掉落率，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额外20的爆率，这才掉落了这张卷轴。叶晨，是蝙蝠魔掉落了什么好东西吗？张蕊这个时候也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然后急忙就凑到了叶晨跟前，有些好奇地问道。叶晨点点头，旋即也是将进阶卷轴拿了出来。太好了，叶晨，你可以把这张卷轴给你的小姨使用。张蕊看到这张卷轴，也是发自内心的替叶晨开心起来。要不是你的话，可能还报不了这张卷轴。叶晨微微一笑，随后轻轻地拐了一下张蕊的鼻尖，张蕊的脸立马就红了，随之而来的是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好了，咱们继续吧。你现在多少级了？18级。叶晨点了点头。18级的话，接下来2次差不多能让张蕊得到10几万的经验值，也差不多能到20级左右了。那咱们继续。于是叶晨果断再次使用了门票，场景一阵变换，熟悉的 BOSS 顿时就出现在了叶晨和张蕊的跟前。第26章，不装了，蝙蝠魔我秒的。诅咒寺院秘境入口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邓通还是决定给班主任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老师，情况不好了，刚才我亲眼看到张蕊被叶晨带着跑到诅咒寺院秘境里面去升级了。
闻言，刘老师脸色也是唰的一下就变了。天啊，诅咒寺院！这不是30级的精英级秘境吗？为什么叶晨会带着张蕊一块跑到这个秘境练级？而且叶晨他不是血骑士吗？又不是战斗类的职业。不过时间不等人，在接到消息以后，刘老师也是立刻带着一些同学赶往了邓通这里。情况怎么样？刘老师手上拿着一把长枪，整个人在荧光的映射下也是英气十足。不知道他们刚进去不到2分钟，邓通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早知道是这样，自己就不偷偷在一边看着。不管咋样，都把张蕊给拽出来了。一想到自己心爱的女神死在秘境里，而且还是和叶晨在一起，这顿时让邓通心里不爽了起来。我这就联系教育局，毕竟张蕊她也是罕见觉醒了天赋的牧师，教育局应该不会坐视不管的。刘老师口中也是喃喃自语。然而周围其他的同学顿时紧张中也是震惊了起来。什么？张蕊竟然觉醒了天赋？那未来的成就真是无可限量。要是今天死在秘境里面的话，恐怕教育局到时候都要去叶晨家里兴师问罪了。毕竟一个省市每年能转职成牧师的职业者本来就少，至于还额外觉醒了天赋，更少了。而就在这时，一阵光芒闪烁，只见叶晨和张蕊2人已经完成了击杀，回到了入口。看着包括邓通甚至是班主任老师居然都围在这里，叶晨一脸好奇。叶晨、张蕊，你们2个没事就好，精英级秘境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就算有门票，你们也该循序渐进。在看到叶晨和张蕊竟然安然无恙从诅咒寺院中出来了以后，刘老师整个人都是放松了不少。呼，看来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一般来说10级的血骑士血量就能有1万了，而经过这几天的练级，就算再差，叶晨的血量也应该超过13000点。这个血量，蝙蝠魔一巴掌是拍不死的。所以刘老师看到这一幕也是认为，或许叶晨在受伤以后发现不敌，立刻就从秘境里面退了出来，所以这才只过去了2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出来了。然而当刘老师注意到叶晨和张蕊略带激动的神色，之前的这些推测一下子全都被推翻了，内心里就只剩下了一个让他极为震撼的结论。从外表上来看，不管是叶晨还是张蕊都明显没有受伤，但他们为什么看上去这么高兴？难道说，叶晨、张蕊，快告诉老师，刚才在秘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因为这个结论实在太过不可思议，再加上周围这么多的同学，老刘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啊，万一亲口说出来，结果被打脸，不是这样，那岂不是很尴尬？所以老刘也是直接就想让叶晨和张蕊2人当面自己主动说出来。或许在这个秘境里面有第3人的存在，而这个第3人，他的敏捷属性很高，是飞侠类的职业者。在将叶晨和张蕊2人带出来以后，直接就跑路开溜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是有的。叶晨耸耸肩，倒是懒得开口，反而是张蕊还在震惊着秘境中发生的那一幕幕，于是当即就将真相给公布了出来。在秘境里面，叶晨他直接就将蝙蝠魔给秒杀了，是叶晨将蝙蝠魔给干掉的，而不是什么隐藏的第3位强者。这一刻，除了其他的那些同学，包括老刘在内，嗓子也是瞬间变得无比干涸了起来，试图发出声音，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嗓子无比的嘶哑。他们都以为叶晨和张蕊在这秘境里面肯定是必死无疑啊，就算侥幸能逃出来，那也必定是身受重伤啊。毕竟这几天时间，根据学校明察暗访统计的结果，目前为止整个3中只有3名学生的等级超过了20级，其中赵明作为飞侠系的职业者，等级更是来到了21级，据说已经被顶尖学府之一的圣光学府直接就看中了。然而暂且不提叶晨作为血骑士是否拥有攻击手段了，就单看他能带着张蕊通关诅咒寺院这个精英级秘境，那岂不是意味着叶晨的等级已经来到30级附近了？毕竟只有在这个等级附近，才有那么一丢丢的可能性击败秘境的最终 BOSS 蝙蝠魔。这时候再算上叶晨身为血骑士的职业，死！老刘感觉自己的大脑容量已经开始不够，已经有了要宕机的趋势了。这特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岂不是证明叶晨他才是3中这一届转职的职业者中最强的那一个？而在刘老师用一种极为骇然的目光看着叶晨的时候，其他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已经是不敢跟叶晨的目光对视了。这特么的太可怕了呀！怪不得之前他们好多人来邀请叶晨一块组队升级，然后叶晨就是不答应。
反而选择自己一个人。大家都以为叶晨这是自暴自弃了，毕竟血骑士最后的下场往往是被带到军方，然后各种血牛一般的培养，成为讨伐怪物大军中的敢死队成员。所以一些原本自视甚高的学生，因为转职成为血骑士而自暴自弃的事情，他们也是经常听说。可最终他们现在才发现，原来小丑不是别人，竟然是他们自己。不论他们争得多凶，叶晨才是隐藏在这一届职业者中真正的天才。第27章，不朽级天赋宝藏猎者。天啊，太可怕了！这才几天时间，竟然就能单刷诅咒寺院这种精英秘境了。过2天的升学考核，要是遇到叶晨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啊？举手投降。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可能性。不过所幸，升学考核的规则并非单独限定本校学生，而是将整个省市的所有新生聚集在一块，根据抽签来决定对手。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幸好咱们鄂州市中学很多，有几十所中学，每一所学校至少都觉醒了几百名职业者，所以几乎1/1000的概率，我们肯定碰不到叶晨的。这一刻，在场的同学们无不是开始为本届升学考核的规则而欢呼起来。毕竟，如果按照之前几届的考核规则，想要进入顶尖学府，那就需要先在本校的考核中得到第1名，随后再与其他的学校第1名进行淘汰制的考核。只有被留到最后的10名学生，才有资格被顶尖学府的特使看中，随后推荐入学，获得更多的资源。虽然整个过程看似只和顶尖学府相关，但其他学府的特使也会格外关注每一场战斗。所以，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则成为叶晨的考核对手，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与学府无缘了。毕竟同一批转职的学生，而且还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却连叶晨一招都过不去，人家还是个血骑士。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很有可能被其他学府给抛弃，最终进入军队，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士。虽然待遇比血骑士要好一些，但如此咸鱼的人生，也是让人完全看不到崛起的希望了。老师，你们还有别的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手上还有2张门票，我带着张蕊进去练级喽。被这么多人用恐惧的目光注视着，甚至叶晨还注意到，之前那些敌视过自己的人，包括邓通、张达在内，这个时候也是直接溜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完完全全不敢在自己面前现身了。至于一些漂亮的小女生，反而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越发仰慕了起来。虽然叶晨对这些小女生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但这种目光还是很让人享受的。好，你去吧，老师就不打扰你们2个了。刘老师苦笑的叹息一声，随后也是只好带着其他同学各自回家了。不过在得知了叶晨的恐怖实力以后，老刘反而对于3天以后即将到来的升学考核越发期待了起来。毕竟每年的升学考核对于每一所学校而言都无比重要，总共10个进入顶尖学府的学生名额，不管哪些学校能拿到手，那么下一年全国教育部针对这个学校的对应教学资源也会翻倍，当然资金划拨这些也会水涨船高。本来当校长听说赵明已经来到了21级，目前所有已知的学生等级都没有他高，再加上张蕊、不朽级的天赋，这2人几乎可以说是本次升学考核3中的王牌啊。而现在又要算上一个叶晨，虽然这一次并没有具体看到叶晨的等级，但既然能够顺利击杀30级的蝙蝠魔 BOSS， 那么至少叶晨的输出也是堪比2转以上职业者，等级也不会比30级差太多。想到这里，老刘心里就一阵阵的激动，于是急忙就将消息给校长传递了出去。校长啊，我这边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咱们班的叶晨你知道吧？而就在老刘还在跟校长讨论着今天这件事时，叶晨和张蕊已经是第2次进入诅咒寺院。其实本来叶晨是不打算带张蕊出来的，直接在秘境里使用门票 BOSS 就能当场刷新，省时省力。但当他看到张蕊的面板敏捷和血量不是很高以后，当即也是改变了主意。直接使用门票固然更加效率，但万一 BOSS 刷新放大招，张蕊躲闪不及，这可咋整？所以为了张蕊的安全考虑，叶晨还是只好按部就班，先出来一趟，再准备带着张蕊进入了。只是在和刘老师交谈的过程中，叶晨也是意外发现张蕊竟然也拥有天赋，这不禁让叶晨好奇了起来。一个牧师，他拥有的天赋究竟是什么？我的天赋吗？叶晨的主动搭话，这让张蕊的脸颊又再一次红了。好耶好耶，叶晨他主动找我说话了，开心。虽然天赋这种东西
老实说要让我们尽量隐藏，但如果是叶晨的话，也是没有过多隐瞒，直接就告诉了叶晨。在转职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不朽级的天赋，名叫宝藏猎者，可以与神圣祈祷技能叠加，导致物品的掉落率额外提升2倍。竟然是不朽级天赋吗？听到张蕊的介绍，叶晨也是点点头，内心有点吃惊。如果说唯一级天赋就是这个世界的绝对真神，那么在这之下，第2档的天赋就是不朽级。虽然比唯一级差了一些，但额外提升2倍物品掉落率，结合神圣祈祷技能以后，这就相当于每次击杀怪物、获取装备、技能书等等高等级物品的概率会额外提升60，这个加成就非常恐怖了。看来我的猜测果然没错，第一次击杀蝙蝠魔就能掉落进阶卷轴，果然不是单纯的运气，原来跟张蕊的天赋也有很大的关系。想到这里，叶晨看向张蕊的目光中也是带着一抹异色了。其实我也觉醒了天赋，只不过不好明说。这次升学考核以后，我准备去苍兰学府，你要一起来吗？咱们可以组队。叶晨也是人狠话不多的类型，既然张蕊这妮子有这样牛逼的天赋，而且竟然还是不朽级，仅仅在唯一级天赋之下，叶晨感觉就算苍兰学府里面基本都是来自各个省市最顶尖的一批职业者，但能够觉醒出不朽级天赋的人，而且还得是牧师职业，估计应该是不存在了。所以在张蕊被其他学府争抢成为香饽饽之前，叶晨也是必须要先下手为强。60的掉落率加成，这可太尼玛香了啊！第28章，张蕊，我愿意。啊，真的吗？好呀好呀。当叶晨对着张蕊发出邀请以后，张蕊脸上的表情唰的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了。赞，简直太棒了。其实在这之前，看到叶晨竟然可以轻易击杀这里的 BOSS， 甚至蝙蝠魔连技能都放不出来，还不知道为啥明明是 BOSS， 属性竟然掉到了10级左右职业者的水准，血量上限更是被砍到了4万。种种这些已经是让张蕊对追求叶晨不抱任何希望了。就这种实力，不管是龙国什么样的学府都能任其挑选了吧，甚至职业者协会、龙都总会都有可能会对他抛出橄榄枝。他和叶晨已经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啊。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叶晨竟然会主动来邀请自己一起去苍兰学府深造。或许可能是由于天赋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只要能天天和叶晨在一起，不论什么原因，那也值了呀。所以张蕊几乎是没有半点犹豫，果断的就答应了叶晨的邀请。而叶晨也是告诉他，在升学考核到来之前，如果张蕊能跟他一块升级，他可以保证让他能在升学考核前达到21级。至于叶晨的目标，张蕊就不问了，不用想也知道，30级，1个星期30级，这个天赋潜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连续使用了2张门票，本次总共耗时15分钟，当然其中有10分钟都是在跟老刘他们吹水，真正动手的时间满打满算连5分钟都不到。此时叶晨的等级已然是25级，而张蕊也顺利的来到了20级。和张蕊告别以后，叶晨直接就回到了家中。趁着小姨不在，叶晨果断开始盘点本次的收获。除了一本进阶卷轴以外，还有一大堆蝙蝠魔的毛皮，这些总共可以卖出10万龙币的价格，以及精英蝙蝠套装太丑了，而且品质也不怎么高，白银级，属性和我并不适配。类似这样的东西，最终只有被叶晨卖掉这一个下场了。不过总共算下来，除了留给小姨的卷轴之外，其他的加在一块，大概能卖100万龙币，也是不禁让叶晨大呼过瘾了。这在以往看来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而现在区区1天时间就赚到了。要不今天晚上再去金水大酒店算了算了，到时候要被小姨批评的。心情这么好，而且有钱了，出去搓一顿也是理所应当的吧。然而叶晨很快又想到，赵可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现在有钱了就这么大手大脚，估计会把自己骂一顿。当即也是耸了耸肩，算了，这点钱暂时先攒着。鄂州市是湖海省的首府，而身为血骑士，虽然已经有了一套不错的黄金级套装，但距离满配还差了一面盾牌，所以今天还是早点休息，等到明天去交易市场看看赵海那里有没有新门票，然后再到装备区瞅瞅有没有高等级的血骑士盾牌、套装、盾牌。这些装备无一不是为了提高血骑士的血量而准备的，当然还有饰品。
只不过叶晨去市场的时候都没有碰到这些，所以相比口舌之快，叶晨还是更愿意将钱花在血量增加上。实力，这才是职业者的根本啊！而就在叶晨无聊地躺在床上，等着小姨回家做饭的时候，殊不知，鄂州市教育局正在召开一场与叶晨相关的重要会议，而这次会议甚至很有可能改变本次升学考核的模式。什么？你是说你们三中的一个学生带着另一名女同学单刷了30级的精英级秘境，而且总共用时还不到2分钟？会议桌上，一名手持蛇杖的鹤发老人眼珠子瞪得浑圆，一脸震惊地看着坐在角落的老人。这名老人自然就是鄂州市第3中学的校长裴天成。此时此刻，作为叶晨所在学校的校长，显然他已经成为在场所有人的焦点。而对于蛇杖老人的一番话，在场的绝大多数学校校长都表示不信。毕竟你说一个2转职业者单刷诅咒寺院这也就算了，可是就连30级的战斗职业想要啃掉蝙蝠魔，不经过半个小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论你输出多高，至少就反伤这一条，经验不熟练的职业者很有可能就栽在这上面。所以当裴天成接到消息，然后在各大校长群之间来回嘚瑟的时候，其他的校长们自然是对此表示质疑。同时为了打消这家伙嚣张的气焰，直接就将这个事情上报到了鄂州市教育局。于是针对叶晨的这个事情，是否需要更改原定升学考核形式，也是就此进入了议题。毕竟根据裴校长的说法，老刘也算是一个平日非常正直诚实的老师了，绝不至于说为了一个学生说谎之类的。所以对老刘的话，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任何质疑。但针对老刘所说，他也是听张蕊亲口说叶晨在一瞬间秒杀了蝙蝠魔，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猫腻了。毕竟叶晨的颜值在各个学校之间都太出名了，已经帅到了一种境界了，就连其他学校的女生都忍不住委托3中学生讨要叶晨的联系方式，而张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或许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张蕊为了叶晨杜撰出来。但诡异的是，两人又确确实实的从诅咒寺院里面出来，而且浑身上下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伤痕。我觉得张蕊那妮子肯定是为了维护叶晨故意这么说的。至于疑点，大概是有人进入秘境顺手帮了他们。4中校长华冠良也是不经思索了一会说道，行了，大家的意见我已经听到了。不过前几天我曾经接到来自鄂州职业者协会会长关青龙的电话，指名道姓需要有关叶晨的资料，所以这件事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最终还是局长站出来撑住了场面。不过随着关青龙3个字的出现，以及他竟然指名道姓需要叶晨的相关资料，在场的校长们脸色也是瞬间变换了起来。身为协会会长去找教育局讨要一名萌新职业者的资料，这是要干什么？第29章，叶晨也拥有不朽级天赋？不可能吧？就算叶晨的潜力再怎么特殊，应该也不至于连关会长都亲自出面。蛇杖老人脸色变得无比凝重，同时整个身体都像是因为过于震惊而微微颤抖。而其他的校长们，包括华校长在内，此时此刻也压根没比他好到哪里去。作为整个鄂州市职业者分会的会长，关会长除了实力问鼎整个鄂州市前3之外，自身的眼光也是非常毒辣，一般人压根都不可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就比如说小道消息，前不久市区有名的职业者家族赵家曾经亲自写信给协会介绍自家儿子赵明，然而却被协会无情否决。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如今的赵明非但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连等级都练到了21级，已经是整个鄂州市的扛把子等级。连这样的天赋都没能入关青龙的法眼，然而却在几天之前对一个还不出名的叶晨直接就提起关注。要不那就说明关会长这次的眼光出问题了，看错了人；要不那就是叶晨的潜力是真的很强，甚至极有可能是一名觉醒了天赋的血骑士。因为只有天赋，这才能够彻底改写一个职业的命运，而做到将一个单纯的血牛职业蜕变为连职业者协会会长都不得不私底下关注的天赋，又该是什么等级？也就是说，叶晨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拥有不朽级天赋的职业者。蛇杖老人的话也是顿时引起了其他校长们的赞同。如果说仅仅只是张蕊、老刘的一面之词，那他们或许对叶晨的实力多少还抱着一些怀疑。可既然连关会长都亲自出手，那这个叶晨可能真的是有什么独到的地方了。
既然大家都一致认定，如果按照既定的考核标准，可能无法准确针对每一名学子的实力做出考核。最终，作为本次会议的发起人，陈局长也是统合了各位校长们的意见，针对本次是否更改升学考核的规则，也是做出了如下决定。当然，这个决定还是要上报到龙都教育部进行最终的审核的，毕竟鄂州只是龙国一个省的首府而已，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升学考核还是人言甚微呀。出现一些情况，也是必须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查，才能最终决定的。不过，考虑到距离升学考核的时间，肯定会在1天之内给出答复的，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叶晨，我回来了，今天训练的怎么样？听到小姨的声音，饿着肚子的叶晨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然后也是急忙将背包里的进阶卷轴拿给赵可看。小姨，你总算回来了，我肚子都快饿扁了，这是今天出去练级的收获。你看。赵可有些疑惑地接过卷轴，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什么？竟然是进阶卷轴？”赵可一双美眸瞬间就瞪大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可是个值钱的宝贝啊！你从哪里得到的？叶晨笑了笑，一脸轻松地道：“今天我带同学去刷诅咒4元，结果第一次干掉 BOSS 就掉落了这个东西。我就想，这个卷轴可是有60%的成功率，让小姨你进阶为隐藏职业呢，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把它带回来给你了。虽然60%的成功率也不是100%，但只要成为神锻师，至少收入来源也会更加稳定，而且随便锻造一件装备，就是好几10万的收入呢。这样一来，你也有了去学府深造的资格。”一听到这卷轴竟然是叶晨击杀秘境 BOSS 的奖励，而且叶晨本来可以把它卖掉，却并没有这么做，反而专门带给自己，这不禁让赵可心里顿时涌过一阵暖流。不过该说不说，赵可也不是什么扭捏的人，他也知道自己要是拒绝的话，反而会让叶晨不开心。正如叶晨所说，自己现在的这个职业，养家糊口都有些麻烦了，不妨一试。一旦成功进阶为神锻师，随便锻造一件装备，那就是黄金级的品质，受众也会更广，一次下来几10万龙币的收入，他们再也不用过这种清贫的日子了。以及现在的赵可年纪也不比叶晨大多少，而一个隐藏职业肯定是会被学府争着抢，进入学府深造以后，自己的发展潜力也会越来越高。还有，叶晨这家伙平常自理能力可是不怎么好，如果考核结束去了学府没人照顾，可是很麻烦的。于是抱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赵可也是直接就点点头，二话不说，立刻就使用了这张卷轴。只见卷轴化作一道光芒，没入赵可体内，片刻之后，光芒消散，而赵可感觉自己的脑海中似乎多出了一些更加晦涩玄妙的锻造知识，甚至连装备锻造的记忆也是凭空出现。很显然，虽然这张进阶卷轴的成功率仅仅只有60%，但这一次无疑赵可成功了，成功的从一名裁缝进阶成了隐藏职业神锻师。看着赵可脸上激动的表情，叶晨就知道这60%的成功率算是撞上了。不过叶晨却没有过多表现出来，因为他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见状，赵可立马将脸上的兴奋收了起来，而是立刻来到厨房，开始给叶晨准备起了晚餐。趁着这段时间，叶晨联想到自己手头上有江雪和赵海的手机号，他们俩一个是交易市场的内部人员，还有一个则是经验老辣的秘境门票商人，正好自己现在有事情要提前咨询一下他们。首先叶晨先打通了江雪的电话。喂。粉色的闺房内，正慵懒地趴在床上看着言情小说，脑海中充满青春幻想的江雪听到叶晨的声音，也是立马变得惊喜了起来。第30章赤红之盾，被污染的秘境啊！叶晨就是在售卖时碰到的那个小帅哥，没想到他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而就在江雪因为叶晨的一个电话而开始恋爱脑的时候，叶晨却没有想这么多。之所以给江雪打电话，完全是因为他的交易市场的内部人员，既然是内部，那么有关市场里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装备，那多少应该有些了解。所以叶晨此来仅仅只是顺便问问有没有白银甚至是黄金级的血骑士专属盾牌售卖，如果有，还是要烦请他们帮忙留一下。至于价格什么的，这些都好说。而听到叶晨打电话来，竟然是请自己帮忙，江雪乐意吗？那当然是非常乐意了。这么帅的一个小哥哥有求于自己，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啊，请等一下，因为我只是在这里兼职实习，所以具体有没有这些装备，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等下可以帮你找其他人问问，或许他们比我更清楚。
哦，那麻烦了，没事，我可以等。叶晨也是点了点头，这个倒是没啥关系，反正不急。这会6点多，反正交易市场早就关门了，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去买去寄售了，所以只要晚上9点之前给他回复，这就没问题了。好在小姐姐并没有让叶晨等太久。吃过晚饭以后，大概又过了1个小时，江雪的电话打来了，而且一上来就给了叶晨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这确实有一件黄金级的血骑士专属盾牌，名叫赤红之盾，效果是增加20的血量上限，并且佩戴后每秒回复血骑士1的血量上限。还真的有。听到江雪的消息以后，本来不抱啥希望的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毕竟之前这几天关会长他们啥都考虑到了，可就是唯独没有给叶晨准备血骑士的盾牌。难道是忘记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由于血骑士职业本身的特性，绝大多数血骑士的专属盾牌装备几乎都被军方统一收购了。毕竟绝大多数血骑士除了职业者团队天赋很强的那一批，剩下的基本都沦落到成为军方的先头部队这么个下场，而这些盾牌也是成为他们的统一配备。毕竟大额血量加成之外，某些盾牌还会附带额外回血的效果，这在回血药拥有冷却时间的情况下，无疑会大大增加血骑士的生存概率。因此血骑士盾牌这类装备在交易市场也是极难看到。既然看不到，那协会又如何给叶晨准备这种装备呢？所以今天这情况也只能说是叶晨运气好了，要不是心血来潮，今天晚上找江雪问了一下，估计明天去交易市场就会听到盾牌被军方预购这样的坏消息。好，江雪，你记得跟他们说一下，帮我留着这面盾牌，不管谁来买都别卖。叶晨也是急忙跟江雪说道。特效回血啥的叶晨就不管了，反正大概率用不上。不过这20血量加成还是很香的，尤其是自从叶晨等级来到25级以后，血量也是飙升到了46000点。如果再叠加上这20，那叶晨的血量上限就会突破55000点。相比之前，叶晨将会多出92点的自由属性点，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属性可以多出23点，这就相当于普通职业者5次升级得到的属性点啊。所以这么一个变强的机会，叶晨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至于拒绝军方会不会导致一些麻烦，放心吧，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毕竟龙国的军方还是比较讲道理的，而且那些没有加入军方的血骑士往往天赋会比军方的这些更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军方也不会刻意为难就是了。和江雪挂断电话之后，叶晨马上就拨通了与赵海的电话。既然盾牌的事情解决，就该轮到秘境门票了。随着等级的提升，从25级开始，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就达到了300万之多。300万的经验，这意味着叶晨如果想从25级升到26级，至少就得杀1万只300经验的野怪，哪怕是1秒钟杀1只，也得至少3小时升1级了。更别说连续3小时不间断的杀怪，哪个地方的怪能经你这么早？怪物刷新都没这么快的。因此想要顺利升级到30，进入2转，怕也是只能用土豪打法了，那就砸钱，不断购买精英秘境的门票，再结合经验卷轴的效果。毕竟谁让这些精英 BOSS 提供的基础经验值高呢？而且 BOSS 的等级越高，基础经验也会水涨船高。赵兄，你们有没有搞到新的门票啊？不管多少钱都行，最好30级以上的那种。电话接通之后，叶晨就立刻把自己的需求跟赵海说了一下，结果一番话下来，赵海整个人满脑子都是懵逼。啥玩意？你一个24级血骑士，已经看不上诅咒寺院了是吧？这就要30级以上的门票了。毕竟赵海和马亮也是保持着合作关系，因此上一次马亮被叶晨的等级和职业狠狠震惊了一下之后，也是迅速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赵海。然后这次接到叶晨的电话，听说诅咒寺院他又看不上了，需要更高级的，35级、40级的都行。这一刻赵海感觉自己整个人瞬间凌乱了。马德，这叶晨真他妈不是人啊，这简直是个怪物。拿精英 BOSS 升级也就算了，结果你他妈居然还不是组队进去团杀，反而一个人就能单杀独吞 BOSS 的所有经验，这简直太离谱了。有叶晨兄弟，你别说，今天兄弟我还真搞到了一批35级精英秘境的门票。 BOSS 是35级的骷髅骑士，不过这个秘境有点问题，它是一个被污染的精英级秘境，难度比一般35级的秘境高出很多。感叹一番以后，
赵海也是跟叶晨介绍了起来，不过说话的时候有些面露难色，因为门票确实是搞到了，可门票所在的秘境发生了变异。虽然 BOSS 的等级同样还是35级，但是被污染的秘境，无论是 BOSS 伤害还是技能，往往都会比原秘境更加厉害与凶险。赵海也不确定，这样的门票叶晨是否还会购买。第31章，一次升一级，不就是多砍10万血？自从游戏入侵现实以后，整个蓝星也是被各种各样的怪物和秘境笼罩，职业者们也是就此诞生。只不过这些秘境也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就一成不变，出于某些原因已经定型了的秘境或是精英级秘境，偶尔会出现被污染的情况。简单的来说，相比原秘境，被污染的精英级秘境虽然 BOSS 的等级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血量、属性往往都要高出原先1倍以上。就拿沼泽王来说，原本15万的血量，一旦被污染，那么就会直接翻倍，变成30万。30万血量，这个难度除非是2转职业者，而且还得是团队，要不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了。可是要知道，沼泽荒野也只是一个20级的精英级秘境，可结果被污染了以后，难度竟然飙升到了30级以上才能通过的程度。因此赵海也是有些犹豫，是否要将会这些门票卖给叶晨了。手头上一共有5张，从马亮那里听说，叶晨在分会那边的地位可谓是不低，万一自己把门票卖了，到时候叶晨在秘境里面出了意外，死在里面了，这可咋整？自己会被职业者协会追杀的。于是赵海也是立马将这个秘境的情况跟叶晨说明了一下，当然也是希望叶晨还是放弃这个打算。虽然秘境被污染以后，难度和经验值会大幅度提升，但终归还是小命比较重要。像叶晨这个等级，这个实力，通过升学考核进入顶尖学府，诸如苍蓝学府、圣光学府，这都是板上钉钉，不需要强行追求1星期2转这种逆天操作。但赵海也是没想到，听到消息以后，叶晨非但没有放弃，反而还露出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甚至都能从言语中听出叶晨的兴奋了。这特么疯子，简直是疯子！被污染的秘境司，我记得那个秘境原本好像是叫做亡灵城堡，里面的 BOSS 是骷髅骑兵，结果被污染了就变成骷髅骑士了吗？还挺有意思的。最终还是和赵海达成了约定，价格嘛，5张门票。像是被污染的秘境，往往价格比正常秘境要更高。没办法，虽然难度上涨，但是 BOSS 关的奖励和经验也会提高啊。所以这5张门票，叶晨也是足足花了150万龙币，平均下来每张门票30万，可以说是非常昂贵了。我记得亡灵城堡 BOSS 血量好像是25万，一般来说被污染的秘境往往血量、属性都比正常版本多出1倍，所以骷髅骑士的血量大概在50万上下，凭血司命可以直接刷掉他40万，也就是说我还得再砍他10万血。对于叶晨来说，10万血大概也就是40发光之刃的程度吧，不能秒杀了，但对于现在的叶晨来讲，依然不是什么不可越的高山。至于经验值的话，骷髅骑兵的击杀经验值是80万，骷髅骑士可能就是160万，再结合经验卷轴、神圣祈祷，卧槽，那岂不是一张门票直接就能升1级？躺在床上，叶晨越想越是觉得心潮澎湃了起来。本来距离升学考核还有不到3天，叶晨都有点担心，这门票数量有点跟不上自己的升级速度了。可是没成想，今天赵海竟然直接就给自己送上了一件大礼。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那5张门票下去，叶晨的等级少说也能达到29级，最后2天再升1级，还不是轻轻松松？或许这样一来，张蕊最终的等级也不再是21级，有可能更高。叶晨有信心，让这妮子在考核开始前等级飙到24级左右。如此一来，这妮子怕是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然后圣光祈祷，嘿嘿嘿，经验加成，装备掉率，我全都要。脸上洋溢着笑容，叶晨很快就陷入了梦乡。时间来到第2天，一大早，叶晨就给张蕊打了一个电话，并且说要给他一个惊喜。下午2点钟，老地方等着自己。这让张蕊在家里激动了好一阵，连他爸妈都注意到，这丫头整个上午都是精神抖擞，而且还非常高兴的样子。不过倒也没去管，毕竟一个拥有不朽级天赋的牧师，放在哪里都是香饽饽，所以就算是躺，理论上
也会有学府愿意倒贴钱让张蕊加入的。至于叶晨，早上9点就已经来到了交易市场，将东西寄卖，换来了100多万龙币以后，也是急忙让江雪带着自己去看看那面盾牌，一件黄金级的血骑士专属盾牌啊！叶晨有些迫不及待，想要亲自把那玩意给带上了。只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闲逛过程中，叶晨忽然在市场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道身影看上去似乎特别像赵明，他不是已经被我打成植物人了吗？叶晨眼中顿时流露出怪异之色，因为对关雅出手那件事，关会长他们也是等待着总部那边给出的判决结果。虽然大体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赵家一个小小的3转职业者家族罢了，分量上来看根本就不值得总部出面，所以交给分会处理这个事情几乎是板上钉钉。大概是看错了吧？叶晨也是急忙晃动了一下脑袋，刚才的那道身影果然不见。叶晨也是感叹，或许是昨天晚上太兴奋，所以没怎么睡着，导致今天有点眼花。花了80万龙币，叶晨也是总算将赤红之盾拿在了手中。20的血量加成，让叶晨的血量直接就达到了新的高度，55200点。可以说，在同级别的职业者里面，大概是不存在比叶晨血量更多的人了。什么？你在说军方的血骑士？的确，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血骑士的血牛特性，军方也会不顾一切的提升血骑士的血量和生存手段。但这面赤红之盾可是一件黄金级装备，要不是因为血骑士本身的职业属性，一件黄金级装备少说也是价值100万以上。而军方舍得为血骑士购买黄金套吗？那应该是不至于，顶多青铜、白银级的套装。所以除了一些骑士信仰的职业者外，应该再没有什么血骑士舍得给自己整一套专属的黄金级装备来提升血量了。第32章300万经验，一次升1级，爽！盾牌到手。那么接下来就是有关门票的事情了。虽然在购买之前，赵海也是考虑到叶晨和关会长之间的关系，这被污染的秘境可不是开玩笑的。BOSS 骷髅骑士血量从25万蹦到50万不说，技能方面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要是出现反伤之类的天赋就麻烦了，这会让原本就困难的秘境难度雪上加霜。虽然高难度的污染秘境很有可能伴随着更高级别的装备产出，但显然相比较高等级装备，还是小命比较重要。不过最终赵海还是拗不过叶晨，在看到叶晨脸上这无比自信的表情以后，赵海一瞬间就愣住了。作为一名秘境门票商人，虽然只有2转的程度，但他也是曾经遇到过很多2转的职业者。类似叶晨这样有自信的，往往都是2转职业者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团队当中无一不是队长级别的存在。这种自信往往来自于自身的实力。而叶晨一个刚刚转职还不到1个星期的萌新职业者，面对35级的被污染秘境，竟然还能有这样的自信。赵海顿时觉得似乎有些明白为啥关会长作为协会的一把手，对一个血骑士萌新如此的看重了。就单单是这副气势，就不是一般的萌新能够拥有的啊。于是也就不再纠结这些，门票自然而然也是来到了叶晨的手中。叶晨，昨天跟我说有好消息，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来找你了。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叶晨就发现张蕊好像又是俏脸红扑扑的就过来找自己了。只不过这一次叶晨却没有发现邓通的身影，想来是被自己的实力给吓坏了，所以放弃了追求张蕊。其实这样也挺好，也省得到时候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目光，然后给叶晨造成麻烦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叶晨当然不希望对自己的同学动手，于是带着升级必备2件套，叶晨也是带着张蕊坐车就去了亡灵城堡的秘境入口。像是每个省市交易市场售卖的秘境门票，往往都是距离当地很近的，极难出现当地的商人售卖异地秘境门票这种事情。毕竟蓝星世界的科技和现实也差不多，要是鄂州市买的一张门票还得跑到其他省市的秘境才能使用，那岂不是还要额外花费坐车的钱？这就很血亏了。而在叶晨带着张蕊离开以后，两人都没有发现一双阴恻恻的目光正注视着2人离开的方向。同一时间，职业者协会鄂州分会大楼会议室内，包括关雅在内，所有人听到刚刚传来的消息，无一不是面色沉重。这个判决有问题，为什么总会竟然拒绝我们分会处理赵家的提议？他们赵家背后应该没有什么背景才对。一提起赵家，周通顿时想起那日关雅带着叶晨准备进入秘境，结果被突然出现的赵丽偷袭。要不是自己出面，再加上叶晨的天赋能力，恐怕那日的情况有些不容乐观。
这近乎板上钉钉的事实。结果传到职业者协会总部那里，得到的消息竟然是息事宁人，不想将事情闹大。而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赵家的背后有人出手，将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还有一件事，刚刚我去交易市场的时候，发现赵明也在那里，可是他本来应该已经被叶晨打成植物人，现在他不仅恢复了，而且等级还提升到了24级。关雅也是俏脸有些凝重的补充道。而正当众人期待着关会长能够出面做些什么的时候，却不料他直接就是摆了摆手。这件事与叶晨也有关系，还是等他练级完了，大家一块留下来讨论。不过有关赵家背后的人，我大概已经有了一点想法。关会长的目光看向虚空，那里正似乎站着一道与其针锋相对的身影，锋利的光刃直接将骷髅骑士手上的木质盾牌削掉了大半，而头顶也是出现了本次光刃造成的伤害，负3396。随后叶晨也是毫不迟疑地使用了天赋凭血司命，80的削弱幅度让这只精英 BOSS 的血量上限直接就给砍到了10万，而异化额外获得的技能天赋也是随之直接就清空了。没错，凭血司命作为一个唯一级的天赋，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管你血量有多厚，技能有多牛逼，是不是从被污染的秘境里出来的，总之只要碰到，那就一个字：笑。没有丝毫道理可讲。一个失去了技能，仅仅只剩下血量的 BOSS， 对于职业者来讲是个啥玩意？没错，木桩。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叶晨感觉这个被污染秘境的 BOSS 被削弱成狗以后，眼神中仿佛多出了人性化的惊恐与无奈，甚至叶晨还感觉得到他似乎有点摆烂的意思了。因为哪怕没有了技能，作为35级精英级的 BOSS， 敏捷、力量什么的还没有被完全削光，至少能够躲2招还是没问题。然而最终叶晨也是惊讶的发现，面对自己足足30多发的光刃攻击，这只 BOSS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从他的眼神中似乎能够看出一丢丢的绝望。唉，对此叶晨还是能表示理解的。如果换位思考，自己面对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天赋，或许他也会有同样的心情吧。你击杀了骷髅骑士，经验加1600000，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契约的影响，你共计获得了3456000经验值，恭喜你已升至26级。25到26级升级经验值是多少来着？300万。然而各种各样的 buff 效果叠加，让叶晨单单击杀这么一个 boss， 就获得了超过升级上限的经验值，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逆天。而另一边，由于团队契约的作用，虽然只是10的经验值分配，但是获取的经验也是让张蕊直接提升了1级，来到了20级。非一般的杀怪和升级速度，也是让释放了技能就躲在一边观战的张蕊内心里仿佛一阵惊涛骇浪，整个人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第33章29级，这光芒难道是铂金级？完事了，要不咱们再来。叶晨在骷髅骑士的身下扒拉了几下，这一次一共掉落了2件黄金装、1件白银装，以及一本法师系的技能书，可以说是收获颇丰了。叶晨也是非常满意的将这些宝贝全部收好，然后考虑到那本技能书是法师专用，正好和张蕊的职业对应，毕竟一般情况下一场秘境下来顶多2件装备就运气非常好了，结果在张蕊的天赋加成下，竟然直接就掉落了3件，而且还额外爆了一本技能书。要知道这玩意可是需要杀几10万怪物才有可能爆一本出来，结果这几天下来，算上关雅代练的那次，已经是2本了。这侧面也是证明张蕊的天赋效果也是非常强悍啊。60的物品掉落率，那绝对的货真价实，所以叶晨自然是不能独吞。2件黄金装，1件白银装，收获已经是不小。这个技能书既然对张蕊有用，那就送给他好了，反正以后组队爆装备的机会还多的是，不急这1个2个。张蕊立刻小脸激动的从叶晨手上接过技能书，然后有些担忧的看了叶晨一眼。叶晨，要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练级？刚才的那一幕直到现在都还在张蕊的眼前挥之不去，几十发光刃简直如烟花一般绚烂。而就是这种情况，也是让张蕊对叶晨有些担心了起来。虽然从硬实力上来看，叶晨完全不用费什么力就能解决掉骷髅骑士，但频繁使用技能难免对于自身也是有些消耗，哪怕是全职业通用的技能，随着威力提升，这消耗也会增大啊。然而叶晨却是飒然的摆了摆手，
当即也再次使用了门票，然后几十发光刃就丢了过去。开玩笑，一头 BOSS 就相当于1级，这种升级效率，要是随随便便就休息了，这对得起付出150万的门票钱吗？再说，几十发光刃的血量消耗看似很可怕，像是到了25级，每一次释放光之刃，消耗会从原本的50点血量变成500点。换言之，如果一口气丢出30枚光刃出去，就会消耗掉叶晨15000点血量。往往只有4转战士系的职业者，血量才会达到这个数目。如果换个其他职业来释放这个技能，很有可能就消耗的血量比补充的还多。然而对于叶晨来说，15000血连1/3都不到，而且消耗了叶晨也不慌。赤红之盾拿在手，每秒就能恢复1的血量上限，相当于秒回500点血量，30秒就回满。什么？还嫌慢？那我直接口服超级药水，不管剩下多少血，一口回满，这总强了吧？所以对于现在的叶晨来说，技能消耗的血量真不是啥大事。再者，超级药水的储备也很多，什么过度消耗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在叶晨的身上发生的。5张门票，叶晨总共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而等级则是和之前预料的差不多，从24级摇身一变来到了29级，距离30级2转仅仅只剩下最后一个等级了。最后1000万的经验啊！叶晨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每过10级是个坎儿啊，而30级同样如此。不过叶晨对于自己的30级可是充满了期待。按照之前的规律，每次10级叶晨都有可能会自发觉醒一个天赋。10级的时候是血之转换，100点血量对应1点自由属性点，这就导致叶晨只需要无条件的堆积血量，增加生存，然后自己的实力就会越来越强。20级的凭血司命作为辅助的天赋可以说是非常逆天了。虽然血骑士的技能本身乏善可陈，但架不住天赋可以拿来弥补啊。至于即将到来的30级，是否又会觉醒一个逆天的天赋，这个叶晨就非常期待了。1000万经验，那还得再来3张亡灵城堡的门票才行了，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了。叶晨也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这些精英秘境的门票是真的很难弄了。那又是什么？而就在叶晨清完 BOSS， 准备带着张蕊从秘境里先出去的时候，骷髅骑士遗体所在地面，一个闪闪发光之物差点闪瞎了叶晨的眼睛。叶晨，你快看，那个是什么？张蕊也是注意到了异常情况。真奇怪，明明刚才杀掉 BOSS 以后，这附近的情况都侦查过了一遍才是，可为啥还是有漏网之鱼？看着这个金光的颜色，叶晨不禁面色一喜。根据怪物死亡后掉落物的颜色，往往可以分辨出这些东西的等级，即便同样是金光，但等级也会有所区别。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老实说，这个金色程度掉落物的等级应该是……想到这里，叶晨也是深吸了一口气。铂金级，没想到这最后一次击杀掉骷髅骑士，竟然直接就掉落了一个铂金级的物品。不过现在叶晨也是看不出来这东西到底是啥种类。装备、技能书，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绝对不是材料，因为材料怎么可能是金光？不过让叶晨有些吃惊的是，这只是一个35级的精英级秘境而已，为什么会掉落铂金级的道具？因为一般来说，从铂金级开始，这种等级及其之上的道具是只有个别3转以上的秘境才有可能掉落的了。就比如各个省市首府分会所在的专属秘境，这些秘境的 BOSS 在被击杀之后都有可能掉落该等级的道具，但你35级的秘境居然都能掉落铂金级品质的道具了，有问题，这简直太有问题了。第34章秘境门票的残篇，价值这么高，来到近处将这个金光灿灿的玩意拿在掌心。实话实说，就连叶晨本人都没看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个啥。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根据光芒闪烁的程度，这玩意的等级是属于铂金级。但是技能书、藏宝图、装备，这些都完全和这东西不搭边啊，反而更像是某种东西的残片一般。难道的某种秘境门票的残片？叶晨也是猛然想起，以前上课的时候，刘老师曾经给他们讲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当某些特别的秘境被通关时， BOSS 在死亡前将有概率掉落秘境的门票或者残片，而这些往往都是门票商人那些秘境门票的来源，像是沼泽荒野、诅咒寺院这些秘境门票，大多都是通过某些不知名秘境爆出来的，往往都是一整张。可是类似秘境门票残卷，这个叶晨也只是听老师偶然提起过，却从来没有真正听过案例。
只不过没想到今天偶然通关了几次秘境，这就碰巧爆出来了。叶晨，怎么了姨？见到叶晨手上拿着一些东西在发愣，张蕊也是急忙跑了过来，然后有些惊讶地咦了一声。今天的运气真的很好，这似乎是一张铂金级精英秘境的门票残片，只要找到3张这种残片，就能随机合成一张秘境门票，而且这个秘境必定是属于铂金级。听到张蕊的回答，叶晨顿时吃惊不已地朝着张蕊这边看了过来。好家伙，不愧是学习委员啊！本来叶晨都以为自己上课都够认真了，不然还真认不出这玩意来。可结果张蕊知道的事情竟然比自己更多。那这种门票残片是什么样的秘境才能爆出来？叶晨顿时也是有些奇怪地朝着张蕊问道。张蕊想了想，今天进入的秘境有点奇怪，里面的 BOSS 无论是血量还是经验值，都比正常时候要多出太多了。偏偏就是在这种地方爆出了门票碎片，所以张蕊也是有些不太确定，给出了一个结论。难道这些特殊的门票残片是只有被污染的秘境才能爆出来的吗？叶晨点了点头，认真想了一下以后，叶晨感觉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不然的话，一个普通的35级精英秘境怎么可能掉落铂金级的物品？而如果扯上秘境本身的特点，这就说得通了。将门票碎片丢进背包以后，叶晨也是和张蕊告别了。今天的收获实在太多，不仅仅等级已经练到了29级，距离30级还有最后1000万点的经验，而且还掉落了一大堆的战利品。光是2件黄金装，1件白银装，这3件卖出去少说就是将近300万的龙币了。要是再加上一张秘境门票的残片，虽然是只有找到3张残片才能合成门票，但论价值的话，好歹等级是铂金级，价格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比黄金装要低的。因为虽然黄金装和铂金装2个装备的等级就差了1级，可价格上随便一件铂金级装备就是同等规格黄金装的10倍了。所以凡是能产出铂金装的秘境门票，那价值也是以上百万来计算的。时间还早，还是先去一趟协会，正好找关会长看看这个门票碎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叶晨也想听听关会长的建议，毕竟他也不知道这张门票残片究竟是该留在手上，还是说直接卖掉了。背后有协会大佬作为靠山，不得不说这真的是给叶晨的日常练级带来了无限的方便啊。来到职业者协会大楼1层，叶晨已经提前给关会长发了消息，说了一下自己已经29级的好消息。按照正常情况，关会长他们每次自己练完级都会在楼下等着，然而今天却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顿时让叶晨嘴角微微撇了一下。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叶晨只好自己上楼，结果却发现包括关会长还有关雅在内，神色似乎满是凝重，不怎么好看的样子。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叶晨，你来的正好，跟你说一个事情。关会长在看到叶晨29级的等级和面板以后，脸色震惊中也是缓和了一下，随后给叶晨安排了一个位置，让他坐下。怎么了？这不禁让叶晨心里也是打鼓起来。这么凝重，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是有关赵家的事情情况出了变化，总部那边希望我们息事宁人，不要对赵家那边动手。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赵丽的儿子赵明身体不仅恢复了正常，而且连实力也是来到了24级。关雅俏脸满是冰霜，我就说今天早上去交易市场的时候，为啥看到有一个身影挺像赵明的，不过赵家的背景有这么强，竟然能让总部出面偃旗息鼓。这个叶晨也是有些惊讶了，本来他也以为赵明他们家是个没啥背景的小家族了，可是这一手操作下来，不吃惊不行。赵家隐藏得很深啊，我怀疑这是隔壁襄州职业者分会的人从中作梗，他们觊觎龙鳞洞穴很久了，一直想找借口说如果我们工会再拿不下这个秘境的话，希望能把这个秘境的所有权让给他们工会。这简直太嚣张了。周通脸上满是怒火，或许赵明申请加入我们工会不成，然后转头加入了襄州分会，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总部会给出这个判决，分会与分会之间除了工会内战是不允许私下动手的。林牙看到叶晨脸上大部分时候都是懵逼的，也是站出来给叶晨解释了起来。毕竟职业者工会是个大组织，全国总共50个省市，每个省市一个分会，50多个分会，相邻分会之间总会因为各种缘故出现摩擦，或许正是为了确保工会内团结一心，所以才会做出这个决定。第35章突如其来的城防战。哦，我明白了。经过周通还有关雅等人的一番解释以后，一脸懵逼的叶晨总算是搞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心里多少也是有些后悔了。马德，
早知道那个家伙背后有背景的话，那天直接劲儿用大点，给他宰了。就不相信隔壁香洲分会能量再大，还能把死人给救活。不过一想到如今他们赵家居然靠着香洲分会的背景，现在还在这作威作福，叶晨心里多少也是有些不爽了。尤其是当他听到关雅说，如今的赵明竟然连实力都来到24级的程度，这个升级速度也是非常之快啊，相当反常。这家伙凭什么？自己这是不断的购买高等级秘境门票，再加上经验卷轴，一场一场刷下来，现在等级这才29级。结果你赵明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情，直接就24级了。虽然这中间等级和叶晨足足差了5级，见面的话以叶晨的实力还是可以轻易的秒杀他，但心里还是不爽啊。怎么办？叶晨你也别急，这件事咱们分会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就算他们赵家背后同样有一个职业者分会作为靠山，我鄂州分会还会怕了他们襄州分会了。林牙拍了拍叶晨的肩膀，也是安慰道：关会长，鄂州武装部的刘部长在楼下说有紧急的事情要找您。而就在叶晨无奈着想着以后找机会才能干他们赵家的时候，突然一名职业者的汇报直接就将众人从话题中拉扯了出来。雅姐，鄂州武装部是什么地方？刘部长，官很大吗？叶晨也是好奇地问了起来。结果提到这个，关雅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了。武装部是每一个省市用于抵御怪物入侵的中坚力量。军方，你知道吗？鄂州武装部就属于咱们鄂州市的军方机构。一提到军方，叶晨马上就明白了。既然这位大佬担任着武装部的部长，可想而知，在军方的地位应该是不低啊。可问题来了，军方大佬过来找关会长做什么？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时间不等人，而直到关会长回来，不知不觉整个房间里的气氛也是压低到了极致。刚才接到消息，鄂州市附近所有40级左右的怪物全部都朝着咱们这边进发了。什么？所有的怪物一下子都聚集在协会附近了？老关，一般情况下咱们协会是除了军方之外最强的镇守力量，怪物就算想要入侵，也往往不会从我们这边下手。这情况到底是？周通脸上的神色也是一瞬间变得震惊了起来。怪物入侵这种情况不少见，除了秘境之外，各种练级区的怪物有时候也会有概率主动对城区发起进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龙国官方才会在各个省市都安排一个武装部，俗称军方。每当怪物入侵的时候，军方连同当地的职业者协会都会紧急召集所有2转以上的职业者进行城防战，防止强大的怪物进入城区，对当地普通人造成影响。然而鄂州市本身周边怪物的等级并不高，而且大多数怪物级别都不会超过40级，正常时候他们都非常老实。毕竟光职业者协会60级以上的3转大佬这都超过5位了，就更别说军方那边同样有一批3转的职业者。叶晨，类似今天这种情况是专门针对2转职业者以上的行动，你还没有到2转，又是拥有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安全很重要，所以城防你就不要来了。关雅、老林、老周，随我来。关会长轻轻地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而后身为协会会长的气势展现无疑。短短几句话，整个协会的所有2转以上职业者顿时整装待发。然而叶晨却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关会长话说，这些怪物的等级和经验应该与野外练级区的差不多吧？是的，因为这些怪物本身就来自那些练级区。关会长非常快速地给叶晨解释了起来。然而马上关会长就意识到叶晨的真实想法了。随后包括林牙、关雅、周通这些职业者协会的高层们无不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因为他们也明白叶晨这句话的意思了。现在叶晨的等级已经来到29级了，距离30级虽然只差了1级，但是足足1000万点的升级经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至少也得杀几10万只野怪，这才能顺利升级。然而每一次的城防往往会击杀掉数万只野怪，结合经验卷轴，这就相当于几百万点的经验值啊！即便是升不了级，至少60-70%的等级进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想到这一层以后，包括关雅、林牙在内，甚至就连关会长看向叶晨的目光当中也是带着如同看怪物的神色了。马德，为了在升学考核前达成2转目标，你还真是拼了呀！竟然1转就打算参加城防战。然而再想想，他们却又偏偏找不到反驳叶晨的理由。是，这些莫名入侵城区的野怪，1个2个等级全部都在40级左右，这对于包括关雅在内部分2转的职业者来讲也是有些难搞，一个不慎也有受伤的危险啊。
然而对叶晨，一个血骑士，你担心一个血骑士会不会受伤？毫不客气的讲，正常情况下，30级白板血骑士没有任何装备加成的情况下，血量是2万。然而遭受怪物攻击，顶多也就消耗500多点的血量。一名白板血骑士也是要经过足足40波消耗，这才会死亡。可叶晨现在的血量是多少？各种套装的增幅下，叶晨的血量已经是达到了6万，这得砍叶晨100多下，这才有可能把叶晨的血量砍没。第36章，老刘6边形的血骑士，怕不怕？但叶晨会傻站着让怪物砍？29级了呀，虽然还没有2转，但是叶晨拥有唯一级天赋，将血量转换为自由属性点，每100点血量等同于1点自由属性点。29级结合血量，平均分配的话，相当于叶晨的每一条属性，那都近乎等同于37级的职业者拥有的属性。再加上光之刃，一名37级6边形战士，6万的血条量，释放的光之刃数量、范围、威力，又该多么的恐怖！这些入侵的怪物等级都只是40级左右啊，而他们这些职业者，作为3转大佬，技能解决这些怪物基本上都是秒杀，不存在说一个技能秒不掉的情况。但叶晨现在也能做到啊！而且现在叶晨的属性之下，光之刃直接就能覆盖接近1平方公里的区域，覆盖范围内，以光刃的威力秒杀，无条件的秒杀，说不定就连光会长他们清理怪物的速度都不一定有叶晨来得快了，毕竟都是秒杀。作为一名78级圣光剑客，关青龙更擅长单体战斗。圣光剑客单体爆发技能很强的，虽然不是隐藏职业，但是单体爆发的话，短时间内可以匹敌一些80级战斗职业了。虽然圣光剑客也有群体 AOE 技能，但是群攻范围也就仅限于前方一片区域，类似身后还有左右两边很大一块，技能是覆盖不到的，就更别说其他职业，怎么和叶晨这种6边形战士相比啊？因此当考虑到这一点以后，关会长甚至都萌生出了一种想法，要是叶晨能参与这一次的城防，不仅仅能迅速将怪物给解决，甚至怪物足够多的话，没准叶晨都不用担心升级问题，一次性今天就能2转30级。所以对于叶晨的想法，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以后几乎是一瞬间直接就同意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次的城防意味着加班，但对于叶晨来讲，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场杀戮盛宴啊，一张必然进入2转的通行证。这也是让众人有些凝重的心情，想到这顿时就有些喜悦了起来。老关，事出突然，我们的人手有些不太充足，所以还是要麻烦你们。作为鄂州市武装部的部长，刘长青也是深谙做人的道理。虽然作为军方，刘长青也是兼任鄂州市的一些重要官方职务，但职业者协会其实和军方是类似平级的那种关系，每个省市的军方都会跟当地的职业者协会互相照应，讨好关系，所以两人见面也是没有说上下级的那种客套话，反而是类似朋友之间的那种交谈。咦，这位小有事。不过随着关青龙身后出现了关雅和叶晨的身影，关雅自不必多说，关会长的女儿，天赋什么的非常顶尖，正常修炼的情况下，1个月就从10级变成了30级，可以说是非常强悍了。但叶晨这个新面孔还是让刘长青有些懵逼了，而且看上去和关雅的年纪差不了多少，就连关雅都是上个月这才完成转职。看叶晨的样子，刘部长感觉这家伙可能也就刚刚完成转职4-5天，等级最多不超过20级。这么危险的情况把他带过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开阔眼界之类的？老刘，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晨啊，这小子很强，而且是咱们分会的王牌新人，我都打算让他做我的女婿了。然而关青龙却是无视了刘部长的惊愕，反倒是开始介绍起了叶晨来，言语之中甚至已经将叶晨给当成自家人了。而随后当刘部长听说叶晨竟然是一个血骑士，并且还是一个拥有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脸上的神色唰的一下彻底就变了。不管职业本身如何，哪怕是最垃圾的职业，只要觉醒了天赋，那就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牛逼。然而叶晨作为血骑士，不仅仅觉醒了天赋，竟然还是唯一级的天赋。这一刻，刘长青看向叶晨的目光也是带着欣赏和认同了。一般来讲，唯一级天赋甚至有着有别于当前职业本身的逆天效果，所以既然连老关都这么说，还舍得让叶晨来参加这一次的城防战，那么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根据斥候们的报告，距离怪物攻城还剩下不到3公里的距离了。被叶晨的天赋狠狠震惊了一下以后，刘部长也是开始跟关会长探讨接下来的城防布局，比如哪些战斗职业适合正面对敌，哪些需要血骑士肉盾顶着，后方法爷和弓箭手脆皮职业输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至于叶晨的话，在关会长介绍以后，刘部长也是放弃了原本对血骑士的唯一安排，尤其是当关会长介绍说叶晨作为一名血骑士，拥有着将一转通用技能变成逆天范围神技的超强属性，这也顿时让刘长青对叶晨抱着期待。3公里吗？给张蕊打个电话，应该还来得及吧。叶晨的背包中有着大量的经验卷轴，趁着这次机会，叶晨势必要把等级提升到30级，所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经验值提升的效果呀。没错，这一波叶晨又想到了张蕊的神圣祈祷，8的经验值加成，以及这么多的野怪，杀掉的话肯定能爆相当多的掉落物，分成的话就82分吧。虽然张蕊也是出力，但是大头毕竟在叶晨这里，所以这个分成可谓是非常合理。喂，此时的张蕊正在浴室里洗澡，然而当听到竟然是叶晨在邀请他，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洗完澡以后，立马就把衣服给换上了，然后在父母一脸懵逼的目光中甩门而去。这妮子早知道要出门还洗澡干什么？这丫头不会是恋爱了吧？作为过来人，张蕊的父母几乎一下子就看出了自家女儿的状态，当即也是露出了会意的笑容。毕竟高中的时候这才算早恋，可现在这都转制完成了，马上就要升学考核，被高等学府录取了。青春年华，这怎么能是早恋呢？而作为一对非常开明的父母，对于女婿什么的其实要求也不高，隐藏职业什么的也没必要。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张蕊能够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特别拉胯的职业比如血骑士什么的，那最好还是不要吧。第37章5万只野怪你来。疯了，真疯了。张蕊作为一名牧师，2转的话没什么变化，职业称呼还是牧师，可是到了3转，那就是一名主教。没错，就跟协会那位有些肾虚的周通职业是一样的，只不过论潜力的话，无疑拥有不朽级天赋的张蕊，未来成长的潜质肯定是要比周通更强，前途也会更加光明。然而时空门作为主教才能学习的技能，天赋再好也不可能说提前学习的，所以张蕊也只能是接到叶晨的电话以后，马不停蹄的就朝着协会大楼这边赶。赶着赶着，很快张蕊就觉察出不对劲了，因为随着距离临近，张蕊也是有些惊讶的发现，这片区域平常人流量不少，但现在竟然出现了武装部队的身影，而且整个鄂州市的边界似乎都被一些2转的战斗职业守护着，仿佛是在抵御什么东西。而就在张蕊即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却被一名凶悍的大鸡巴给拦住了。看你的年纪应该还没有2转，走吧，这里很危险，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听到这句话，张蕊一下子也是懵逼了。很危险？可这个是叶晨让他过来的啊。于是张蕊也是急忙就给叶晨打了电话。正巧叶晨带着关会长还有刘部长等人也是走了过来，毕竟不论是关会长还是刘部长，这在平日的鄂州新闻里也是经常上镜的人物，所以张蕊一眼就认出来了。但他俩对待叶晨的态度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这是怎么回事啊？叶晨小友，这是你的同学，你把他喊来做什么？刘部长微微皱眉的看了一眼张蕊，作为一名真言法神，他也拥有开启天眼的能力，可以随时查看对方的等级和属性面板。张蕊的天赋让刘部长也是暗自震惊了一下，他们鄂州市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多的人才？叶晨一个唯一级天赋的怪物也就罢了，没想到一个牧师竟然也拥有不朽级天赋。不过刘部长也是看出来了，现在张蕊的等级只有20级，而这些怪物的等级大多在40左右，20级的等级压制说不定会导致张蕊直接被怪物秒杀呀。连牧师专属群体治愈这技能都开不出来，就会被直接秒杀，不可谓不是一个损失啊。毕竟血量的话，20级的牧师正常也不过1000出头，和叶晨比起来足足差了60倍。一个20级的牧师参加城防战，这不是胡闹吗？然而叶晨却是淡淡一笑，二话不说直接就将张蕊给拉了过来。嗨，没关系，我现在还差1000万经验升级，我需要张蕊的神圣祈祷 buff， 至于危险什么的，这不可能，因为1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怪物凭我的技能都可以秒杀了。听到这番话，刘部长立刻也是满脸惊悚的看了叶晨一眼，这下他明白
为啥一个20级的牧师会出现在这里了？原来接到叶晨的电话，竟然专程赶过来给他加 buff， 一个不朽级天赋的牧师，专程跑过来给叶晨上技能，这待遇绝了！叶晨，你是打算借这一次的机会冲击30级吗？就在刘部长、关会长面色复杂的来回在叶晨和张蕊之间扫视的时候，作为当事人，叶晨也是将这一次把他喊来的目的简单的说了一下，当然不是简单的将张蕊当成工具人这么简单了。别忘了，张蕊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手头上团队契约也是要多少有多少，而一名牧师，输出能力有限，仅仅对亡灵类的怪物拥有技能压制的效果，所以一般牧师升级也大多靠团队契约来获得经验。根据斥候汇报的情况来看，这一波入侵的怪物少说也有5万只。虽然叶晨是不知道这些怪物为啥突然就暴躁起来了，甚至将入侵地点选择在了协会大楼，但有一点叶晨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5万只怪物，按照一只野怪200点的经验值来计算，这就已经是1000万点的经验了。当然，刨除掉分配给张蕊的部分经验值，叶晨能够平白得到超过2160万的经验，这波就足够他的等级达到30级了，连秘境门票都不用买了。而对张蕊来说，剩下的经验值也足够让他的等级来到22级。虽然和叶晨的30级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但22级，这放在鄂州市也是想都不敢想的好成绩了。再加上他的天赋，完全具备了进入苍兰学府的资格。想到这里，叶晨心中不免也是豪情万丈。不过想法固然很美好，但实际情况就是叶晨必须提前做一些准备，才能达成这个美好的目标。毕竟除了叶晨之外，整个武装部还有协会，可是至少总共上千名职业者被派来参与这次的城防战。换言之，5万只野怪要被这几千名职业者共同击杀。就算叶晨的技能拥有范围秒杀的效果，但一想到其他的职业者要从自己口中分出一些经验出去，很有可能还是绝大部分，叶晨顿时就苦恼了起来。理论上这一波清怪完成之后，自己这都可以升级到30级了。然而要是怪物都被其他的职业者给打死了，那经验值岂不是自己吃不到了？这也太亏了。所以没办法，叶晨也只好跟关会长他们暗箱操作一下了。谁让他认识这2位鄂州市地位最高的大佬呢？没办法，有背景不用，那不是纯纯的傻逼。刘部长，商量一个事情可以吗？让其他那些职业者都不要出手，将这些怪物都围起来，我一个人来杀。说出口以后，叶晨就顿时感觉这话多少有些过分了。5万只野怪，一个人来杀，这倒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这是只有3转以上部分战斗职业学会了大规模 AOE 技能以后才能做到类似的事情。然而眼下叶晨只是一个1转的血骑士，都还没到2转，用的都还是最基础的通用攻击技能。你说将这5万只野怪全部交给你，疯了，真疯了。第38章魔眼寄生。杀戮前的准备工作，叶晨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5万只怪，就算是我也至少要释放100次爆破冲击才能解决，你一个人不可能干掉这么多的野怪。听到叶晨的话，即便是对叶晨非常满意的关会长也是不禁皱了皱眉。毕竟对叶晨的信任，那是出于对唯一级天赋的认可。但就算你拥有唯一级天赋，也并不是说你就无敌了呀。就靠一个光之刃，哪怕你有范围，你能秒杀，你也不可能一个人单挑5万只野怪啊。就别的不说，光是唾沫就能把你一个人给淹死了吧。关会长，你不会忘记我的光之刃有很强的穿透效果了吧？现在我的力量属性早就超过100点了，光之刃的穿透威力几乎不会削减，造成1次伤害以后，下一次怪物的伤害是原本的99，单次光刃的伤害大概3000，勉勉强强吧。所以能拦住我的就只有光刃本身的持续时间了。不过一次光之刃可以续航1分钟，还不错吧？叶晨也是耸了耸肩，然后将自己现在的技能效果简单跟关会长等人介绍了一下。于是这一刻，不论是关会长还是刘部长，甚至就连对叶晨抱着好感的张蕊，也是整个人当场就站在原地，傻了，彻底傻了。这特么的一个光之刃，99的穿透伤害，1平方公里的技能范围，续航时间1分钟，也就意味着一发光之刃会在场上存在1分钟以后这才会消失。还有3000的伤害。叶晨现在的等级是多少？29级，一个不到2转的血骑士。你说你释放的通用技能伤害能达到3000，这玩意
叫青铜级的通用攻击技能，这效果已经比一些3转的技能还要牛逼了，好吧？一个平平无奇的青铜技能，经过叶晨的天赋转化，活生生了有了3转 AOE 技能的强度。这尼玛！现场沉寂了足足3分钟的时间，关会长还有刘部长他们这才微微回过神来，然后也是面色无比复杂的看着叶晨。一般2转职业者伤害能破1000就已经很突出了，只有接近60级快要3转的职业者，这伤害才有可能达到3000点。结果叶晨现在不到2转就能爆发出接近3转的伤害。懂了，叶晨小友，你很棒，我这就下令让所有的城防战士们将这些怪物们围起来，你一个人出手。刘部长机械似的点着头，大脑中完全就是一团浆糊。至于说话什么的，叶晨也不知道那个很棒究竟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按照语境来的话，那10有8九就是在夸他了。我也会让关雅他们注意一下，将这些怪物吸引到你的身上。等一下，突然关会长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看向了仍然是处于懵逼状态的刘部长。老刘，你还记不记得你作为真眼法神3转的时候有一个技能名叫魔眼寄生？刘部长急忙点了点头，是有这么一个技能。技能的效果是释放拥有吸引力的魔眼，将其安插在一名职业者的身上，然后该魔眼会持续不断的对外诱惑怪物，导致越来越多的怪物主动来攻击。本来真眼法神对这个技能用来暗杀可以说是非常合适了，但奈何如今身居高位的刘部长可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而且就算遇到了他也不屑于这么做，毕竟他可是一名80级的职业者，地位也很高，要是暗杀的事情传出去，以后在其他军方大佬们面前，自己这还怎么抬头？所以长久以来，虽然学会了这个技能，但刘部长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就是了。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竟然是在一名29级的血骑士的身上。不再多想，总之刘部长也是立刻将魔眼寄生在了叶晨的身上。这只魔眼本身并没有任何实力，也不会吸取生命力、属性这些，甚至由于职业特性，导致魔眼本身极难被寄生的职业者察觉。然而当魔眼降临在叶晨身上的那一瞬间，叶晨的眼睛不自觉就落在了那东西的身上，是一只1公分大小的血色眼瞳，看上去还真是有点邪性的味道。这一幕更是让刘部长暗自震撼起来。叶晨的精神属性实在是高的离谱，自己这一手除非是擅长精神属性的战斗职业，不然的话就算3转职业者也无法察觉到魔眼的出现。然而仅仅是自己释放技能的一瞬间，叶晨便是直接就锁定了魔眼的所在。好了，叶晨，我已经跟协会的那些职业者都提前说过了，他们也都知道你，这次他们会用非攻击手段将这些怪物引到大楼前固定的一个范围，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做完了这一切，关会长也是轻轻地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叶晨轻嗯了一声，带上经验卷轴，身后跟着张蕊。叶晨也是缓缓朝着前方空地的方向走去，那里即将成为怪物的聚集点。而叶晨走过的时候，这副年轻的容貌以及特殊的装备立刻就引起了周围不少职业者的注意。那些来自协会的职业者们倒是还好，毕竟这些天他们也算是为了叶晨的门票忙前忙后，自然是知道叶晨是被关会长看中。虽然是血骑士，但是天赋潜力无比的恐怖。可来自武装部的这些职业者对于叶晨可就非常好奇了，毕竟本质上来讲，他们这些武装部的战士大多属于军人的身份，由不同职业组成的小团队，类似于职业者小队的这种，输出、肉盾、奶妈、辅助，配套也是完善。只不过当他们留意到叶晨手上的这面盾牌竟然是血骑士专属，并且直接就站在了怪物即将聚集之地，身后还跟着一个牧师妹纸。这一刻，所有来自武装部的职业者们全部都带着无比惊异的表情朝着叶晨这边看了过来。第39章3000点爆炸伤害。喂，那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竟然朝着那边空地走过去了，赶紧来人给他俩拦住啊！这可是城防战，不到2转的职业者会被40级怪物秒杀的。等一下，那个小子好像是血骑士。血骑士怎么了？不到2转，就算是血骑士也挨不了40级野怪几巴掌。30级学会了铁血强盾以后，有额外血条的加持，这才能多撑一会，不过顶多30几个巴掌也要被干掉了。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刚才接到刘部的消息，说这片空地是专门留给一个职业者，这些怪物全部要聚集在这里，让他出手。我觉得那位3转大佬应该马上要到了，不能让这2个小家伙耽误事情啊。连刘部都如此郑重，可见那位3转大佬的身份非凡啊。
还不赶紧将那2个小家伙带走？愣着干嘛？于是完全不清楚什么状况的武装部战士们也是直接出来了2个人，然后拦在了叶晨面前。结果没过2秒，刘部长还有关会长本人就出现在叶晨和张蕊跟前了。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报告，您不是专门让我们提供一个场地，然后将怪物留给一个3转大佬吗？2位出手的职业者战士有些懵逼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刘部长，自己这做法没问题啊，可为啥刘部竟然露出了质问的神情？他们这是做错啥了吗？谁告诉你，等会在这杀怪的是一名3转职业者了？诺，这是叶晨和张蕊，29级血骑士，还有20级的牧师。这片场地是专门留给他们2个人的。你们等下不要用攻击技能，就把怪物赶到这里就可以了，一切让他们来解决。刘部长直接就朝着2人白了一眼，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无比的听到了。这让人感到惊悚的一句话：这些怪物并不是专门留给3转大佬杀的，而是留给这2个小鬼，一个29级，一个20级，而且还全部都是辅助职业。等一下，这29级什么鬼啊？转职仪式还不到1个星期，这就29级了？这什么升级速度？死！该不会……很快就有一些机敏的武装部战士想到，或许刘部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这个名叫叶晨的小鬼在考核以前等级提升到30级。虽然不太明白刘部这么做的原因，更想不通2个辅助职业究竟要靠什么技能才能将这5万只野怪全部清光。但对于鄂州武装部来说，刘部的命令那就是绝对的铁则，不允许有丝毫的更改。于是在场的所有战士们听到命令以后，纷纷让开了一条通道，并且原本挡在叶晨、张蕊2人身前的2位战士也是第一时间直接让开，虽然眼睛当中依然是充斥着不解与难以置信。别慌，站在我身后就行。直接就无视了周围战士们好奇或者的震惊的目光。叶晨反而是回过头看了张蕊一眼，发现这妮子虽然是跟了过来，但是似乎仍然有些害怕，当即也是淡淡一笑，然后顺便安慰了张蕊一句：我不慌。张蕊也是看着叶晨的眼睛，急忙点了点头。那种心慌是发自生理的本能，但叶晨的这句话仿佛又带着无穷的魔力，顿时让张蕊内心平复了下来。随后一个神圣祈祷的 buff 也是落在了叶晨的身上，开启团队契约。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要来了呀！叶晨不由得舔了舔嘴唇，眼中顿时流露出一抹嗜杀之意。精神力覆盖下，这些先头的怪物部队似乎只有几百只，不太够啊！一发光之刃似乎就能解决了。金色光刃在手中凝聚，随后直接就释放了。那是光之刃。当看到从白夜手心释放出去的光刃以后，周围的武装战士们也是顿时认出了这个技能，是所有职业10级都能学会的通用攻击技能。青铜级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力，而且根据属性的不同，技能本身效果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通过消耗血量进行释放。不过这也是对于其他职业来说，但一名血骑士，正常来讲的话，血骑士升级不会获得任何自由属性点，仅仅只有血量加成。然而血量加成是不会给光之刃技能带来任何效果，可偏偏叶晨他竟然直接选择释放了这个技能，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被刘部寄予厚望，甚至不惜让整个参与城防的武装部战士们为其助力。而就在所有战士们内心也是好奇，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空地的时候，下一秒让他们感觉到头皮发麻、心脏骤停的一幕直接就出现了。-3327，-2972，-3884，躲手，这他妈是光之刃！一名29级的血骑士释放出来光之刃技能造成的伤害竟然超过了3000。这一刻，在场的所有战士们震惊之中直接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就连刘部长本人还有关青龙也是瞪大了眼睛，同时双手手指也是在眼眶周围狠狠地揉搓了一下，然后又接着睁开。没有看错，单发光刃的伤害直接就是超出了3000点。而更加恐怖的是，光刃穿透一个怪物之后命中下一只怪物造成的伤害竟然也是在3000点左右。老刘看到了吗？穿透削减的伤害不足1，也就是说关青龙亲眼看到这一幕，整个人也是顿时傻了。是的，在这之前叶晨已经将自己的属性和技能伤害跟关会长汇报了，所以在这之前他们2人当然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到和看到这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呀。看到了，我操，这个持续时间是怎么回事？
这光刃竟然在领域内转圈，而且碰到的怪物全部都是秒杀。卧槽！刘部长也是震惊中声音都变了，各种龙国国粹不断的从口中爆出，和平常那种相对沉稳的性格，完全就成了两个极端。第40章，满地黄金装，赚大发了。这技能太恐怖了，就算以刘部还有关会长他们的眼力见，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一口气能把光之刃这种基础通用技能玩出花的职业者。啥时候一个通用技能能变得这样牛逼了？不，并不是技能本身牛逼，一个青铜级10级技能能厉害到哪里去？最主要的还是叶晨人牛逼，明明根据职业属性侧重来定位的攻击技能，到了叶晨这种6边形战士手上，要攻击有攻击，要穿透有穿透，范围还踏马贼大，续航时间超过1分钟。估计就连光之刃技能本身的创造者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一个青铜技能竟然能成为一个大杀器。一个持续时间内，第一波怪物总计500只，直接就被叶晨给清场了。自始至终，叶晨都从来没有丢过第2发光刃，完全靠着本身的穿透威力和范围伤害躺着赚经验。你击杀了铁甲豪猪，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契约的影响，你获得了502经验值。你击杀了烁金战狼，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契约的影响，你获得了489经验值。你击杀了金睛猎犬，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契约的影响，你获得了528经验值。500只野怪，几乎每一只都能给叶晨带来500点的经验值加成。1分钟，叶晨直接就斩获了超过25万的经验值，而张蕊也是得到了近3万的经验。按照这个进度的话，每分钟25万1000万经验，可能不到40分钟就能升到30级了。叶晨根据经验值和升级进度简单的心算了一下，搞不懂这些野怪为啥会主动对城区进攻，但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导致，这一波都是让叶晨给赚到了。虽然升级效率比起单独的秘境门票稍微慢了一点点，但奈何这些怪物们量大顶饱，而且还不怎么累。赤红之盾架在面前，每秒就能回复1的生命值，1分钟丢1发光刃就能躺在地上，每过1分钟丢1发，这技能消耗的血量还没有回得快，怪物们连叶晨、张蕊周边100米范围都突破不了，就会被光刃彻底斩杀。就在叶晨无比惬意地享受着自动练级带来的快感时，周围围观的这些武装部的战士们，尤其是那些被征召入伍的血骑士，看着正贤庭信步一般的叶晨，随时都有经验值入账，以及回旋在领域内的光刃，心中不由得也是发出了痛苦的嚎叫。马德，同为血骑士，为啥这命运就截然不同？像叶晨这种血骑士，单靠光之刃就能自行升级，而且竟然还带着漂亮妹子一块。一些年轻的战士也是格外将目光落在张蕊身上。作为雄性生物，荷尔蒙这些可是不会骗人的。而以张蕊的颜值，也算是他们平生所见质量最高的一批了。然而，以血骑士在职业者中的地位，估计只能是找到一些普信女作为老婆了。然而，类似这种极端颜值的美女，那肯定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结果，羡慕啊，我好羡慕啊！光之刃技能竟然这样牛逼，老子等下就回去技能库买一本，然后学学看。省省吧，这个技能劳资当年也是偶然学过，但是效果完全没法跟叶晨的相比。我也学过，我是血骑士，由于装备效果，每次升级总计能额外获得大概1000血量，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光之刃也就对10米范围的怪物有效，而且每次伤害才12点，续航更是离谱，还不到3秒。3秒？我去，那你这持久不太行啊！滚犊子，老子让你说话了。这批武装部战士们一个个的等级也是超过了30级，也是非常的年轻，22岁左右。虽然2转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这才达成，但也算是潜力还行的一批了。结果在叶晨的面前，无论是攻击还是范围，特别是作为血骑士独有的血量，以及最重要的颜值，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和叶晨比起来，他们都是一坨了。难怪即便是作为武装部保家卫国的一名战士，平日里也没有太多妹纸主动上来勾搭。现在看到叶晨，总算是知道原因了，和职业其实是没啥关系了，最主要的还是天赋以及颜值，这才真正的关键。空地中央，40分钟时间过去，这一次叶晨足足经历了100波怪潮的进攻，不过每次都被叶晨一个人给消灭了，没有一丁点的残留，满地都是怪物的尸体，以及散发出各种各样光芒的材料、装备，还有技能书。不过让叶晨有些惊讶的是，材料暂且不提，
装备和技能书，最低竟然都是黄金的等级。要知道，40级的野怪虽然等级比叶晨他们要高，但在整体怪物层次里面，也属于较为低端的级别了。一般来说，40级野怪爆出的白银装和白银技能书比较多，但这一次满地都是黄金装和黄金级的技能书，这也是让叶晨不由得感叹：果然把张蕊喊过来给自己上 buff， 这个决定真是太尼玛英明了。就光是地上的这些光点，估计都不下于数百。而根据一件黄金装差不多100万龙币的报价，一本黄金品质技能书200万龙币左右的报价，这波要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收下，然后统一拿去交易市场卖掉，扣掉时的大额税款以及分给张蕊2成的部分，那叶晨至少也能赚到好几亿龙币，直接就秒变亿万富豪了。不仅仅等级顺利来到了30级，而且在30级的基础上还多出了600万的经验，还差900万经验到31级。不光是等级赚到了，就连马内也是赚到了。试问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今天更爽？第41章开启第3天赋，这效果也太离谱了。别说是真的有，怪物都没了。张蕊，你去把地上的这些金装、技能书、材料啥的都收起来吧。等级来到30级，看着满地掉落的材料、装备还有技能书，叶晨也是不由得激起万丈豪情。虽然背靠协会非常的爽，但是有时候手上有钱才不慌。而且这波东西估算下来至少能搞到好几亿的龙币，说不定这波下来叶晨手上的资金比分会还富有了。不过就在叶晨让张蕊帮忙将战利品都捡起来，然后分赃的时候，突然一道提示音让叶晨的表情瞬间愣住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狂喜之色，因为叶晨的等级来到了30级。按照之前的规律，每过10级似乎自己都能够觉醒一个天赋，而现在是自己的第3个天赋到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天赋和之前的一样，将会是为1级。你的等级达到30级，开启第3天赋空血反伤。由于该天赋的特性比较特殊，故只有你将2转血骑士专属技能铁血强盾学习之后，该天赋将会自动时装。果然，当提示音出现以后，叶晨的脸色也是兴奋之色变得更加浓郁了。打开个人面板，叶晨也是毫不耽误，3转以下的职业者都是无需进行转职任务，只要等级一到就会自行转职。不过一些新的职业技能还是只有通过特定职业的技能书才能学会。只是说等到学会铁血强盾以后，天赋才会同步能力，但在属性面板上应该也能看到具体的天赋效果。叶晨忍不住搓了搓手，不一会，崭新的2转面板顿时出现在叶晨的面前。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30级2转，血量64000，力量164，敏捷164，智力164，精神164，技能光之刃青铜，套装圣甲套装，装备赤红之盾，职业天赋1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职业天赋2凭血司命为1，天赋介绍当你的攻击造成伤害，你可以通过对方血液大幅度削弱他的属性和实力，若双方差距过大，可直接造成秒杀效果。职业天赋3空血反伤为1，带时装，天赋介绍专属技能铁血强盾血条额外增加时，BOSS 类怪物对你造成伤害额外提升1000，若额外血条被清空，将对该 BOSS 类怪物无条件按照已消耗部分百分比造成伤害，反弹最大伤害上限为该 BOSS 怪血量90，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属性什么就没啥好说的了。按照叶晨一贯均衡发展的习惯，64000的血量对应640的属性点，平均分配就是每个属性160点，160点属性，这个属性单独拿出来，比起40级的职业者都不遑多让了。但相比属性的提升，叶晨更加关注空血反伤的天赋效果。只不过当他看到 BOSS 怪对他的伤害额外提升10倍的时候，叶晨整个人也是愣了一下。卧槽，这岂不是说以后去一个远高于叶晨等级的精英秘境，里面的 BOSS 随便拍个巴掌都能把额外血槽给拍光了吗？你确定这是个天赋，而不是什么负面效果？然而这种念头仅仅出现了一瞬间，下一秒叶晨马上就回过神来，不对，这个天赋不是什么负面天赋，而是妥妥的逆天神技啊！根据关会长的介绍，30级铁血强盾的效果是根据血骑士自身血量上限额外获得一个80的血条，不管受到多高的伤害，哪怕是超过血条上限的伤害，
都不会对自身血量产生影响，相当于额外的一条命。虽然10倍成伤效果可能导致 BOSS 一巴掌把血条清空，但血槽等同于80的血量上限，加上天赋自带的10，那就是90的血量。等比例反弹给 BOSS 的话，那岂不是这个天赋就能砍掉对面超过90%的血量？想到这里，叶晨一下子就回过味来了。这尼玛，神技，妥妥的神技！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叶晨现在已经30级，完成了2转，马上会跟关会长他们一块去龙鳞洞穴讨伐 BOSS 暗黑龙王。根据关会长的介绍，这是一个80级的精英级 BOSS， 血量超过1000万，与叶晨的等级更是相差足足50级。这种等级压制下，叶晨的技能顶多只能给暗黑龙王刮痧，至于想要得到经验值奖励什么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一旦参与这一次秘境讨伐，叶晨仅仅只能以一个辅助的身份进去。可加上第3天赋，那么叶晨就能一跃成为龙鳞洞穴的主攻手啊！只要承受一次暗黑龙王的龙息，那么反弹的伤害就能直接砍掉暗黑龙王超过90的伤害，再结合凭血司命的效果，卧槽！可能整个秘境本来要刷半个小时才能通关，算上这个天赋，估计进去没2分钟就能出来了。而且有了这个天赋，叶晨就相当于拥有了越级刷高等级精英秘境的实力，这难道还不是神技？而且这10倍的成伤效果仅仅是针对铁血强盾技能来说的，失去了额外血条，那么怪物的伤害就会和平常一样了。哪怕没有这个技能带来的血条，叶晨本身也是有着超出6万的血量。6万？慌毛？不需要慌好吧？血骑士别的不说，就是生命战魔，血多可劲儿浪。不得不说，随着等级提高，这觉醒的天赋也是越来越离谱了。深吸了一口气，叶晨也是不禁开始期待起来。这30级的天赋效果都这么离谱了，那等到40级、50级再觉醒的天赋，那效果又该多么的逆天。第42章，人为痕迹。来自军方大佬的怀疑，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叶晨深吸了一口气，随后马上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虽然这个天赋的诞生，不管是刘部长还是关会长他们看到了，绝必会惊呼一声怪物啊，但至少现在叶晨是不打算公开的，就算要公开，那也是等到龙鳞洞穴的时候。稍微清点了一下战利品，这些装备和技能书就都归你吧，其中有不少技能书是法师职业的，刚好对你有用。叶晨也是将其中20的战利品丢到了张蕊那边，毕竟要不是张蕊的天赋效果，这5万怪绝对不可能爆出10几本技能书，而且还全部都是黄金级。毕竟按照正常的爆率，技能书的掉落率还不足1/1000，可现在这概率是多少？足足翻了好几倍啊！因此为了双方以后合作愉快，小气鬼之类的操作叶晨肯定是不会做的，只有合作才能双赢啊。将2人的战利品分配了之后，叶晨也是准备看看要不要分配一些给武装部和协会，毕竟这一次也是成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要不是协会的职业者还有军队战士们将怪物聚集起来，估计叶晨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收获。然而最终关会章却是笑着摆了摆手，算了算了，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我们协会反而是不太好插手。不过里面有几本飞侠系的技能书倒是适合关雅。叶晨闻言也是立刻点头，的确自己是雅姐带到协会的，所以于情于理自己报了这么多的装备，也确实应该给雅姐分一部分。叶晨小友作为一名血骑士，却拥有2大唯一级天赋，不得不说未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啊。随着怪物被清退，刘部长他们带着武装部的成员也是纷纷准备回去了。不过临走前，刘部长还是情不自禁地看了叶晨一眼，技能威力和范围直到现在也是让刘部长精神恍惚，甚至要不是因为接下来的升学考核以及叶晨显然被协会看中，估计刘部长也会当即表示将叶晨带到军方发展了，而且绝对不是一般的血骑士那种待遇，绝对是最高规格，甚至上来就给叶晨安排个什么军官之类的职位。只不过当看到关会长脸上这越发阴翳的表情，刘部长当即也是打了个哈哈。想归想，可这要是挖墙脚，这就不行了。对了，后天就是升学考核是吧？考场、形式什么的应该都确定了吧？那我可要来亲自看看。刘部长的话让在场的诸多职业者们也是暗自震撼了起来。什么？军方大佬竟然要来观摩升学考核，这在以往可是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不过结合叶晨今天的表现，确实就算刘部不提，估计这些战士们也会请假前往观摩，毕竟
对于参加升学考核的萌新来讲，叶晨这就相当于降维打击，他们也是非常期待。那些来自各大学府的使者以及鄂州市中学校长们，看到叶晨的实力以后，那副目瞪口呆，如同看待怪物一般的神采了。放心吧，老刘，我也在派人询问有关升学考核的细节和形式，只不过没有半点消息传出来。真奇怪，明明以往这个时候，规则和形式都已经出来了才对。关青龙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升学考核的事，关会长也是顺便问了一下老陈，教育局的陈局长，可结果这家伙的嘴巴也是严得很，死活就是不说，那就没办法了。这确实是非常奇怪。哎，算了，总之我也会关注这件事。还有，我总感觉今天这一次的怪物工程非同寻常啊。临走之前，刘部长也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关青龙一眼。关青龙又是什么身份？一下子就琢磨出老刘这句话的含义了。你是说这次怪物入侵是有人刻意为之？可我只是猜测，有这种可能性。总之，最近你我还是多多注意一下比较好啊。我也会安排老王多多侦查这方面的事情。如果真是有人故意这么做，那就要看看是不是有外部职业者势力渗透。提起外部势力，刘部长的眼神唰的一下也是变得严肃了。同时，关青龙也是深表赞同的点了点头。由于怪物入侵现实，并非只有龙国境内诞生了秘境和职业者，其他国家同样比比皆是。只不过，虽然各自国家也都为了解决怪物危机，建立了类似的职业者组织和机构，但国家和国家之间往往也是暗流涌动，水深得很啊。时不时也有传出一些外国职业者势力渗透的迹象。这件事我也会多加注意的。告别以后，关青龙也是当场让协会的2转职业者们解散，各自回家了。而高层当中也是特别叮嘱飞侠类的3转大佬，让他们暗中调查一下这些怪物莫名出现的原因。随后这才招手示意叶晨过来。关会长，叶晨脸上隐藏不住笑意，也是对着关会长喊了一句：“30级了，这才短短5天时间啊！你这个升级速度，真是让当初的我还有关雅都是望尘莫及。”关青龙最终还是不由得感慨了一句：“他妈的！”关青龙还记得自己当初转职成圣光剑客后，花了足足1个半月的时间，这才2转成功。而关雅的天赋比自己强一些，但达到30级也是花了足足1个月啊，这天赋已经很强了。然而对比叶晨，算了，说多了都是泪啊。闻言，叶晨也是顿时不好意思了。之所以升级这么快，天赋这些固然占一部分，但是也离不开协会的帮助就是了。要不是因为协会提供的门票和经验卷轴，估计我也不可能升级这么快。对了，关会长，现在我已经30级了，咱们协会有没有血骑士专属的技能书？我也该学习一下技能了吧？提及2转技能，叶晨也是不禁激动地搓了搓手。其他的血骑士技能，叶晨倒是不怎么在乎，反而是铁血强盾，让叶晨无比的关注。因为只要学会了它，那么叶晨就可以实装第3天赋空血反伤。这么一个逆天的天赋，叶晨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看看效果了。第43章铁血强盾，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然，毕竟你小子一旦30级，就可以帮着咱们协会去攻略龙鳞洞穴了呀。所以这些2转血骑士的技能书，我们当然要提前为你准备，而且还要准备最好的。最好的？关会长的话也是让叶晨顿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话说，铁血强盾难道不是唯一的一个技能效果吗？根据血量生成额外血槽，既然效果那都是一样，何来最好一说？注意到叶晨脸上的疑惑表情，关会长当即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铁血强盾作为一个2转技能，那自然是有级别划分，青铜、白银、黄金、铂金，根据级别的不同，额外血条的强度以及技能恢复的冷却时间也会有所不同。由于铁血强盾的技能特性是额外生成一个血条，而这个血条在被击碎之前，血骑士本身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因此这个技能也是有冷却时间。毕竟如果没有冷却时间的话，那岂不是说一个血条被打空了，再放一次技能，血条瞬间回满，那这还有王法吗？还讲道理吗？如果铁血强盾技能没有冷却时间的话，那这血骑士的风评就不会这么差了，可能就变成神级职业了。我们协会为你准备的技能书虽然也是铁血强盾，但是它的等级却达到了黄金级。闻言，叶晨的目光瞬间就瞪大了。卧槽，竟然是一个黄金级的技能，那效果又会如何？
多说无益，还是你自己学习一下，然后感受感受技能的效果吧。说完，关青龙也是立刻将一本黄金封皮的技能书递到了叶晨的手上。类型：技能书，职业：血骑士，品质：黄金，名称：铁血强盾，等级：30，二转。介绍：使用后可自行学会技能铁血强盾，该技能为辅助强化技能，会根据自身血量80生成一个额外血条，当血条被打空，即刻进入冷却时间。冷却时间1分钟。这看上去似乎和青铜级的技能没啥区别啊。叶晨微微扫了一下技能书的介绍，也是感觉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呀。额外血条长度还是80，没差呀。可是当叶晨看到最后一句我照冷却时间1分钟，当这一段文字出现以后，叶晨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骤停了。由于临近二转，所以叶晨也是趁机上网搜了一下有关铁血强盾的技能介绍。青铜级的铁血强盾80的血条长度，冷却时间是10分钟，也是在血条被消耗完毕以后进入冷却时间。而由于血骑士的高昂血量，能够将血骑士打成空血的情况可谓是非常之少，只有2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将一名血骑士的血槽直接打空。其一就是遇到超高等级的怪物或者职业者，单纯靠等级和属性压制，一瞬间造成好几万点的伤害，如此一击之下，这才会导致技能效果直接消失。其二就是部分怪物的特殊机制，反伤算是精英怪物中一个非常棘手的机制了。不过如果经验老辣的话，是可以看出怪物反伤的规律，然后进行闪避的。而还有一种怪物机制，这就非常离谱了，那就是秒杀光线。是的，一些强大的怪物会根据职业者血量百分比造成高昂的伤害，这些与血量无关。秒杀光线一经施展，会立刻扣掉范围内所有职业者99的血量。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秒杀，但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血骑士也会变成脆皮啊。因此一旦遇到这2种情况，那么铁血强盾10分钟的冷却时间，这就会变得非常坑爹了。10分钟之内还没等你冷却时间完毕，人家下一招直接就过来了，管你是不是血骑士，直接死。所以黄金级铁血强盾将原本10分钟的冷却时间硬生生的缩短到了1分钟，这也是极大程度的增加了血骑士的生存能力。可以说黄金级实至名归。等一下，黄金级的铁血强盾冷却时间这都1分钟了，那铂金级、钻石级这些冷却时间岂不是按秒来计算了？叶晨深吸了一口气。不过关青龙也是给予叶晨解答，铁血强盾毕竟只是一个2转技能，所以技能书最高的级别也就是黄金级了，1分钟的冷却时间也是极限了。哦，原来是这样，那看来这个技能效果已经是最强了。叶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同时也是感激的看了关会长一眼，这个恩情记住了，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找机会报答呀。和关会长还有关雅他们告别了，今天的收获简直是太大，所以叶晨也是准备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至于距离升学考核还剩下1天时间，叶晨也是不准备再继续练级了，没必要。知道30级到31级需要多少经验吗？2000万，比29级到30级又翻了足足1倍。所以最后2天还是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顺便问问这一届升学考核到底是啥情况，提前准备一下。毕竟虽然按照正常情况，叶晨这个等级进入顶尖学府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 99.99% 的可能性直接被保送，这都不是不可能。但为防万一，还是小心一些好啊。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连续杀了5万只怪。实话实说，叶晨还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疲惫的，而且还有点饿了。叶晨的脑海中浮现出小姨的身影，如果将自己已经2转了的消息告诉她，相信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小姨，我回来了。推开门，此时已经下午6点半，按照正常情况，小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收摊回家了。然而回到家以后，叶晨忽然发现家中似乎有些不对劲，除了感知到小姨的气息之外，似乎家里还有第2人存在。第44章叶晨的逆鳞。你的废话太多了，难道是小姨邀请了什么客人？叶晨脑海中也是第一时间冒出了这个想法，但很快这种想法就被叶晨直接 pass， 因为
随着精神属性达到160点，叶晨就能感知到处在等级以下任何职业者的信息，而出现在叶晨感知中的这个气息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赵明，一道身影顿时从叶晨的眼前浮现，这让叶晨的眼睛当中立刻涌现出一抹森然杀意。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间赵明会突然出现在家中，但是如果这家伙想要对小姨心怀不轨，那么很抱歉，新仇旧恨一块上。这个赵明不管身后是不是有什么协会的背景，那叶晨都会让他死得很惨。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叶晨他不住在这里。2楼客厅，赵可俏脸满是冰寒的看着眼前的身影。这个男人赵可认识，以前叶晨上高一的时候，3中的家长会都是赵可负责参加的。虽然作为叶晨的家长，年龄上来看可能不太合适，毕竟赵可也不比叶晨大多少，看上去不像家长，反而更像是姐姐之类的。但通过只言片语，赵可也是大概知道，因为颜值，叶晨貌似被班级里不少男生给针对了，而赵明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赵可也是完全想不到，就在刚才，赵明竟然直接就找到家里来，然后强迫自己交出叶晨，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就把自己绑架带走。而这种时候，赵可虽然作为一名神断师潜力非凡，但是生活类隐藏职业也不可能和24级的战斗职业相比，因此赵可也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推说叶晨已经不住在这了，已经出去独居了。但赵明不信，而且这个家伙的眼神让赵可感觉到非常的恶心。既然叶晨不在，那就麻烦你跟我走一趟。那个混蛋害得老子在病床上躺了足足2天，要不是老爸花了大代价请一位4转魔药师出手，恐怕我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我要让叶晨也体会一下这种痛苦。然而就在赵明即将对赵可伸出魔爪的时候，身后却突然生出一抹无比阴森的寒气。这种寒气是唯有在一些实力远胜过他的职业者身上才能感觉到的。混蛋，难道是鄂州分会的职业者？赵明回过头，这一次的计划显然要失败了，自己得找个借口赶紧开溜，以后这样的机会还多的是。然而让赵明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是，出现在他身后的让他感觉到无比冰寒的气息，竟然是来自叶晨。你的实力怎么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身后？赵明的行为显然是真正触碰到叶晨的逆鳞。虽然由于自己回来的比较早，所以小姨并没有遭到什么不测，但自己和赵明之间的恩怨太深了，这家伙要是不死的话，叶晨可是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而在赵明死亡之前，叶晨显然也是想要让他真正的感觉到恐惧。那么如何才能感受到呢？很简单，叶晨将自己的属性、面板以及3大为1级天赋直接就是彻底展现在赵明的眼前，没有丝毫的隐藏。叶晨完全不担心有关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第3人，这是因为凭血司命的天赋以及赵明和自己之间巨大的属性差距，会让这家伙在顷刻之间直接死亡，连传递消息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刻，在叶晨的眼中，赵明已经与死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了，而赵明自然是不知道叶晨的内心想法。此时此刻，他在看到叶晨个人面板的一瞬间，人已经彻底被吓傻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30级2转，你为什么竟然2转了？还有为1级天赋，你的废话太多了。叶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自己之所以展现面板，只是想让这家伙感受一下他和自己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临死前的恐惧，仅此而已。至于其他的废话，抱歉，叶晨可是一句都不想听啊。赵明的口鼻突然在一瞬间涌现出鲜血，瞳孔逐渐扩大，身体也是渐渐冰冷了下来。恐惧之后，自然就该让这家伙感受死亡的痛苦了。四肢渐渐无力，嚣张跋扈的赵明直接就是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而在这期间，叶晨甚至都没有出过手，这是因为赵明的等级仅仅只有24级，作为一名彪形侠客，敏捷为主属性，就算有装备加持，也才堪堪超过了100。而叶晨的敏捷属性已经突破了160点，至于其他3维属性更是碾压。毫无疑问，赵明和叶晨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所以即便是没有造成伤害，凭借凭血司命的天赋效果，也能完成对废物的秒杀。赵明的死亡也是让一直担心着叶晨的赵可整个人也是直接呆住了，因为连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家伙会突然口鼻冒血死亡。
是叶晨做的吗？但叶晨也只是站在这里，除了说了一些话之外，什么都没做啊。小姨，这家伙应该是有什么疾病，突然猝死了吧？对了，你没有被欺负吧？叶晨冷冷地扫了一下赵明的尸体，等下找人来处理一下就行了。至于警察询问，这有什么？反正叶晨又没有出手，而且赵明这属于私闯民宅，死了也算活该，这跟叶晨有啥关系？没有。赵可待在原地愣了3分钟，然后也是急忙摇了摇头，心里也是感觉到暖暖的。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被叶晨给保护了呢。那就好，叶晨松了一口气，然后也是直接拨打了警局电话。当然，为防万一，叶晨还是给关会长以及武装部打了电话，毕竟这个赵明背后怕是有什么背景。果然和关会长说的一样，与隔壁的襄州分会有关，所以为了防止赵明老爹以及隔壁分会过来找事，叶晨肯定也得动员一下自己这边的靠山了。而且除此之外，叶晨隐隐之间也是感觉，或许这一次的怪物入侵跟隔壁的襄州分会可能也有点关系。第45章，不像被杀死的，反而像被吓死的。喂，是关会长吗？家里出了一点事情。协会大楼，因为周边怪物的突然出现，导致关青龙他们在城防战结束之后，第一时间也是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如今却是一点眉目都没有，这些怪物仿佛就是凭空出现一般。难道真的只是偶然？坐在会长办公室内，关青龙的心情也是不怎么好。而就在这时，一通来自叶晨的电话，更是让关青龙的脸色变得铁青。叶晨，你是说赵家派人去了你家，准备掳走你的小姨？你应该没有出什么事情吧？这个赵家真是该死。不过如今赵丽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赵明的话以我们协会的手段，暗中把他干掉也不是难事，到时候直接造假成意外现场就可以了。听到会长的关切之语，叶晨心里也是顿时流过一丝暖流。显然叶晨和赵丽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冲突，真正让叶晨感到恶心的反而是赵明这种。只不过让叶晨没有想到的是，明明总部要求分会不要私自对赵家动手，然而关会长这句话竟然是直接站队叶晨，对总部的话也是不屑一顾，而且更是放出话来，如果碰到赵明的话，哪怕是制造一个假现场，也要将他杀死。可见叶晨在分会的地位确实是非常之高啊。而关会长此举很有可能会引来总部的一些惩罚措施，毕竟你一个堂堂分会，职业者协会总部的命令都下达了，你作为分会会长居然不遵守，而且还私自带队去灭杀一个职业者，这要是不惩罚一通，这也说不过去。由此可见，关会长他们对自己的确是很好。赵明的话还是不劳烦你们动手了，刚才来我家的就是他，不过已经被我给杀死了。而且赵明死之前还说，他之所以能从植物人状态恢复，是因为一位4转魔药师的帮助。对了，关会长，这个魔药师到底是什么职业啊？为啥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叶晨也是轻描淡写的将自己杀死赵明的事情跟关会长描述了一下。闻言，关会长震惊于叶晨果断的同时，魔药师3个字也是顿时让他神色变得无比冷冽。叶晨没有听说过魔药师，这当然是正常情况，因为魔药师本身就不是龙国的职业者，类似魔法、炼金之类职业名称大多来自于海外。换言之，这个4转的魔药师极有可能是一名来自国外的职业者。而结合之前与武装部刘部长的谈话，关青龙也是一针见血的感觉到，这个魔药师很可能来自灯塔国。果然阿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对龙城、魔都这种大城市渗透也就罢了，竟然连湖海市省这种不大的省市也出现外国职业者的身影了吗？你放心，叶晨，杀死赵明的这个事情我等下会和老刘讨论，整个鄂州市的事件调查管理由他负责，所以如果确实是赵明主动上门的话，那他算是活该，官方不会拿你怎么样。对了，你现在在家吧？等一下我和老刘会安排人去一趟你家，顺便问问细节方面，还有就是这一次升学考核的模式出来了。果然是背靠大佬好办事啊。听到关会长对自己的保证以后，叶晨原本还有些担心自己杀了赵明会不会有啥问题，然而现在叶晨也是越发有一种把协会当家的想法了。当然说的是鄂州市分会，总部那边还是算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叶晨对职业者协会龙都总会还是不怎么有好感的，竟然罩着一个赵家，黑白不分，看来总会那边也有一群败类在里面。和关会长挂断了电话以后，叶晨也是简单将现场收拾了一下。叶晨，刚才你在和谁打电话啊？你不会是打算自首吧？
赵可仍然是在刚才的担惊受怕中没有回过神来，尤其是当看到叶晨竟然拿起手机打了电话，而且提及的刚好就是今天的这件事，当即也是脸上露出了担忧。叶晨见状，立刻就安慰起了赵可来：“放心吧，小姨，刚才是我在和协会的关会长打电话，他向我保证，这个事情他和刘部长会顺利解决的，而且升学考核的形式也已经确定了，等一下关会长他们就会带人来咱们家。”闻言，赵可俏脸上的担忧随即消失，旋即便转化为了一丝丝的震撼。关会长的名声他是知道的，鄂州市职业者协会的会长，在整个鄂州境内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实力也是市里排名前3甲的存在。然而刘部长，鄂州市武装部的部长叶晨，除了和职业者协会有关系之外，竟然还认识这样的大人物。不得不说，赵可看向叶晨的目光已经是彻底大不一样了。谁能想到，原本只是颜值出众的叶晨，在转职变成谢骑士之后不到1个星期，竟然被这么多大人物给看中，并且还拉上了关系。而另一边，关会长在得到消息以后，行动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第一时间跟刘长青打了电话，然后刘部长这边带了一个法医，还有几名职业者护卫，也是立刻启程，朝着叶晨的家这边过来了。一进门，来到2楼，就看到赵明以一种无比凄惨的死状躺在地上。小孙，去看看什么情况。刘部长也是直接让孙法医去查看一下赵明的死因了。毕竟虽然他是站在叶晨这边，但赵明的父亲现在还不知所踪，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让法医检查一下死者的状态和死因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一旁关青龙也是拉着叶晨的手，示意他不要紧张，这只是常规操作。紧张？没有啊，不仅一点紧张的情绪没有，甚至在干掉赵明以后，叶晨还感觉非常的爽。当然要是能把他老爹一块干掉，这就更爽了。刘部，检查结果出来了。很奇怪，孙法医拿着设备在赵明的身体上检查了一下，包括伤口什么的，然而最终他却惊讶地发现，在赵明的身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外伤，反而口鼻出血的情况非常类似受到过度惊吓而导致的意外状态。赵明他不是被叶晨杀死的，反而更像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的事情，是直接被吓死的。第46章，这不是考核，这是血流成河。什么？吓死的？难道是意外？听到孙法医对赵明死亡的判断后，包括刘部、关青龙，甚至还有赵可，脸上都是带着震惊的神色看向了叶晨。毕竟刚才叶晨可是亲口跟关青龙说，是自己出手宰了赵明。然而现在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却是证明这个事情和叶晨毫无关系，反而是因为受到过度惊吓，然后突然死亡。这和叶晨的说法无疑是有很大的出入啊！啊，吓死的！叶晨闻言也是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自己做了什么吗？仅仅是对赵明展示了一下个人的面板以及3个为1级天赋而已，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把赵明给吓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就能把他吓死的话，那么之后叶晨就没必要发动天赋，凭血司命了。所以真正导致赵明死亡的，实际上还是天赋的效果，只不过因为天赋太强，而且隐蔽性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就连法医也不可能知道，叶晨仅仅凭借一个天赋就悄无声息的将赵明的死亡演变成了疑似受到惊吓而亡。叶晨小友，你是做了什么事情吗？刘部长一脸狐疑的看着叶晨，他实在是想不到，这赵明的死因居然是被活生生的吓死。也好也好，这样一来也省得额外操作，简单的调查结果公布，这最好了。一职业者暗中潜入居民家中欲动手，而后被突然到家的男主人抓个正着，气血攻心，当场吓死。老关，你说这个报告结论怎么样？是不是很完美？本来刘长青还在想，这种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给叶晨打掩护。虽然对外可以宣称赵明作为闯入者算是自食恶果，但不管怎么说，职业者之间的杀戮还是比较麻烦的。可现在倒好，有了小孙的法医结论，这就省去了太多的麻烦。不愧是老刘部长，这个报告结论简直太完美了。叶晨，你觉得怎样？面对关会长还有刘部长2人的商量结果，反而是叶晨和赵可一脸的懵逼。这就解决了？靠，这他妈的也可以啊！叶晨默默地点了点头。既然2位大佬都这么给这件事定性了，那他也是没必要说出真相。同时不禁也是带着可怜的目光看了一眼已经彻底凉了的赵明，这家伙着实悲惨啊！被属性面板吓了一通以后，
又被秒杀，再然后又被法医草率的定性为意外身亡了。到这里，叶晨不禁也是想到了一句俗话：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啊！用在他们赵家身上可是再合适不过了。本来叶晨和赵家之间是没啥矛盾的，学校的争端也不至于说非要让叶晨给他干掉，偏偏要自己送上门来找死，这可真是怪不了叶晨了。冰凉的赵明就这样被小队给抬了出去，也不知道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烧了，然后草草埋葬。作为同学，叶晨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义务跟着去一下，谨防诈尸之类的，但想了想，太 TM 晦气了，还是算了吧。对了，刚才赵明在死亡之前好像提到了香洲分会，果然，听到叶晨这像是随意的一句话，关青龙脸上的笑容逐渐阴森，结合那位神秘来自他国的魔药师，难道说香洲分会已经被外部势力渗透了吗？老刘，这件事就麻烦你派人调查一下了。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于是刘部长也是立刻带人朝着武装部回去了。好了，这件事处理的差不多，至于赵丽那边你也不用担心，老刘会让军方的职业者加紧关注，他不会有机会对你动手的。那么就是有关本次升学考核的形式。闻言，叶晨脸上的神色也是顿时严肃了起来。非常奇怪，因为几乎每年都会在考核日开启的前3天给出对应的形式，可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距离考核只剩下最后1天了，结果竟然直到晚上，叶晨这才能从关会长的口中探听到有关本次升学考核的模式，还不是因为你。然而面对叶晨的疑问，关青龙直接就是翻了一个白眼看了过去，随后眼神中也是颇为无奈了。刚才教育局那边给出了通知，说本届鄂州市所有新转职的职业者当中，出了一个可以单通诅咒寺院秘境的怪物，所以教育局也是结合各大校长的意见，将更改模式申请递交到了教育部那边。我想他们提及的那个怪物应该就是你。闻言，叶晨顿时也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本来还想低调一段时间，等到升学考核再大显身手的，到时候不管是苍兰学府还是圣光学府，这些学府特使必定会向自己抛出橄榄枝，顶尖学府随便挑啊。可结果不知道哪个天杀的，竟然将自己和张蕊的小秘密给曝光了，导致考核模式直接就改变了，这不是坑爹吗？话说会不会是张蕊那妮子说的？不过很快叶晨就摇了摇头，因为这段时间叶晨可是从陌生到非常了解了，以他的腼腆性格绝对不会主动去说这件事的。而后叶晨也是立马想到，当初诅咒寺院秘境的时候，似乎班主任老师还有一大帮同学都过来了，所以叶晨的轮胎就这么被提前戳爆了。拖着额头，叶晨也是颇为无奈的对关会长问道：所以这次的考核形式变成啥了？不再是互相之间友好切磋了吗？友好切磋？特么的，就你现在这个实力，按照以往的升学考核模式，那就不叫考核了，应该叫做血流成河。叶晨想了想，似乎是这么个道理。毕竟以叶晨的力量属性，就算不放技能，一拳下去估计也能直接把20级职业者给秒杀了，就更别说放技能的情况了。因此这一次教育部给出的方案是临时取消互相之间切磋的考核模式，转而变成10年前类似关卡的考核模式，根据考核者的关卡进度进行排序，1小时以内谁通过的秘境关卡最多，谁就是升学考核的冠军。当然考虑到职业者之间的分工问题，一些辅助职业单独参与这种考核未免有些不太公平，所以这一次的考核允许自由组队的情况。第47章，这位小友，你对铂金庄感兴趣吗？允许自由组队。当听到关于考核的消息以后，叶晨脸上立刻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虽然一般情况下，职业者们外出猎杀怪物大多会根据职业特性组成团队，甚至就连军方的职业者也是大多以小队的方式，可是要知道这可是升学考核，不仅仅考验这7天萌新职业者们的练级成果，同时这也会成为学府评判能否入学的标准。像类似苍兰学府的这种顶级学府，一个省市的招收名额顶多2个，换言之，顶尖学府每一届的学生也就100名左右。所以如果真按照团队来进行考核模式的话，一个顶尖学生带几个拖油瓶，然后再是闯关的模式，这岂不是说一些土豪可以用超能力暗箱操作，让自己的废物儿子躺赢这就行？那这考核还有啥意义？关会长轻轻地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这一点教育部自然是考虑在内了，所以这一次组队也是进行了对应的限制。无天赋的职业者可以自由组队，拥有天赋的职业者
最多只能和相差1级天赋的职业者组队，然后考核的结果共享。如此一来，倒是完美解决了躺赢的弊端。毕竟拥有天赋的职业者，升级速度一般都是要秒杀无天赋的职业者，而且这些拥有天赋的人在考核之前就会引起多方关注，所以自然不用担心没有学上的问题。根据闯关的结果，考核的前10名会被5大顶尖学府录取，第1名的团队可以自由选择学府加入。关青龙颇有深意地看了叶晨一眼，显然这个第1名不出意外，肯定是叶晨的了。毕竟3大为1级天赋加持，而且远超2转级别的伤害，这要是拿不了第1，那就只能说梦还没醒。谈完了有关升学考核的内容，关会长也是看了一眼时间，时间不早了，我也得先回去了。后天就是考核日，我会现身替你加油。然后关会长也是带着协会的人直接就回去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第2天，有关赵明意外死亡的消息直接就见报了。根据报纸上的公开消息，据说赵明是因为潜入一户人家试图盗窃，结果被主人发现，气血攻心，当场被吓死。这一度引起了鄂州市3中所有学生们的讨论。毕竟平常看到赵明也是一副身强体壮的模样，而且作为一名飞侠系的职业者，敏捷属性也是非常高啊。再加上他老爹赵里还是有点小钱的，不至于说偷偷跑到别人家里去盗窃。就算被发现了，灵敏的身手直接跑掉，这难道还不可以了？不过虽然中间有很多的疑点，但毕竟是出自官方的消息，他们作为学生也不好接着讨论。只有张蕊看到这个消息，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叶晨的身影。1天时间中，叶晨将背包里的各种材料、战利品，还有用不上的装备、技能书统统卖掉。一番操作下来，江雪整个人直接就傻掉了。我去，这才多长时间不见，小哥哥的等级居然达到30级2转，而且这么多的战利品，这简直比他3年兼职经手的商品数额还要巨大了。而且他不过是交易市场一个小小的打工人，这么巨大的数额，他可是没办法做决定。请等一下。然后江雪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心宽体盘的中年男人，应该是交易市场的管理者。我叫王大卫。这位小友，因为你的这些东西价值实在太过巨大，经估算，这些商品至少价值3亿龙币，我们交易市场实在是一次性难以负担这么多的金额。王大卫苦着脸，也是完全没有想到，一个不到20岁的男生手上竟然有这么多40级野怪的材料，而且材料这些都还只是小头。真正让王大卫大感震撼的地方在于，装备、技能书清一色竟然全部都是黄金级。作为鄂州市唯一的交易市场，因为鄂州本来在所有省市中排名不是很高的缘故，所以市场里面的装备等级顶天了就是黄金级别，绝大多数装备和技能书等级那都是在白银级左右。1天下来，流通在交易市场的黄金装、技能书满打满算不超过10件，结果光是叶晨手上的这些就不下于100件，这1天就达到了他们10天的量啊！你是说你们交易市场的钱不够支付这些东西？那这应该怎么办？叶晨闻言也是微微皱眉，虽然这些钱倒是不急着要，毕竟手头上叶晨还有几百万龙币的存款，但这么多装备放在背包里，背包容量有限，而且叶晨估计升学考核结束以后，马上就要跟关会长他们一块去龙鳞洞穴。作为一个铂金级的精英秘境，那里掉落的装备材料必然会更加豪华与丰富，万一背包装不下，这不是坑爹了吗？所以叶晨也是希望在去龙鳞洞穴之前，将背包里面的东西都清空，或者如果有更高级别的储物容器也行。王大卫看着叶晨这纠结的脸色，也是有些担心。3亿龙币，这放在鄂州市妥妥的一个神豪啊！只有神豪家庭才能有这么多钱，他们交易市场实在是不愿意和这么一位神豪失之交臂。万一神豪小哥急着将东西出售，那他们市场岂不是要血亏一个超级大客户？这在他看来是绝对血亏的呀。所以一番思考以后，王大卫立刻就想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当然，最终是否可行，还是要与叶晨商量。是这样的，经过会计计算，咱们市场现在手上的所有资金加在一块也只有2亿龙币。2亿龙币你拿去，不过剩下的1亿龙币，小哥你急着卖吗？倒不是很急，只是想要把背包腾出来而已。闻言，王大卫立马想出了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这样，这2天我申请看看其他省市的交易市场，看看那边有没有多余的资金。对了，小哥，你对更高等级的装备感兴趣吗？交易市场全国连锁，如果在其他省市发现了适合你职业的铂金装和技能书，
那用这1亿龙币抵扣，你看怎么样？还有，王大卫有注意到，叶晨之所以这么急着将东西卖掉，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背包容量。这个好办，咱们市场刚好有一件黄金级的储物装备须弥子剑，容量是正常背包的10倍。如果你同意，除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外，我们市场还可以额外赠送你一件须弥子剑。你看这个解决办法行不行？第48章，大考在即。暗流涌动的香洲分会，竟然是一件黄金级别的储物装备。不得不说，王大卫的这句话是直接说到了叶晨的心坎上。毕竟自己这一次过来本来也不是为了3亿龙币，这么多的钱放在背包里花不出去，这有啥用？3亿，这已经可以给自己置办一身还不错的铂金装备了。然而因为他们湖海市又不大，交易市场顶多就出来一些黄金装，几乎从来都没有铂金装的消息，所以这3亿放到叶晨的手里，至少暂时是没啥用。而现在只要答应王大卫，那么就能立刻得到2亿龙币。除此之外，一个符合血骑士的铂金装或技能书，再加上一件黄金级的储物装备，这些叶晨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叶晨还能感觉到，这个王大卫作为交易市场的负责人，隐隐之间竟然有要讨好自己的意思。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件铂金装或技能书再加上黄金的储物装备，放在市面上1亿龙币还真不一定能搞到手，这属于重大的让利行为。所以叶晨当即也是点了点头，直接就答应了王大卫提出的条件，只要将须弥子剑拿到手，就能立刻得到2亿龙币，而且占空间的装备材料也会被彻底清空，到时候只要等交易市场的通知就可以了。和王大卫愉快地达成协定以后，叶晨也是话不多说，直接就回家了。明天就是升学考核的日子了，虽然不知道关卡难度到底咋样，不过叶晨倒是一点都不慌，先好好休息一下再说。而就在叶晨美滋滋的带着一笔巨款回家的时候，另外一边，职业者协会香洲分会会议室内，这分明就是他们在偏袒这个叫叶晨的小鬼。什么惊吓致死，这分明就是借口。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来自赵丽的暴怒，而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实力气息竟然恢复到了3转的层次。赵丽的脸上带着阴翳，本来嘱咐赵明去叶晨家将他的小姨给绑过来，然后以此为由好好的找一下上次的场子，顺便请魔药师看看叶晨这能力到底是咋回事。从没听说过一个20级竟然能直接将60级的他给削成狗。可结果目的非但没有达成，最终竟然连自家儿子都死在那了。你们鄂州分会嫌我儿子菜，拒绝让我们加入也就算了，结果为了一个血骑士，竟然还故意纵容杀人，而且还连同武装部弄出来一个假结论，混淆视听。他儿子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至于突然被吓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行了行了，明天就是升学考核，你的儿子是被叶晨杀死的吧？明天我会安排人送你去鄂州市的考核现场，你也不用担心会被关青龙他们针对，因为这一次詹姆斯先生会随你一同出发。伴随着声音，一个蓝眼睛鹰钩鼻的黄发男子顿时鬼魅一般出现在会议室内，而周身释放的强大气息顿时让赵丽脸上的暴怒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位詹姆斯先生是来自灯塔国归议会的职业者，3转等级85级，而鄂州市实力最强的2个职业者刘长青、关青龙，80级真眼法神和78级圣光剑客，2人联手也是不可能将詹姆斯击败的。作为一名来自灯塔国的隐藏职业堕魔幻影，敏捷属性可是超出了300，这种速度下，无论是战士系还是法师系的职业，根本不可能反应过来。至于隐藏气息，这正是詹姆斯先生的强项啊，除非精神属性超过160点，不然的话根本不可能感知到他。有詹姆斯先生保驾护航，那我自然是不担心。赵丽顿时前倨后恭，脸上带着讪笑的望着主座上的这道身影。当然赵丽不知道的是，这位来自灯塔国的职业者可并不是专程为了保护他一个区区铁拳武道家这才出现的，而是为了一个非常隐蔽的任务。至于给赵丽当保镖，想啥呢？一个区区60级的3转职业者，有啥资格让他一个4转大佬专程护卫？叶晨不到7天的时间竟然就升级到了30级，这个潜力任由他成长下去，恐怕成为我国计划的一个阻碍。詹姆斯的手上出现了一张照片，叶晨的身影映入眼帘，而詹姆斯的眼神瞬间变得阴沉无比。很快1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随着升学考核的来临，各大中学也是变得格外热闹了起来。距离转职仪式已经过去了7天，7天之后也该轮到职业者们参加考核，决定自身接下来归属的时刻了。
然而，这一次考核对于三中的学生来讲却是格外的沉重。或许其他的学生不知道这一次考核模式突然变化的原因，但他们能不知道吗？甚至，之所以突然更改考核方式，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晨啊！要不是因为亲眼看到叶晨带着张蕊，一个血牛，一个辅助职业，竟然拿着秘境门票，直接就单刷了诅咒寺院，而且还不是费一番功夫之后这才单刷，而是秒杀。每当回忆起当初张蕊说过的话，这些三中的职业者学生们都纷纷感觉到后背发凉啊！能够轻易秒杀一个30级的精英秘境 BOSS， 那干他们这些普通职业还不是轻轻松松？如果这考核模式再不改变的话，估计这一次就不是考核了，就变成叶晨单独的修罗场了。所以，对于三中的全体学生来说，顶尖学府啥的就不要去想了，这基本上已经被叶晨和张蕊2个人预定了。至于剩下的4所顶尖学府，全市总共8个名额，那也是跟他们三中没有啥关系了，因为赵明无了。如果赵明还在的话，那他们学校拿出一个20级的职业者跟赵明组队，那或许还能再竞争2个名额。然而不知道赵明哪根筋搭错了，竟然跑到别人家里去盗窃，而且居然还被吓死在别人家里。如此一来，他们三中面对其他鄂州市的中学，哪有什么竞争力？第49章黑塔，竟是一件辉耀级装备。算了，就别提赵明那个晦气鬼，还有叶晨、张蕊他们了。顶尖学府咱们是没指望了，但是考虑一下天炎学府或者刨雷学府也不是不行，也只能这样了。哎，想我20级盾剑士，正常情况下还是有机会竞争一下顶尖学府资格的，哪知道竟然出了叶晨这么个 bug， 实在是无奈啊！还是庆幸一下吧，进不去顶尖学府，至少还能有一条命。要是按照以前那模式，估计连命都没了。没办法，叶晨现在太踏马强了，搞不明白，一个谢骑士而已，为什么会这么变态？三中市的所有学生，甚至连一些20级的职业者都是唉声叹气了。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几乎是可以保准进入顶尖学府，享受各种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可结果，现在只能去次一级的学府，这如何让他们的心情愉悦起来？而在学生们讨论期间，叶晨也是带着张蕊来到学校，准备等待考核开启，传送到考核地点了。不过，原本那些对叶晨多少抱着一些敌视的男生，这回全部都是销声匿迹了，连叶晨的眼睛都不敢看了。现在三中有关叶晨的传说已经越来越离谱了。有人说叶晨的血骑士职业发生了变异，只需要被他看一眼就能引爆身体里面的血液，然后爆体而亡。虽然这其中十有八九是各种谣传，但宁可信其有啊，谁没事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啊？至于那些非常热衷于叶晨颜值的小女生们，则是直接手上拿着鲜花到叶晨面前来示爱了。这种场面颇有一种追星的感觉，而且其中不少女生当场表示，如果叶晨能够考核中把她们带上，那她们就算以身相许也没有什么。对于这种女生，叶晨脸上也是顿时露出尴尬的表情。其实以身相许什么的也不是不行，不过碍于规则，自己拥有天赋，而且还是唯一级，所以就算想组队，鄂州市估计就只有张蕊一个人满足要求了。谁让他的天赋是不朽级呢？刚刚好就和自己差一截。很快，班主任刘老师就来到了班上，考核组团的学生们也是按照团队规格坐在了一起。然而，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就出现了，那就是叶晨和张蕊坐在班级的最后，至于周围至少1米范围，一个同学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感觉跟叶晨的差距太 TM 大了，而且不少男生跟叶晨以前还有矛盾，也是生怕叶晨出手，所以还是远点比较好。嗨，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相信你们也知道，升学考核对于每一名职业者到底是多么重要。总之，今天大家都要加油，而且大家都是一个班级的学生，还是要互相友爱，不要孤立。孤立，刘老师的言下之意，除了叶晨之外的小男生们都听出来了，但还是有点不太感动。孤立？你是在说他们在孤立叶晨？哦不，是他们所有男生被叶晨一个人给孤立了。随后刘老师也是不再多说话，开始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分发传送石。这是特制的传送石，而且是龙国高等级炼金师专程制作出来的传送道具，效果和牧师的空间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空间门作为技能，持续时间内可以无限制使用，而门的持续时间跟牧师自身的精神属性有关，而传送石则是一次性，而且传送距离也比空间门要远太多了。在给叶晨和张蕊分发传送石的时候，刘老师看着叶晨脸上这淡然的神色，不禁也是狠狠地愣了一下。
还记得当初在叶晨转职成为血骑士的时候，他老刘脸上也是明显流露出了失望。没办法，血骑士这个职业就是菜，放在军队里面，除了免费的装备和药剂之外，说句不好听的，简直跟消耗品没有任何区别。但自从知道叶晨作为血骑士竟然可以带着张蕊单通30级秘境以后，这种心境就彻底发生变化了。同时内心里也是对这一次的升学考核带着无比的期待。他也是开始好奇，这一次升学考核因为叶晨的原因直接就改版了，那从原来的对战模式更改成爬塔闯关的关卡模式，叶晨是否又会给他们带来别样的惊喜？等到刘老师分发完传送石以后，看了一眼时间，又接着叮嘱了2句，然后就让大家利用传送石前往考核地点了。叶晨和张蕊几乎同一时间使用了传送石，身上顿时传来一阵拉扯的感觉，随后被传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空间。在这里，一座仿佛自古就存在的巨大黑塔散发着莫名的意味。不管是刘老师还是关会长他们，都说这一次考核的内容是关卡考核，莫非跟这座塔有关？而考核的关卡就是爬塔。叶晨也是抬头注视着这座塔，一眼望去竟然根本望不到尽头，仿佛这座塔有着无穷无尽的高度一般。而且从这座塔上，叶晨也是感觉到似乎散发着和装备如出一辙的气息。显然这座塔应该是属于装备的一种，只不过级别就要非常的高了。目前叶晨所听说过最高级别的装备是神圣天使套装，120级4转，级别是钻石，而在钻石之上还有辉耀级和传说级。这个黑塔难不成就是一件辉耀级的装备？这效果简直太逆天了。根据考核介绍，本次全鄂州市的所有适龄职业者都会被传送到这座黑塔中进行关卡考核。粗略计算一下，全市总共上百座中学，每个学校至少也有上千个萌新职业者。换言之，这一座黑塔一次性竟然能同时容纳超过好几10万名职业者，这就是辉耀级装备的强悍吗？考虑到小姨作为神锻师，一旦等级提升以后，未来能够锻造的装备等级和级别也会随之提高，这不禁也是让叶晨期待起来。要是这一次考核结束，被苍蓝学府的特使看中，那他叶晨铁定要提出一些要求，然后不惜一切让他把关雅和赵可也一并带进去了。因为越高级的学府修炼升级还有秘境门票的资源也会更多，如果可以的话，叶晨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第50章，豪华的观战席，军方大佬也到了。哎，张蕊，竟然是你！你身边的这位是谁？是你的男朋友啊？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非常娇俏的女声，虽然看不到，不过凭借精神力以及对声音的敏锐程度，叶晨也是能够感觉这位小美女的颜值一定非常的高啊。不过显然她应该不是来自3中的，不然的话应该不至于连叶晨都不认识，可能单纯只是张蕊的闺蜜罢了。男朋友啊？不是，小黎你误会了。这个声音让赵蕊也是非常惊喜。闺蜜卢琳从小的时候就是一块长大，只不过因为分到了不同的高中，两人的交流这才少了很多。不过能够在今天升学考核的时候遇到也是非常幸运了。你也来参加考核了呀？冰雷使者职业很不错吗？应该找到队友了吧？虽然本次升学考核允许根据天赋进行队友选择，但其实如果足够自信的话，就算不找队友单通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由于这试炼之塔的高度不明，而且最后考核的结果是根据最终冲击试炼之塔的层数来确定的，考核过程中禁止一切药剂的使用，所以血量、精神方面的恢复只能依靠时间。一个人除非是特别变态的那种，不然绝对没法冲击更高的层次。哎，别提了。卢琳顿时撅着嘴，一提起这个他就难受。冰雷使者作为强大的法师系职业，通过操控冰和雷进行攻击，不管是单体还是群攻都能拿捏得死死的。而因为颜值的关系，平常卢琳身边也有一群追随者，可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倒是都不愿意跟卢琳组队了。为啥呢？因为他们要脸。跟在卢琳的身边，他们虽然也是战斗职业，但是跟冰雷使者的技能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就算到时候被带着飞到一个还不错的学府，那到时候也会被其他同学认为是吃软饭上来的。于是为了面子，他们只好拒绝卢琳的邀请。你说咱们闺蜜好不容易见一面，要不咱们2个组队吧，把你男朋友踢出去。踢出去？张蕊默默地转头看了一眼叶晨。这可不行啊，我和叶晨都是有天赋的，根据考核规定，天赋差1级的话是没有办法组队的。
天赋？你竟然觉醒了天赋！卢林有些惊讶地看了张蕊一眼。天赋也是有等级划分，只不过虽然卢林的职业非常不错，但他并没有觉醒天赋啊。不过转而看向叶晨，卢林首先是被叶晨的颜值狠狠震了一下。卧槽，好尼玛帅啊！要不是张蕊在这里，估计卢林也是打算趁机要一个叶晨的联系方式，甚至直接拉出去偷偷组队爬塔。只不过当想到考核的规则以后，结合叶晨手上的一面盾牌，一种细思恐极的猜测顿时映入了卢林的脑海。张蕊，你的男朋友，他该不会是一个血骑士吧？我本人是对血骑士没有什么看法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血骑士貌似没有什么主动攻击技能，反而是以增加血量、提高生存为主。你是牧师，也是辅助职业啊，就算有天赋，你们想要获得一个不错的名次也很难啊。卢林开始担心叶晨他们这一小队的考核成绩来。闻言，张蕊却是浅浅一笑，放心，之前升级都是叶晨他带我的，而且他的天赋比我的更高。叶晨他还亲口告诉我，会让我们一块进去苍兰学府。好了，不说了，我们要准备去考核了。在卢林一脸震惊的目光当中，张蕊反而是直接主动拉着叶晨的手，然后朝着聚集地点慢慢的走去，只留下卢林一个人傻站在原地。不会吧，血骑士加牧师的团队组合竟然扬言要一块进苍兰学府，那可是龙国最顶尖的职业者学府啊，师资力量最为强大。听张蕊说，叶晨他竟然还有天赋，而且叶晨的天赋貌似比张蕊的还强，并且还是一个拥有战斗力的血骑士。突然不知怎么回事，卢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后悔了，后悔没有在刚刚要一下叶晨的联系方式。哎呀，早知道叶晨这么厉害的话，那他可不管张蕊什么想法，公平竞争，这哪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随着不断有萌新考生使用传送时，试炼之塔聚集点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很快就没有学生再被传送过来。看来今年鄂州市参加考核的学生已经全部到齐了。随后又是接连好几个空间门被打开，是鄂州市好几个高中的校长也是全部来到了这里，坐在了空闲已久的审判席上。除了校长之外，还有湖海市教育界的高官，包括陈局长在内，以及来自全国各大学府的特使。只不过出于特殊原因，顶尖学府的特使无一不是拥有4转级别的强大实力，依靠一些4转的特殊技能，甚至可以将自身隐匿虚空，即便是不在这片空间，也依然能够注视着考核中的一切。除了审判席之外，还有观战席。鄂州市分会包括关青龙、林牙还有关雅在内，也是停止了今天的活动，直接就到这里来为叶晨助威。以及从来没有插手过升学考核的鄂州市武装部部长刘长青也是亲临此处。看到这些大人物们抵达考核地点，所有学生们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发出吵闹的声音，而是全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堪称豪华阵容的观战席。鄂州市职业者协会、鄂州武装部、教育局，还有来自职业者家族的大佬们。等一下，武装部？为什么连武装部都到了？当视线来到刘长青胸前那代表着军方的武装勋章时，所有的学生们也是顿时感觉一阵阵心跳，紧接着就是头皮发麻。这次的升学考核简直是太奇怪了，因为历代以往20届升学考核，观战席顶多也就是各大家族的首脑会出现，连职业者协会巨头出现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可是这次考核形势变换，除了职业者协会的巨头外，竟然连军方的代表也出现了，这到底是啥情况啊？第51章考核规则。升学考核开启。随着现场逐渐安静下来，教育局陈局长默默地看了一眼裴天成。作为鄂州市3中的校长，考核模式的更改其实跟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谁让他们学校出了一个 bug 呢？所以宣布考核规则和开始的工作自然就交到裴天成的身上。今年的升学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考核的注意事项大体上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注意，我们之所以更改本次升学考核的规则，并不是因为闲得没事，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如果规则不变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升学考核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哗！随着裴校长的一席话，在场的所有考生无不是发出了哗然的声音。什么？这是在开玩笑吧？按照以往的对战模式，考核也就是学生之间的互相对战。你要说伤亡的话，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对战的对手是一个实力远远超过他们的职业者。然而大家这都才转职1个星期，怎么可能会出现那种怪物，一个照面就把他们给秒杀了？然后就是下一件事，试炼之塔是一件辉耀级的装备，会根据进入者的等级
自行调整塔内怪物的难度。因为是按照爬塔层数决定小队排名，所以大家要尽可能的往上爬。不过还是安全最重要。在考核之前，我会分配给你们所有小队一个传送石。当塔内出现你们无法应对的怪物，你们可以自行捏碎传送石，从塔内传送出来。当前爬塔层数会被记录考核成绩，并入最终评定。裴天成说完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齐声回答明白。裴天成点了点头，随后所有小队其中一个人的手上顿时出现一枚传送石，然后手上猛一用力，黑塔顿时放出一股无比恐怖的吸引力，将所有的学生都给吸引了过去。原本人满为患的现场当即就变得空无一人，而观战席与审判席的正上方则是出现了一个画面，可以随时观察塔内任意学生小队的考核情况。眼看学生们全都被传送到了试炼之塔里，观战席一些职业者家族顿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由于近20年来升学考核的内容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所以这些职业者家族靠着自身强大的资源储备和财力，也是根据潜力进行了专业化的培训。毕竟按照以往的考核规则，往往是单挑考核比较多。像郑家少爷郑天龙，职业是暗影双刀，凭借超快的速度和2把武器附加的攻击，单体爆发伤害简直逆天，丝毫不逊色一些隐藏职业啊。但是所谓有利就有弊，你作为普通的战斗职业，既然单体爆发牛逼，那么群攻必然就会疲软。可这试炼之塔里面的怪物成群结队，经常会出现一次性面对6只以上怪物的情况，这直接就是让他郑天龙一身武艺没法施展啊。单挑这个他擅长，可要是变成了群殴，那他就是被揍的那一方了。陈局长，在这之前我们郑家已经多次表示抗议了，希望回归以往的考核方式。可是为什么本次教育局执意要采取爬塔的考核模式？据我所知，自从20年前一次意外之后，似乎这种考核模式就被取消了。毕竟在座的观战席中还有关青龙和刘长青这种大佬，所以即便是心里不满，郑家家主郑科也是心平气和的随意问了起来。提起当年的那次意外，关青龙和刘长青不免也是微微皱眉，对于当年的事情还是有点印象。其实这试炼之塔作为一件辉耀级装备，本身并不是专门用作试炼的。20年前在龙都发生过一次怪物攻城事件，不过作为龙国的首府，龙都附近的怪物强度可就大太多了。攻城的兽潮哪怕是最低级的都有85级，平均怪物等级更是达到了120级。最终还得是官方4转大佬出手，带着一件辉耀级的装备，没错，就是试炼之塔，将这些怪物尽数封印关押，封锁在试炼之塔的塔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怪物的强度将会逐年降低，并且由于试炼之塔的特殊性质，里面被封印的怪物会经常幻化成灵体游荡在塔内，击杀以后同样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经验值奖励和道具奖励。根据进入试炼之塔的职业者等级，这些怪物灵体等级也会进行同步，与进入者相同。最主要的是，击杀灵体以后，这些被封印的怪物们实力也会被降低。看到装备的特性以后，官方立刻意识到，这件试炼之塔可以作为升学考核的试炼场地，不仅可以考核职业者们7天的修炼水平，而且还能够同步削弱内部怪物的实力，这简直是两全其美。然而随着2位绝世天才进入了试炼之塔，面对150级怪物的灵体陷入了苦战，最终在试炼之塔内消失。这件事发生之后，官方也是就此彻底更改了考核规则，原本的试炼之塔考核转变为职业者间的对战。而眼下的这一幕实在是不由得让关青龙和刘长青回忆起20年前的那场变故啊。同样是一男一女，同样的绝世天才，也不知这一次考核规则的更改对于叶晨他们2人究竟是福还是祸呀。老关也是忍不住叹息一声，这次的情况非比寻常，叶晨的天赋比起当年那2位明显还要更胜一筹啊。不过或许这一次试炼之塔的重新开启，能够找寻到当年失踪的2位天才的蛛丝马迹。刘部长也是好言安慰起来。对了，老关，你还记得当初失踪的那2位天才的名字吗？我记得其中一个似乎是叫做叶璇，另一个姓倒是忘了，不过我记得他似乎是名字里有个亭字。叶璇这个名字顿时让关青龙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大屏幕上。漆黑的塔内，一道身影显得格外帅气。第52章意外之喜，掉落铂金装的可能。自从进入试炼之塔以后，叶晨带着张蕊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就奔着更高的楼层而去。毕竟这一波2人可是奔着苍兰学府的名额。虽然大体上叶晨感觉这一届鄂州市的学生
应该没有人能够和自己相比。但为了保险起见，叶晨也是出手的时候没有任何顾忌。哗哗哗哗，负3327，负3892，负4113。虽然光刃每次穿透怪物都会导致1的伤害削减，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每一次技能导致的伤害都不是固定的，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暴击。既然是暴击，那多出一点点的伤害也是情理之中了。至于一旁的张蕊，则是释放了一个神圣祈祷，然后就躲在叶晨身后了。毕竟这些怪物灵体实力清一色竟然全部都是30级，这种级别碰一下，估计他的小命就完了。而根据裴校长的介绍，之所以怪物的等级会提升到30级，是因为试炼之塔内的怪物是根据进入者的等级来评判。比如这一届中等级最高的叶晨是30级，那么这里面的怪物等级也是聚集在17级到30级之间。你击杀了残暴黑熊的灵体，由于神圣祈祷的技能效果，经验加308。你击杀了梦夜黑蛇的灵体，由于神圣祈祷的技能效果，经验加502。竟然还能获得经验。当系统提示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耳边，叶晨脸上顿时也是露出一丝震惊来。什么？升学考核，击杀怪物以后竟然还能获得经验值奖励？这个叶晨之前咋从来都没听说过啊？马德，早知道和外面一样杀怪能得经验值，那自己铁定要带点经验药水或者卷轴过来。双倍经验增幅，再加上张蕊的技能效果，只要打个7、80层，叶晨估计自己等级又能再升一级，变成31级了。毕竟虽然从30级到31级需要的升级经验值变成了2000万，但是你要是小看这试炼之塔里面怪物的数量，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初步估算，这第一层的怪物数量应该在100只左右，而这还仅仅只是第一层。根据升学考核的难度，随着试炼之塔的层数增加，这里面怪物的等级或许不会咋变，但是数量上绝对是膨胀爆发一般的增加。因此叶晨这个想法还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真的有可能实现。这次升学考核结束以后，自己升级到31级这种情况。不过既然杀怪有经验值奖励的话，那装备呢？道具呢？材料呢？还有技能书。大概过了10几秒，一层的怪物基本上都被叶晨给清空了。因为是灵体的关系，所以被击杀以后并不会有怪物的遗体。不过琳琅满目的金色掉落物，这还是让叶晨有些大呼过瘾。家人们谁懂啊？只不过是来参加升学考核，结果就这么血赚了大笔经验不说，竟然还有意外收获，1件黄金装，1件白银装。虽然收获不是很多，但是这也是让叶晨对第2层的挑战充满了期待。甚至，对了，要是随着爬塔层数的增加，你说会不会掉落一些铂金级别的装备或者技能书？叶晨回过头看了一眼张蕊，不知道。不过我感觉这里的怪物似乎不是常见的30级左右的怪物，似乎这些怪物的原型大多都是70级以上的。70级的野怪，这么菜的吗？竟然被自己直接被秒了。来到第2层，叶晨也是刻意观察了一下这些野怪，发现一个黑羽蛇身的怪物，看上去特别像书本上一个精英怪的介绍，叫做黑羽蛇魔，是80级精英秘境黑蛇巢穴的 BOSS。 竟然连他都出现在试炼之塔，而且实力竟然被削弱到了30级。貌似这些怪物仅仅只是经验值和等级被削弱了，但是掉落的东西品质好像没有下降的迹象啊。负4132。黑羽蛇魔的大嘴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然后身形也是瞬间消失，地上也是出现了黑色的羽毛。这是黑羽蛇魔的掉落物材料。黑蛇巢穴是铂金及精英秘境的 BOSS， 击杀后既然能够掉落羽毛，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运气足够好，没准还真能爆出铂金装备。叶晨的干劲也是越发充足了。虽然装备技能书的爆率非常之低，几百个野怪这才有可能掉落1件装备，至于技能书，那更是上万只怪物这才有可能掉落1本。但奈何叶晨身边有张蕊这个牧师在，而且还是一个有天赋的牧师，增加60%的掉落概率，怕不怕？所以二话不说，叶晨起手又是一发光刃，然后试炼之塔第2层的野怪很快就被叶晨给清理光了。第3层，牵着张蕊的手，叶晨也是带着他朝着第3层的阶梯走了过去。而相比较叶晨这边的轻描淡写，到了其他学生们这边，情况就非常不妙了起来。绝大多数的学生连第1层的野怪都应付不来，甚至不少学生中已经出现了负伤的情况，然后眼中带着悲愤，急忙使用了传送石，赶在被怪物拍死之前，这才被传送到了试炼之塔外围。只不过
最终陆路的考核成绩也是无比的凄惨。陆离17级枪战士，考核结果试炼之塔1层。听到这个汇报的考核结果，陆离因为劫后余生而满心欢喜的脸上顿时布满了愁色。马德，虽然自己的实力不强，但是正常考核的话，进个一般的学府也是没问题。可是现在自己连第1层都没通过，甚至一个野怪都没有杀死，自己还有学上吗？等待陆离的无疑是参军，成为军方万千士兵中平凡的一员。只不过陆离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憋屈啊。今天这个情况真不怪他，因为在试炼之塔里面碰到的野怪竟然等级几乎超过了23级，只有少数几只等级较低，不过也在19级以上了。他一个18级的枪战士，普通的职业拉胯的实力，这怎么打？根本没法打呀。第53章，这届学生有人达到30级了。除了陆离这倒霉孩子之外，其实其他的考生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7天内等级练到20级的职业者，其实升级速度已经非常不弱了。然而小队两人在艰难地砍掉一头23级的怪物，并且获得了经验值以后，接下来面对一只30级的怪物，两人脸上直接就是写满了绝望。马德在进入之前，裴校长似乎说，之所以更改考核模式，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可结果，这试炼之塔里面的怪物更恐怖了好吗？不是说怪物是按照进入者的等级范围来确定的吗？7天能够练到20级、21级的学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再综合一下其他摆烂学生的等级，怪物的等级范围应该在17级到21级之间，这才对。可尼玛，突然冒出来一个30级的怪物，这是啥情况？面对30级的怪物，这两名学生也是吓得连出手的信心都没有了，赶紧使用了传送石。虽然同样是出现了考核提示，但毕竟能活着从试炼之塔中出来，这还是让他们心里暗自高兴。他们两兄弟其实家境也是不怎么好，不过胜在刻苦勤奋，所以这才在7天时间里将等级给练到了20级。然而在经历过噩梦般的考核以后，两人也是觉得其实跑去参军也没什么不好，退伍了还能领一大笔退伍金，多少能够补贴一些家用，甚至还能娶个小媳妇什么的，这还是非常香的。什么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连试炼之塔第1层都打不通，直接就选择使用传送石退出了。这届鄂州市的学生究竟是怎么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小队捏碎传送石回到集合场地，坐在审判席上的老校长们脸上顿时露出了懵逼的表情。只不过随着退出学生当中竟然还有郑天龙，那个郑家少爷21级的暗影双刀，竟然连他也打不过第1层。虽然说暗影双刀群攻能力比较疲软，但第1层的怪物数量不多呀，也就100来只。天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情况？竟然连第1层都没有打通，真是让我失望啊！观战席上，郑家家主郑科脸上带着寒霜，死死地瞪着郑天龙。这考核结果简直丢尽了他们家族的脸面啊！本来以为这次考核多的不说，至少10层总是没问题，可是你这竟然连1层都打不过，难道是平常家教太松，这7天的升级计划耽误了？也不对啊，在他的印象里，郑天龙每次外出训练都挺勤奋，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之类的，反而郑天龙哭丧个脸，整个直接就跪坐在了地上。委屈，太委屈了，不是他菜，而是这考核内容已经严重超纲了。不对，郑家主也不要太过苛责郑天龙了。你们快看，这第1层的怪物里面竟然有30级的怪物。此言一出，无论是审判席还是观战席，当即也是爆发出哗然的声音。不可能，试炼之塔的怪物灵体等级根据考核者的等级决定，如果里面出现了30级的怪物，那岂不是说这一届的学生当中有人30级了？陈局长的声音也是变得尖锐了太多。7天时间升到30级，疯了吧？别的不说，光29级到30级升级需要足足1000万的经验，这真的是7天时间能搞定的吗？果然啊，我就说贸然更改考核规则肯定会出问题的。这试炼之塔果然不适合充当考核场地。20年前的意外也就算了，今年这竟然还能出现意外。我提议，由于本次考核出现了意外情况，所以考核结果理应作废，应按照以往考核规则进行分组对战。一听说是意外，郑科脸上的羞怒顿时转变为了欣喜。好歹他们郑家也是鄂州市响当当的职业者家族，要是自己的儿子连考核第1层都打不过去，那确实是没地方说理去。而且第1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卡在了这个地方，那学府招人怎么招？压根就没法招啊！因此当听到观战席有人说这很有可能是一次意外以后，
郑科当即也是附和了起来。只要考核规则恢复，那以天龙的实力进入顶尖学府还是没什么问题。各位，我以鄂州市职业者协会会长的名义向大家担保，这一次的情况绝不是意外，因为在这一届的学生当中，确实是有人等级提升到了30级。与此同时，武装部的刘部长也是紧跟着关青龙的话说了起来。没错，我也认识一位小友，他的天赋可以说是我所见最强的一位，甚至比起当年的那2位绝世天才还要更强。我记得前天碰到他的时候，他似乎确实是30级了。刘长青和关青龙的话音刚落，众人眼前的大屏幕也是瞬间调换到了试炼之塔内。而当各大校长还有家族家主们目光落在层属那一栏时，卧槽，这就第10层了。其他的学生还在试炼之塔的第1层苦战，甚至不少学生都已经选择果断退出。结果这画面中的一男一女竟然都已经飙到第10层了，而且使用的技能竟然还是青铜级的通用技能光之刃。等一下，这个光刃的威力、穿透范围、持续时间，这都太离谱了一些吧？你确定这技能是光之刃，而不是什么铂金甚至钻石级的攻击技能？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叶晨吗？他身边的这位是张蕊。对了，咱们这一次考核形式之所以会更改，不就是因为他吗？裴天成的话也是当即让在座的所有校长都回过神来。是了，他们怎么直到现在才想起来？如果硬要从这一届学生当中选出一个有可能到达30级的学生，那除了叶晨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可能了。第54章，来自顶尖学府的特使，坐不住了。随着叶晨、张蕊小队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第10层，无论是观战席还是审判席，席位上所有人的目光已经再也不往其他考生那里看了，而是彻底落在了叶晨的身上。龟，这可是试炼之塔的第10层啊！如果说第1层的怪物数量仅仅只有100来只的话，那么到了第10层，这怪物数量就已经暴涨到了500只，而且出现更高级别怪物灵体的概率也会变得更大。就比方说第1层时候，考生有概率碰到30级的怪物灵体，综合统计下来，概率差不多5左右。那么到了第10层，这个概率直接就变成了20，足足翻了4倍，相当于每5只怪物必然有1只怪物的等级是30级。而同级别的职业者，尤其是考生这种萌新，往往需要多砍几刀，这才能将怪物给砍死。结果到了叶晨这儿，一发光刃下去，没了，全都没了，而且这威力也是大的离谱，就没见过光刃伤害低于过2500的，哪怕是持续时间结束了，最后一击的伤害也是有2700左右。而从这一刻开始，坐在观战席上的这些大家族的家主们看到这一幕，也是情不自禁开始倒吸冷气。对于更改考核模式的政策，再也不敢有任何质疑。看来这次鄂州市教育局的决策真是无比明智啊！要是真按照之前的考核规则，把叶晨这个怪胎给放到1对1的考核里面，试问整个鄂州市有哪一个学生能够与之争雄？就别说争雄了，3000点的伤害，这力量属性得有多高？少说的有100点了吧？这种力量，哪怕是不释放技能，估计都能把20级的职业者给锤个半死。那这就不是什么考核现场了，是真的要变成修罗场了。不过旋即以郑科为首的职业者家族族长也是纷纷将惊讶的目光看向了刘长青，内心也是好奇无比。因为从刘长青的话中明显可以听出来，他对于叶晨应该是早有所知，而叶晨的家境其实也不咋样，甚至属于贫困的那一种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军方扯上关系啊。那刘长青又是如何知道的叶晨？就在不久前，鄂州市的周边突然出现了疑似怪物攻城的状况，我率领武装部与协会拼死防守，不过这些怪物都被叶晨一个人给干掉了。你们说我能不关注他吗？怪物攻城，鄂州市竟然前不久还出现了怪物攻城的情况，他们作为数1数2的职业者家族，竟然连半点消息都没有听到。不过据说每次怪物攻城出现的怪巢数量都是以万来计算，竟然被叶晨一个人就给干掉了。死！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不绝于耳。鄂州市周边的野怪等级大多在40级左右，而叶晨一个人就能将上万40级的怪物给干掉。由此可见，这叶晨作为血骑士必定是拥有极强的天赋。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叶晨的天赋很有可能是不朽级，甚至往上再进一步，为1级的天赋都不是不可能。叶晨的潜力简直是不可估量啊！为1级的天赋，话说当初试炼之塔中失踪的那2位绝世天才，似乎天赋都还只是不朽级吧。其实自从有记载以来，
为一级天赋的人才历史上仅仅出现过一次。现在如果算上叶晨在内，或许是第2位。老裴，感受到空间的波动了吗？看来就连顶尖学府的特使们都坐不住了。是啊，在我看来，叶晨或许根本不需要参加这次的升学考核，只要稍微展现一下天赋，就能被苍蓝学府无条件直接录取过来考核，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了。审判席上，诸多校长们也是面面相觑，口中针对叶晨的赞美之词也是不绝于耳。虽然表面上来看，叶晨的职业只是一个血骑士，但是正应了那句话，只要拥有为一级的天赋，不管你是一个多么拉胯的职业，那都拥有逆天改命的能力。而此时，叶晨已经带着张蕊来到了试炼之塔的第33层。没错，就在校长们激烈讨论着本次考核以及对叶晨的潜力无不表示震惊赞叹的时候，叶晨不知不觉已经晚上又爬了20多层。至于过程，就没啥好说的了，秒杀，清一色全部都是秒杀。只不过叶晨脸上的表情却是不咋高兴。从1层到33层，层数的增加，装备掉落也是增多。不过这10几件装备全都是黄金的等级。然而在叶晨看来，这些怪物的原型可是很大概率能够掉落铂金装的。这不禁让叶晨开始怀疑，难道是自己猜测出错了？铂金装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爆。算了，老是这么使用光之刃。实话实说，叶晨也是多少感觉有点疲惫了。张蕊，要不你也来杀个怪？话说，自从进入试炼之塔考核以后，杀怪这种事情一直是叶晨在做。至于张蕊的话，负责每盒经验掉落双重 buff 就可以了。但和血骑士的情况不一样，牧师作为辅助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所以，眼看着面前一头亡灵领主，叶晨也是打算让给张蕊，看看他的战斗力到底咋样。啊，我不行的。结果这妮子当场就下软了，毕竟削弱的再厉害，这头亡灵领主的等级也是货真价实的30级，足足比张蕊高了10级呢，一巴掌就能把他拍死了。这倒好办，一个凭血司命下去，亡灵领主的血量和属性立刻就掉到了不堪直视的程度。3000点的血量，20的4维属性。实话实说，但凡一个10级萌新穿一套全属性加成的黄金套装，这面板就比亡灵领主豪华了。第55章试炼塔，你把这当成练级圣地？你看，凭血司命之后，如今亡灵领主的面板数据变成了这样：目标亡灵领主，等级30级，血量2900，力量20，敏捷18，智力21，精神23，技能暂无技能。虽然亡灵领主本身在铂金级秘境里堪称是 BOSS 怪的级别，血量也是超出1000万，但毕竟试炼之塔的装备效果也是非常 bug， 完全就不讲道理。任你是不是 BOSS 怪，总之到了这秘境里面，那都是只剩下了普通野怪的血量，再加上同样作为 bug 的天赋，2900的血量，就不说叶晨一刀直接就能秒了。以张蕊的实力，再加上牧师本身针对亡灵类怪物的压制，应该也能很轻松的干掉。而随着亡灵领主的面板变化，张蕊这才松了一口气，摆出一副战斗的架势。那我试试呗，反正你要是打不过，我也能把他给秒了。有叶晨这句话，张蕊立刻就放心了不少。话说自从跟叶晨组队了以后，张蕊的攻击技能就几乎没有释放过，这就导致对于自己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他也是不太清楚的。实战的话，自身血量太脆，而现在因为叶晨天赋，导致亡灵领主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木桩白板。神圣之剑，张蕊手上的魔杖如同幻化成了弓箭的造型，而后拉动弓弦，一发璀璨耀眼的箭矢直接就穿透了亡灵领主的身体，造成了高昂的伤害。负772比起叶晨这高达3000点的常规输出，自然是有所不如，但作为一个20级的辅助职业，能打出接近800点的伤害，这已经非常不错了，丝毫不辜负他不朽级的天赋啊！伤害还挺不错的嘛。叶晨也是微微点头，颇为赞叹地说了一句。不过紧接着，叶晨的身体直接就从场地消失，而后一个拳头朝着领主的头砸了过去。单纯的力量让亡灵领主的身体直接就爆裂开了。负2106，我感觉你是故意的。张蕊看了叶晨一眼，有些没好气地说着，自己卯足了劲，而且是在职业属性克制的情况下，这才勉强对亡灵领主造成了接近800的伤害。
结果叶晨反手一个平 A， 这就伤害2000，直接翻了3倍。这特么的，这还说不是故意的？嗨嗨，哪有？被戳穿了心思，叶晨也是干咳了几声，缓解尴尬。没错，叶晨这就是故意的，因为刚刚发现张蕊撅嘴生气的样子，好像还有点小可爱。于是叶晨也是想趁机逗逗张蕊了。解决完了亡灵领主，两人也是朝着下一层走了过去。每一轮的关卡对于叶晨来说没有任何区别，直接就是一路碾压。这就是唯一级天赋的厉害吗？这简直太可怕了！二中的校长已经震惊得合不拢嘴了。此时他看向叶晨的表情，活脱脱一个财迷看到了一大块金子这般。跟叶晨相比，他们二中的尖子生，哦，不对，应该说整个鄂州市的尖子生，湖海省，甚至整个龙国，所有的尖子生，不出意外的话，应该都算是废物了，完全没有可比性。同时，二中的校长心里也在感叹，这么一个妖孽啊，为啥偏偏就是三中的呢？咋就不是他们学校的？其他校长也大都是这个想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这次升学考核，赢家必然是属于叶晨小队，而且一番表现也必定全部都落在来自顶尖学府的特使眼中。相信一等到考核结束，这些特使就会纷纷现身，对叶晨直接抛出橄榄枝。不过可惜，其他的学生就倒霉了，由于连试炼之塔的第1层都没有打通，所以这就导致，要是正常情况，可能除了叶晨之外，其他的学生都没有学上。这听天由命吧。教育局陈局长一时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反正各大学府的特使都在这里，具体后续情况如何，等他们自己商量。把叶晨和张蕊排除，剩余1层的学生再额外开设一个补考，也不是不行。此时，叶晨和张蕊已经来到了试炼之塔的第50层，怪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只。叶晨，我感觉50层应该已经足够进入苍兰学府了，而且这一路的收获也不少，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张蕊跟在叶晨身后，有些弱弱的提议道。一方面是因为足足1000只怪物带来的压迫感确实是非常强悍了，虽然相信叶晨，但是奈何心理承受能力，这还是一种巨大的考验。至于另一方面，就是从1层打到50层，也是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过去了。考虑到叶晨的体力问题，张蕊也是希望叶晨能休息一下，反正这个成绩已经稳稳的拿下考核第1了，又何必花多的时间继续在这里浪费？你不觉得这里升级速度很快吗？然而叶晨的一句话瞬间就给张蕊整不会了。本来以为叶晨之所以继续爬塔，是因为担心这个成绩还不足以让他们得到顶尖学府录取的名额。然而当他听到叶晨的话以后，这才明白，感情对于考核结果，叶晨竟然压根就不关心。之所以一直爬塔，完全是因为看上了这里的经验，还有装备掉落啊。对了，你应该快21级了吧？我马上也要31级了，咱们努力，加把劲，争取升1级，然后再出去。听到叶晨的这句话以后，张蕊也是只好点了点头，反正他也无所谓，只要能跟叶晨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很好了。第56章，观望中的特使竟然插手了。试炼之塔第99层，虽然说因为黑塔的特殊限制，灵体怪物的等级跟进入者有很大的关系，但随着试炼之塔层数的增加，怪物的强度也会略微的发生一些变化。虽然怪物的最高等级同为30级，但血量还有攻击力，这相比第1层的30级怪物也是有了质的飞跃了。而这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50级的时候，哪怕是使用凭血司命，怪物的血量也是在3000上下了，这刚刚好是在叶晨技能秒杀的范围内。可是到了99层，经过削弱以后，这些怪物的血量就变成了4000点，除非暴击，不然的话2发光刃这才能够解决掉。而自从50层之后，叶晨也是不再让张蕊出手了，因为太危险了，还是自己出手比较保险。好，漫天的光刃攻击之下，上千只野怪直接就成了刀下亡魂，剩下的这一只明显就是99层怪物中的 BOSS 了，来自140级精英级秘境虚幻之森，名叫魔音巨星。除了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之外，吼叫声还能导致额外的精神攻击，可谓是非常的棘手。如果精神属性在它之下，很有可能光听到这个声音就会瞬间陷入癫狂。但此时此刻，魔音巨星的4维属性已经被削弱到了30左右，而不管是叶晨还是张蕊，精神属性无一不是超过30的数值，所以这种音乐在2人耳中和噪音也根本没啥区别了。一发光刃下去，负2918，不够，那就再丢一发暴击。
负4412。魔音巨星的脑袋直接就被锐利的光刃生生切断，然后化作灵体微光，整个99层再也没有任何的怪物。这一次的击杀为叶晨带来了高达2193点的经验值，恭喜你已升至31级。这杀戮的快感就一个字，爽！哎，把考核场地当成练级地，估计连刘老师他们都不可能想得到。张蕊也是迎面走过来，掩嘴轻笑道：“嗨嗨，基本操作而已。”叶晨急忙摆了摆手。由于团队契约的影响，张蕊的等级也是超出预料，来到了22级。继续吧。于是两人朝着阶梯继续往上走。然而到达100层以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告示牌顿时让叶晨脸上的表情微微僵硬了。你已抵达试炼之塔的最高层数，即将面临最终的考验。啥玩意？这试炼之塔竟然有最高的层数限制？这开什么玩笑？本来叶晨还觉着试炼之塔里面的野怪灵体原型都是来自高等级秘境，所以如果加上张蕊的天赋，很有可能这一次能够爆出铂金等级的装备。叶晨的要求其实也不高，等级31级，顺便爆一件铂金装备，然后就走，1分钟都不耽误。可是当眼前这条提示出现以后，叶晨顿时感觉，看来爆铂金装这一个愿望怕是没法实现了。毕竟之前好几万的野怪都没有爆出哪怕一件铂金装，你指望最后一层的关卡 BOSS 能给你爆这玩意？要是真这么轻松，那铂金装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不至于是同等级黄金装的几十倍了。不过既然来都来了，叶晨还是非常想见识一下这个100层的关卡 BOSS 到底是什么水平。而就在叶晨、张蕊等待着最后一层 BOSS 怪物刷新的时候，考场外正在争论着叶晨潜力，诸多中学的校长还有观战席的各位家主则是突然回过神来。话说他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虽然这快2个小时过去了，99%的学生都已经因为这次试炼塔考核的难度纷纷选择退出，考核成绩也是定格在了第1层，但叶晨可是还在试炼塔内不断爬塔。嗨，看来是真不能跟你们聊太久，一不留神竟然连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裴天成回过神来以后，马上就干咳了几声，然后将屏幕调出来，准备看看叶晨这爬到第几层了。然而随着试炼之塔第100层的提示出现，无论是审判席还是观战席的大佬们也是近乎石化了。卧槽，1个小时时间，叶晨竟然已经爬到第100层了，而且马上就要面对一个本体等级150级 BOSS 的灵体了。卧槽，这也太快了吧！然而很快关会长等人也是想到，这100层的关卡 BOSS 难度可是异常之高。这头150级的 BOSS 名叫深渊魔君，极反伤、秒杀光线、无敌3大 BOSS 天赋为一体。20年前的那2位绝世天才，正是在面对这头 BOSS 的时候突然失联，至今都没有任何下落。而现在没想到叶晨他竟然也抵达了这一层，而且还面对着同一个 BOSS。老陈，情况有变，立刻关闭试炼之塔。20年前损失了那2位绝世天才，让龙国的官方也是心痛不已。改变考核模式，这就可以看出高层的决心。而现在叶晨的潜力明显比当初那2位天才还要更高啊！为了安全起见，考核必须终止。关会长和刘部长两人也是言语中没有丝毫的让步，直接就是强行要求教育局将试炼之塔关闭。一旦关闭，那么叶晨和张蕊的成绩也会被定格在99层。当然，这个成绩也是足以让他们被顶尖学府抢破头了。等一下！然而就在陈局长即将关闭试炼之塔，将叶晨还有张蕊强行传送到场外的时候，虚空中竟然悠悠地传出了声音，而且这个声音还不只是一道，而是很多道声音。那是来自顶尖学府的特使们，威严的声音也是让包括关青龙、刘长青等人在内鄂州市的一众高层们神色一震。果然啊，看来叶晨的天赋，就连特使们也是终于坐不住了，决定要插手考核的事情了吗？第57章，叶晨早就被学府特使关注了。当然，这几位顶尖学府特使的声音不只是席位上的大佬们听到了，还有那些提前退出的考生们也同样听到了。这些考生们脸上的表情可谓是悲催到了极致。好好的一个考核，结果爬塔竟然连第1层都爬不上去，就被强大的怪物给吓跑路了，导致考核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可怜。第1层连第1层都没有爬上去，别说是顶尖学府了，就算是相对一般的学府，估计也不会要他们了。至于那位已经爬到第100层的绝世猛人，据说还是个血骑士。血骑士牛逼，血骑士无敌。是的，由于叶晨的实力太过突出，
这就导致这些被刷下来的考生们，也是一个二个对于职业的看法产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大家公认几个比较垃圾的职业，其中就包括了血骑士。可是现在看看，血骑士垃圾吗？一点都不垃圾啊！他们这些牛逼哄哄的职业，连第1层塔都爬不上去。可是人家叶晨已经爬到100层了，好像都摸到试炼之塔的顶点了。于是这些学生也是开始长叹起来：可恶啊！为什么他们转职的职业不是血骑士？要是转职成血骑士的话，大概这次考核就不会考成这么一个悲催的结果了。审判席、观战席，看着这虚空中突然冒出来的幻影，原本打算强行终止考核，将叶晨、张蕊两人传送出来的陈局长，顿时有些不解了。其实不光是他，就连关青龙、刘长青眼中也是露出了无比浓郁的疑惑之色。因为不管怎么看，试炼之塔第100层的内容都是有些朝纲啊，哪怕是对于叶晨这种级别的天才来讲，因为同时拥有反伤、秒杀光线和无敌这3个天赋的 BOSS 怪，几乎每一个都是难啃的骨头啊。就连3、4转的职业者大佬，面对这3个天赋的组合都有些应付吃力。秒杀光线就不多说了，释放后会强制将范围内的一切职业者血量降低到原本的99，这基本可以说是所有战斗职业，尤其是血骑士的噩梦啊！因为并不是按照血量基础来造成伤害，直接按照100%比扣血，你血量再多，在秒杀光线面前那就是个脆皮。至于第2个反伤，攻速越快反而越容易被反伤。无敌，持续10秒钟的无敌效果，任何攻击技能落在怪物身上都只能造成1点伤害。因此即便是叶晨拥有唯一级天赋，刘长青还有关青龙也实在想不到，这种情况下叶晨又该怎么对付最终关卡的 BOSS。 呵呵，不要慌，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叶晨他的脸上自始至终都是带着自信，而且我记得叶晨他在转职前似乎是个尖子生吧。在转职以前，有关深渊魔君的 BOSS 介绍书本上应该有讲过。既然这种情况下叶晨还能露出这种表情，我有理由相信叶晨他一定掌握着对付这头 BOSS 的手段啊。这位特使名叫江青崖，来自龙国5大顶尖学府之一的苍蓝学府，同时也是一位4转120级的真言法神。没错，和刘长青的职业是一模一样，只不过虽然两人的职业相同，但是到了4转级别，江青崖的真眼能够看到的远比刘长青的要多，因此有些刘长青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江青崖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包括在观战席中，2个浑身包裹在黑色斗篷中的人影，他们的身份在江青崖的面前完全就是无所遁形。60级铁拳武道家赵丽，85级堕魔幻影詹姆斯。从这2人阴暗的气息中，江青崖也是一眼看出，这2人完全就是奔着叶晨来的，而叶晨的潜力也是被他无比的看重啊。因此考核一旦结束，他就会出手，立刻将这2人当场格杀。既然江特使都这么说了，闻言陈局长当即也是收回了自己的手段，随后目光也是震战不已地看向江青崖所在的地方。在考核开始之前，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将任何有关考生的信息告诉诸位特使，然而江特使竟然一眼就将叶晨的名字给报了出来，可想而知，恐怕早在考核开始之前，叶晨就已经被苍蓝学府关注，甚至直接就被内定成了名额之一，这都不是不可能啊。插曲结束，众人也是将目光再次落在了面前的大屏幕，同时也是完全不知江特使对叶晨究竟是过分相信，还是真的看出了一些门道。总之，他们的视线仿佛已经被焊死在了屏幕上。大屏幕中，只见叶晨和张蕊站在原地，稍微休息了一会后，一尊浑身被紫雾缠绕的黑袍身影顿时就出现在了2人的目光中，周身的紫雾如同形成了连绵不绝的渊水浪花，这正是深渊魔君的特征。这些紫雾凝结而成的渊水，一旦触碰到职业者，会将职业者的身体狠狠地锁在渊水之中，任何敏捷类的技能都不会有效。而到了这一步，等待职业者的就只能被迫承受怪物的攻击。当年有很多参与城防战的职业者就是死在这一招之下。即便如今深渊魔君的灵体不复当年的强大，但是这渊水的棘手程度依然可见一斑。也不知道面对深渊魔君的这一被动技能，叶晨他们又该如何是好。虽然因为等级的关系，魔君的攻击力大幅度削弱，但是一个不慎还是有可能导致学生的伤亡。一中校长缓缓开口，虽然血骑士作为血牛类型的职业，在面对怪物的时候也是自带嘲讽效果，大概率攻击技能会直接朝着叶晨这边释放，但作为150级 BOSS 怪的灵体，深渊魔君极有可能具备一定程度的灵智，万一他发现了叶晨的棘手与高昂的血量，
并没有对叶晨释放攻击，反而是朝着张蕊进攻。那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是好？第58章，疯了！30集，血量52万。上述的情况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发生，那就是叶晨真正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以后。但假如，我是说假如，啪的一下，在叶晨出手之后，深渊魔君就已经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机会。这种情况，阁下又该如何呢？试炼之塔100层，深渊魔君恶狠狠的目光直接就落在了叶晨的身上，而后二话不说，竟然直接就释放了秒杀光线，而后整个100层瞬间就被一道耀眼的白光彻底笼罩。待回过神来以后，负872，张蕊的血量直接就从880变成了8点，显然这是秒杀光线导致的结果。疯了，疯了！这个 BOSS 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上来竟然直接就用了秒杀光线？这不科学！本来随着江特使的一席话，众人对于叶晨和张蕊的小队也是抱着信心，毕竟一名4转大佬的眼光，不管怎样都绝对要比他们3转职业者要强的。可是眼下一头精英 BOSS 级别的怪物，竟然二话不说，一些小的招式都没有试探，直接就将秒杀光线这种大招天赋给丢了出来。这到底是啥情况？试炼之塔出问题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在精英秘境里面，深渊魔君从来没有说一出场直接就丢秒杀光线出来的，而是会先释放渊水，用普通技能来攻击挑战的职业者。结果面对叶晨，你直接上来就开大了。张蕊他已经中招了，现在他的血量只剩下8点了。刘长青目光也是死死地盯着大屏幕。虽然说这种考核一般考生身上必定会带着恢复药水，而且市面上恢复1000血量的药水也是要多少有多少，但在这种诡异的 BOSS 面前，天知道下一秒他会不会再丢一发秒杀光线出来。药水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当然正常 BOSS 释放技能也有冷却，只不过那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可现在这个考核明显并不正常。叶晨呢？叶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最让刘长青还有关青龙担心的倒还不是张蕊，而是叶晨。因为秒杀光线一视同仁，并不是说你血骑士血量多就有优势，反而因为血骑士超高的血量，一旦被秒杀光线搞得只剩下1的血量，那除非是超级药水，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一次就回满。随后在叶晨的身上，他们就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血量波动。522720，夺手，52万的血量，秒杀光线落在叶晨身上导致的血量变化呈现在众人面前。关会长、刘部长，甚至还有江特使，眼睛也是一下子都给瞪大了，甚至双手在眼前不断的揉了好几下。难道是他们看错了，并不是52万，而是52000。他们并不担心扣掉的血量会导致叶晨出现生命安全，因为叶晨现在的等级是31级，而且就在前天，叶晨已经学习了2转血骑士必备的技能铁血强盾，80的额外血条，同时可以承受一次远超血量上限的攻击，所以即便这一招的威力大大超过了叶晨的血量上限，结果也无非是铁血强盾的效果消失，进入冷却时间而已。但要知道，这一次深渊魔君释放的技能可是秒杀光线啊，一次性扣掉99的血量，所以超出叶晨血量上限的情况，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那么也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叶晨他的血量已经超过了52万，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扣血情况。纵观龙国血骑士历史，在30级就达到52万血量的血骑士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对，哪怕是历史上最高等级的血骑士，血量也才堪堪达到叶晨的这个数目啊！就算用辉耀级的血骑士套装给叶晨堆血量，也不可能在30级就达到这个数字。江青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中的那道身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作为一名4转的真言法神，他的血量这才堪堪达到7000。然而叶晨30级的血量，这就是他的70多倍。不对，铁血强盾的额外血条长度是按照本身血量80计算的，这样算下来的话，那叶晨本身的血量岂不是66万？然而还没等众人从叶晨恐怖的血量当中回过神来，随后也是顿时发现，这深渊魔君的血量也是一下子变了。不对，又有新情况了。你们快看，刚才深渊魔君血量不是100万，为啥现在就剩下10万了？众人还没有从叶晨高昂的血量中回过神来，陈局长接下来的一句话顿时又让众人陷入了震惊之中。让我看看，卧槽，
是真的，真的只剩下10万血量了。叶晨他刚才做了什么？他好像什么都没做呀。为什么这深渊魔君的血量就只剩下最后10万了？懵逼了，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出来这到底是啥情况了。而且，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不是，不仅仅深渊魔君这血量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10万，而且从这一刻开始，这位大名鼎鼎的150级 BOSS 灵体，竟然仿佛变成了木桩一般，一个技能都不再释放了。审判席上，诸多校长看到这一幕，目瞪口呆。啥时候，这深渊魔君变得这么垃圾了？就丢了一发秒杀光线下去，整个 BOSS 都麻木了。老关，你似乎知道一些原因。刘长卿看着宛如陷入沉思中的关青龙，也是不禁悄悄地问道：“还记得叶晨的天赋吗？凭血司命。我怀疑叶晨是用了这个天赋，将深渊魔君的血量压制到了原本的20。不对，这好像也不对。如果是凭血司命的话，那深渊魔君的血量上限应该变成20才对。然而大屏幕中，深渊魔君不仅仅上限变成了20万，连剩余血量都变成了10万。单单一个天赋，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第59章调铂金装，击杀永久提高血量上限。不是凭血司命，那这叶晨到底凭什么将深渊魔君的血量削弱了这么多？关青龙也是完全一头雾水了起来。哪怕在座的所有人当中，关青龙自认为对叶晨的了解程度是最深的，但是眼下的这种情况，关会长觉得自己对于叶晨能力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啊。老刘，开一下天眼，看看是不是叶晨学习了什么新的技能。关会长内心对叶晨这简直是太好奇了啊，因为之前叶晨展现出来的面板上面2大天赋，与如今深渊魔君的诡异现象完全就对不上。于是关青龙也是立刻想到，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叶晨他觉醒了第3种天赋，而且第3天赋还是他娘的唯一级，3大唯一级天赋在身，这特么的，叶晨以后的成就会多么恐怖啊！不行，因为试炼之塔的等级太高了，我的天眼对里面的职业者无法产生任何洞察效果。刘长卿试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当即也是摇了摇头，放弃了查看叶晨面板的企图。而就在外界各位大佬们因为深渊魔君的血量变化而震撼不已的时候，对于叶晨来讲，此时这头150级 BOSS 的灵体可是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还真是挺强啊，一下子就把我的额外血条给打空了。看着空空如也的血条，叶晨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得亏这条命的技能送的，不然的话这动辄52万的伤害，就算叶晨一个血骑士也是根本扛不住啊。你就站在原地就好，他的技能已经被我的天赋 ban 掉了，所以没有任何威胁，剩下的10万血量我来砍掉就好。叶晨手上光刃凝聚，毕竟空血反伤顶多只能等比例砍掉对方90的血量，而100万血量砍掉90还剩下多少呢？答案自然是10万，所以这10万血量只能由叶晨亲自动手了。不过也挺简单的，根据叶晨此时的血量，大概20来发光刃就能将这头 BOSS 彻底给干掉了。而就在叶晨准备出手的时候，殊不知此时此刻的张蕊已经彻底傻掉了，脑海中出现的那一行数字仿佛永远都挥之不去。52万，叶晨他的血量竟然这么高，负3319，负2937， 20几发光刃对于叶晨来说也就1-2分钟的事儿。于是在诸多大佬们呆滞无比的目光当中，叶晨也是轻而易举地将深渊魔君彻底给斩杀了。随着 BOSS 被击败，一道若有若无的光亮顺着 BOSS 的尸体进入了叶晨的额头。叶晨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却发现并没有任何异常，而且不知道为啥，这股莫名来源的光亮似乎和自己有着很深的联系。还是出去以后问问关会长他们啥情况。既然关卡大 BOSS 都被解决了，那接下来也应该出去。叶晨拉着张蕊的手，也是准备捏碎传送石。关卡 BOSS 解决意味着本次考核圆满结束。叶晨估计自己这一次的表现，进入苍兰学府应该是板上钉钉了。只不过深渊魔君灵体消散的地方，一道白金般的耀眼光芒顿时吸引了叶晨的注意。这种霞光无疑要比之前白夜爆过的所有装备、技能书还要更加璀璨。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顿时在白夜的心底里升了起来。这种颜色莫非是铂金装？白银装掉落后一般是呈现出银白的色彩，黄金装自然是金色，但只有铂金装的掉落
才会呈现出这种晃眼的白金色彩。叶晨也是没有想过，自己心心念念的铂金装，竟然是在击杀关底 BOSS 以后，这才顺利爆了出来。来到灵体所在，一枚淡金色的戒指，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上。戒指类的饰品装备，而且竟然还是一件铂金级的饰品。如今白夜的身上几乎可以称得上全副武装，头盔、套装、盾牌，该有的部位基本上都有了。只不过饰品类的装备，叶晨也是一直没有弄到手，并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适合血骑士这类职业的饰品实在是太过稀少了。绝大多数的饰品效果加成以属性为主，而血骑士的主属性偏偏又是血量。当然，对于叶晨来讲，属性也并非全无作用，但你哪怕以一件黄金装10点的属性加成，这还不如给叶晨增加1000血量来的划算，性价比太低，直接 pass。 但铂金级的戒指类饰品对于叶晨的吸引力就很大了，因为有一些罕见的铂金级饰品是可以赋予职业者额外技能的。不过考虑到身边还有一个妹纸，要是就这样直接独吞了，会不会有些不太好？要不之前报的那些黄金装都送你，这枚戒指归我。叶晨也是甩了甩手上的书，试探地问了一下。不过张蕊对于这些可是无所谓，甚至只要能够跟叶晨在一块练级，这些东西统统送给叶晨都没关系。见状，叶晨也只好耸耸肩，既然这样，自己也只好先笑纳了。翻开技能书，相关的介绍立刻呈现在叶晨的眼前。名称：深渊魔君之戒，类型：装备饰品，职业：通用，品质：铂金，等级：30。介绍：佩戴后全属性增加30，血量增加3000，并额外获得效果，攻击额外吸血。效果介绍：每次攻击消灭一只怪物，将获得1点永久血量上限加成，该加成可累积，无上限。叶晨看完介绍以后，只觉得头晕目眩，满口就剩下俩字：卧槽！铂金级饰品有概率附带技能，这个叶晨也只是听说，没成想居然是真的，而且这个技能效果和身为血骑士的自己竟然可以做到完美适配。第60章，这次考核简直赚妈了！30点的全属性，3000点的血量上限加成，这个基础对于一件铂金装来说多吗？一点都不多，甚至有点偏低的意思了。毕竟要知道，铂金装在整个龙国的地位可是一点都不低啊，唯有绝大多数等级超过60级的3转职业者，这才拥有佩戴铂金装的资格。当然，绝大多数，这自然不能忽视掉像一些特殊情况，就比如叶晨这种，属性加成倒是次要的，不过3000点血量加成还是非常的香啊。对于一名血骑士而言，血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如今叶晨身上各种装备导致的血量倍率提升，基本上每一级增加的500点血量，几乎可以等效兑换成700到1000点的上限提升。换算下来，1点血量经过翻倍以后，差不多等同于 1.6 倍的样子。而3000点，这就相当于在叶晨的血量上又往上拔高了5000多点，这就是10点自由属性。然而，这些真的是叶晨关心的问题吗？不，真正让叶晨心动的地方在于这个铂金装为叶晨提供的击杀回血的效果，每次击杀怪物无条件获得1点血量上限提升，而这种上限的增加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再碰到类似怪物攻城这样的兽潮入侵，好几万的怪物冲杀进来，如果再让叶晨一个人出手的话，那可就不单纯是经验值的增加了，还有血量上限的增加。叶晨每亲手杀掉一只怪物，都会让叶晨的血量上限额外提升1点。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区1点血量，1万只怪，这就会让叶晨的基础血量提高1万点。杀怪越多，累积的额外血量也就越高。长此以往，那我的血量会累积到多少？10万、100万？思路窄了，不妨大胆一些，10亿、100亿。毕竟这个效果只是一个铂金级饰品装备带来的，而神锻师除了可以锻造高等级装备之外，还拥有提升当前装备等级的能力。恰好叶晨的小姨赵可就是一位神锻师，等到把小姨也带到苍兰学府，大量的师资力量倾注之下，或许小姨的锻造能力也会水涨船高。如果能将这件铂金装交给小姨好好的升级一下，那或许每击杀一只怪物提高1点血量，就会转变成每击杀一只怪物提高10点血量。所以叶晨的血量上限并不取决于血骑士职业的强度，而是要看这个附加能力的上限。回过神来，叶晨的眼中
满是兴奋。这一次升学考核，不仅实力提升到31级，更得到了一堆黄金装，还有一件铂金装，这波简直赚妈了！走吧，咱们也该出去了。叶晨此时心情大好，轻轻地揉了揉张蕊的脑袋，然后和张蕊也是一同使用了传送石，于是眼前的空间破碎，而两人也是顿时被传送到了试炼之塔外。只不过和想象中的人山人海有所不同，整个现场竟然就只剩下了他和张蕊两个人，以及周围无数密密麻麻如同看待怪物的目光，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身上来回审视。不过其中有2道目光恶狠狠中也是充斥着阴森杀意。叶晨皱了皱眉，2道目光，其中一个应该是赵丽了，毕竟他亲手干掉了赵明，作为老爹的赵丽应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可另外一道目光，这又是谁？除了赵家之外，叶晨也是不知道自己还有得罪过其他势力。不过就在叶晨暗自思索的时候，那些早已退场的学生们纷纷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从试炼之塔出来以后，他们的考核也是宣告结束。不过他们并没有选择退场，因为通过空中的大屏幕，他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叶晨和张蕊在试炼之塔中的考核进度。只不过这种目光中已然全是惊惧，太可怕了，他们可是连试炼之塔的第1层都打不过，结果人家叶晨不但轻易地通过了，而且还尼玛打到了试炼之塔的最后1层，都把人 boss 都给干没了。所以这一次的考核不是题目超纲啊，完全是他们这一届的考生出了一个不讲道理的 bug， 太可怕了，这简直太可怕了。叶晨，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一次的考核为啥突然改变形式了。的确，这里面怪物等级上限提高到30级，我估计就是因为叶晨这家伙已经30级，是他把怪物的平均等级给拉高了。我想不通，一个蟹骑士而已，为啥子这样牛逼？如果按照以往的考核模式，我估计这一届凡是跟叶晨对上的都不可能有啥好的学府可以上了，而且运气差的话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了。是啊，就那光之刃的威力，你说那是青铜技能，辉耀技能都没这么变态吧？你在说笑？就算换成这个考核模式，除了叶晨之外，咱们都是第1层都没有通过，咱们所有人都没有学府可以上了。卧槽，那咋整？我妈说如果这一次没法去学府考核的话，就得让我回去种地。我妈说战士系职业者力量大，种地正好。我去，那你也太惨了吧。选择留下观战的考生们无一不是发出痛苦的哀叹声，然而叶晨却是直接无视了这些目光，反正这么多人看着，而且自己还有关会长和刘部长保护，所以就算赵丽和那位神秘职业者想要对他不轨，谅他俩也不敢这个时候动手。于是和张蕊约好考核结束一块分赃。随后裴天成老脸僵硬的就从审判席上走了下来，郁闷中夹杂着懵逼，宣布了这一次升学考核的结果。郁闷是因为他们这一届包括3中在内 99.99% 的学生都丧失了进入学府的资格，而懵逼的则是这一届他们3中竟然出了2位保送到苍兰学府的学生，叶晨和张蕊。这一郁一喜，整的老裴连考核结束词都给忘了。过了半晌，这才拿着话筒开始发言。第61章，这就是考核冠军的含金量。嗨嗨，来自鄂州市的各位考生，本次大考顺利落幕，你们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优秀啊。裴天成感觉自己脑子有点抽，他究竟是心里在想什么，竟然说出了这种话。而闻言，审判席上诸多校长也是神色变幻，陈局长更是嘴角抽了一下。老裴，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这一届考生的考核表现非常优秀，就算你要按照以往的发言格式来，多少也要参照一下考核的具体情况吧，别搞得跟形式主义一样，官话套话全都上来啊。而那些考核过后垂头丧气的考生们，听到这句话以后脸都绿了。优秀？优秀吗？你管考核第1关都过不了的表现叫做优秀？行，这么优秀的表现，那到时候他们要是没有学上，指定给你3中爆破了。新仇旧恨一块上。嗨嗨，在考核的时候，我们和教育局陈局长也是一直在商量，本次考核难度过大，除了叶晨之外，对于其他考生都不太公平，所以具体后续还是听通知吧，可能要再经历一次考核。啊，还要考啊？这一下连观战席的那些家族都有点绷不住了。不过转念一想，没了叶晨，那临时的补考可能就会按照以往的形式，所以他们儿子的机会也就很大了。裴校长还在接着宣布一些事情，这时叶晨也是和关会长他们交谈了起来，毕竟这最后一关结束之前，
一道莫名的光华涌入脑海。虽然叶晨感到有些亲切，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啥影响，可不管怎么说，不管不顾这可不行。只不过就在这时，观战席上2个被黑斗篷包裹的人影，愤怒的目光落在叶晨身上。此时2人却是准备跑路了。詹姆斯先生，混蛋叶晨就在这里，他的威胁对你们归一会而言，甚至比当年消失的2大天才还要更甚。不管是关青龙还是刘长卿，不可能拦住你，直接出手将他杀了。赵丽的目光充斥着血红，对叶晨，赵丽可是痛恨到了极点，大庭广众的让他失去实力，而且还把他的宝贝儿子给杀了，血仇不能不报。就更别说今天这次升学考核简直成了叶晨一个人的表演场。可原本打算出手，甚至连计划都确定下来的詹姆斯，竟然在叶晨和关刘2人交谈的时候，小声凑在他的耳边，让他一块跑路。这又是何意啊？以詹姆斯85级的实力干掉叶晨，然后回归襄州分会，这简直太轻松了。蠢货，我们已经被发现了。这个考核现场有4转高手隐藏其中，刚才我的气息就已经被锁定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闻言，赵丽的嘴角也是狠狠地哆嗦了起来。不是说这一届升学考核坐镇最强的2个人只是关刘2人吗？为啥会出现神秘的4转大佬啊？不过在一个4转大佬面前，他和詹姆斯联手也不可能对叶晨做什么了。因此2人当机立断，立刻拿出传送石准备捏碎。可就在这个时候，2人都互相发现双方背后那一颗血腥的魔眼，还不待2人说话，身上立刻就出现一条毒蛇撕咬的血洞，随后毒发身亡，2人直接就是一命呜呼了。什么情况？身旁的动静立刻引来了各位家主，还有关刘，包括叶晨的注意，将黑色头巾扒下来。赵丽，还有一个白皮。关青龙立刻意识到，这怕是某些组织派出来针对叶晨的行动啊。只不过没想到，这2人还没动手，竟然先一步被发现，并且还解决了。而就在众人思考着究竟是谁动手杀死了这2位不速之客，虚空中顶尖学府的特使也是终于露面。而这一幕直接是将整个考核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卧槽，那是来自圣光学府的特使，4转120级战士系神印骑士。万皇学府的特使同样是一位4转大佬。当然这中间最牛逼的还是苍蓝学府的特使江青崖，120级4转的真眼法神啊！大佬看我呀，我也想进顶尖学府。算了，省省吧，这些特使大佬明摆着就是冲着叶晨他们去的，咱们连第1层都没打过，还是乖乖等补考消息吧。特使们的出现顿时让整个会场响起了嘈杂的欢呼声。然而最后一个考生有气无力的提醒，众人也是顿时意识到，靠，这一次的主角是他娘的叶晨啊！人家注意力全都在叶晨的身上，唉，这简直太羡慕了。我想3大顶尖学府的特使出面，应该是为了招收叶晨了。也是，以叶晨的表现，特使招揽也在情理之中。我好羡慕啊！叶晨脸上也是颇为好奇的打量着登场的3位特使。然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这3位特使竟然齐刷刷的跑到叶晨跟前来，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就是对他抛出了橄榄枝。我是圣光学府的招收特使秦山海，我们圣光学府的师资力量你是知道的，位列5大顶尖学府之一，更有学府专属精英级秘境。如果你来的话，学费全免，并且还免费赠送你一本铂金级血骑士技能书。考虑一下。我万皇学府的招收特使白横剑，如果你来的话，你会受到我们学府最顶尖师资力量的培养，并且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2位特使都分别对叶晨提出了邀请，甚至包括叶晨有什么额外想法都可以主动提出，只要叶晨能够选择他们的学府加盟，这就是考核第1名的含金量。就更别说叶晨这次考核的成绩简直可以用亮眼2个字来形容。所以2位特使开出的条件也是比以往优厚了无数倍。第62章记忆残片，2个月的长假。而2位特使的橄榄枝自然也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全场欢呼。因为哪怕是之前考核也从来没有说给考核冠军提出过如此优厚的待遇啊。然而反观苍蓝学府的这位特使江青崖似乎并没有参与到针对优秀生源的抢夺当中，反而是脸上带笑的看着叶晨，这不禁让众人迟疑起来。莫非苍蓝学府对叶晨不感兴趣？也是，纵观苍蓝学府每一届的学生，
似乎从来没有说出现过血骑士的职业。虽然招生简章上也没有明说禁止招收血骑士的学生，但长久以来，这似乎也是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是因为叶晨的职业，导致苍兰学府对叶晨并不感兴趣。呵呵，感谢两位特使抬爱。不过，对于这些奖励、待遇啥的，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提一个，我想让小姨、张蕊还有关雅，他们3人跟着我一起来学府上学。你们谁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去哪个学府。由于顶尖学府严苛的招收条件，其实也并不是每个省市的考核冠军就能毫无顾忌的提条件。关青龙微微一愣，而关雅在听到叶晨入学条件竟然是要将他也带进去，心头也是有些微暖。真庆幸1个星期以前在城外山林找到了叶晨呢。不过对于叶晨的条件，2位特使脸上顿时露出了纠结的表情。因为顶尖学府对于每个省市的招生名额有规定，1个省市最多5个名额，全国总共50来个省，相当于每个顶尖学府1届学生也就200来个。张蕊的话这倒是没问题，毕竟和叶晨组队，而且还有不朽级的天赋，实际上早就是名额之一了。可关雅、赵可，虽然叶晨的潜力很强，但如果仅凭1次考核冠军就要让他们违背学府规定，那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这时，只有苍兰学府的特使江青崖站出来表示，可以答应叶晨这个条件。于是，选择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当然是选择苍兰学府。考核结束，其余的考生们也是被家族带领依次离开了考场。然而叶晨、江青崖以及关、刘2个人却是留了下来。对了，江特使、关会长刚才在解决关卡 BOSS 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为了自己的身体考虑，叶晨也是急忙将深渊魔君死亡后的诡异现象，就简单的跟3人描述了一下。虽然暂时是没啥问题，可是自己的安全重要啊！老是这么一颗定时炸弹，这可不行。听到叶晨的发言，3人脸上也是不约而同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你是说，在将 BOSS 击杀以后，一道白色光华顺着进入了你的体内？于是江青崖也是立刻发动针眼，专门查看了一下那道白色光华的情况，同时心里也是有些紧张。毕竟当年发生在龙都的那次怪物工程，强度也是罕见了，普遍怪物等级都在120级以上，甚至还出现了超过150级的 BOSS。要不是强者带着试炼之塔出现，很难说当年那次灾难会波及到什么范围。而且20年前2位绝世天才的消失，也跟这深渊魔君有关啊。可是当仔细检查过后，江特使的脸色这才微微缓和。这只是一段记忆残片罢了，对你的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根据我的猜测，或许当达到某些条件的时候，这些记忆残片就会化作影像，变成你记忆中的一部分。闻言，叶晨顿时就感觉非常奇怪了，自己跟这试炼之塔非亲非故的，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东西，这又是啥情况？然而关青龙和刘长青2人却是坚定了某个想法。不过思考再三以后，还是决定暂时不将这个事情跟叶晨讲了，毕竟连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行了，事情已经说好了，学府每年会有寒暑假，2个月以后凭这枚令牌直接来苍兰学府报到就可以了。临走前，江特使直接就丢给了叶晨4枚令牌，毕竟这是说好了的。答应叶晨的条件就是开学以后会让叶晨、张蕊以及他的小姨关雅一块到苍兰学府上学，所以这些令牌就是凭证。至于中间会不会遇到啥阻碍，没关系，江特使在苍兰学府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一些困难他还是可以搞定的。真没想到在进入学府之前竟然还有2个月的大假。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叶晨整个人直接就惊了，这不禁让他回想起了高中升大学时候的那段快乐时光，足足2个月的摆烂生涯。没想到穿越以后竟然还有这种待遇。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之前曾经答应关会长要参与工会大比的，可结果2个月以后这就要去龙都，万一学府日程比较满没时间，这可咋整？没关系，协会总部就在龙都，每年的工会大比都是在龙都总部进行，你只要抽空出来就行。闻言，叶晨当即也是点了点头。老关，现在考核也结束了，过几天你们协会应该要带叶晨去刷龙鳞洞穴了吧？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们通关成功了。言毕，刘部长也是有一些事情要忙，马上要离开了。不过在走之前也是不禁感叹，龙鳞洞穴这块难啃的骨头马上就要被通关了。是啊，想要通关这个秘境，没有叶晨的天赋可不行。一提到这个事情，关青龙的脸色都变得红润了很多。一个凭血司命，
至少能砍掉暗黑龙王30以上的属性和血量。天赋的辅助能力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了。所以关青龙已经完全不考虑万一通关不了会怎么办了，而是要开始考虑秘境的首通奖励，以及万一掉落啥装备、技能书，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分配。不过作为头号功臣，属于叶晨的那一份奖励是绝对不可能忘记的。第63章龙鳞洞穴前的准备工作。升学考核上午开始，经过开场白，然后总结陈词，再加上叶晨从1层打通到100层，总共花费时间连2个小时都没到，所以这会时间也就下午1点钟左右，还早。而且最主要的是，叶晨作为本次升学考核的冠军，含金量也是非常之高。作为湖海省的首府，每年鄂州市的升学考核都会引起整个湖海省考生的关注，毕竟考核往往都是在一省的首府进行，而且每一次聚集的那几乎就是来自省内各个市区的考生，所以叶晨这一次考核冠军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整个鄂州市来讲，而是可以称为湖海省的冠军。因此为了庆祝这一盛事，同时也是拉近一下叶晨与三中的关系，校长裴天成也是专程坐庄，邀请包括叶晨、关青龙以及刘部长等人在内，中午一块吃个饭啥的。当然像考核冠军这种名头，他们三中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所以裴天成也是临时决定必须再给叶晨颁发一些大考冠军奖励，并且全校通报叶晨、张蕊这一次考核的战绩，以勉励即将明年参加考核的那些学子努力再努力。而对于奖励这东西，叶晨倒不是特别关注了，钱他有，而且叶晨现在手上就有2亿龙币的现金，可以说在场的除了关青龙、刘长青之外，应该就属叶晨最有钱了。至于技能书、装备，三中的情况叶晨还是了解一些的，平常连教学设施都没钱购买，冠军奖励不能太寒酸，黄金装总有一件。可现在叶晨这都有一枚铂金级的戒指了，区黄金装能看得上，要不然裴校长还是不要破费了。不过最终看到裴校长似乎执意要给自己精心挑选一些技能书、装备作为奖励，那叶晨也只好点点头表示接受了。转头叶晨则是看向了关会长，对了，今天下午的话也没什么事，要不下午咱们就去龙鳞洞穴，还有今天考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张蕊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这庆功宴张蕊不来不行。其实对于龙鳞洞穴的首通，叶晨比关会长他们都要更加期待，毕竟亲身体验了一下空血反伤天赋的强大效果之后，进入龙鳞洞穴，叶晨就可以从单纯的辅助一跃成为其中最强的输出，没有之一。而根据龙鳞洞穴的 BOSS 介绍，暗黑龙王会掉落一套完美适配血骑士的铂金装，名字叫做神圣铠甲套装，单件装备有着血量加成不说，整个套装效果是额外增加佩戴者1半的血量，并且每一件铂金装在佩戴之前都有概率产生额外附加效果。就比如这一次升学考核，最终 BOSS 深渊魔君掉落的饰品戒指深渊魔君之戒，佩戴上去以后，叶晨就好运的得到了一个附加技能，杀怪就能无限叠加血量。所以结合种种原因，叶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身上的这些黄金套装统统都换成铂金等级了。至于为什么这一次庆功宴执意要把张蕊带上，当然张蕊她值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次龙鳞洞穴，叶晨也需要张蕊给自己加个 buff。 作为80级的精英级 BOSS， 击杀以后暗黑龙王会根据输出总共分配1000万经验值，不过因为叶晨和暗黑龙王等级相差太大，所以经验被削减，叶晨不可能全部搞到手。不过结合经验卷轴神圣祈祷，砍掉90%血量以后，叶晨也能差不多弄到1000万的经验。1000万，这就相当于升级经验的1/3了，要是亏掉的话太可惜了。而额外的装备、技能书的掉落同样不能无视。闻言，关会长也是第一时间明白了叶晨的企图，当即也是直接就答应了下来。酒足饭饱，这一次庆功宴也是很快就结束了。老裴啊，我听说你跟新闻报社这边好像有些关系，舆论什么的造起来啊。就说今天下午咱们鄂州分会即将攻克龙鳞洞穴。在离开之前，关会长也是笑着说道。见状，裴天成当即也是脸色凝重的点了点头，一些小算盘想法立刻就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同时对于叶晨的实力也是越发震惊。看看职业者协会攻克一个秘境，竟然要将叶晨给带过去，而叶晨是他们三中的人才啊，更是这一次考核的冠军。
所以关于这一点，一定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趁机给他们三中也做一些宣传。这样一来，今年9月份招生，他们三中不仅可以招收到鄂州市的生源，甚至有了叶晨这样的金字招牌，说不准连隔壁一些省市的职业者家族也会把自家孩子给送到他们学校。毕竟一个血骑士都能这么变态，谁知道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呢？而另外一边，协会大楼正式启程之前，经过讨论以后，关会长等人也是决定先暂时休息一下。虽然叶晨的天赋非常可怕，有叶晨在的话，暗黑龙王的血量至少会降低30不说，整体难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但毕竟他们以往攻克这个秘境也是吃足了苦头，每当提起这个 BOSS， 他们都有点 PTSD 了。1个小时后，看着大家红润起来的面庞，关青龙当即也是开始调兵遣将。自己一个78级圣光剑客，肯定是必须参战的。灵牙、风灵猎手，远程攻击对于吸引暗黑龙王火力也是很有帮助，而且伤害也不弱，是仅次于关青龙的输出手了。可第三人的选择就非常纠结了，因为和以往的情况不太一样。由于龙鳞洞穴最大限制人数是5人，刨去叶晨和张蕊的话，他们协会能够拿出的位置就只剩下了3个。输出不能不要啊！以往担任第3输出的是赵山河，职业暗影双刀，72级飞侠系的职业者，输出也是非常猛了。但考虑到张蕊跟叶晨等级太低，果然还是要放弃输出，补上周通这样一个生存位吗？第64章，叶晨，他去做什么？没关系，有我在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多输出。而叶晨则是表示，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林副会长都可以不用去了，毕竟多一个战斗职业出手，那自己到时候分配的经验岂不是要少很多？当然，叶晨肯定是表面上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如果协会的第3人是周叔的话，叶晨觉得很不错。一名60级主教啊，安全感简直爆炸。哦，对了，等下如果周叔跟咱们一块去龙鳞洞穴的话，那让他不要把神圣祈祷挂我身上了，有张蕊给我加 buff 就行了。叶晨也是急忙提醒了一下，毕竟周通的主教虽然和张蕊的职业有些冲突，3转的技能也要更加丰富一些，但张蕊的天赋却比周通要强大很多。不朽级的天赋的张蕊对上毫无天赋的周通，这孰强孰弱不需要多说了吧？听到叶晨都这么说了，那关青龙也只好表示行吧，第3人那就选定周通了，反正少一个输出，无非是要多打一回罢了。暗黑龙王血量被砍掉30%的话，还剩下2700万左右，大概砍个1个小时也能通关。至于周通，一个主教就不要去想输出的问题了，负责保护好叶晨和张蕊2个人就行了。于是一番规划之后，从协会大楼开始讨伐暗黑龙王的远征队浩浩荡荡的也是出发了。而另外一边，由于裴天成的操作，有关职业者协会再战龙鳞洞穴的消息也是直接就出现在了报纸上，而且还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不少职业者也是拿着报纸奔走相告。当然，由于裴校长这夹带私货的操作过于明显，哪怕不是明眼人也是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特意将叶晨的照片放得贼 TM 大，生怕别人不知道叶晨是他们学校出来的似的。不过除此之外，职业者们对于鄂州分会沉寂了这么长时间，竟然打算再次出征讨伐龙鳞洞穴的 BOSS 暗黑龙王，也是顿时震惊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似乎报纸上提到有关职业者协会讨伐暗黑龙王最近的一次还是在1年前，当时的报纸版面也是非常给协会面子了，同样是头版头条的位置，而且那个时候关青龙刚刚晋升78级，协会内5大3转高手齐聚，可谓是信心满满。大家都以为这波肯定能拿下这个 BOSS 完成首通，可最终的结果还是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了。不过也没办法，根据资料统计，其他省市协会的那些专属秘境里面 BOSS 的等级范围大多在75级左右，而且还没有反伤之类的变态天赋，所以从难度上来看，他们鄂州的这个专属秘境难度可谓是非常之高，打不过也在常理之中。因此众人纷纷以为可能下一次协会出征讨伐暗黑龙王应该是要等到几年以后，关会长进入80级之后再带队挑战龙鳞洞穴，这个比较合理。可没有想到的是，上午刚进行完升学考核，你下午直接就带队去讨伐秘境，这是不是效率过快了一些啊？而且从报纸的照片上，他们竟然还看到了叶晨和张蕊的身影。要知道秘境对进入人数可是有很大的限制，这龙鳞洞穴限制进入的人数就是5人，把叶晨和张蕊带上，
这岂不是相当平白，少了2个输出位？除非有一种可能才能解释这一点，那就是叶晨和张蕊的天赋对攻克秘境很有效果，甚至这个效果已经大到了足以弥补2位战斗职业的程度了。于是想到这种情况以后，这群职业者们当即也是在各大论坛上讨论了起来。卧槽，兄弟们，你们看到报纸没有？我人傻了，关会长他们竟然又去挑战暗黑龙王了。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其实关会长他们实力不差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似乎是干掉了龙王80%的血量，不过最终还是翻车了。只能说关会长的等级还是有点低了。我相信再过2年，等关会长80级了，应该就能过。不过这一次我看不懂了呀，明摆着是咱们协会的输出不够，这才没法通关。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增加输出？可你把输出换成2个拖油瓶，我是真不能理解啊。没错，虽然叶晨和张蕊他们小队是考核第1名，但和暗黑龙王等级相差太大。10年以后，他们出现在关会长的讨伐名单上，这我绝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现在，抱歉，我看不懂啊。我听说张蕊拥有不朽级天赋，而叶晨能跟张蕊组队，可想而知他的天赋也绝对不差。莫非是2人的天赋对讨伐秘境有啥决定性的作用？就算天赋再牛逼，我也不信可以弥补2个输出职业的差距。以往这2个位置似乎属于重炮手和暗影双刀，连他们都没法弥补差距，难道仅靠天赋就行了？或许这么做，关会长他们自有考虑吧。论坛上，职业者们也是肆无忌惮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虽然也是不太相信，带上叶晨和张蕊，这一次协会就能顺利攻克龙鳞洞穴，但也没有出声嘲讽就是了。而消息传到隔壁香洲分会议室，一道冰冷的目光直接就锁定在了叶晨的身上。其他人或许对叶晨的天赋将信将疑，然而透过特殊手段，本次鄂州市考核现场的状况，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包括最后叶晨用某种特殊手段直接砍掉了深渊魔君足足50万的血量。这是什么天赋？这是反伤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反伤，而是根据伤害按照比例进行返还的反伤。不然的话，50万的血量伤害，一个30级的血骑士能做到。不过对于为啥秒杀光线竟然扣掉了叶晨50万的血量，这个他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一名30级的血骑士不管怎么对叠血量都不可能超过50万，连10万都费劲。想到这里，他便死死地捏紧拳头，咬牙切齿的眼神中充斥着对叶晨的杀意。第65章8100万的血量没了。随着裴校长圆满地完成了关青龙安排的任务，眼看着报纸，关会长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了笑容。这夹带私货的意思谁看不出来啊？尤其是这叶晨的大头照直接就摆在明面上了，而且隐约还能看到报纸上的叶晨似乎穿的还是来自3中的校服，这是趁机又把自己学校给顺便宣传了一下。不过对于裴天成的操作，关青龙也是没有表示反对就是了，甚至还颇为的赞成。这是因为没有想到在升学考核结束之后，叶晨顺带提的要求竟然把关雅也给带上了。虽然这丫头的天赋不弱，本身也是单体爆发类型的战斗职业，但湖海省这么一个地方，对于职业者的发展还是不怎么好的。3转，这已经是顶天了，再想往上提升，成为传说中的4转大佬，那是绝无可能。所以，如果能跟着叶晨他们一块去苍兰学府深造，顶尖的资源拿到手软，以关雅的天赋，绝对可以成为4转大佬。所以宣传一下叶晨，让叶晨出名，以后叶晨在苍兰学府就可以照着关雅了。现在叶晨的等级都31级了，已经比关雅要高了。这次1个星期的时间，双方的实力悄然之间就发生了彻底的逆转。而就在关会长拿着报纸思绪波动的时候，前方已经出现一个黑色的洞口，洞口散发着某种强大到窒息的气息。叶晨顿时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这也太狠了，都没有看到 BOSS 本体，仅仅只是来到秘境入口，这就被 BOSS 的等级和威压给压制了。不过这一幕也是让叶晨暗自窃喜，因为由于空血反伤的特殊机制，只有暗黑龙王一巴掌能排掉自己超过5000血，才会完美触发反伤，直接扣掉暗黑龙王90%血量。而现在这种程度，叶晨感觉还真是刚刚好。这样一来，就算没有秒杀光线，这波秘境讨伐很快就能结束了。暗黑龙王差不多9000万的血量，如果单纯用天赋2的话，扣掉30%，差不多就是2700万。BOSS 还能留6300万。不过如果是反伤的话，他的血量就只剩下900万了。
叶晨不禁暗自想到：老周，现在趁着我们还没进去，先给叶晨和张蕊上个圣堂之门，保命要紧啊！突然，关会长注视着两人，当即也是给周通下了一个命令。闻言，叶晨当即就不乐意了：卧槽！这要是一个圣堂之门加身的话，那这波反伤操作可就秀不出来了。主教拥有的技能大多以保命、治愈为主，而这圣堂之门可以免疫一次致命伤害，不过冷却时间却长达30分钟，是只有牧师达到3转才能学习的保命神技。嗨，关会长，作为血骑士，我已经有一个保命的技能了，而且冷却时间只有1分钟，所以这个技能你还是让周叔给张蕊上吧。我就不要了。关会长想了想，也有道理，毕竟血骑士血后再加上一个额外血条，确实是不用担心叶晨。进入秘境，一只3层楼高的巨型黑龙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只黑龙竟然有3对龙目，3个头，这表现力无疑是非常凶狠了。一声咆哮差点能给叶晨耳朵震聋了。快，叶晨动手！关会长也是急忙让叶晨赶紧释放天赋，类似那种天赋 buff 越早释放越好。然而关会长话音刚落，暗黑龙王中间的这个头直接口中凝聚着烈焰，朝着叶晨这边释放了过来。这一幕，关会长顿时眼眶欲裂。这是暗黑龙王的招牌技能，就算落在他们的身上，也是能至少打出2-3千的伤害，而在等级压制下，落在叶晨身上很有可能翻倍，变成7-8千。这个畜生为什么这么早就把这技能给放出来了？林雅脸上也是露出了懵逼的表情。此前讨伐暗黑龙王的时候，一开始那都是试探，结果上来这就开大了。什么情况？没关系，叶晨的血量现在已经超过7万，光血条就有5-6万，就算伤害8000点也是不痛不痒。卧槽！周通还在安慰大家说着，可是紧接着打在叶晨身上的伤害也是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88921，夺手，8万血，一个龙息竟然直接就喷掉了叶晨8万血，这伤害怎么突然这么高？还没等关会长他们回过神来，随后更加让他们感到惊悚的一幕出现了。老关，你看，你快看，这暗黑龙王他的血量也减少了。周通眼珠子都惊得快要瞪出来，声音都因为过度震撼而过分尖锐了起来。血量减少很正常，叶晨他应该是趁机使用了天赋。暗黑龙王衰弱了，我们刚好趁机动手。关会长不以为意，还以为叶晨这是趁着血条被打空，直接就释放了天赋。可是当他回过头，目光落在暗黑龙王身上的时候，立马就发现不对劲，这不对劲啊！卧槽，什么情况？暗黑龙王2个头竟然石化了，身体竟然全都石化了，就剩下中间的一个头在动了。作为80级的秘境 BOSS， 当血量减少到0，暗黑龙王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石化，总共10个部位，每个部位都有相应的血条，所有的血条累积起来，总共构成了9000万的血量。然而这一下子，暗黑龙王全身竟然都变成了石化状态，就剩下一个头可以动了。老关，这是你做的？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赵山河也是一脸懵逼的看了过来，刚才似乎从关青龙这边放出了一道光，然后暗黑龙王的身体就石化了，而关青龙又是整个征讨队实力最强的，不是他做的，那又是谁？老赵，你觉得这可能吗？我的实力你还不了解？关青龙当即也是苦笑一声，1秒钟，暗黑龙王就只剩下一个头可以动了。他们以往来到秘境最好的一次战绩，那也是打到剩下2个头啊，而且也是花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然而今天别说1小时了，他连看都没看，注意力全在叶晨身上呢。结果你告诉他，啪的一下，8100万血量就这么没了。第66章，空血反伤的强大。不是你做的？关会长的否认再次让场内几个人微微愣了一下。确实，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伙伴，不存在说什么隐藏实力之类的。而想要在1秒钟对暗黑龙王造成超过8000万的伤害，这放眼整个龙国，估计连4转大佬都做不到了。而他们3转职业者，大多数伤害都在1-2万之间。据说强大的4转职业者，技能伤害保底都有几十万，一些强力的输出职业丢一次攻击能有上百万的伤害，但8000万，这有点骇人听闻了呀。既然不是关青龙，那能造成这个伤害的还能是谁？唰的一下，众人震惊的目光最终又落回到叶晨的身上了，满是惊讶和不可思议。同时
也是浓郁的好奇，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叶晨最强的天赋应该就是凭血司命了。同级别的怪物可以无条件造成高达80%的削弱效果，包括血量在内。而高出叶晨等级的怪物，虽然削弱幅度就没有那么变态，不过30%的削减也是非常强悍了。所以众人想到这一点以后，第一反应就是，难道随着叶晨等级提升，天赋效果发生变化了？比如没有等级限制，任何怪物都能无条件削减80%属性和血量。可是这也不对啊，9000万削弱80%的话，那也才7200万啊。可是这一次直接砍掉了暗黑龙王8100万，这叶晨的天赋也不对劲啊！怎么想怎么都不对了。那能怎么办？只能是当场查看一下叶晨的天赋，看看这波到底是咋回事。嗨嗨，叶晨，等下我让老周看看你的面板没问题吧？老周啊，等下我和老林、老赵输出，你就负责看看叶晨的面板就行。不到1000万的血量，大概10分钟就结束了。10分钟没有主教加血也能轻松通过了。毕竟龙鳞洞穴这个秘境他们可是来过无数次了。BOSS 机制啊，这些技能，甚至包括反伤、秒杀光线的释放时间，这些都无比熟练。像是血量低于3000万，暗黑龙王必然会开启一次反伤，只要注意躲避并且不进攻，就能轻松免疫反伤伤害。可是关会长他们马上又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卧槽，这 BOSS 砸血量变低了不说，竟然还变成了木桩，一动不动的，这是啥情况？说好的3000万血以下会反伤呢？这畜生今天改姓了。而就在关会长等人因为懵逼而不太敢动手的时候，另外一边，经过叶晨点头以后，周通也是立马查看起了面板。随着第3天赋空血反伤的出现，周通整个人直接就扑通一声当场跪下。卧槽，叶晨小友，老夫我给你跪了呀！老关，你们尽管出手，这个 BOSS 现在已经彻底变成木桩了，而且刚才那8100万的血还真就是叶晨做的。周通的内心何等的惊涛骇浪啊！这下有关升学考核，深渊魔君为何对叶晨造成高达50万点的伤害，原因也是彻底知道了。10倍成伤，然后按照血量比例同等反伤，最高可以直接无条件砍掉 BOSS 90的血量。这尼玛，血骑士竟然还能觉醒出这个天赋！这一刻，周通看着叶晨，简直就像在看自己的祖宗。马德，有了这个天赋，再加上铁血强盾，别看现在叶晨这才30级，哪怕是直接带叶晨去一个全新的4转秘境，这个天赋估计都能带队完成首通了。而且叶晨一个人都能造成至少90的输出伤害，试问这跟无敌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天赋跟血骑士，你敢说没有关系吗？关系很密切啊，这是其他任何职业都觉醒不出来的天赋。没想到一个血骑士觉醒了3个唯一级天赋以后，竟然这么可怕。周通坐在地上，整个人都是气喘吁吁，有点虚了。关青龙、林崖、赵山河，他们3人也是彻底无语了，内心狠狠地挣扎一番以后，当即也是互相对视一眼，叹了一口气。唉，算了，这波叶晨显然已经不再是辅助的身份了，摇身一变，直接就成了小队的最高输出。我们还是继续将这剩下1000万砍掉吧，也快了，一个木桩而已，时间还能缩短。是啊，差不多5分钟就能解决了吧。凭血司命把暗黑龙王的技能给 ban 掉了，一个头，这能翻出多大浪花？不可一世的龙王只能是无比悲愤的看着各种各样的剑气、风灵剑矢还有双刃不断落在自己的头上，躲都没法躲。双瞳似乎也是带着难以理解的表情，为啥这几个人类明明没有成长多少，可这次自己就毫无还手之力了。5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过，你和你的团队成功击杀了暗黑龙王。根据团队输出贡献以及双方等级差异，你的经验加6120000，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契约的影响，你共计获得了1468800经验值。果然啊，和叶晨先前的猜测一模一样。由于叶晨此时的等级只是31级，而暗黑龙王则是一个80级的 BOSS， 足足50级的等级差距。即便叶晨一个人击杀了暗黑龙王90%的血量受到等级压制，经验值也并没有完全发放了，而是发放了差不多70%左右。不过好在叶晨提前还准备了经验卷轴以及张蕊提供的 buff， 因此总共获得了超过1400万的经验，也还算非常不错了。当然受到团队契约的影响，张蕊同步也是得到了超过200万的经验，等级来到了24级。 BOSS 被击杀，
所有人都没想到，本以为又是耗时好几个小时的持久战，结果不到5分钟竟然就完成了秘境首通。不过这就结束了？当然没有。快看，暗黑龙王的身下似乎有什么白金色的光芒。白金，这是铂金级装备的色彩，难道又掉铂金装了？深吸了一口气，叶晨也是跟关会长等人第一时间来到了光芒所在。第67章连掉2件铂金装。什么逆天运气？名称：神圣铠甲头盔，类型：装备，职业：通用，品质：铂金，等级：无级别。介绍：佩戴后装备者血量额外增加1万，2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20，3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30。以为这就完了？不，还没有，还有另外一件，名称：神圣之铠甲，类型：装备，职业：通用，品质：铂金，等级：无级别。介绍：佩戴后装备者血量额外增加1万，2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20，3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30。随着叶晨一行人来到白金色光芒前，相关的介绍也是顿时让叶晨震惊了起来。卧槽，这运气简直碉堡了呀！并不是说每次通关铂金级秘境就一定能掉落铂金装，根据之前的秘境统计结果，掉落铂金装的概率是黄金装的1%，而且也不是说每次通关秘境都能掉落装备啊。除了叶晨之外，关青龙等其他几人也是震颤不已。这真的是人能拥有的运气。一般说来，每次攻克秘境之后，打怪大概掉落装备的概率顶多也就20左右，而且就算是铂金级秘境，就算掉落装备，那这些装备的级别也就差不多白银、黄金，也就是说，综合计算下来，掉落铂金级装备的概率可能就是2/1000。通关1万次秘境，这才有可能掉落2件铂金装。可结果，你第一次首通，这居然就掉了2件，而且刚好还是2件套。不过可惜只是2件套而已。神圣铠甲套装总共有3件装备，如果凑成3件套的话，那就是总计50的血量加成了。而在感叹了一波运气爆炸之后，关会长脸上也是顿时露出了惋惜之色。只能说今天的运气的确爆炸，但也没有那么爆炸。如果这一次连同神圣铠甲盾牌一并给调出来，凑成神圣铠甲套装3件套，那叶晨这才算是真正的起飞。因为每一件神圣铠甲套装都会无条件的给佩戴者增加1万的基础血量，3件套就是3万，再结合这50的血量，可以说现在叶晨这血量7万。如果单纯将手头上的装备替换一下，换成这3件，那么叶晨的血量就会直接起飞，变成10万。一名31级10万血的血骑士有多可怕？加上血条，就是共计18万的总血量。不过叶晨倒是没有这么多不满，因为这一次通关得到的收获已经很让叶晨满意了。毕竟张蕊的天赋虽然是不朽级，但是2/1000的概率，这其实叶晨也不确定多少次通关能把套装给刷出来了。但是这一爆竟然直接爆了2，可以说已经超出叶晨的期待了。哪怕没有第3件，单纯将这2件给换上，这就能让叶晨的实力大大提升了。盘点了一下装备收获之后，随后就是暗黑龙王掉落的材料：龙王之冕、坚韧龙鳞，这些都是锻造铂金装必须的材料。只不过一枚闪闪发亮的金盒却是让叶晨莫名的感兴趣，并没有暗黑龙王的那种暗黑属性，反而更像是某些怪物的通用掉落物。这是怪物结晶，而且是暗黑龙王的怪物结晶，价值不菲啊！这一枚拿出去应该就能兑换1件铂金装了，而且别人还得倒贴钱给你。关青龙来到叶晨的跟前，眼中也是带着惊讶和好奇，看着手上的这枚小小金盒，能卖钱？关会长，这东西大概能卖多少？叶晨也是忍不住好奇地问了起来。当然，如今叶晨手上可是足足有2亿的现金，再加上交易市场那边剩下的3亿龙币，这已经算是富甲一方了。卖多少？叶晨，我跟你讲，虽然龙币是咱们龙国最基本的法定货币，但是在真正顶尖的装备面前，职业者们交易就不再使用龙币了，而是会使用这些特殊精英 BOSS 掉落的怪物结晶。凡60级以上的怪物都会随机掉落怪物结晶，每一枚结晶至少能换取超过1000万龙币，而那些结晶是最普通怪物掉落的结晶。听到关会长的解释，叶晨也是诧异不已。在学校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听老师传授过类似的知识啊。不过很快叶晨也是想到了原因，这是因为哪怕是中学教师，以老刘为例，他的等级也才48级，
大多数的老师等级都在40到50级之间，这样的等级自然没资格接触60级野怪的掉落物。不过，一个普通野怪掉落的怪物结晶，竟然都等价于1000万龙币，也难怪大多数3转职业者家族那都是腰缠万贯了。就比如赵明他们家，难怪这么有钱了，老爹出去打个怪，估计都能随便入账上千万了。哎，虽然怪物结晶每个60级野怪都有掉落概率，但掉率不高也是1%了。3转以后的精英及秘境 BOSS 会掉落 BOSS 专属结晶，这枚属于暗黑龙王的结晶，价值更高。放在龙都交易市场的话，这一枚至少能卖出5亿龙币了。死，那这也太血赚了。然而，正当叶晨准备把这暗黑龙王的掉落物递给关会长的时候，关会长摆了摆手，说出来的话让叶晨也是感觉有点心软。不用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攻克这个秘境啊。还有2个月以后，苍兰学府恐怕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一下关雅了。说完，关青龙也是无奈的看了一眼叶晨，紧接着又偷偷瞄了一眼张蕊。哎，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张蕊对叶晨有意思，而且叶晨似乎也并不抗拒，看来想要把叶晨招揽成自家女婿，真是任重道远啊。看来回去也得跟关雅暗示一下，多多跟叶晨接触才行。当然，内心的想法这咋能表现出来呢？随着空间门开启，检查了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以后，叶晨等人也是立刻离开了龙鳞洞穴。这一次的讨伐也是圆满结束。第68章，求求你做个人吧。鄂州市郊区协会大楼，由于关会长等人带着协会几大3转高手外出，所以这个时候协会的阵容也是非常空虚。毕竟关青龙、林牙那可是协会最强的2大战力啊。虽然协会还有几位3转高手坐镇，但是和关青龙他们2人之间实力还是有所断层。同时，他们坐在椅子上也是有些坐立不安了。老马，你说这一次老关他们能顺利攻克这个秘境吗？一个头戴战士头盔的职业者当即也是沉不住气问道。这位马姓职业者皱了皱眉头，也是感觉有点悬。虽然这波加上了叶晨，一个叶晨等同于能砍掉暗黑龙王30%血量的输出，以及可以让暗黑龙王的面板属性同样降低30%，但你说这样必然就能通关，也不尽然。毕竟虽然叶晨一个人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输出手了，可他们也不明白，带上叶晨也就算了，可为啥还要带上一个23级的牧师小姑娘？众人讨论时，关雅也是独自坐在椅子上，神情有些落寞。一方面是担心这一次自己的老爹还有叶晨他们进展如何，这也就过了不到15分钟，几乎每次出去讨伐暗黑龙王那都是几个小时起步，完全没法得知里面的情况啊。而另一方面，那就完全是因为张蕊了。这段时间和叶晨的相处也是让关雅这个大姐姐内心里对叶晨的关注更加增多了，所以当看到张蕊竟然跟叶晨走得挺近，不自觉的就有点不太舒服。哎，算了算了，还是不想这些了。关雅缓缓站起身来，也是打算去外面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等1个小时以后再回来。然而正当协会剩下的这些人讨论着叶晨一行进展的时候，一道空间门突然乱入，随后叶晨、关青龙等人也是直接就从空间门内缓缓走了出来，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老关，你们情况怎么样？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又没打过？马卫庆也是皱了一下眉头，不过还是站起来，来到关会长、林雅等人面前，然后安慰了起来。却不料叶晨直接就将象征着暗黑龙王标志的龙王之冕给拿了出来。而看到这个东西，在场的所有职业者们也是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了。卧槽，这是龙王之冕，暗黑龙王的掉落物。你们竟然通关了！马卫庆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塞住了，说话都变得无比的吃力。然后一看时间，卧槽，15分钟！你们15分钟就把龙鳞洞穴给过了。他们原以为就算加上叶晨，也是足足要经过个8小时才能出结果。可是你这15分钟，竟然直接就打通了，输出这么暴力的吗？还是说老关这段时间一直在隐藏实力？其实他早就已经80级了。在这之前，我也有这种想法，以为老关他在隐藏实力。可是随后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的还很离谱。你们知道这一次讨伐暗黑龙王输出最多的人是谁吗？副会长林牙则是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跟众多职业者们分享着讨伐的过程。输出最多的人难道不是关会长吗？听到林牙这句话，众人直接就翻了一个白眼给他。
他们不是没有考虑到叶晨的天赋情况，3成血量上限，这姑且算叶晨输出了1/3吧。可是要知道，剩下7成血量，叶晨应该再没有什么手段能参与其中了吧？所以在丢完天赋以后，众人感觉叶晨很有可能就沦为看客，接下来就是关会长还有林牙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然而听林副会长的这个意思，他们似乎还猜错了，莫非不是老关？关青龙摇了摇头，最终还是把叶晨给推了出来。我们都小看了叶晨，这小家伙他在30级的时候觉醒了第3个天赋，直接扣掉了暗黑龙王90的血量，这中间花费的时间甚至还不到1秒。至于我和老林他们900万血，也是足足砍了5分钟啊，真是惭愧。关会长无奈地叹着气，哎，自己一个78级的输出职业，结果造成的伤害竟然还没有叶晨多。虽然是叶晨恐怖的天赋导致的，但你这至少要给他们留点面子吧。900万血，他和老林也是砍了5分钟才砍掉。8000万，叶晨用了1秒，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他老关还有面子？有，还真有。只要到时候叶晨成了自家女婿，那自己岂不是很长脸？然后关青龙说完，整个会议室瞬间就陷入了无比的寂静，所有人的脸上，包括关雅在内，也是无比的呆滞。傻了，人已经彻底傻了。31级仅凭天赋就砍掉80级 BOSS 9成血量，这是什么怪物？不，怪物这2个字已经没法形容叶晨了，他更应该属于神。没错，要是叶晨继续保持这个架势成长下去，以后有一天你突然站在他们的面前，亲口告诉他们叶晨已经超脱了职业者的限制，已经成神，或许他们都会相信这件事的可信度。叶晨，你身上的这2件装备是？马卫庆惊异的目光又落在了叶晨的身上。临走之前，叶晨穿着的还是金色套装，圣甲套装。对于血骑士来说，圣甲套装的血量加成可谓是非常之香啊。然而这一个秘境结束，叶晨身上就鸟枪换炮了，2件黄金装不翼而飞，反而换上了更加炫酷的。我照，这2件装备，难道是？马卫庆、关雅等人眼睛瞬间瞪大，白金的色泽，这不是铂金装的专属颜色，而且能够取代原本圣甲套装的位置，唯有尚未替代的铂金装神圣铠甲套装才有这种资格啊。第69章，有本事你他娘的再说一遍。叶晨，你不会告诉我，这第一次通关龙灵洞穴，你们就把这套装给爆出来了吧？马卫庆刚刚还有些缓和的心情，这一下子又给紧绷了起来。马德，变态啊！不是说铂金级装备掉落概率是2/1000吗？你为啥这居然一次秘境就给爆出来了，而且还一次性爆了2件？看来叶晨不仅仅是天赋变态啊，这运气也是简直刁炸天，这跟我可没有关系。对此，叶晨也只好一个白眼就翻了出去。此时张蕊在协会坐了一会后，也是感觉莫名的目光落在身上，有些不太舒服，所以立刻也是跟叶晨打了个招呼，急忙就回家了。所以此时此刻会议室内站着的几乎都是协会的自己人。对于这些称赞的声音，如果真的是叶晨做出来的话，那叶晨直接接受，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这莫须有的头衔，叶晨可就不要了。我咋可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应该是张蕊吧，他的不朽级天赋刚好可以大幅度增加装备的掉落率。闻言，马卫庆等人也是顿时无语了。我去，这一届他们3中竟然出了2个变态，一个为1级天赋的叶晨，这就很逆天了。结果除了叶晨之外，忘记算了一个不朽级的天赋。这下马卫庆总算是知道为啥除了叶晨之外，老关他们还要带上一个23级牧师了。原来不为其他，而是因为这个不朽级的天赋啊。好了，今天顺利攻克秘境，对于我们协会来说可是一件大喜事。看这下隔壁襄州分会有什么话说？林副会长的心情大好，总算扬眉吐气了一番。所以今天林雅也是提议，要不然今晚协会高层来个团建啥的，大家聚一聚 KK 歌什么的，培养一下感情。对此叶晨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其实本来今天升学考核自己应该早早回家，然后将考核冠军的好消息告诉小姨的，但下午又要去龙灵洞穴，一个非常危险的秘境副本，所以叶晨也是担心，万一回去被小姨批评，这可咋整？毕竟虽然顺利攻克了，也没有受到啥伤，但叶晨也是不太愿意让小姨担心的。所以如果今晚团建的话，那叶晨倒是有了一个借口，回去晚一些，然后就跟赵可讲，为了庆祝自己考核冠军，然后跟协会的人一块出去吃饭了。
完美的就掩盖了一块出去刷高难度秘境的真相。而与此同时，另外一边，随着叶晨等人攻克秘境回到协会，裴天成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然后带着激动震撼的心情拨通了古社长的电话。鄂州新闻社的社长是裴天成的老同学，虽然不是职业者，但是凭借天赋也是成功的坐到了社长的位置上，对凡是有关鄂州市的新闻播报有着决定性的发表资格。老古，赶紧，立刻，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裴天成强忍着激动的心情，但是这消息简直太震撼了，压根就掩盖不住了。老裴，到底什么消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1个小时以前你就找过我一次了，还说让我将协会叶晨即将攻克秘境的消息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我照做了。结果你这1个小时以后又来给我打电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古社长对裴天成的操作已经有些不满了。虽然作为社长，在报社的话语权也是很重的，可是他这个位置可是有很多人在惦记，就等着他有一天犯错，然后把他从社长的位置上给撸下来。而这一次，一旦关青龙他们攻克龙灵洞穴再次以失败告终，那到时候估计副社长那帮人就有借口对自己发难，然后让他把社长的位置给让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古社长可是冒着丢饭碗的风险在给裴校长办事的。结果裴校长的这不断的电话，在老古看来颇有一种把他当成工具人的感觉了，当即就对裴天成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紧接着就听到裴天成这儿传来一个让人无比震惊的消息。老古，你先别急着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龙灵洞穴通了，被叶晨他们给打通了。得到消息的裴天成到现在都是笑得合不拢嘴，甚至在得知消息以后，直接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古社长，而是给一些雕塑生产厂打了电话，要求立刻定制叶晨的雕像。这属实太牛逼了。根据消息，据说这一次叶晨在攻克龙灵洞穴中立了大功，甚至都到了没有叶晨，这一次的讨伐行动以失败告终的程度了。你说这不给人叶晨塑个像，这能行啊？得知消息以后，古社长整个人也是当场骂了。什么？你他妈的在说什么？龙灵洞穴还真他妈的被打通了，而且还是被叶晨他们给打通的。你难道不应该说是光会长他们带队打通的？老裴，叶晨是你的学生，你在他脸上贴金，这个没有什么，对此我表示理解。古社长当即也是脸色严肃的回了一句。但是在这种时候，明显关会长、林副会长他们出力比较多，所以你这时候不应该把叶晨的名字加在最前面。为了对协会表示尊重，应该将关会长放在前面，懂？除非，老裴，我话就放在这，除非你说叶晨在讨伐龙灵洞穴的行动中立了头功，或者这个秘境叶晨他输出最多，你这么说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吗？老裴，你说这可能吗？怎么不可能？老古，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对于古社长的指证，裴天成不但没有改正，反而是替叶晨据理力争了起来。根据消息，叶晨他一个人就干掉了暗黑龙王90的血量啊！而且1秒，没错，就花了1秒钟。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古社长的脑袋轰的一声直接炸裂。一个31级的血骑士，1秒钟干了8100万的血，他娘的！有本事你再说一次。第70章，消息传出，全城震撼。什么再说一遍？你的耳朵是有问题吗？说一遍就够了。而电话另一头，由于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现在还热乎着，所以裴天成也是担心，万一自己再说一遍加深印象的话，那自己这脆弱的小心脏会不会承受不住？毕竟一个31级的血骑士被3转大佬们组队带到了秘境，而且竟然还成了主攻手，一次性还砍掉了人8000多万的血量。这种消息要是多听几遍，兴奋是兴奋，但是容易引起休克啊。所以总之话就说这么一次，要是老古再让他继续说下去的话，那他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铁定不可能继续再说了。而见状，古社长终于彻底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了。挂断了电话之后，拿着笔的右手也是狠狠地颤抖了起来。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太疯狂了啊！不敢相信，是真的不敢相信。但不信又不行。古社长，您是有新闻要编辑吗？而身旁刚刚沏好了茶，准备给古社长送来的女秘书，一双笔直的黑丝大长腿直挺挺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扭动之间也是格外的散发着诱惑力。不过这个时候，古社长显然是没工夫欣赏美景了。不用，这个新闻我亲自编辑。
旋即脑海中文思泉涌，奋笔疾书。一则新闻标题也是立刻见报：惊爆！本届升学考核冠军竟被邀请参与龙陵洞穴秘境讨伐，单人独砍8000万血，惊世骇俗。叶晨，龙国第一职业者天才。虽然标题看上去多少有点 UC 震惊部的味道了，但是作为新闻报社的社长，古社长也是非常清楚，越是浮夸的标题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而他们报社最需要的东西是啥？那还不是大家的关注吗？看的人越多，他们报社的生意就越红火，自己更是有可能坐稳社长的宝座，不那么容易会被撸下来了。在古社长的特权下，标题连带着新闻内容也是直接被刊印了出来，而且就在上一份报纸刚刚发售不到1小时，马上最新一刊就又出来了。路过地摊的职业者们也是非常好奇，话说他们报社不是1小时前刚发售的报纸，怎么这突然又来一份？结果购买了一看，整个人也是当场傻眼。而网络职业者的相关论坛上，有关鄂州市专属铂金秘境被攻略成功的消息，直接就霸占了首页。不仅仅是鄂州市的职业者们纷纷发帖表示震惊，就连其他省份的职业者们也是被吸引了过来。什么？有瓜吃？算我一个！各位鄂州市的父老乡亲们，最新一期的报纸都看到了吧？我的天，这叶晨简直绝了！上午考核冠军，下午就跟关会长他们出去讨伐秘境去了。我也看到了，不过我很好奇啊，那龙陵洞穴有限制人数要求，可为啥要把叶晨他们2个拖油瓶算上？少了2个输出，那这波功课估计也是惨败告终。也不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去年也是大张旗鼓，结果最后失败，连个消息都没有，还是从某些小渠道那里搞到的消息。只能说这次开香槟太早了，而且还把叶晨的照片放那么大，要是功课失败，估计叶晨这好不容易得到的名气彻底就没了。是啊，一个拥有天赋的血骑士，考核冠军，我女儿都成了叶晨铁粉了。而这波要是失败，估计女儿马上就粉转路了。报纸？哦，那个报纸我也看了，不过叶晨身边的那个女孩好像是我女儿张蕊啊。叶晨跟我女儿是同班同学，幸好叶晨没追求我女儿。一个血骑士能有啥前途？阿姨，您不会没看升学考核吧？这一次您女儿和叶晨组队，可是拿了考核的冠军，而且也跟着一块去攻克龙陵洞穴，最主要的是还攻克成功了啊！然后这位自称是张蕊妈妈的发帖人立马就没了消息，也不知道究竟是被气的，还是因为过度震惊临时休克了。不过绝大多数人对于这2种情况都是表示理解的，毕竟正常人都不会对血骑士多看2眼，但是那可是叶晨啊！据说龙陵洞穴独砍暗黑龙王8000万血，在最新一刊报纸上已经把叶晨吹成了龙国状元，同期竟无任何一职业者能与其相比，所以就别在意人职业是不是血骑士了吧。总之只要足够牛逼，这不就行了吗？你女儿跟叶晨组队，换成其他人的话，是求都求不来的机会。结果你说你咋还晕了呢？晚上因为龙陵洞穴被顺利攻克，所以自然而然关会长也是带着协会所有人出去团建了一下，喝酒唱歌什么的娱乐活动就不必多说了，反而是叶晨被簇拥在中间，多少有些不太适应了，然后当即也是拉着关雅一块出去透透气，因为看模样似乎关雅好像也不太喜欢这种喧嚣的环境。而就在这时，叶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竟然是来自鄂州交易市场的电话。这都已经8点了，交易市场应该下班了啊，咋突然打电话过来？或许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且打电话过来的这个人叶晨也认识，甚至当时还是叶晨主动将电话留给他了，名叫王大卫，是鄂州市交易市场的负责人。难道是铂金庄有消息了？毕竟因为市场资金不够，所以这家伙也是给叶晨打了个欠条，送了叶晨一个黄金级的储物戒指，2亿龙币，不过剩下1亿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反正叶晨不急，毕竟人交易市场的信用还是很不错，不至于说私吞什么的。只不过叶晨也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打电话过来。那个，首先恭喜你啊，叶晨小友，今天关于你的考核和首通消息简直起飞了。考核消息这个叶晨知道，但首通消息是那个多嘴的把消息给传出去的，为啥自己不知道？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对于叶晨来说，王大卫啥时候支付剩下的这些欠款，这可比无谓的赞美来得有用多了。第71章，金会长的示好。其实我对外界的赞美啊，这些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还是说些我感兴趣的东西吧。
比如上次咱们约好的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叶晨也是不跟他来虚的，直接就上正题。虽然2亿龙币在手，叶晨不是特别着急尾款，但人王大卫一个电话打过来，总不可能单纯只是过来庆祝，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过来和叶晨商量，而这个事情极有可能跟尾款有关。当然啊！王大卫当即也是一脸谄笑的肯定了叶晨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龙都总部的金会长在听说了交易对象是你以后，除了原本的约定之外，还当即表示将额外附赠你一张 VVIP 黑卡。拥有这张黑卡，只要你来我们交易市场进行多笔价值5亿以上的交易，那么将会减免一切手续费，你可以得到全部的交易款项。VVIP 黑卡有这种东西吗？叶晨闻言当即也是皱了一下眉头，这也是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不过叶晨也是到这里才第一次听说，原来在交易市场进行5亿以上的交易，竟然是要收取手续费的，而且手续费也是丝毫不低，高达20的费用。不过转念一想，叶晨也是感觉这个策略就非常合理了。毕竟人这么大的一个交易市场，开办出来目的肯定是为了赚钱，不是拿来给职业者们做慈善的。5亿以下的金额不收取手续费，这一点已经很棒了，比人民企业家都要好很多。而5亿以上，叶晨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反正现在叶晨手头有 VVIP 黑卡，手续费这东西以后跟叶晨算是彻底无缘了。20的费用减免，总体上来看还是非常的香的。从叶晨的语气中，王大卫也是能看出叶晨的心情非常不错，于是也是缓了缓口气。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事情了。叶晨小友啊，鉴于你本次鄂州市考核冠军的头衔以及秘境中的优秀表现，金会长已经公开坦言想要与你打好关系，并且除了先前约定的条件之外，还将额外附送你2张铂金级的门票碎片。至于那件铂金级的装备，你也别着急，总部那边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是一面铂金级的盾牌，名称叫做神圣铠甲盾牌。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卧槽！闻言，叶晨整个人直接就愣住了。这就是省市考核冠军的待遇吗？不对，那可是 VVIP 黑卡，减免后续交易一切的手续费用。估计全国算下来，能拿到这玩意的可能总计还不超过100人。所以，金会长代表的交易市场，这是看中了自己的潜力。不过，对于这一点，叶晨自然是没有任何推辞，同时心里也是高兴不已。没想到自己身后除了关会长这样的靠山之外，竟然还多出了交易市场这么一个巨大的背景。其实叶晨对于金会长的名头也是早有耳闻，全名金玉泰，听上去像是个棒子名，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龙国人。整个龙国遍布各大省市的交易市场，基本上都是他的产业。所以论能量的话，这位金会长的背景简直比关青龙都要高了。而鄂州市能够拿出手的顶级强者，关会长、刘部长，其实放眼全国的实力，也不算很顶尖了，属于中等偏上、中流砥柱的等级。3转强者很强，但是唯有4转大佬才能配称之为传说。而作为产业遍布全国的交易市场拥有者，你说金会长手下没有4转大佬坐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叶晨不知不觉对王大卫的称呼都变得不太一样了。王大叔，除了这张黑卡之外，还有2枚铂金级门票碎片，以及1件神圣铠甲盾牌，2枚秘境门票碎片，算上叶晨手上的这1枚，总共就是3枚门票碎片了。而根据介绍，这种碎片一旦凑齐3枚，就可以组合成随机铂金级的秘境门票。虽然未必在省市范围内，但眼下距离开学还有少说2个月时间，带着关会长他们一块再去刷一个铂金本，岂不美哉？什么？单挑铂金级秘境 BOSS， 就算让叶晨站着砍，9成血量就已经顶天了，不可能再往上拔高了。你哪怕最拉胯的铂金本，60级就能进入的那种，里面 BOSS 的血量也往往高达1000万，砍掉9成，还剩100万，经验压制，等级压制。而且，如果叶晨想要单挑，至少要把张蕊带上给自己家 buff 吧。叶晨的生存是没问题了，可张蕊咋整？一个脆皮牧师，扛不住3转 BOSS 一击啊！对了，突然一个疑惑从叶晨的脑袋中冒了出来。神圣铠甲盾牌是出自龙鳞洞穴的专属套装，然而现在这个秘境又刚刚首通，他们交易市场哪来的装备？嗨，这是一位4转神断师的手笔。虽然神圣铠甲套是秘境才能爆出来的专属装备，但是图纸这东西又不是。只要有图纸，
神锻师就能通过材料将装备锻造出来。闻言，叶晨的疑惑这才算是被解答。那我什么能来拿装备？不会是要我亲自去一趟龙都吧？叶晨嘴角一抽，鄂州距龙都3000多公里，坐飞机都得坐5、6个小时了。这个不用，已经有专人将装备和门票碎片打包带到这里的市场了，所以明天白天下班前你抽空来拿就行。原来是这样。听到王大卫的话，叶晨这才松了一口气，挂断了电话，却不料一旁的关雅竟然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你在笑什么？哎呀，没什么，只是想到了开心的事情。叶晨非但没有收敛，嘴角的笑容反而更加浓郁了。和雅姐之间能有什么秘密呢？不存在的。于是叶晨也是直接将金会长对自己示好的情况简单跟关雅说了一下。第72章，谁家醋坛子给打翻了？什么？你是说……当听到叶晨将整个事情和盘托出以后，关雅俏脸上也是顿时布满了震撼，同时眼睛也是难以置信的在叶晨的身上游走。对于交易市场这个名头，叶晨可能不是知道的很清楚，然而作为关会长的女儿，对于交易市场这样的庞然大物，明显关雅要知道的更加清楚一些。一个绝对保持中立的机构竟然会主动对你示好，绝对保持中立，这是啥意思？叶晨露出了古怪的表情。听雅姐这意思，龙国除了官方之外，难道还有私人性质的职业者组织？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吗？我们职业者协会属于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武装部则是属于官方。你说有没有民间组织的存在？那要按关雅这么说的话，的确也应该分出一类民间组织来了。你别看鄂州市的这些职业者家族实力比较差，很多都只是刚刚60级，但是在其他一些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省市，比如甘蓝省、川南省，这些地方的民间职业者组织实力就很强了，甚至丝毫不比当地的职业者分会要差了。其中川南省的谢家连职业都并不是靠转职，而是靠传承。职业竟然还有传承一说？关雅的解释更是让叶晨吃惊了起来，同时也是暗自感叹，果然这些来自大家族的职业者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毕竟如果是传承来的职业，那岂不是还有专门的主战家族、辅助家族？而且既然不参与转职，那应该也不用参与升学考核了。也就是说，考核的冠军什么的，或许根本就不会从这些家族产生。而同时，来自家族的自傲，也会让他们对那些省市的考核冠军心生小觑。这种事情叶晨可是见得多了。就比方说前世叶晨曾经读过的小说《战苍穹》，这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桥段。说到这里，关雅不禁叹了一口气。这些职业者家族行径大多非常霸道，而且职业者要升级，往往会去练级地，总共就那么大块的地，协会和当地家族总会因此爆发一些摩擦的。哦，所以这中立原来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交易市场的职业者并不是金会长培养的，而是类似于超能力雇佣来的。叶晨不禁也是恍然，正是因为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安全的职业者来源不同，所以这就导致遍及全国的市场总是以中立的姿态，从不插手职业者们的纷争吗？不过话说，我既然加入了鄂州分会的话，金会长这就变相属于战队协会了吧？叶晨摇了摇头。总之，关于这些还是以后再说。对了，突然关雅像是想到什么一般，俏脸有些通红的看着叶晨。雅姐，有话直说啊，咱们之间啥关系？叶晨有些奇怪的看了关雅一眼，吞吞吐吐的，和平常雅姐的性格可是完全不像啊。那个，冒昧问一句，你跟张蕊什么关系啊？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不禁让关雅的俏脸越发的红了。毕竟当时自己可是亲口跟叶晨说自己不喜欢小弟弟类型的。然而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关雅也是莫名发现，每当张蕊跟着叶晨一块出去刷秘境的时候，自己的情绪总是会波动一下，很想跟上去问问，但是又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啊，怎么回事？这种事情怎么能当面问叶晨啊？哎呀，羞死了！关雅的心理想法，叶晨自然是不清楚的，于是也是非常认真的想了一下，硬要说的话，应该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吧。每次出去，他就是给我加 buff 什么的。这样啊。闻言，关雅立刻也是松了一口气，心中一块大石也是莫名落了下来。不过话说回来，雅姐你问这个干嘛？传来叶晨灵魂的发问。你可是当初我从城外山林找回来的，而且从年龄上看，你是我的弟弟，姐姐关心一下弟弟，这很正常。关雅故作正经的回应道。真的吗？我怎么闻到一股醋味？谁家醋坛子翻了？找打！酒足饭饱，
直到凌晨2点，叶晨这才回到家里。没办法，玩得尽兴了一些。而且今天报纸上的消息沸沸扬扬，叶晨本来还想瞒着小姨，下午跟着一块去讨伐秘境的消息，但现在来看，十有八九小姨已经知道了。以小姨的性格，肯定会凑上来批评自己一顿。小小年纪跑去80级秘境做什么？类似这样的话几乎不用想，叶晨的脑海里直接就会冒出来。好在这么晚的时间，小姨早已在房间睡下。总之还是等到明天，等去交易市场将装备拿到手了，回来再跟小姨解释吧。叶晨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立刻上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8点，叶晨就已经守在了交易市场的门口，周围不少人带着惊异的目光来回在叶晨身上扫视着，甚至还有不少年轻的面孔上来找他讨要签名的。叶晨仿佛一时间就变成了鄂州市的大明星，毕竟昨天报纸上的内容实在是太震撼了。除了这些讨要签名的下一代之外，周围路人对叶晨的惊叹也是此起彼伏。叶晨，这就是叶晨啊！听说之所以关会长他们能够攻克龙灵洞穴，叶晨堪称首功，真是个变态啊！不过咱们鄂州市能有这么一个潜力股也是好事。而且我听说叶晨和张蕊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两个拥有天赋的职业者呀，日后说不定会组成家族什么的，到时候咱们鄂州或许就能和其他大省市一样鸡犬升天啊！不过据说张蕊的父母是个老顽固，竟然对血骑士抱着歧视的态度，我简直气到不行。血骑士赛高，血骑士无敌，如果我也能转职成为血骑士就好了。听到这些言论，叶晨的嘴角顿时也是抽搐了起来。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第73章，堪称职业者练级圣地。好在叶晨的定力还是不错的，即便身边传来不少窃窃私语以及各种惊讶震撼的目光，这都不能乱叶晨道心。哪怕是一些丰满的漂亮小姐姐都贴脸主动凑上来了，在听到他们竟然是不远10里碰巧路过了以后，也是只好无奈的在笔记本上签了一个名。虽然这种事情以前在学校也经历过，不过叶晨的有名也是局限于3中和附近高中范围了。但现在叶晨不管走在鄂州市的大街小巷，那都随时能感受到周围羡慕嫉妒以及某些充满爱慕的目光了。好了，我得去交易市场买点东西了。潇洒的签完了一个名字，叶晨挥挥手就和2位漂亮小姐姐告别了，随意的转身，身后的2位小姐姐不禁眼睛都要看直了。卧槽，这也太帅了！哎呀，怎么忘记把叶晨的联系方式给忘了？直到叶晨走进市场，这2位少女这才有些懊恼的回过神来。艾玛，光顾着看，忘记讨要联系方式了。可恶，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这样被他们给错过了。来到交易市场以后，王大卫站在显眼的地方已经站得很久了，看到叶晨之后，双眼顿时放出惊喜的光芒。叶晨小友，多的废话我就不说了，这是上次咱们约定好的尾款，还有2张铂金秘境门票的碎片，请你笑纳。一面散发着铂金庄专属色彩的盾牌，以及2枚碎片立刻呈现在叶晨的面前。叶晨点了点头，然后从戒指中同样是拿出来1张门票碎片。看到这一幕，王大卫顿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啊，叶晨小友，你竟然也有1张门票碎片！虽然王大卫的实力不是很强，但作为鄂州交易市场的负责人，对于一些宝贝的产出方式也是非常了解。这些秘境门票碎片大多来自一些变异的秘境，这些秘境往往的门票商人们追求的目标啊。结果这谁能想到，叶晨的手上竟然就有了1枚碎片，那岂不是说叶晨此前就已经顺利通关过类似的秘境了？卧槽，运气好，偶然之下获得的。叶晨当即也是微微一笑，也不管王大卫此时什么表情。眼下3张门票碎片到手，而且全部都是铂金级的门票碎片，也就是说，现在叶晨就能合成1张铂金级秘境门票，然后趁着这2个月的长假，拉上关会长他们一块去刷本。反正铂金级秘境的等级范围大多在60到100级之间，如果随机到了100级秘境，虽然 BOSS 可能比关会长他们高20多级，但是有自己的天赋在，通关也不是不可能啊。想到这里，叶晨立马就开始将这3张门票碎片开始合成了。一道耀眼的白光，1张崭新的门票赫然就出现在叶晨的手中。不是精英级秘境，而且秘境的进入等级竟然没有任何限制。而随着门票信息浮现眼前，叶晨的神色不由得微微一愣。铂金练级场，这特么是什么鬼？这么大众化的名字，特么的也能叫秘境？叶晨当即感觉自己这该不是随机到了什么拉胯的铂金级秘境了吧？而且秘境出没的地点也是非常搞了，竟然是在川南省白川市。根据雅姐所说，在那里
可是有强大的职业者家族，而且据说当地的某些家族还经常会跟职业者协会起冲突。川南省距离鄂州差不多1000多公里，而且据说那里的家族不乏4转级的强者。这么一个大众化的名字，想必这样的秘境只要有钱就能进入吧。而4转大佬所在的家族肯定是不缺钱的。叶晨嘴角微微一抽，如此一来，自己要是真的到川南省去使用这张门票，会不会当场被那里的地头蛇家族给赶出来？毕竟在那里，估计关会长的名号也是不咋好用了。甚至叶晨也不清楚，当地的职业者协会会不会跟关会长一样替他出头了。现在的鄂州市好歹是叶晨的地盘，然而莫名其妙为了一个大众名字的秘境门票，竟然要出一趟远门，那这叶晨就要考虑划不划算的问题了。甚至将这张门票反手再卖出去，加钱换些铂金装，这可能都比现在要舒服了。然而就在叶晨一脸无奈地将这张门票展示出来，顺便问问王大卫他们是否会收这种门票，结果却发现王大卫的神色则是变得不对劲了起来。叶晨小友，不得不说你的运气真的是很好啊，竟然随机到了这种门票啊！你说啥？王大卫的话让叶晨都有些不知所措的起来。要不是因为对王大卫的好感拉满，可能叶晨真的感觉这货其实是个奸商，就等着自己跳坑呢。但显然王大卫并不是这样的人，既然他这么说，那或许这张门票真的另有玄机。你别看他名字拉胯，相比较一般的铂金级精英秘境，这种练级场类型的秘境可是最受人追捧的。毕竟精英秘境使用以后，一旦挑战失败，那这钱就白花了。但是这种练级场入口的门票，可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挑战失败过。对了，叶晨小友，你现在多少级？32级。叶晨也是点了点头。那么进入练级场以后，算上经验卷轴，可能你1个小时就能升1级。卧槽！你说啥？1个小时升1级？听到这里，叶晨彻底震惊了。知道现在升1级需要多少经验吗？5000万，相当于得杀1万只5000经验的野怪，这才能升1级。然而正常地方哪有这么多野怪让你杀？而且就算找到，单只经验也不可能这么多啊。不过激动过后，叶晨也是冷静了一下。来往总共2000公里，就为了1级的等级提升，虽然是省了大量的时间不错，可听上去似乎也不怎么划算吧。第74章，血量上限突破12万。当然，这种练级场肯定不只是升级这么简单。王大卫也是开始继续为叶晨解惑了起来。从铂金级开始，就有了对应的练级秘境，秘境里面的怪物数量极多。根据统计，1小时以内出现在练级秘境中的野怪数量，至少也是超过5万只。而且经验值和怪物等级则是根据进入者的等级变化浮动的。像铂金这种级别，单只野怪的经验值从5000到10万不等，上限就是10万。不管你多少级，哪怕是120级进去，干掉一只野怪也只能搞到10万经验了。但对于低等级的职业者来说，这无疑是比精英秘境更划算的练级选项啊。所以如果叶晨过去的话，将里面的5万怪杀光，至少就能搞到2亿多的经验。2亿，这不香吗？算上经验卷轴，这几乎可以让叶晨从32级起码蹦到38级了，足足6级的节约时间。来往共2000公里，这总划算了吧？这能节约多少练级时间啊？不过王大卫的话还没有说完，经验值还并不是这种练级场秘境最引人入胜之处。练级场会对每一名进入挑战的职业者最终杀掉的怪物数量进行统计，然后列入等级排名。根据排名等级的不同，练级场也会给予对应的排名奖励。估计要是叶晨小友去了的话，可能至少也能排名等级前3吧。王大卫也是不由得感叹了起来，连暗黑龙王这种 BOSS 都能砍掉8000万血量啊！可见叶晨作为血骑士，必然是有输出手段的，而且还非常的凶悍。所以如果叶晨真的打算去一趟川南省挑战一下铂金练级场，那以他的实力，估计30到40等级范围的排名奖励必然是可以得到了。以为这就结束了？深渊魔君之戒让叶晨额外拥有了一项被动技能，每击杀一只怪物，叶晨都将永久性的提升1点血量上限。杀怪越多，获得的血量上限也就越多。而保底5万只野怪，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只要叶晨能够将练级场里面的野怪杀光，那么叶晨还将额外获得5万点的血量上限，结合装备的效果，届时叶晨的综合血量将有多么恐怖？会不会直接超过10万血，将血量上限提高到20万？这都是有可能的。而20万血量，叶晨的属性点总数也会达到2000点，平均分配下来，
四维属性将全部超过500。看来不去一下是不行了。叶晨情绪激动，对于铂金练级场可谓是充满了期待。不过可惜的是，只有1张门票，如果多出1张的话，就能把张蕊一块带过去，给自己加个 buff。这样一来，自己说不定就能冲击40级了，真是可惜。对了，王叔，铂金练级场门票你这里还有吗？如果还有的话，那叶晨也是觉得干脆给张蕊也弄1张好了，毕竟门票这东西往往价值不高。还记得之前黄金级的门票吗？1张也就几十万龙币，所以叶晨估计铂金级的门票顶多也就在几十万的基础上翻个10倍吧。几百万，这个价格对于叶晨来讲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几百万能让自己多升几级，这简直是赚大了好吗？然而王大卫却是叹了一口气。铂金练级场位于川南省，所以一般这种门票只有在那边才能买到，而且价格也是不菲。某些强大的职业者家族甚至按1张1000万龙币的价格批量收购这种门票，所以那边家族势力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职业传承的关系，跟这种练级场地关系也很大了。1000万龙币，死！本来叶晨以为几百万1张门票，这个价格已经很离谱了，结果在川南省，这样的门票1张竟然1000万都被人抢着买，只能说果然实力越强的家族，这财气底蕴就越深厚吗？叶晨顿时感觉这2亿龙币看着多，实际上也是不太禁花啊。听完了王大卫的介绍以后，叶晨也是只好叹了一口气。门票啥的，等到了川南省的时候再说吧。至于现在，也该看看神圣铠甲盾牌的效果了。心念一动，有关盾牌的相关介绍也是立刻呈现在眼前。名称：神圣铠甲盾牌，类型：装备，职业：通用，品质：铂金，等级：无级别。介绍：佩戴后装备者血量额外增加2万，并获得50血量加成效果。2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20； 3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增加30。只能说不愧是铂金级的装备了。盾牌作为血骑士的专属装备，本身加的血量就比其他部位的装备要多了。这不，相比铠甲、头盔，盾牌的血量加成变成了2万，而且额外又有50的血量加成。叶晨二话不说，这种时候果然还是要将它穿上，然后看一眼属性面板，体验一下无敌的感觉。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32级，2转，血量128000，力量324，敏捷324，智力324，精神324，技能：光之刃、青铜、铁血强盾、黄金。套装：神圣铠甲套装。装备：神圣铠甲盾牌。神圣铠甲3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加50。装备附赠效果：每击杀一只怪物，血量上限加1，无上限。职业天赋1，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职业天赋2，凭血司命为1。天赋介绍：当你的攻击造成伤害，你可以通过对方血液大幅度削弱他的属性和实力，若双方差距过大，可直接造成秒杀效果。职业天赋3，空血反伤为1。天赋介绍：专属技能铁血强盾血条额外增加10， BOSS 类怪物对你造成伤害额外提升1000，若额外血条被清空，将对该 BOSS 类怪物无条件按照已消耗部分百分比造成伤害，反弹最大伤害上限为该 BOSS 怪血量90，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第75章，这川南省的家族实力这么强，32级，12万的血量，4维属性全部超过320点。光看数据的话，可能会对此没有什么概念。那么进行一下对比不就好了？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叶晨的属性已经堪比一个白板，没有任何技能、装备属性加成的80级职业者，而且还得是4个不同类职业者的属性全部加在一起，这才能和叶晨的总属性对应。60级是开始3转的等级，而80级在3转的基础上还额外增加了20的等级，所以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叶晨现在的数据究竟是多么变态了。一拳的威力绝对可以媲美一名3转的战士大佬了。不过当然有一点必须考虑在内，那就是作为一名80级的战斗职业，他们肯定不可能身上一点装备都没有。将这些综合考虑一下，那叶晨的战斗力也是足以媲美一些刚完成3转的60级大佬了。再结合手上的2大技能，光之刃、铁血强盾，铂金炼级场里面的怪物总数量有多少？这个叶晨就不清楚。不过如果按照5万怪来计算的话，以现在光刃的范围、威力、续航，
估计这些怪出多少杀多少，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高昂的经验值加成，那头号的排名奖励肯定要落在叶晨的头上了。然而这还只是光之刃这一个技能的效果，要是算上铁屑强盾、90的额外血条，释放技能以后，叶晨的总血量就达到243000，四维属性单条就能破600。届时就算叶晨的面前真的出现一个80级的职业者大佬，哪怕是满配装备的那种，各种技能天赋的加持之下，叶晨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了。和王大卫告别以后，时间还早，才不到10点，叶晨也是直接去了一趟总部大楼。毕竟如此之好的消息，叶晨肯定是不能藏在心里，好消息就是要分享才对。不过对于叶晨来讲确实是好消息没错了，但对于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有点肾虚的周叔，这可能就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就比如叶晨话音刚落，周通当即也是一个白眼直接翻了过去，竟然当场昏死了。赶紧让医疗小队过来看看老周的情况。关青龙看到这一幕自然也是有些无语，不过对于周通的这般反应，其实关青龙也是能理解就是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样强大的心脏，能够接连不断的抵御来自叶晨各种各样震惊的消息。一张铂金炼级场得秘境门票吗？川南省的情况确实有些复杂，尤其是这个炼级场的秘境常年被4大家族霸占，就连老苏他们对此都是相当头疼。关会长拿起茶几上的一杯茶，微微抿了一口，马上也是放下。看到叶晨疑惑的表情，关青龙当即也是给叶晨解释了起来。这4大家族你就理解为川南省的扛把子家族就行，马、白、齐、唐4大家族，他们的职业都是源于家族传承，都异常强大，而且每一个家族内都有一名4转级的职业者坐镇。虽然老苏是当地协会的会长，也是4转的实力，但对4大家族还是无可奈何呀。听到关青龙的介绍以后，叶晨立刻也是感到棘手了起来。虽然早就听说川南省的职业者家族中有4转大佬，但每个家族竟然都有一名，那岂不是一共4位4转高手？也难怪能和当地协会分庭抗礼了。这种级别，哪怕是加上武装部，估计也顶多5开了。不过关会长说完，叶晨则是再次感叹了一下，果然他们湖海市在全国范围都不算强啊。关会长，刘部长这够厉害了吧？结果这才3转而已，连80级都没到。然而仁川南省就少说有6个4转大佬了，3转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了。不过叶晨，你也别着急，我和老苏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和他说说，到时候咱们过去，他也能多少照应你一下。说着，关青龙也是立刻一个电话就给老苏打了过去。喂，老苏啊，我是老关。一番简明扼要的交谈，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出发。而且老苏说他和当地的交易市场有些关系，虽然那里铂金炼级场门票数量产出不多，但老苏已经挑明了，这个月一共3张门票，让市场给你留着。我去，这么好？本以为关会长那句和老苏关系好是开玩笑的，毕竟2人一个4转，一个3转，天地的差别，结果还真就没开玩笑。这关系已经不算好了，这得是多铁的关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门票常年不是被家族给包揽了吗？这样做会不会导致过去以后被当地家族给刁难？毕竟这4大家族的名声也是很响亮。4转大佬，如果可以的话，叶晨现在还不是特别想得罪的。没关系，老苏说会和当地的武装部进行交涉，你毕竟也算是协会的一份子，鉴于你的潜力，相信武装部也会一起对当地的家族施加压力。这门票又没写他们的名字，凭啥只能他们用？关会长当即也是翻了一个白眼，并没有把这些4转家族们放在眼里了。闻言，叶晨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也是感动不已了。自己这又是成了协会一个人情啊，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算上这3张门票的话，那我手上就一共4张门票了，刚好把张蕊也给带上。好好的一个工具人放着不用这咋行？2人1人1张，那等到假期结束，叶晨的等级少说也能40级了。要知道往年开学的时候，新生们等级大多在30级左右，到时候叶晨作为40级的血骑士一现身，绝壁直接惊爆全场。作为全国顶尖学府，苍蓝学府的资源是靠自己抢来的，所以叶晨不介意在这2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再变得更强一些。第76章，让我对萌新出手，太欺负人了吧。下午3点，张蕊躺在床上，心情无比的郁闷，因为就在1个小时之前，他又接到了叶晨的电话。可以说最近几天接到叶晨电话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尤其是叶晨让他赶紧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出发前往川南省刷秘境的时候，张蕊几乎开心的都要从床上蹦起来了。然而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老爸老妈自从知道最近他跟叶晨走得很近以后，对他的看管也是非常严格了，甚至没有特殊允许都不让他外出了。毕竟作为传统的父母，对于各种职业的偏见也是根深蒂固。你一个血骑士再牛逼，那不还是血骑士吗？一个血牛就算再牛逼，和隐藏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宛如鸿沟。而就在张蕊拿着手机在网上各种查阅着应该如何劝说父母放弃传统观念，接受恋爱自由的时候，忽然一则帖子给出的意见也是立刻吸引了张蕊的注意。想要劝说他老爹老妈？不可能了，年龄大了，这种传统观念是很难改变的。但假如离家出走，阁下又当如何呢？而且现在张蕊还不到20，青春期嘛，叛逆一些，这又能咋样？而且等到父母发现，那时候他早就坐上飞机，和叶晨一块飞到白川市刷本了，届时再给父母打个电话报下平安，这不就行了？这个计划简直完美。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以后，张蕊也是打算半夜3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出发。毕竟他老爸老妈有晨练的习惯，所以3点这个时间可谓是非常的合适了。小姨，明天我要出一趟远门。回到家里，叶晨想了想，还是决定将消息告诉赵可。果然是少不了来自小姨的热切关爱，但最终赵可还是叹了一口气：哎，叶晨，你也长大了，是不应该再管着你了。如果要去的话，那你明天就一起去吧，记得注意身体啊。叶晨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简单的吃了几口饭，就回房间收拾东西了。第二天，在关会长的带领下，一行3人也是即刻坐上飞机出发了。仅仅2个小时以后，叶晨3人就来到了一栋豪华的大楼前。乍一看，叶晨还以为是谁家的独栋别墅了，结果关会长立马白了叶晨一眼。这是白川分部的协会大楼啊，这玩意居然是大楼。抱歉，真没看出来，毕竟和鄂州市的那座大楼相比，这两者的豪华程度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了。就光从高度上，鄂州分部顶多也就5、6层楼高吧，差不多20-30米。结果面前这一栋大楼赫然直冲云霄，保守估计也是在100米以上了。话说明明协会挺有钱，为啥不给大楼装修的气派一些？谁知道关会长无奈的回了一句：这是形象工程，没啥用，吃醋吧。乘坐电梯来到顶楼，进入房间以后，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立刻迎了上来，先是跟关会长打了招呼之后，紧接着目光就落在叶晨和张蕊的身上了。这2位就是你们鄂州市这一届的天才了吧？考核冠军，而且还创造了纪录，真是年少有为啊。这种夸奖啥的叶晨听太多了，已经有些免疫了。寒暄了一番以后，苏会长的脸色顿时郑重了很多。老关啊，门票的事情出了一些问题。出问题？是那些家族不肯将门票给让出来。语气的变化，关会长立马也是听出了问题，当即死死的捏着拳头。虽然早就听说这些家族的霸道做派，但是听说跟亲眼看到，这就是2码事了。果然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至少湖海市的职业者家族绝对没有一个敢跟他关青龙说不的。倒也不是全部，马家、齐家和唐家这3家倒是没有说什么，不过白家却坚决表示了反对，并且还将家族那位4转的老祖给请了出来。职业是幻灵杀神，非常的棘手啊。听到这个职业，叶晨脸上也是神色微微一变。职业者们大多通过装备、升级、新技能来提升实力，然而还有一部分特殊职业却是通过其他手段来变强，而这幻灵杀神就是其中之一。我听过这个职业，每击杀一只怪物，就能通过技能将怪物的灵魂吸取，然后将死亡的怪物灵魂召唤出来，作为攻击手段。虽然怪物的灵魂相比生前要弱，但是一次性可以召唤多只怪物的灵魂，甚至连精英 BOSS 怪的灵魂也能召唤。召唤出的怪物灵魂将拥有生前一切的攻击手段，包括反伤、秒杀、光线、无敌这种特殊的天赋。因此川南省白家的名气，放眼整个龙国也是非常之高了。难不成要这样放弃？老苏，人白家已经踩着你的脸上位了，这你都能忍？关会长则是狠狠地叹了一口气，这要是换他的性格，绝壁是忍不了了，直接上手就干。我能有啥办法？不过这事倒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这种顶级的职业者家族，族内另有一套转职方法，对于普通中学的升学考核是很看不起的。这次白家想将门票给自家小儿子使用，30级
职业也是幻灵杀神。懂了。说到这里，叶晨大概是明白啥意思了。玄幻小说看过没？将3张门票当作赌约，只要将这位白家小公子给击败，那门票的归属权自然也就回到叶晨这边了。显然，苏会长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已经答应让小贝来自行解决门票的争端了。不过，实话实说，让自己对一个30级的小萌新出手，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毕竟从现在的面板来看，叶晨一个人对付一个60级的3转大佬，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了。这要是一个不注意，将白家的小儿子给一拳打死，到时候岂不是上来就惹毛了一个顶尖家族？想到这里，叶晨脸上顿时就为难了起来。第77章，贤弱。你要挑战3转高手。在和关青龙交谈的时候，苏会长也是不经意间观察着叶晨的表情。毕竟历年的工会大比，老苏所在的白川市分会几乎都能占据大比的前3名。对于垫底的鄂州分会，其实心里还是比较同情的。而且因为两人性格互补的关系，所以底下和关会长私交也是非常密切。虽然实力天差地别，但是两人的关系没得说，铁的一比。因此当接到关青龙的电话，而且还听说这一届鄂州市出了一名拥有天赋的血骑士以后，老苏也是发自内心的替关青龙感到高兴。尤其是在电话当中，关青龙将叶晨都给吹上了天，拥有罕见天赋的血骑士，而且还是这一次鄂州市升学考核的冠军。所以这也让老苏在等待的过程中，对叶晨也是无比期待了。作为一名爱国分子，自然是希望龙国多出一些职业者天才这才行。叶晨在关青龙的口中无疑拥有成为4转巨佬的潜力。对于每一位爱国的4转潜力股，他老苏都是非常喜爱的。可是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当他提出3张门票需要让叶晨与白家少爷切磋，并且取胜才能获得这个条件后，叶晨竟然露出了纠结的表情。一个天才面对任何挑战都应该是怡然不惧，结果你这还没碰面，竟然直接就怂了。你说你不怂，那你干嘛露出那样的神情？不得不说，此时的老苏是有点失望了。被老关寄予厚望的绝世天才，就这。然而很快，叶晨的话当场就给了苏会长致命一击。那个能不能申请一下换一个人啊？就是那个白家小少爷应该也就30级左右吧，要不然换个等级高点的，我怕我一拳给他打死，然后白家找我麻烦，那就不好了。叶晨讪讪地笑了笑，然后左手摸着额头，有些头疼地说道。话音刚落，只见老苏的表情瞬间就麻了。叶晨，他刚才在说什么？他拒绝通过单挑的手段竞争门票？不是这个意思。叶晨他分明嫌弃白家小儿子实力太弱，怕一拳头出来直接给他给打死。开玩笑，这一定是开玩笑，对吧？老关啊，你看看你带来的这个小家伙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的面都没有碰到，现在居然连海口都夸下了，你的眼光很成问题啊！老苏当即也是一脸黑线的瞪了一眼关青龙。假的，一定是假的。虽然他老苏没有类似天眼这种看破面板的技能，但凭他的4转感知，也能隐约察觉到叶晨现在其实顶多也就30级左右。这个年龄能达到30级，可以说这天赋确实是牛逼了。在穷乡僻壤的鄂州市，考核冠军的名号，这确实是有点含金量。但私底下，作为白家的2少爷，白云天的年龄是18岁，等级也超过了30级啊！暂且不提血骑士的攻击手段是何等匮乏，升级只有血量加成，就算给你学通用的攻击技能，没有巨量属性增幅，你凭啥跟其他战斗职业打？就凭你的血量比别人厚吗？苏会长，其实叶晨他不弱的，而且他是真的有可能做到。一旁的张蕊一听苏会长竟然质疑起了叶晨的实力，当即也是站了出来替叶晨辩护了起来。要是这件事搁在自己身上，这倒没啥，毕竟之所以这么快能升到23级，那还不是沾了叶晨的光。所以如果是他被这样诋毁的话，受着也完全没有问题。然而你要是诋毁叶晨，抱歉，那他张蕊就一定要站出来替叶晨说话了。而同时关青龙也是罕见的表示，老苏，话可千万不要说这么绝对。我这样告诉你，这一次的工会大比，前3必定有我们鄂州工会的位置，甚至我可以这样放出话来，叶晨他是我们鄂州工会的王牌。本次工会大比，只要叶晨出手，那大比第1名就一定属于咱们工会。闻言，苏会长再次震惊了。一个小女娃这样替叶晨掩护也就罢了，明显这个女孩是向着叶晨的。然而你作为鄂州分会的会长，
竟然也在替叶晨说话，而且距离大比还有3个月，你竟然直接就将叶晨敲定为你们公会的王牌。苏会长可是非常清楚关青龙的性格，说一不二，向来是有啥说啥，从来不给你整什么虚招。震惊之中，苏会长也是不禁再次看向了叶晨，同时也是非常好奇了起来，一个谢骑士究竟要有多么逆天的天赋，这才能让关青龙都不惜为他说话。镇定了一会后，苏会长也是摆了摆手，好，如果你执意的话，那我等下就派人和白家商议更换对手。白家大公子白云飞，同样的职业，只不过他的等级稍微高了点，41级。41级，那还是有点低了，再换一个吧。啊，还换？苏会长的眼中再次露出震惊之色。这尼玛，那你要让谁当你的对手？小辈这边已经没人了，在网上那可就是3转高手了。白云天的哥哥白云飞，23岁，等级41，这已经是白家年轻一辈中最牛逼的一位了。结果你还嫌弱？那紧接着白云飞的可就是他老爹白景明，3转61级的幻灵杀神，难不成你要和他单挑？说完以后，就连苏会长自己都是笑了起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嘛？白景明已经不是小辈了，47岁，已经算是中年人了，也就比他老苏小3岁而已。一个刚转职不到10天的萌新，去挑战一个47级3转职业者。想到这里，苏会长的笑声越发的大了。而这时叶晨则是沉思了一下，随后终于是点了点头。如果是61的话，应该会有些意思。有些意思？叶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为啥开始听不懂了？苏会长笑得太过，这就导致突然听到惊悚的话以后，立刻就被呛到了。嗨，可，叶晨，你是说你想让白景明当你的对手？这一刻，整个房间都是瞬间安静了下来。第78章，雷霆手段。叶晨他出手了。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叶晨狐疑的看了苏会长一眼，心说自己这声音挺大的呀，应该不至于没听到才对。然而叶晨这哪里想得到，并不是苏会长他没有听到自己的话，而是听到了却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以为叶晨说错了，这是再给叶晨一个更换对手的机会。毕竟一个30级的职业者，你哪怕是隐藏职业，也没可能去挑战一个哪怕拉胯一些的3转大佬啊。然而幻灵杀神职业又岂和拉胯沾边？不仅不拉胯，而且在这4大家族之中，他们白家的实力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啊。相比其他3大家族，几乎有着断档的领先优势。白家老祖白其昌120级4转幻灵杀神，可以同时召唤2只4转级的精英 BOSS 灵魂，这实力就连苏会长都不敢说能稳赢。由此可见，幻灵杀神弱吗？一点都不弱，简直强爆了好吗？一个弱爆了的30级职业者，去挑战一个强到爆的3转幻灵杀神，要不是关会长亲自站在这里，恐怕他老苏都不得不认为这叶晨是个疯子。而这时，虽然对于叶晨的选择同样是无比震惊，但好歹关青龙是知道叶晨的变态程度的。虽然3转职业者确实难缠，但叶晨的空血反伤机制不仅对怪物能够生效，而且对一切出手的职业者也能生效。再加上龙灵洞穴后，叶晨手上多出了2件铂金装，以及神圣铠甲盾牌，组成了全套套装。这血量，关青龙现在还没有看叶晨的属性面板，不过不用看也能知道，血量越高，那么叶晨的基础属性也就越高。所以综合计算下来，这叶晨没准还真的能一名3转职业者，掰手腕了。想到这里，关青龙也是轻轻的拍了拍老苏的肩膀，没事，就这样和他们说，让他们白家把白景明派出来，我相信叶晨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话说的简直就像是他关青龙亲自上阵暴揍白景明一样。78级打62级，几乎不用考虑，碾压，彻底的碾压。没错，此时此刻苏会长感觉这就是关青龙的心态。好吧，我这就派人这么和他们说。于是老苏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的就将电话给拿了出来，然后嘱咐完也是立刻挂断了。走吧，交易市场离这里也并不是很远，而且白川分会也是有主教存在的。于是一个空间门下去，苏会长带着叶晨等人也是来到了市场门前。眼下这里正站着不少人，不过看身上佩戴的各色徽章，应该是来自4大家族的人。老苏，你们终于来了。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男人
紧皱的神色看到苏会长等人之后，也是立刻放松了起来。这几位是？嗨，我之前和你提到的鄂州市协会的会长老关，身后的2个小辈是叶晨、张蕊，这些门票就是给他们准备的。听到中年男人询问，苏会长当即也是笑了笑，然后互相介绍了起来。这是白川市武装部的部长秦刚。哦，对了，老秦，不是说只有白家一个刁难吗？为什么其他3个家族的人都出现了？介绍完之后，苏会长也是注意到这些不怀好意的视线，然后询问了起来。秦刚顿时无奈了，哎，毕竟看到你我出动，这4大家族还以为咱们要调动军队对他们施行剿灭计划了，所以也是抱团取暖。不过当他们听说此举是为了门票，其他3个家族成员也是干脆留下来看戏了。老苏，话说那个小家伙你看到了，潜力如何？对付白云天可有几成胜算啊？要是就这样输掉了，门票丢了，这事儿倒不大，但咱们官方的面子可是彻底丢尽了。越是偏远的地方，官方职业者的力量就越弱，而当地职业者家族势力也就越强，甚至已经到了能公开和官方叫板的程度了。所以这川南省的水很深啊，看是看过了，潜力确实非常厉害。年纪轻轻，转职不过7天便超过了30级，但他太浮躁，太骄傲了。本来这次他的对手是白云天，可叶晨却说白云天的实力太菜，怕一拳头把他打死，所以要换对手。这不换成了他老爹白景明。闻言，秦刚的心顿时就沉了，完犊子了！看来这一次他们白川市的官方彻底要在4大家族面前丢脸了。一番交涉，白家那边得到消息之后，当即就放声大笑了起来。一个血骑士竟然大言不惭说我不配做他的对手，我倒要看看我凭什么不配。白云天怒极反笑，同辈之中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今天就要给叶晨一个教训。交易市场门口，狂暴的气息瞬间释放，在白云天的身旁，10米高的庞然大物瞬间浮现，整个身躯仿佛火一般燃烧着。而这就是白川市出自30级精英秘境的 BOSS 怪杀戮炎魔。虽然只是灵魂体的状态，但是作为一只 BOSS 怪，逼格也是非常之高，释放的技能可以造成火焰灼烧效果。同级别的职业者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忌惮白云天的。看到这一幕，其余3大家族的围观者不禁也是暗自惊叹了起来，不愧是白川市的头号家族啊，这幻灵杀神职业能够召唤怪物灵魂的战斗方式实在是太棘手了。同时也是不禁好奇，此情此景，叶晨又当会做出何等手段？放肆！你们白家不顾武装部，竟然在这交易市场直接动手！恐怖的4转威压瞬间从秦刚身上释放，然而肩膀却是被苏会长拍了2下。回头一看，只见老苏一脸错愕，指了指叶晨和白云天所在的位置，而先前那道杀戮炎魔的身形与气息竟然在一瞬间就消失了。至于白云天则是一脸惊恐，嘴角更是流出大量鲜血。什么情况？白云天竟然被技能反噬了？只有当怪物灵魂被彻底抹杀，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反噬效果。也就是说，就在刚刚，有人出手将杀戮炎魔的灵魂直接给抹除了。是你做的？面对质问，老苏却满脸呆滞的摇了摇头。然后秦刚就听到一道淡漠至极的声音从叶晨所站的地方传出，还以为幻灵杀神有多么厉害，结果我都没出手，你怎么就跪了？第79章，各方震动。小子没了，老子上！随着无比淡漠的话从叶晨的口中传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秦刚、苏会长，连同4大家族以及白家在内，当即就感觉到一股酥麻的感觉瞬间从脚底涌到头部。妈了，彻底的妈了！如果说就在刚才，他们还在猜测这一幕究竟是出自谁的手笔，甚至白家这边的亲卫队都准备好与职业者协会大干一场了。毕竟白云天作为白家的2少爷，身份可谓是尊贵，而且这白川市位于龙国的偏远地带，所以对于官方也并不是那么忌惮。要是真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逼得龙都的总会和武装总部出动，那到时候他们4大家族直接跑路开溜到其他地方去，你们官方能拿他们有啥办法？所以这就是4大家族如此嚣张的原因。他们料定白川的武装部和分会对他们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威胁，双方一直是僵持不下的程度。然而叶晨的一席话也是彻底让白家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了。毕竟叶晨只是一个小辈，而且原定的刚好就是白云天和叶晨通过切磋的手段来获得这剩下2张秘境门票，再加上是白云天率先出手，
所以如果是叶晨反击，他们也不可能说些什么了。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在叶晨的面前，这白云天竟然连一招都抗不下，怪物的灵魂就被彻底的抹除，连留在体内的灵魂印记都被彻底击碎了。这说明什么？灵魂印记是幻灵杀神召唤怪物灵魂的手段，即便1-2次战斗导致怪物灵魂受到了损害，那么只要印记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怪物灵魂也会缓慢恢复，并且重新成为战斗的手段。然而印记却是随着叶晨的出手生生的消散了，这也就代表白云天永久的失去了这个怪物的灵魂，除非再次进入秘境，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幻灵仪式才能再次获得。而就在白家的高层们神色惊异且扭曲的死死瞪着叶晨的时候，其余3大家族则是完全一脸懵逼。唐家家主唐坤，一名4转高手，但对于白云天究竟是如何受创，怪物灵魂如何消散，也是一无所知。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叶晨压根就没有动手，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叶晨是通过某种逆天级别的天赋，悄无声息直接将白云天的招式给化解，并且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一名拥有逆天天赋的血骑士，而且还和协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坤眼中不禁露出了复杂的神态，仿佛也是陷入了沉思。其实这些年，唐坤对于4大家族的行径早就有些看不惯了，只不过慑于白家的胁迫，以及本身4大家族与当地官方几乎是处于对立面，所以也只好明面上与其他3大家族联合。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唐家早就想弃暗投明了，但心里也是担心，万一公然投靠官方，这会不会被秋后算账什么？这就很难受了，两边都不讨好，所以只好就采取了维持现状。然而叶晨的实力却是让唐坤察觉到了一丝契机，以这位小友的天赋，日后必然会成为龙国的顶梁柱，而一个拥有逆天天赋的血骑士一定会得到最亲力的培养。如果能与之交好的话，相信到时候如果能恳请叶晨作为调停人，或许他们唐家就能彻底摆脱4大家族的恶名，与其他3大家族划清界限。与其继续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倒不如趁机攀上叶晨这棵大树。对于自己的眼光，唐坤可是非常相信的。此时的他已经是决定，等到这次结束，就找个机会跟叶晨接触一下，顺便表达一下对叶晨的善意。如果可以的话，或许可以适当撮合一下叶晨和灵儿。想着想着，这位老登嘴角也是不由得翘了起来。你这混蛋，你对我做了什么？虽然口吐鲜血，反是让白云天差点整个人直接背过气去，但当他意识到自己和杀戮炎魔灵魂的链接彻底消失，甚至连体内的灵魂印记都是消散，白云天也是强忍着剧痛，对着叶晨痛骂起来。没办法，自己现在是一点战斗力都没了，而且叶晨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不出手都能悄无声息将怪物灵魂给抹杀了，那他要是出手，这岂不是更恐怖了？他还想多活一段时间，因此只能是躺在地上无能狂怒。而对于白云天的怒骂，叶晨则是根本就懒得搭理。自己可是早就提醒，不换人的话，自己可能一拳头就把他砸死了。而现在只是怪物灵魂没了而已，这已经是自己最大的让步了。都还没跟他算偷袭这笔账呢，反而还找自己麻烦起来了。叶晨微微的抬起头，一抹挑衅的目光直接就与白景明对视在了一起，这其中的意味也是再明显不过了。小儿子没了，该老子上了。而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人更是不禁哗然了起来，尤其是苏会长，甚至还有武装部的秦部长。本来他们2人还以为叶晨是在说笑，没想到他这是真的打算越级挑战一名61级的职业者呀！好，我可是很长时间都没碰到你这样猖狂的小辈了。作为白家家主，对于叶晨可谓是痛恨到了极点，同时内心里也是非常的忌惮，因为究竟是什么手段才能将怪物灵魂连同印记一块抹除？看不出，完全看不出。人们往往对于未知的事情充满了忌惮，哪怕叶晨的等级看上去只是30级左右，正常情况下白景明的实力完全可以做到秒杀他，但诡异的事情在前，因此对于叶晨，此时此刻就连白景明也是内心开始动摇了起来。第80章，假如这一拳落在白景明身上，不过毕竟白景明也是4大家族之首的家主，老祖闭关，所以平常家族事务几乎全部经由他白景明之手，不管走到哪里，经常都能看到来自其他人谄媚艳羡的目光，所以很快白景明脸上的忌惮就马上消失了。也是，
对方不过才30多级，天赋潜力虽然很强，但等级压制下，对方根本不可能给自己造成太大的伤害。作为一名3转的幻灵法神，精神是他的主属性，结合1件铂金装、2件黄金装的加成效果，白景明的精神属性超过了400，而力量、敏捷、智力虽然不是他职业的主属性，但在装备的加持下也是超过了200点。想到这里，白景明大手一挥，伸手立刻就出现了2个张牙舞爪的怪物。这2个怪物都是 BOSS 级别，其中一只名为魔翼飞龙，来自专属秘境魔龙巢穴，是白景明老爹，也就是白家老祖亲手杀死的一只精英 BOSS， 然后通过特殊仪式就成为了白景明的幻灵手段，拥有反伤和秒杀光线2大机制，堪称是血骑士的杀手。管你血量有多厚，只要连续释放这2个技能，那任凭你血量1000万亿也得彻底玩完。而另一只精英怪物倒没有魔翼飞龙这么厉害了，但也是白景明费了一番心思从60级的3转秘境里面杀死并且弄到手的，算是他手上第2强的手段了。2大怪物现身，秦刚、苏会长2人当即也是心头一紧，这白景明还真是小心谨慎啊，即便是面对小辈，竟然也拿出了最强手段。这下叶晨怕是有些麻烦了，魔翼飞龙的2大手段堪称是血骑士的克星，而且最可恨的是秘境怪物，哪怕是精英 BOSS， 绝大多数都没有任何灵智，释放技能机制全靠本能，而幻灵杀神却可以凭借职业者的技能主动操控这些灵魂释放机制。所以别看这些怪物只是灵魂，实力大不如前，但结合人类的智慧，难缠程度也是远超生前了。显然无论是秦刚还是苏会长，此时此刻的脸色已经彻底拉了下来。如果说刚才叶晨的出手让他们大感震惊，那么白景明的举动则是一盆冷水直接给他们浇了下来。不过当他们2人目光落在关会长还有叶晨2人身上时，却发现2人的神色竟然丝毫不动，尤其是叶晨，嘴角竟然微微上扬，他这是在笑。看到这一幕，一时间苏会长脑海中当即也是一个炸裂的念头冒了出来，那就是叶晨他还有底牌，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有着应对的自信。而就在所有人纷纷议论的时候，叶晨忽然动了，砰！狂猛的力量让地板直接塌陷出深深的痕迹，当场碎掉了。而后叶晨整个人的身体竟然几乎瞬间就贴近了魔翼飞龙的龙头，然后平平无奇的一个拳头砸了过去，轰！只见飞龙的头当场被叶晨给轰掉了。白景明身后2大怪物的灵魂瞬间就只剩下了1个。这一幕的发生完全是电光火石之间，就连关会长都只看到一道光冲向了白景明，紧接着就是一头灵魂怪物被打散了。这是血骑士能爆发出的速度，我了个去！虽然白景明和叶晨之间的距离不远，但好歹也是差了10几米，结果瞬间就贴脸了。等一下，你们快看地板！卧槽，这地板怎么直接开裂了？能做到单靠起跳的速度就将地板碎成这样，这就说明叶晨他的力量属性至少达到了200点。卧日，魔翼飞龙呢？怎么没了？不会被叶晨一拳头给锤没了吧？我操！幻灵杀神召唤的怪物灵魂，无论本体生前等级多高，灵魂印记生成后都会和职业者本身同步，也就是说这头魔翼飞龙灵魂等级超过了61级啊。根据职业介绍，61级魔翼飞龙的灵魂体差不多能有1万的血量，也就是说叶晨他一拳就生生的把这1万血给轰掉了。他的力量不是200，能做到这一步，力量属性少说也有300啊。再结合这秘境，他的敏捷至少也在300以上了。这什么变态怪物啊！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在场的所有人都还等待着看这场好戏，结果连开始都没说，叶晨就凭借着恐怖的敏捷和力量，一个拳头下去就干掉了白景明的一个召唤物。虽然他们看不到叶晨的属性面板，但结合一些使用拳头进行攻击的职业，比如铁拳武道家，一拳砸1万，那么他的力量属性就得超过300点，这相当于70级以上的职业者没有任何加成情况下能够拥有的属性。所以等量换算下来，叶晨他的力量也绝对超过300了。至于敏捷破300，这就更容易了，因为起步阶段需要一个加速的过程，而在瞬间就能做到出现在白景明身旁，那么这个加速度就非常恐怖了，唯有一些70级左右的职业者才有可能达到了，而叶晨才30级左右啊。力量、敏捷双属性俱是在300以上，所以
这一幕的场景出现以后，之前对叶晨多少还抱着质疑，甚至担心他究竟能不能在白景明的手上活下来的围观者，这时候也是感觉心脏跳动的频率比之前高出太多了。而且他们关心的对象也是发生改变了，现在已经不是担心叶晨能不能活的问题了，他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刚才贴脸的一拳连白景明都没有反应过来，假如那一拳不是打在魔翼飞龙身上，而是落到了白景明身上，以他的小身板，会不会当场被砸在地上，被叶晨给当场秒杀？第81章，和叶晨相比，同级废到不行。很快，经过一番计算以后，他们也是纷纷震撼的表示，还真有这种可能。要知道，幻灵杀神和御兽师一样，都属于利用召唤物或者怪物来进行战斗的特殊职业。职业者本身只有精神这一条属性能拿得出手，力量、敏捷还有智力这3条属性并不突出。没错，虽然幻灵杀神属于特殊职业，但如果硬要在常规职业中找一个与之相似的，恐怕应该把他们算成法师一类。只不过法师的主属性是智力和精神，而他们只有精神。众所周知，法爷的输出全靠2大属性，血量的话，在白景明这个级别一般不会超过5000，哪怕是装备加成也绝对不会比7000要多。而叶晨他一拳可以砸1万，一拳1万血，所以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叶晨这一拳的威力，他白景明是真的扛不住。如果这一拳不是落在魔翼飞龙，而是落在他白景明的身上，他们将会亲眼见到一名61级的职业者被一个不过30多级的血骑士生生的给锤死。那么为啥叶晨明明有直接击杀白景明的实力，可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仅仅将召唤的灵魂怪物给击碎了？然后那就是叶晨他们毕竟目标只是3张门票，所以犯不着和白家这边冲突，毕竟白家牵扯到4大家族。而叶晨虽然变态，但就连武装部、职业者协会都没法彻底将其剿灭，所以维持现状这是最好的结果。原来如此，如此看来，这叶晨不仅天赋恐怖，就连心思也是非常缜密。不过以白家的性格，就算叶晨有意饶了白景明一命，恐怕他们白家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哼，你们真的以为叶晨的实力只是如此？别忘了，一名血骑士是不可能在30级的时候同时拥有这么高的力量和敏捷，所以他手上一定还有底牌，甚至说不准和他的天赋也有关系。兔子急了还要咬人，这一次白家怕是真的要踢到铁板了。这叶晨他真的是血骑士？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众人讨论的话题逐渐也是转向了对血骑士职业的质疑，毕竟之前他们碰到的血骑士都太 TM 弱了，真的就只有血后这么一个优势了。然而在见过叶晨之后，他们所有人也是发现，原来一名血骑士竟然可以这么暴力，甚至都能30级暴杀61级3转职业者了，这尼玛简直3观尽碎啊！而就在众人感叹叶晨的一拳已经足以轰杀白景明时，此时此刻怪物灵魂被杀，受到反噬，白景明嘴角当即也是冒出一丝鲜血。不过比起白云天的时候，明显状态要好太多了，毕竟凭血司命的秒杀机制仅仅在碾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虽然等级相同，可叶晨的4维属性早就超过了白云天的2倍，所以就算没有造成血量损失，依然可以无条件的秒杀。但白景明的精神属性和叶晨差不多，因此怪物的灵魂就只是被打散，并没有受到2次伤害了。不过叶晨的这一拳也是彻底将白景明的自傲给击碎了，再度看向叶晨的目光中也不再是狂傲与自大，而是忌惮与恐惧。白景明可以肯定，自己绝对是没有丝毫手软，完完全全就展现出了他的最强状态。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魔翼飞龙就被叶晨给轰没了。能来一次，那就能来第2次，或许下一次，叶晨的目标就不是身边的怪物了，而是他本人。于是想到这种情况之后，白景明当即也是立刻将剩下的灵魂给收了回去，然后举手投降。我认输，门票你拿去，我们白家绝对不再掺和这件事。其实白景明内心里也是非常不甘心了，大庭广众，而且还是在其他3大家族的高层面前被暴揍，这对于他们白家的脸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但不认输能行吗？他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命啊。白景明的话很快就四处传开，虽然对此早有预料，但猜到和亲耳听到，这中间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了。周围的人们无不是大眼瞪小眼，而苏会长还有秦刚更是眼珠子都震得瞪了出来。好家伙，那个不可一世的白景明居然直接就认输了，
这叶晨果然是有点东西啊！而且叶晨展现出的恐怖实力，则是让苏会长直接就肯定了关青龙的一句话。看来这一次的工会大比，如果老关真的要安排叶晨上的话，咱白川分会怕是真拿不到第1名的头衔了。每年工会大比之前，各地的分会都会安排人在省市的各个角落、学校搜刮潜力股。今年他们白川分会找到的一个人选，也是来自附近的一所中学，实力的话也是很强，29级，距离2转也已经不远。曾经亲手杀过一只30级的精英 BOSS， 但和叶晨一比，简直是废到不行。当他们的王牌选手还在单挑30级精英怪的时候，殊不知人家叶晨已经在和3转高手过招，并且还拥有秒杀他的能力，这还怎么比？因此越想，苏会长的心情也越是郁闷了。不过很快苏会长也是平复了下来。作为关青龙的好朋友，鄂州分会出现了叶晨这么一个恐怖的人物，那他还是发自内心的替关青龙表示高兴的。事情圆满落幕，4大家族以及围观的职业者们也是意犹未尽，纷纷离开了这里。不过白家离开的时候，其余不甘的高层们却回过头，深深的看了叶晨一眼，似乎是在说这件事并没有结束。而对此，叶晨也是只好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果然啊，玄幻小说的套路，明明自己已经表明诚意，没有直接杀死他，可结果小的没了来大的，亘古不变的定律啊！只希望他们还是要心里有点数，要是再上门找揍的话，想走可就没这么容易了。第82章，给叶晨说媒啊，这不太好吧？老关啊，说实话，你刚才的话我还有些不太相信，可现在我是真信了。苏会长麻木了一会以后，也是不敢继续看叶晨了，而是转头看向了关青龙。老关的脸上掩饰不住笑意，仿佛对自己的话很满意。马德，好在两人关系不错，玩笑啥的也是随便开了，不然铁定一个拳头就砸上去。不过老苏马上就感叹了起来，哎，叶晨他要是能直接把白景明给干掉就好了，到时候我和老秦就能立刻调动军队。白家太嚣张了。闻言，关青龙也是不由得愣了一下。其实关青龙感觉叶晨这波操作也没有啥问题，毕竟只是3张门票的话，他们白家应该不至于和叶晨不死不休。而且练完级，他们马上就要乘坐专机返回鄂州，在这待不了多久，所以到时候找不到叶晨，4大家族很有可能将怒火撒在武装部和白川市分会上。叶晨这么做无疑是减少了老苏、老秦他们很大的压力啊。结果你老苏竟然责怪叶晨没有将白景明给杀死，要是真弄死了，那可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然而殊不知苏会长表示，老关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4大家族也并非铁板一块。前段时间我曾听说唐家对于4大家族的行径早有不满，甚至给出暗示打算投诚，所以只要我和老秦对白家出手，没了白景明，再加上叶晨和你这个战斗力，一口气解决白家，甚至连同其他2大家族一块全灭，也不是不可能。可结果白景明这个3转战力，要是不弄死的话，也比较棘手了。闻言，关青龙当即也是叹了一口气，老苏你怎么这么天真？这肯定是唐家派人故意说的。我听到的消息是，唐家的行径和其余3大家族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明显是在强迫你们动手，然后4大家族联合针对白川市展开一场争夺战，你咋就看不出来呢？这时关会长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交谈的声音，回头一看，殊不知一个老头竟然满脸笑容和叶晨交谈了起来，非常的亲密啊。这一幕苏会长也是笑了笑，看到了吧，那位就是唐家家主唐坤。见过叶晨的实力以后，似乎已经不再掩饰对其余3大家族的不满了。我估计他这么做应该是怕秋后算账，所以提前找到叶晨当一个调停。不过不得不说，就连苏会长和秦刚都感觉唐坤作为唐家家主，这眼光确实是非常不错了。的确，由于叶晨恐怖的天赋，日后肯定会得到龙国官方的重视，而他又偏偏不属于白川市，所以唐坤提前找到叶晨，日后要真出啥问题，叶晨来调停，这或许还真能缓和白川市的官方与唐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你是怎么想的？关青龙这时候反而是好奇苏会长和秦刚的决定了。如果真的就此得到唐家的接应，那或许等到叶晨从铂金炼级场出来，协会、武装部再联合唐家，3方势力立刻就会对其他3大家族占据优势，或许日后整个白川市就不存在3大家族，而唐家投诚之后，官方的力量也会就此壮大。不过这么一来，老子岂不是变成了你的打手？
还有叶晨，你得付钱啊，不能给你白打工啊。关青龙皱了皱眉，没好气的跟老苏说道：靠，都认识这么久还要钱，你这也太抠门了，就随便出个手就行，那也不能白战场啊。两人立刻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了起来。而另一边，和叶晨交谈了一会以后，唐坤的心情不得不说也是非常之好了。叶晨小友真是天纵之资，如果你愿意调停我家族与协会和武装部的关系，那可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等到小友从炼级场里出来后，还请不要急于先走，还请让老夫尽一下地主之谊。对此，叶晨自然是没啥问题。不得不说，这个唐家给叶晨的感觉就非常之好了。甚至刚才交谈的过程中，唐坤丝毫没有身为四转大佬的架子，不像隔壁白景明，一个区区三转就狂得不行，结果被叶晨给暴揍。所以对于唐坤，叶晨也是非常的有好感了。而且除此之外，唐坤竟然私下里表示要给叶晨说个媒啊！听到这句话，叶晨也是当机立断的表示了拒绝。不过见一面认识一下，这个还是没得问题。一切都谈得差不多了，算上原本的1张，叶晨现在手上总共4张门票，终于马上要到了畅快升级的时候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人2张，将各种经验值 buff 全部拉满，一只怪5000，5万怪就是2亿5，再加上经验卷轴的双倍效果，以及张蕊的20经验值加成。死！叶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进去练级了。40级，我来了。于是将门票分好了以后，找到关会长他们要了2张经验卷轴，上好 buff， 然后就被带到了铂金炼级场的秘境入口。由于和白家的交手就在10几分钟之前，早就得到消息的职业者以及3大家族的人已经在这里等候了。毕竟一方面叶晨的等级和实力已经给这些地头蛇们狠狠的一击重击，而另一方面就是好奇叶晨能否打破铂金炼级场的记录。当然指的不是30到40级范围的记录，而是60到70级那些3转大佬们的记录。这下白家可真是要损失惨重了。你们看，60到70级排名第1的刚好又是白景明。嗨，其实白景明号称是白家第2强的高手，但也不是没有比白景明更强的职业者，只不过整个川南省的4转大佬就只有6位，白家老祖算一个，白家又是白川市第1家族，所以这些职业者给白景明面子，并没有去动这个排名第1。其余3大家族也同样如此。不过前4的排序也是证明4大家族的实力了。我敢肯定，叶晨他绝对不会给白家这个面子，所以这波可以期待一下，那个血骑士又能创造出怎样的记录来啊？在场众人也是议论纷纷。不过很快气氛便是凝固了下来，因为正主叶晨终于到了。第83章1秒杀百怪。老苏又双弱卓傻了啊！这秘境入口的人可真多啊，真不愧是咱们龙国最强大的省市之一。刚被带到这里，叶晨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好家伙，眼前几乎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只不过让叶晨有些惊讶的是，为啥这些人一个二个居然都不急着进去，反而像故意在这里等着什么人？还有，这些人的目光似乎都在自己的身上，不会是在等在下吧？嗨，还不是因为你刚才的表现，再加上这3张门票的关系，所以那些看热闹的职业者马上就猜到你肯定会到这里来。你难道没有发现这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吗？身旁苏会长也是提醒叶晨道。然后叶晨这才猛然发现，还真是在人群中看到不少老熟人，就比如之前表现出善意的唐家家主唐坤，以及围在他身边的似乎都是唐家的人，而且他们看向叶晨的目光也是无一不充斥着和蔼。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是用这种眼光在看叶晨，白家的人也到了，只不过他们则是用阴森可怖的目光注视着，除非叶晨视线扫过，他们这才眼神闪烁看向一边。不过就算知道我要来，也没必要专程来围观吧。连白景明都不是我的对手，他们不会以为我打不破30级区间的记录。嗨，他们哪里是为这个来的？苏会长轻轻拍了拍叶晨的肩膀。实际上他们在乎的是60到70级区间的排名，甚至据说黑市里已经有不少人下注，猜测你这一次不仅仅能打破30级的记录，甚至连60级的记录也能一并打破了。闻言，叶晨脸上顿时露出讶异的表情。啊，没想到自己这才到白川市1个小时都不到，结果这都有人给自己下注了，而且居然还有人认为他能连60级区间的杀怪记录一块打破。合着自己已经在白川市出名了吗？竟然有这么多人相信自己的实力。
行吧。对此叶晨也不好说什么，总之出名啥的倒是不在意了，反正忙活了这些就要返回鄂州市，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什么的，索性就无视了这些目光，拉着张蕊的手，叶晨也是头顶着各种经验 buff， 直接就使用了门票，一阵光滑包裹，随后两人就出现在了一个类似竞技场的地方，周围一共有8个出口，只要开始就会有怪物源源不断的出现。而叶晨不知道的是，随着身形消失，铂金炼级场的入口正上方赫然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屏幕，而画面当中也是直接将炼级场内的景象给呈现了出来。卧槽，老苏，你们这秘境是怎么回事？怎么连秘境里面的景象都能同步出来啊？看到这一幕，关青龙不禁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嗨嗨，这大屏是铂金炼级场自带的，我们都没法干涉。苏会长无奈的摇了摇头，你问他有啥用？任何人哪怕是4转大佬，这都没法通过职业技能影响到秘境，这铂金炼级场同样也是如此。只不过正因为职业者们可以透过大屏看到其他人在秘境内刷怪的情况，因此这才能一定程度的保证右侧的排行榜单相对公平公正。当然这还是要排除掉特殊原因，比如4大家族身后的背景面前，其他哪怕更厉害的职业者也不敢刷得太过火，抢了公子少爷们的风头了。怎么，老关，你担心叶晨的底牌被咱们提前发现？苏慧长悠悠地看了关青龙一眼，漫不经心道。对此关会长只是摇了摇头，那倒不是，其实如果只是刷怪的话，叶晨倒也不会用什么底牌，我只是担心你们被吓到而已。吓到？他老苏一个120级4转职业者会被吓到？你再开玩笑吧。然而还没等苏会长说完，现场立刻就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然后苏会长的眼睛也是直勾勾的朝着大屏幕的方向，马上嘴里就蹦出了这几个字，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甚至双腿噔噔噔还往后撤了几步，眼中满是骇然。这是因为画面中叶晨已经是开始了他的操作，手中的光刃不断积蓄着力量，然后攻击穿过一只又一只怪物，并且造成了大量的伤害。负6742，负7829，负6631，负10932。每一枚光刃的落下都能在怪物身上造成超过6000点的伤害。而让苏会长眼睛狂跳的是，他竟然在这些跳动的数字中发现某些伤害竟然破了10000点。我干林娘，10000点伤害，这尼玛！震惊之中，人群立刻爆发出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在场的不少围观者实力等级都是达到了2转层次，30、40级左右。虽然不强，但相对于龙国整体来说也不算太弱了。然而他们平常造成的伤害区间在什么范围？顶多也就500、600、700、800。某些爆发职业一次性能打出破1000的伤害，这就已经属于天纵之姿了，而且还得是黄金装的加成。然而你这叶晨是啥情况？一个光之刃能干出上万点的伤害来？等一下，卧槽，这光刃的波及范围竟然覆盖了整个炼级场，1秒杀100怪，这简直绝了！估计最多10分钟，怪物就要被他给清空了。10分钟，每一张门票大概可以召唤炼级场5万只怪物，相当于2亿5千万的经验。32级职业者差不多能直升36级了。一般情况下，30级左右的职业者想要击杀这5万怪，也是要按照几个小时来计算的，3小时、5小时。结果你叶晨来个10分钟，卧槽，这尼玛这叫什么血骑士？这简直就是活阎王啊！第84章，1分钟狂杀5万怪，快叫医疗队！不对。然而正当苏会长还有其他职业者们纷纷都以为按照叶晨这杀怪速度，估计10分钟差不多就要解决一张门票，开始下一轮的刷怪了。结果随着叶晨丢出第2枚光刃，他们立刻就意识到错了，他们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随着第2枚光刃的加入，2枚光刃叠加，也就导致这刷怪效率足足比先前翻了1倍。如果先前是1秒钟杀100怪，那么第2枚光刃出现后，这就变成了1秒钟200怪。这样换算下来，5分钟不到，这张门票就报废了。这总应该结束了吧？老苏口中呢喃。结果第3枚光刃的出现再次打破了他的幻想。随后是第4枚、第5枚。炼级场地在一口气丢出10枚光刃以后，叶晨就干脆坐在了地上，眼神之中满是惬意。
这么多应该很快就完事了吧？然后就开始摆烂了起来，不是摆枚丢不起，而是10枚更有性价比。毕竟1秒钟1000只怪物，差不多1分钟不到，这里的怪物应该就能彻底清场了。你击杀了幻影魔狼，经验加5000，受到经验卷轴和神圣祈祷的效果，你总共获得了11000经验值。恭喜你已升至33级，恭喜你已升至38级。这1分钟，叶晨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丢了10发光之刃，而剩下的几十秒，叶晨完全就是坐在地上和张蕊畅谈未来的理想。结果刚起个话题，这升级的提示音也是随之而至，平均下来差不多10几秒就升了1级，这还聊冒线？等到周围终于安静下来，叶晨这才发现，怪物呢？全都没了！靠，这咋才1分钟就没了？叶晨顿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不过升级速度还是很可以的，1分钟直接让他从32级变成了38级。按照剩下的经验估计，最后一张门票，叶晨进入40级也是板上钉钉了。而张蕊则是也到了30级的门槛。毕竟虽然他分到的经验只有叶晨的10，但他本身等级就低，所以也就导致最终结果上来看，也没有和叶晨差距太大就是了。那么继续，怪没了，当然是要补充。于是叶晨也是再次使用了门票，距离40级就剩下最后2级了。对于40级能解锁什么样的天赋，叶晨可是期待的很啊！有问题，这绝对有问题。那技能应该是光之刃没错，10级青铜级技能，但为啥伤害这么高？伤害跟力量相关，范围跟智力相关，续航跟精神相关，穿透跟敏捷相关。如果我没记错，叶晨他的力量和敏捷极有可能全都超过了300，而眼下这续航和范围恐怕连精神、智力这2个属性也全都超过了300啊！沃日6边形战士，4维属性全部超过300，加在一块是多少？1200。一般的职业似乎只有升级才能获得4的属性点，而且大家都会加在主属性上。1200点，这相当于多少级职业者的主属性？300级！我干！这个世界上存在300级的职业者吗？而就在外界职业者们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讨论着的时候，殊不知秘境里面怪物的数量已经被大幅度减少了，而且右侧的排行也是悄然之间刷新了。于是众人也是立刻被新的排名记录所吸引。你们快看，叶晨的名字并没有在30到40级区间，而是被定义在了60-70这个区间。果然啊，毕竟铂金炼级场是根据进入者自身等级和属性来综合判断出怪的强度，而叶晨本身的等级不过才30多级，但是属性却已经堪比70多级的职业者，因此算在60-70区间，这倒是合理。既然认定了区间合理，那么接下来就该查看叶晨的成绩了。基本上大家都一致认定，按照开始的效率计算，1秒钟叶晨能干掉100只怪，所以5万怪差不多7-8分钟能搞定吧。结果当真正的排名成绩出现以后，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又直接呆在了原地。57秒，我没看错，你没看错，我也没看错，真的是57秒。白景明变成了第2名，他的成绩是11分37秒。果然啊，叶晨还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给白家面子，真就毫不客气的把第1名给拿下了呀。司恐不如司，一个30级能在60-70区间的职业者中排名第1，这就已经非常恐怖了。结果还足足超了白景明10分钟时间，怪物，这简直就是怪物啊！我现在开始怀疑叶晨他会不会是神明转世了？才30多级就这么可怕，这要是3转了，那岂不是都能吊打4转职业者了？叶晨呢？怎么没有看到叶晨？他既然刷新了排名，难道不应该出来领一下排名奖励？据说叶晨是奔着经验来的，所以我估计在刷完1次以后，马上就开始刷第2次了吧。周围的职业者们也是议论纷纷。而又过了大概1分钟，右侧的排名便再次刷新，排名1，姓名叶晨，所属等级区间60-70，时间49秒。苏会长的眼瞳狠狠一缩，时间又刷新了，而且竟然比第1次足足快了10秒，当即眼珠子往上一翻，直接晕了过去。医疗队，医疗队，快来看看什么情况！很快，一群白衣天使就来到了晕倒的苏会长跟前，一番检查以后，也是表示苏会长没事，只不过因为一时惊吓过度导致的惊厥，休息5分钟就好了。第85章，血量暴涨30万，解锁第4天赋。对外练级场外突然出现的排名，还有众人的震撼，这个叶晨自然是不太清楚，毕竟他可是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练级过程竟然会通过秘境，在所有人面前直播。
所以练级的时候，叶晨也是完全没有顾忌，完全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刷怪了。当然，带来的收获也是满满。第一轮刷怪完毕以后，叶晨的血量直接暴涨了足足5万，综合计算下来，叶晨的总血量早已突破了20万，而属性总量则是变成了2000，平均下来，力量、敏捷、智力、精神全部达到了500以上。当然，这还不是终点，因为这还仅仅只是第一张门票而已。叶晨的手上还有第2张门票没有使用，38级到39级需要的经验竟然超过了7000万。打开个人面板，看了一眼以后，急忙就给关上了。随后，叶晨顿时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这升级所需经验真是越来越离谱了，难怪职业者越到后面，等级提升就越困难。按照这个情况来看，39级到40需要的经验岂不是要破亿？而到了关会长他们那个等级，1级岂不是得上100亿经验？连龙鳞洞穴的通关经验可能都没法让他的经验条涨动一下了。至于更高等级那些4转大佬们，叶晨很怀疑，面对着这些天文数字般的经验值，他们可能已经被麻痹了，也许经验值的概念都不存在了。算了，叶晨当即也是不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是着眼于当下。或许到了更高级别，升级模式也会发生变化，也不一定。最后这一张门票也足够我的等级升到40级了。然后叶晨也是再次开启了无双割草模式，负11921，负13742，血量的暴涨，再加上天赋的影响，导致光刃的基础威力也是随之提升。如果说前一次叶晨顶多也就几次暴击能达到上万点的伤害，那么现在每一次技能的释放都能导致上万点的伤害，而一些额外暴击竟然都突破了15000点。这种伤害，某些刚刚3转的战斗职业也是望尘莫及。伤害提高，也就导致这一次叶晨比前次又足足刷新了10秒的通关时间。上一次是57秒，而第2次仅仅只用了49秒，足足快了8秒。4舍5入，那就是10秒。很快，叶晨就听到一阵秘境提示音：恭喜你成功刷新了记录排名。根据你的等级和属性综合评价，你的区间为60到70级区间，你的排名为第1名。离开秘境后即可获得排名奖励。这就结束了。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意犹未尽的表情。5万只怪，同级别的职业者差不多进来一次都能搞到2亿多的经验，再加上经验卷轴，也难怪白云天才18岁，这就已经30级了，完全就是这个练级场的功劳了。不过可惜，对于叶晨来讲，2张门票也就2分钟不到，要是怪物数量能再多一些就好了。好啦，做人不要太贪心了。耳边传来张蕊同样欣喜的声音，他现在也是一名30级的职业者了，而且2转以后自己的天赋竟然得到了强化，神圣祈祷得经验值效果额外提高了20，总计就是40的经验值加成。你说的倒也有道理。闻言，叶晨也只好点了点头。2张门票除了让叶晨的等级提高到40级之外，总共10万怪，算下来叶晨的血量又足足增加了10万，再算上套装、技能，虽然现在还没打开面板，但不出意外的话，叶晨此时的血量已经突破了30万。没了怪物，接下来自然是出去领取奖励。不过叶晨总感觉是不是漏了什么事情？眼下已经达到了40级，似乎应该，仿佛回应着叶晨的想法。不出所料，就在叶晨2人准备离开秘境领取排名奖励的时候，你的等级达到40级，开启第4天赋。来了，终于特么的来了。此时此刻，叶晨的心情再一次高涨，甚至之前等级从32级飙升到40级，再加上排名奖励，这些都没能让叶晨的心情有太大的波动。毕竟等级随着时间推移，迟早都会提升，无非是早晚的问题。而排名奖励，随着叶晨身上铂金装的增多，原本感觉遥不可及的神装，现在看起来反而变得普通了不少。然而每10级觉醒的天赋，等级清一色，全部都是为1级，这就相当于每升10级，叶晨的实力都会有质一般的飞跃。秘境什么的还是等下再出去，先看看这波天赋的效果再说啊。于是心念一动，有关叶晨最新的面板信息也是直接就呈现了出来。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40级，2转，血量30万，力量774，敏捷774，智力774，精神774，技能光之刃、青铜、铁血强盾、黄金，套装神圣铠甲套装，装备
神圣铠甲盾牌，神圣铠甲3件套效果，血量额外加50%，装备附赠效果，每击杀一只怪物，血量上限加1，无上限。职业天赋1，血之转换为1。天赋介绍：血量每提升100，获得可自由分配1。职业天赋2，凭血司命为1。天赋介绍：当你的攻击造成伤害，你可以通过对方血液大幅度削弱他的属性和实力，若双方差距过大，可直接造成秒杀效果。职业天赋3，空血反伤为1。天赋介绍：专属技能铁血强盾，血条额外增加时 ，BOSS 类怪物对你造成伤害额外提升1000。若额外血条被清空，将对该 BOSS 类怪物无条件按照已消耗部分百分比造成伤害，反弹最大伤害上限为该 BOSS 怪血量90。职业天赋4，血魂契约为1。天赋介绍：力量、敏捷、智力、精神属性点每超过100，可学习对应属性职业一项技能。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当血魂契约连同天赋介绍的文字一并出现在叶晨眼前的时候，饶是以叶晨的心性，此时也是不禁整个人都麻了起来。第86章血魂契约的逆天效果。天赋介绍：力量、敏捷、智力、精神属性点每超过100，可学习对应属性职业一项技能。血骑士为什么这么拉胯？原因很简单，升级只有血量加成，战斗职业拥有的4维属性，管你血骑士等级达到多少，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有丝毫的提升。而一般血骑士的装备又是单纯用来增加血量的。什么？你说你换一套属性装？这当然可以，但这有啥必要吗？血骑士的优势就是血厚，你换属性装，凭 A 跟人打架，这不扯犊子？没有强力的攻击辅助技能，这才是血骑士真正的硬伤。而现在虽然由于强大的天赋，导致叶晨不需要依靠装备就能得到4维属性的强化，与光之刃几乎完美适配，但硬伤就是硬伤，和其他同属性的战斗职业相比，即便是叶晨也是有它的局限性。毕竟光之刃它只是一个青铜级的通用技能，这世上还有更多与叶晨属性适配的技能，可偏偏碍于技能书的职业类型，叶晨他学不了。可随着第4天赋血魂契约的开启，血骑士的最后一块短板也是彻底被弥补。力量、敏捷、智力、精神4维属性全部超过了750点，也就是说，战士、射手、法师、飞侠这4大职业群的任意技能，我可以从中分别挑选7个进行学习。卧槽！想到这里，叶晨也是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还在这里愣着干嘛？赶紧出去领奖励，玩社学技能去啊！只不过叶晨已经能提前预想到，自己一个血骑士突然跑到人交易市场，然后批量购买各种职业技能书时可能会遭遇的异样目光了。不过叶晨自己倒是不在意，总之这些技能书叶晨肯定会精心挑选，做到和自己的职业完美适配。当然还有武器，神圣铠甲盾牌单手就能拿起，这就意味着叶晨可以学习战士类职业的技能，然后用一把单手剑对怪物造成更高的输出。当然弄一把法杖也是很不错，毕竟法爷的群攻技能还是非常凶猛，射手、飞侠的技能往往以灵动为主，甚至对于白家幻灵杀神的部分技能，叶晨也是有些眼热了起来，召唤出一个强大的怪物灵魂与自己并肩作战。如此一来，血魂契约这个天赋还真是带给了自己无限的可能啊！铂金炼级场入口，由于通关记录被打破，所以炼级场外越来越多的职业者也是闻讯而来。毕竟发生在交易市场门口，叶晨和白家之间的争端也是只有一部分职业者有幸围观到。虽然不少人也是将相关消息传播到了职业者论坛上，但照片、视频这些咋能和亲眼见证相比？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事人双方这都纷纷离开，你再赶过去看个毛啊！不过这铂金炼级场的右侧排名，除非是排名被打破，不然的话会被永久记录在榜单上，因此这个时候赶过去还来得及。甚至据说叶晨还在里面练级，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还能看看这位被传得沸沸扬扬，理论上一拳一个白景明的叶晨。于是不经意间，这练级场围观的人群反而是越来越多了，这就导致白家那些人的脸色也是越发阴翳。这些人为啥来？他们能不知道吗？全都过来看戏来了，而且这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嘲讽的目光。要是平常的话，这些人哪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白家？可现在秦部长、苏会长连带着双方的势力都在这，
所以白家也是不太敢在此时动手了。关青龙双手环抱地站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距离排行榜单刷新，这都过去5分钟时间了。正常来说，榜单刷新，这就意味着里面的怪物都被清空了。没有怪物，你还待在炼级场里面干嘛？还不赶紧出来！奇怪的一幕顿时让关会长感觉有些不妙了。难道他们两个在里面出了什么意外？再等5分钟，要是5分钟后还不出来，关青龙眉头微皱，心里也是有了打算。而就在这时，秘境入口突然传出一道空间波动，然后叶晨和张蕊一前一后，也是直接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脸上无不带着灿烂的笑容。叶晨，情况怎么样？你们两个没事吧？一看到二人，关青龙当即也是松了一口气，然后立刻迎了上去，颇为担心的说道：这哪能有事？叶晨当即也是笑了笑，然后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由于你打破了本秘境60到70级区间的刷怪记录，根据你的排名即将发放奖励，恭喜你获得了铂金级技能书神圣祈祷。突如其来的秘境提示顿时引起了叶晨的注意，随后叶晨的手上也是出现了一本白金色封面的书本，上面赫然也是将技能名称给显示了出来。这就是排名奖励吗？神圣祈祷。随着技能书的出现，关青龙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不过当他看到奖励居然是一本技能书，而且还是一本牧师职业才能使用的技能书时，顿时也是滞了一下。神圣祈祷并非是需要技能书就能学习的技能，就比如10级的牧师刚刚转职，就会自动获得这个技能。只不过转职觉醒的技能往往是青铜级，经验值和掉落物的加成在10到20之间。由于只有牧师可以用，所以价值并不高，哪怕是铂金级技能书，可能也就值几千万龙币，或者几枚低等级的怪物结晶。总之，这个奖励关青龙并不看好。退一万步，哪怕真的能用，叶晨每次外出练级都会把张蕊给带上了。一个不朽级天赋的牧师，这技能加成不比你铂金要强。然而关青龙却并不清楚，这本技能书对叶晨的用处可比他想象中的要大太多了。第87章，如果神圣祈祷效果可以叠加。神圣祈祷作为牧师的专用技能，不管是什么品质，青铜也好，铂金也罢，同一组队的成员只能共享技能，无法叠加效果。简单的来说，就是哪怕是2个牧师一块组队，同时释放神圣祈祷，那也只能产生1次经验值和掉落率的加成。至于2个20的经验值会不会因为叠加变成40，抱歉，并不能。因此这也是关青龙在看到技能书以后第一时间认为这本技能书鸡肋的原因之一。毕竟有张蕊在旁辅助，叶晨就相当于常驻20经验 buff 以及60的掉落率，这个效果综合算下来可比一本铂金神圣祈祷技能书要强多了。但这是正常下的情况，可假如，我是说假如叶晨通过第4天赋学习而来的神圣祈祷并不受到这种制约，又该如何呢？总之先看看技能效果吧。叶晨的眼前立刻显示出技能书的确切内容：类型技能书，职业牧师主教，品质铂金，名称神圣祈祷，等级10。介绍：使用后可自行学会技能神圣祈祷，该技能为辅助技能。由于品质达到了铂金级，故经验值加成为50，道具掉落率加成为20。相比青铜版本的神圣祈祷，铂金级别以后经验值的加成就变成了50，不过道具掉率和青铜级的就没有任何区别了。50的经验值加成，如果和张蕊的效果进行叠加的话，叶晨脸上的表情微微一亮。刚才在出秘境之前，张蕊曾亲口告诉他，自从升到30级以后，天赋的作用导致他的技能也产生了些许变化，经验值的加成不再是20，而是变成了40。再结合现在这本技能书，2个神圣祈祷经叠加，那么卧槽，就算没有经验卷轴这些额外增加经验的道具，叶晨也能常驻经验翻倍的效果了。这简直不要太爽！而且神圣祈祷后还能再使用经验卷轴，经验值再次翻倍，380，接近4倍的经验获取。想到这里，叶晨感觉这40级到50级中间看似海量的升级经验，对他来说好像也没有这么多了。还等什么？果断先用了呀！于是叶晨心中默念一声，随后技能书立刻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体内。然后叶晨的个人面板上也是同步多出了一个名为神圣祈祷的主教技能。如此一来，叶晨的面板也是再次焕然一新。
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40级，2转，血量30万，力量774，敏捷774，智力774，精神774，技能光之刃、青铜、铁血强盾、黄金、神圣祈祷、主教铂金。职业天赋4，血魂契约为1。天赋介绍：力量、敏捷、智力、精神，属性点每超过100，可学习对应属性职业一项技能。当前可自由分配属性点0。神圣祈祷，备注：该技能受到天赋的影响，经验值和掉落率加成仅个人享受，不会与团队共享。该技能可与其余牧师的神圣祈祷技能叠加，不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剩余可学习各职业技能数：战士系7，法师系6，射手系7，飞侠系7。不出意外，崭新的个人面板。其余的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非是多出了神圣祈祷的技能以及相关介绍。还有，根据目前叶晨的主属性，面板也是贴心的给出了对应职业的剩余可学习技能数。由于神圣祈祷是牧师主教的技能，所以占掉了一个法师的技能位置。不过剩下来6个，以及其他职业总计21个，也是足够让叶晨好一阵挑选了。看完面板，叶晨的嘴角再次不经意地露出了笑容。关会长见此一幕，嘴角不由得抽了抽。一本铂金级技能书，至于高兴成这样吗？你一个血骑士又用不上。然而当关会长低下头，结果却发现原本叶晨手上的那本神圣祈祷技能书竟然消失了，马上也是一脸疑惑了起来。话说刚才并没有看到叶晨做什么额外操作啊，也没有将技能书送给张蕊，怎么突然就没了啊？关会长，您在看什么东西呢？我的手上是有什么奇怪的记号吗？叶晨皱了皱眉头。不得不说，自从秘境里面出来以后，关会长的脸色就非常奇怪了。那倒没有，我只是想问，刚才你手上的技能书去哪里了？关青龙也是漫不经心地问道。其实这件事跟他也没关系，反正他又不会找叶晨要，无非就是好奇而已。你是在说那本神圣祈祷吗？没去哪啊，我只是刚才用掉了而已。叶晨随意地耸了耸肩，也就实话实说了。结果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彻底让关青龙震惊了。啥玩意？你说你把神圣祈祷的技能书给用了？那可是个主教专属的技能书啊！这一刻，关青龙感觉自己浑身难受，仿佛身上长满了鸡皮疙瘩，同时隐约竟然还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不断的打颤。天哪！叶晨，他知道刚才他说了什么吗？他竟然说他把神圣祈祷给用了。你一个战士系职业分支，你用人主教的技能书干嘛？不对，这是重点吗？显然不是。技能书除了通用之外，职业群之间的技能，其他职业是完全不可能学习掌握的。不然的话，干嘛要给技能书限定职业？而你一个血骑士，虽然是战士系的分支，但实际上很多战士的技能对于职业者属性也有需求。比如圣骑士的圣锤冲击，是需要你力量属性达到100点才能学习。除了叶晨这个变态以外，哪家血骑士的力量属性能到100？就更别说叶晨现在的力量，怕是早就超过500了吧。然而这回叶晨学的还不是一个战士系的技能，而是一个主教技能。疯了，这简直是疯了！叶晨的这一操作彻彻底底给他一个协会会长给整不会了。第88章，技能不错，你说你要搞一本收藏，连叶晨都这么说了，那这个事绝对就是真的。但此时此刻，关青龙无论如何也是想不通，为啥呀？叶晨不管他的天赋到底如何，血骑士本身的条件限制却是无法忽视，以及整个蓝星所有的职业者都循着这样一个规则，那就是不同职业群之间的技能书绝不通用。所以几乎每个职业者小队，其中都是包含了各个职业类型。要是你一个职业把人其他职业的技能都给学了，那搞这么多职业专属技能有毛用啊？但叶晨他竟然偏偏又打破了这个规则，一个血骑士竟然学起了主教技能来了，这简直离大谱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叶晨是把神圣祈祷给学了，这已经是打破了惯例。但其他职业的技能呢？他是否也能学习？想到这个，关青龙也是顿时心里打鼓了起来。如果除了神圣祈祷之外，叶晨还能够学习其他职业技能的话，那或许他作为鄂州市协会分会的会长，就能亲眼看到一条巨龙从这里腾飞，甚至
或许10年时间都用不到，叶晨就能从一个职业者萌新，直接一跃成为龙国乃至蓝星职业者中的巨擘呀！想到这里，关青龙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晕乎乎了。算了算了，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估计叶晨可以学习主教技能，这应该是他天赋的特性。对了，叶晨出来以后似乎已经到了40级，按照之前的规则，似乎每到10级，叶晨就能解锁一个唯一技的天赋。所以，这个学习其他职业技能的能力，大概率就是天赋造成的。也许叶晨学习得到的技能不受神圣祈祷的制约，可以与其他牧师的技能效果叠加，所以这才干脆利落直接学习了吗？真不愧是唯一级天赋啊！不想了，真的不能再想了。在关会长看来，让一名血骑士拥有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并且学会的技能还能打破本身的规则，效果叠加，就光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天赋已经是有作为唯一级的资本了。至于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效果，关青龙倒不是没有想过，而是已经不敢继续再想了。他的身体可没有老苏那么好，晕过去休息5分钟，马上就好了。刺激着身板，要是再听到什么不得了的消息，估计至少得躺个1天1夜，这才能恢复正常了。1天时间，这得耽误多少事儿啊！所以想了想身为协会会长的责任，关青龙还是强忍着对叶晨的好奇，也不敢再继续询问了。哦，对了，怎么没有看到苏会长？不是说等下要针对白家来一场操作吗？我可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啊！叶晨倒是没有注意到关会长脸上的异常，而是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自从第4天赋解锁以后，叶晨就对于白家幻灵杀神的技能十分的感兴趣了。毕竟只要精神力足够，学会了技能，自己也能通过仪式来让这些怪物灵魂成为自己的助力了。不过这幻灵杀神身子骨太差，一旦唤出的怪物灵魂离开太远，无法在受到攻击的时候现身保护本尊，估计也难逃死亡的下场。可叶晨，你敢说叶晨他身子骨差？别的不说，就说足足30万的血量，纵观同级别的职业者，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什么？你说叶晨和同级相比是欺负了他们？那行，和4转血骑士相比，那叶晨的血量也是丝毫不比他们要低了。一般说来，各种装备加持，4转120级的血骑士，血量也就顶多30万左右。可叶晨这才40级，就已经30万了，堪比4转血骑士的血量，这身子骨差吗？一点都不差呀！要是这都弱了，那血骑士可真就一点优势都不存在了。更别说除了血量之外，叶晨的4维属性也全部超过了700，接近800的程度。别说白景明了，估计此时此刻，叶晨都奈跟半装的关会长切磋1、2。这个事情我也不清楚。刚才老苏说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医疗队过来了，说5分钟就好。不过我感觉他受的刺激，5分钟怕是好不了。提起这个，关青龙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对了，你这么关心白家干嘛？难道你……难以置信的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每一句话都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而叶晨竟然漫不经心的询问什么时候对白家动手。这难道……不知道为啥，此时此刻关青龙内心里顿时感觉到有些不太妙了。尤其是当叶晨最后小声自语的一句话，直接让关青龙脑袋都是轰的一声，直接炸开。幻灵杀神的某些技能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不知道抄家的时候能不能抄出一些技能输出来，到时候找个机会搞一本收藏应该没关系吧？啊，叶晨，他竟然对白家传承的技能书感兴趣？你确定？你搞一本真的只是想要收藏？真的不是其他什么特殊原因？自从叶晨出来以后，周围关注着的职业者们也是目光无不落在叶晨的身上，被那创造出的记录狠狠地震撼了一下，这就让他们不禁对叶晨的职业和等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听不少见证过那一战的群众都在说，叶晨实际上只是一个血骑士，而且踏马的等级也就30级，但空口无凭，你就一张嘴巴在说，这谁相信啊？然而随着叶晨从秘境出来，身上那一套闪烁着铂金色彩的装备，以及一面硕大厚重的盾牌，这无疑也是侧面印证了叶晨的职业——血骑士。因为除了血骑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职业者没事会买一套铂金级加血套装给自己保命，就更别说这面盾牌就是血骑士的专属装备。你要不是血骑士，根本连佩戴的资格都没有。然而当某些新来的观众注意到这叶晨竟然如此的年轻，而且颜值还如此的高，当即也是感觉到
这上天竟是如此的不公！一个血牛觉醒出了逆天天赋，这还不算完，颜值还贼 TM 高，身边更是跟着一个漂亮小妹妹。眼前这一幕，直接是让他们所有人都羡慕炸了。第89章，他还能学习第2个职业技能。嗨嗨！叶晨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激烈的咳嗽声，回头一看，结果发现老苏摇摇晃晃的就走了过来，明显还是有些晕乎乎的。距离医疗队所说的5分钟，这已经过去10分钟了。苏醒了，但好像也仅仅只是苏醒而已，估计战斗力啥的肯定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考虑到叶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学一下幻灵杀神的职业技能了，以现在双方之间的关系，恐怕叶晨主动上门去要，他们肯定是不会给的。人白家现在恨叶晨，可以说恨的是牙痒痒的，因此软的不行，那当然是来硬的。再者，他们白家作为4大家族之首，也是作恶多端，帮助白川市分会和当地武装部彻底铲除白家，对于整个省市也是好事一件啊。所以各种情况考虑在内，叶晨也是直接忽视了苏会长的状态。苏会长，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闻言，苏会长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怎么感觉对于剿灭白家，这叶晨比自己还要心急了，搞得跟他才是受害者似的。不急，容我再休息一会。苏会长无奈地回了一句，暂且不提他现在的状态，战斗力大打折扣，估计实力只有正常时候的70%不到。这状态让他去抗白家老祖，这不是纯纯的送，至少要等到他彻底恢复战斗力才行吧。而且作为半个官方人员，他老苏肯定也要顾及到平民安全问题，贸然动手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到时候龙都总会以及武装部那边问起来，自己这也没法交代啊。因此如果想要动白家，要么是对方先下手为强，要么那就等到他老苏状态彻底恢复，然后提前做好准备，再发布一则紧急疏散通知，让一些人员腾出手，将白川市的普通居民给疏散，这样一旦交火，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人员伤亡。而听到苏会长的解释以后，叶晨当即也是点了点头，果然不愧是白川市的会长啊，这个心思果然缜密。的确，要是贸然出手，估计除了唐家之外，其他3大家族肯定会铁板一块，要来那绝对是得来个出其不意才行，冷不防的先疏散，随后再第一时间出手，简直完美。那到时候再喊我吧，有点事情，我要去一趟交易市场。于是留下这么一句话以后，叶晨也是转头，打算看看白川市这边的交易市场有没有啥好货了。你是去买装备吧？这样，我让老秦带你去市场转转，咱们省也是全国最大的几个省份了，交易市场里面甚至经常可以看到钻石级的装备。不过你不熟悉咱们这儿的物价，容易被宰。老秦跟着，相信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苏会长赶紧叫住了叶晨，谁知叶晨却是一脸懵逼的眨了眨眼。啥？买装备？不啊，我是过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职业的技能书，学点辅助技能，多少能增加一些输出啊。铁打的辅助流水的 C， 这个道理叶晨可是知道的很清楚了。虽然光之刃只是一个青铜级技能，可对于现在的叶晨来说够用，因此攻击技能的话就随缘吧，不用刻意强求，有就换，没有也不急。但辅助技能这个可是不学不行，像闻名的辅助职业光环师、法师职业的分支，可以给自己和队友上各种光环 buff， 包括但不限于暴击、爆伤、血量、伤害。光环师作为一名辅助职业也是非常吃香啊。而光环师的诸多二转技能中，名为混沌光环的技能也是让叶晨印象深刻了。光环释放之后，可以让自身面板额外显示出暴击和爆伤2大属性，并且额外增加20%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要知道，这2个属性一般是不显示在个人面板之中，除了射手这一类职业外，其他职业的暴击很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技能的释放，每一次攻击造成暴击的概率都完全不同。既然不同，那还咋显示在面板上？不过，如果叠加一个混沌光环，那暴击和爆伤就会趋近于一个稳定的值，面板也会将具体的数值给呈现出来。千万不要小看这20%的暴击和爆伤加成。正常情况下，叶晨一发光刃输出的威力也就在1万上下。然而，如果暴击、爆伤同时触发，那么威力就会到15000，甚至是16000，这几乎等同于50的伤害加成了。而如果再叠加上20%的暴击和爆伤，那暴击触发更加稳定不说，甚至一旦暴击，伤害直接突破2万，这都不是不可能了。什么？你不是去买装备，而是去买技能书？这一刻，苏会长眼睛又是往上一翻，再次晕了过去。
至于一旁的关会长，由于已经见识过叶晨学习过一个主教技能，所以心里早就提前有了预感。因此，相比较再次晕倒的苏会长，关会长这边的情况就好了很多。不过也是啪的一下，直接就坐在了地上。尼玛！除了神圣祈祷之外，叶晨他竟然还能学第二个技能。这下关会长也是总算想到了，为啥叶晨会突然冒出那没来由的一句话了。果然自己的猜想的对的，叶晨他哪里是想要搞一本幻灵杀神技能书收藏，他这完全就是奔着学习的想法去的。这他妈一个血骑士能变异成这种程度，算了，关青龙告诉自己不要这么激动，毕竟整个龙国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现过一个为1级天赋的巨老，虽然那位巨老已经陨落，但曾几何时也是雄霸整个龙国的存在了。而现在叶晨这算是第2个为1级天赋的职业者，可以说对于这种等级的天赋，职业者协会都还没知之甚少。所以或许为1级天赋就是如此变态，也说不定。就更别说叶晨身上为1级天赋的数量还不只是一个，这都第4个了呀。所以变态一点点，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第90章交易市场惊现钻石级技能书。叶晨，老苏在晕倒之前让我带你去交易市场逛逛，你是需要技能书对吧？不过一会秦部长也是来到了叶晨的跟前，然后也是非常亲切地说了起来。不过提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秦部长的语气变得动摇了起来。显然对于叶晨作为血骑士竟然还能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这多少还是不太相信。而叶晨也是懒得解释这么多了，点了点头。紧接着秦部长也是只好亲自带叶晨去交易市场，看看有没有高品质的技能书和装备了。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叶晨，你身上的钱应该足够吧？白川市的市场，黄金级的装备和技能书遍地都是，不过铂金品质的就不多了，一天顶多也就2、3件吧。而运气要是足够好，你能在这里找到钻石装，只不过可遇而不可求啊。而且钻石装的价格也是价值几十枚怪物结晶或者10几亿龙币了。毕竟叶晨看上去也只是20岁左右，而且也是曾经听关青龙提起，叶晨的家境好像非常一般啊。所以如果到时候叶晨钱不够，区几十枚怪物结晶，这点钱换取一个怪物般的潜力股，秦部长觉得这完全是血赚啊。交易市场就在前方不远处。谁？突然秦部长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道异常强大的气息，竟然等级同样达到了4转级别，是一位4转高手。秦刚当即也是回头，秦部长别开枪，是我。一个老头高举双手，然后在秦部长皱眉的表情中立马就来到叶晨的跟前。而对于唐家主的出现，叶晨也是感觉非常错愕了。话说这老登公开场合露面，就不怕被其他3大家族的眼线发现，然后提前做一些准备啥的？嘿嘿，没关系，老夫的敏捷属性非常高，4转以下的职业者可是发现不了老夫。闻言，叶晨当即也是扯了扯嘴角，难怪自己高达700的精神力，竟然都没有察觉到这老登一直跟在身后。不过原因呢？秦部长，叶晨小友的购买费用由我们唐家承包，这个没问题吧？啊？合着唐家主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跑到这，就是为了当一个送财童子，而且竟然还当着秦刚的面。这时叶晨也是不得不怀疑，这位老登是不是有啥阴谋论在里面了？之所以故意这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或许是为了表达忠心，毕竟过不久他们就要针对4大家族动手了，所以唐家也是赶紧出现，免得到时候惨遭池鱼。聪明啊！话说叶晨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反派了。而对于唐坤的示好，不管是秦刚还是叶晨，那都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了。不过老夫可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件事过来的，最近一段时间在这白川市偶尔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外国人？叶晨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了起来。话说在鄂州市升学考核的时候，观战席上死了2个人，照例还有一个似乎是名叫詹姆斯的外国人。而根据关会长的介绍，詹姆斯似乎是来自灯塔国一个有名的职业者组织归一会，与香洲职业者协会暗中关系密切。本以为来自国外的魔爪应该只是在鄂州、香洲这些小地方出现，然而让叶晨没想到的是，这白川市竟然也出现了归一会职业者的身影。该不会和白家有关吧？叶晨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给惊到了。而很快唐坤的发言也是直接确定了叶晨的猜测。我曾亲眼看到
白家老祖曾与一名自称归一会特使的外国人交涉，双方谈论氛围非常融洽。不过老夫可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不管如何内斗，但凡跟外国的职业者勾结，那就别怪老夫无情了。正直？实话实说，叶晨这还真没看出来。但对于唐老祖的一番话，叶晨也是表示非常认同的。你说内斗也就罢了，而且居然还跟国外的职业者组织勾结起来，那你白家是真该死了。而随着唐坤透露出的内幕，秦会长的神色立刻也是变得冷冽了起来。看来最近归一会极有可能针对我龙国做出一番大动作。总之这件事我会和武装部龙都总部的部长进行汇报。交代完了这些事情以后，唐坤也是立马从面前消失了。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来到了交易市场的贵宾区域，早就在这里等着叶晨了。毕竟虽然有被其他三大家族发现的风险，但叶晨展现出的恐怖潜力，也是让唐坤一次次地认为自己的选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一旦和叶晨打好关系，以后他们唐家肯定就平步青云。所以被发现了又怎样？大不了他们唐家就此也是公开和三大家族翻脸，反正过不了多久，三大家族就要完蛋了。早点表现诚意，对唐家也是有好处。作为交易市场的贵宾区，这里的各种装备道具品质等级简直是比普通区高出太多了，甚至最差的一件装备那都是黄金品质，也是让叶晨大开眼界。还记得鄂州市的交易市场吗？里面绝大多数的装备品质也就白银、青铜居多，黄金装一天都难见到10件。结果到了白川市，最差的都是黄金装，这区别也太大了。唐家主，这里有什么专卖技能书的地方吗？最好是光环师的技能书，我准备买一本收藏。叶晨也是当即对唐坤问了起来。有，当然有。往前再走100米，大概就是法师技能专区，在这里几乎所有技能都是黄金品质，铂金级的法师技能也有，但不多。不过光环师的技能书不多就是了。对于叶晨的话，唐坤倒是没咋细想，毕竟天才总是会有一些怪癖的，收藏其他隐藏职业的技能书，这个可以理解。来到柜台前，叶晨一眼就看到一本闪烁着截然不同光芒的书本，这种耀眼程度远远不是铂金级技能书能够拥有的。而且技能名混沌光环，这竟然一本钻石级的混沌光环。叶晨眼光大涨，当即也是将这本技能书给拿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唐坤倒没感觉多奇怪，毕竟这玩意可是罕见的钻石品质。作为唐家家主，他的身上都没有一件钻石装，不是没钱，是钻石级装备太 TM 少了。所以换位思考，如果换成是他也会购买一件钻石级品质的道具，拿来收藏的。第91章，收藏？这鬼话你也信？这位朋友，您今天的运气可真好。拿着技能书，叶晨也没有急着使用，而是暂时先放在了市场专门的包裹之中。毕竟眼下还在看货阶段，就算要使用，那也是等到结账付钱了以后再说。不过包裹中散发的独特光芒，想不引人注目都难。谁让钻石散发的光芒太 TM 耀眼了。很快，一个市场的工作人员立刻也是迎了上来，脸上满是尊敬与谄媚的看向被秦部长、唐坤两位四转大佬簇拥着的叶晨。或许他不知道叶晨的身份，但是他十分的清楚，一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少年，能够同时被这样两位大佬像保镖一样保护着，那这身份绝对是非凡了，背景绝壁是非常恐怖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装部和四大家族一直以来都是处于半敌对的关系，只不过考虑到白川市的稳定性，这才没有大打出手，而是互相制约。可一旦碰面，往往是剑拔弩张。结果两大巨头的执掌者竟然同时站在了一个人的身后，除了小家伙背景逆天外，还能是啥原因？而对于这位工作人员的谄媚，叶晨倒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眼下技能书是搞到了，但是还缺一把单手武器，某些专属职业的技能只有佩戴特定的武器才能释放，而幻灵杀神很有可能就是这种职业。于是叶晨立刻就一脸好奇地看向唐家主问道，对了，你们唐家和白家同为四大家族，应该也知道幻灵杀神一般会使用什么武器吧？这里应该能买到。武器？闻言唐坤也没多想，点了点头，然后立刻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全部告诉了叶晨。他们使用的武器本质上是一种拳套，将精神属性凝聚在拳套上，通过仪式召唤已死怪物的魂魄，最终生成灵魂印记，需要的时候就能召唤出来对敌。不过召唤怪物的数量除了跟等级有关外，还跟拳套的品质相关。正常情况下，
60级以下的幻灵杀神只能召唤一只怪物的灵魂，而3转60级则是2只，到了4转级别就变成了3只。假如一位4转的幻灵杀神同时又拥有一件钻石级的拳套，那么就可以同时召唤4只怪物的灵魂。白家老祖白应成就拥有一件钻石级的杀戮拳套，一次性可以召唤4只4转怪物的灵魂，连老夫都是忌惮不已。说话的时候完全可以感觉到唐坤对于白应成的惊惧，毕竟召唤出来的灵魂就算比生前要弱，那也是远远超出3转职业者了。4只4转精英 BOSS 的灵魂联手之下，估计同时面对2位4转大佬都能勉强抗衡，也难怪白家能坐镇4大家族榜首。幻灵杀神作为罕见的传承职业，确实是有他变态的地方在里面。而且明明已经有了2位4转大佬，结果武装部和苏会长他们竟然也不敢联手出击剿灭白家，这更是说明职业技能的强大。不过这次白家却是惹到了他叶晨的身上，不仅如此，甚至还私底下和归一会有来往。所以不论如何，这一次也一定要将白家彻底给剿灭。除了唐家以外，其余3大家族必然要落得一个覆灭的下场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叶晨也是急忙问了一下这位工作人员：“你们这里有没有高品质的拳套？不用太高，30级左右的就可以。”钻石级，叶晨就不奢望了。毕竟唐坤说，就连他身上都找不到一件钻石装，所以一件铂金级的拳套，再加上自己的属性面板，一旦学习了幻灵杀神的技能，估计少说都能召唤2只怪物灵魂辅助作战了。当然，还有混沌光环。一个钻石级的技能，但凡只是轻轻响一小下，这技能可能带来的增幅效果，叶晨都感觉自己呼吸都是急促了很多。然而叶晨不知道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唐家家主的呼吸也是一并变得急促了起来，能够将唐家逐渐发展成闻名整个百川市的家族之一。唐老祖察言观色的能力也是非常强悍了。早在叶晨提出询问有关幻灵杀神的武器时，心中也是立刻有了想法，那就是叶晨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血骑士，除了专属盾牌之外，武器从来就不是血骑士的目标装备。可他就这么问了，而且他询问武器的职业还是罕见的传承职业幻灵杀神，这中间是否有什么猫腻？想到此处，突然唐坤马上就联想到，最近几分钟叶晨身上发生的诡异事情可不止这一个。在交易市场，叶晨首先询问的东西是什么？是技能书，而且就在刚刚，在技能书的摊点上，叶晨直接就选中了一本钻石级的技能书，技能名混沌光环，专属职业是光环师，同样完全是和血骑士半毛钱关系都不沾。如果这其中一件怪事的发生是巧合，那么2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出现，那巧合就完全说不通了。还有就是叶晨离开铂金练级场，排名第1的奖励又是什么？似乎是一本铂金级的技能书，技能名称神圣祈祷，这是一个牧师才能学习的辅助技能，可以增加职业者的经验值和物品掉落率。本以为叶晨来到交易市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将那本神圣祈祷技能书给卖掉，毕竟正常来说，叶晨他又用不上这个技能，与其平白放在储物背包里，还不如果断卖掉，换些怪物结晶。一本铂金级神圣祈祷的价值也完全顶得上10几枚低级结晶。结果叶晨他并没有卖掉，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将那本技能书拿出来，莫非又被叶晨拿去收藏了？不，绝对没有这么简单。随着想法的深入，细思恐极的想法顿时在脑海中冲撞了起来。第92章黑卡10亿，就这样白嫖了。这叶晨他购买技能书还有装备的目的，不会是打算学习技能吧？然而这想法出来还没多久，立刻第一时间就被他给压制了下去。虽然综合种种情况考虑，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他还是不敢相信，一个血骑士竟然可以跨职业学习不同种职业群的技能。你哪怕说学习战士系的技能，这个他唐坤都觉得有那么1/1000的可能性，或许真的就相信了。结果叶晨要找的技能书和装备，一个是混沌光环，是光环师的专属技能，还有一个是拳套，幻灵杀神会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怪物的幻灵仪式。如果他的猜测成真，再算上神圣祈祷，叶晨一个人岂不是要学习3个技能，而且还是3个不同职业的技能？想到这里，唐坤的心情反而是平静了很多。正因为这个猜测太过匪夷所思，
因此唐坤在想到的瞬间，就立马将这个猜测给抛去了。或许神圣祈祷是送给了叶晨身边的那个小女孩，混沌光环，也许叶晨有一个职业是光环师的好朋友。至于拳套，又不是只有幻灵杀神才能使用拳套，这也是铁拳武道家的武器。叶晨小友不仅天赋卓绝，人品也是非常之好。来一趟白川市，竟然还想着给好朋友准备礼物，这等品德值得我学习。想到这里，唐坤的神色立刻好了很多，脸色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苍白了。这个猜想明显就比刚才那个合理了很多嘛。来到武器柜台前，叶晨随手就拿起一件拳套，认真的看了起来，名叫力者拳套，全职业都可以使用。反正唐坤也没说幻灵杀神使用的拳套是不是特制的，所以这件应该也能用，能够赋予佩戴者80的力量加成。不过也仅仅只是增加力量了，敏捷、智力、精神这3个属性就没有任何提升了，确实很贴合力者这2个字。单看力量加成效果很不错呀，而且最主要的是佩戴力者拳套，这将会赋予叶晨额外80点的力量属性。而现在叶晨的力量属性是多少？775，加上这80点，那么叶晨的力量就将会超过800。结合血魂契约，我又可以多学习一个战士系的技能。光之刃终于是到了要淘汰的时候了，这简直是3喜临门啊！回过神来，看着周围其他的黄金武器，叶晨顿时感觉有点索然无味了。和铂金装相比，这些黄金武器都太垃圾了。叶晨小友，你就只要这2样东西？其实我们唐家财力雄厚，你可以多挑选一些你想要的。这时唐坤也是满脸笑容的凑上来，然后拍了拍叶晨的肩膀，表示你怎么就挑这2样啊？是不是看不起咱们唐家？不得不说，这种大气的行为举止真的极容易引起好感了。就比如此时在叶晨的心中，对于唐家的好感度又往上提高了几分。当然跟关慧长他们相比，那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就不用了吧，这2样也足够我实力提升了。不是叶晨不想继续在这里挑下去了，而是叶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下这混沌光环的技能效果。来到柜台前，扫码完了，屏幕上显示出2样东西，一共要支付80枚怪物结晶，或者10亿龙币，2选1。我来。唐坤也是一脸笑容的将手上金卡给拿了出来，不过这笑容中仿佛也是藏着一丝难言的苦涩。看来这10亿龙币，就算以唐家的家境，那也是多少有些心痛的。见状，叶晨也是只好将手上的黑色超级 VIP 卡给拿了出来。其实完全不必这么麻烦，如果想要省钱的话，唐老祖完全可以将这些钱转到叶晨这张卡上。毕竟这张卡来自龙国交易市场的总部，是经由金会长钦定送给叶晨的。除了象征独一无二的尊贵外，同时还会减免20%的额外费用。当然，购买物品的话，这张黑卡也是可以打8折处理。10亿龙币的8折是多少？8亿，足足减少了2亿的开支，这也算是叶晨一个小小的回馈吧。然而叶晨却不知道，自己手上这张黑金卡片一经出现，柜台上气氛陡然间也是变得凝固起来。唐坤、秦刚2人的表情自不必多说，这种黑卡据说是只有被交易市场认为最尊贵的客人才会拥有，连他们拥有的卡片都还只是次一级的金卡，可以减免时的手续费，但是购买东西不会打折。结果转手间，叶晨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张最尊贵的黑卡，懵逼了，这特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竟然是黑卡！你是叶晨？而年轻的容貌结合一张黑卡，这位工作人员也是明显认出了叶晨的身份。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金会长就将黑卡信息传遍了龙国所有的市场分会，同时也是特别提及，尤其要关注一个手持黑卡的年轻人。而在仅仅个位数的黑卡持有者中，叶晨就是那个唯一的年轻人。叶晨则是愣了一下，自己不过是拿了一张黑卡出来，咋对方连语气都变了？不过叶晨还是点了点头，毕竟不管啥情况，身后站着2位大佬，而且还是4转级别，相信要是有啥意外情况，他们会出手。因此叶晨也是直接点了点头，显然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于是狠狠地平复了一下内心的震撼情绪。这名工作人员当即也是再次挤出了一丝笑容，呵呵，无比尊敬的客人，您无需为本次的商品支付任何费用。什么意思？不需要为本次商品支付任何费用？一时间听到这句话，
叶晨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这可是价值10亿的装备和技能书，就算有黑卡打8折，那也是需要付出8亿的真金白银。结果，眼前这位小哥哥居然告诉他，这2样东西不需要花钱，他们市场免费送了。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好事！第93章试验技能，目标荒芜神殿。白川市坐落在龙国边境，不过由于坐拥几位4转大佬，所以在全国省市的排名中也是足以排进前10了。繁华程度也不用多说，不仅仅人均收入很高，而且职业者们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了。50级到60级之间的职业者数量，足足占据了职业者总数的接近60%。庞大的职业者数量，就导致白川市交易市场一天下来的成交额高达30亿，而叶晨手上的这些东西，价值已经相当于市场一天成交额的1/3了。不管怎么看，这个巨大的数字，也绝对不是轻易就能白送的。可自从叶晨拿出黑卡之后，没想到这名交易人员竟然直接表示，愿意将这些东西全部免费送给叶晨，1分钱都不要。这黑卡竟然还有白嫖的功能，他娘的，我怎么不知道？秦刚狠狠地往喉咙里咽了一口唾沫。狗日的，他们平日武装部训练也是需要大量的青铜、白银装了。由于是官方军队，所以每天的训练量也是非常强大。一些白银装用不了几个星期就损坏，不能再用了。所以几乎每个月，秦刚都会花上好几10亿来交易市场进行大批量白银装的采购。正因为如此，交易市场也是赠予秦刚一张 VIP 金卡，一方面表示秦部长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方面9折的折扣，虽然不多，但也勉强能表现出双方的诚意。毕竟生意还是要持续做下去。然而秦刚也是完全想不到，仅凭一张 VIP 黑卡，叶晨直接就白嫖了价值10亿的道具。眼红，是真眼红啊，甚至都有嫉妒的心思在里面了。要是他秦刚也能搞到这样一张黑卡的话，那以后白川市武装部的开销就会大大减少啊。秦部长，我看这黑卡明显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据我所知，黑卡虽然极端罕见，整个龙国能够拥有这张卡片的，除了叶晨外，就只有4个人了。而且你没有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吗？明显是得到了金会长的授权，这就意味着叶晨是被金会长看中的人选啊。交易市场这是在给叶晨示好。唐坤淡淡的看了秦刚一眼，虽然心中也是对黑卡的出现震惊不已，但敏捷的他很快也是想到，作为全国闻名的投资者，大名鼎鼎的金会长又岂能不发现叶晨的潜力？而这一幕则是让唐坤心里羡慕的同时，也是越发坚定了想法，那就是一定要狠狠地抱上叶晨这根大腿啊！日后叶晨腾飞，说不定也能顺便带着唐家一块飞黄腾达了。当然也不奢求太多，只要能有个不错的编制，以前的事情官方既往不咎，好好的给自己家洗白一下，这就足够了。既然装备和技能书都已经到手，那叶晨接下来当然是打算找个地方，然后试一下装备和技能了。对了，唐家主、秦部长，你们白川市有没有什么比较难缠的精英秘境啊？类似龙鳞洞穴那种。反正现在苏会长那边消息还没传出，看来和白家动手也不急于这一回。于是叶晨也是准备试试混沌光环的效果。不过野外练级地的怪物都有点垃圾，完全没法将混沌光环双爆血量的增幅效果展现出来。既然要试，就是个大的，所以叶晨只好将目光落在白川市的专属秘境上。闻言，秦刚先是一愣，然后琢磨了一下，别说，还真有。正好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也带你参观一下咱们白川市的专属秘境荒芜神殿。 BOSS 圣财神官击杀后有概率掉落钻石级甚至是辉耀的物品，不过我和唐家主2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打过。秦部长也是急忙跟叶晨介绍了起来，毕竟人家远道而来，而且天赋简直强得跟怪物一样。不光是关青龙了，就连秦部长也是对叶晨升起了爱才之心。再过几天叶晨就要回去鄂州市，作为地主，那肯定是要带叶晨到处走走逛逛，咋能让他就这样回去？不过这荒芜神殿作为白川市的专属精英秘境，对于本市职业者的难度完全可以对标龙鳞洞穴在鄂州市的定位了。除非是5个满配的4转职业者，不然的话，你想解决掉秘境内的大 BOSS 圣财神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秘境这么难，那么之前又是怎么打通的呢？毕竟5个4转职业者，就算是整个武装部和协会，那也是拿不出来，顶多就俩。
很快，秦刚就对此做出了解答。当时15年前吧，为了顺利攻克这个秘境，我、老苏还有4大家族也是达成了协议，暂时摒弃偏见，联手这才达成首通。不过在这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荒芜神殿了。官方和家族也再次回到了敌视的状态。回想当年的往事，秦刚还有唐坤也是感叹不已，而叶晨也是有些懵逼。没想到4大家族竟然还有和官方联手的时候。不过仔细一想，虽然双方积怨很深，但为了共同的目的，如此做法也不是不能理解了。不过秦部长对荒芜神殿的介绍，也是直接让叶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钻石级、辉耀级这种品质的物品，光是想象一下就足以让人血脉奔张了。对了，秦部长，我把张蕊带过来，一块参观一下荒芜神殿，这个没问题吧？叶晨也没有细说，而是跃跃欲试地向秦刚询问了起来。秦刚想了想，以他和唐坤的实力，反正只是随便参观一下，稍稍见识一下，马上就出去了。几秒钟的时间，保护叶晨和张蕊，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因此也是直接就答应了叶晨的要求。那我马上给张蕊打电话。于是叶晨急忙拿出了手机，然后立刻和张蕊联系了起来。第94章混沌光环，他真的学会了。叶晨把张蕊喊来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只是参观这么简单。虽然根据秦部长的说法，荒芜神殿的 BOSS 非常棘手，除了虽然没有秒杀光线这种对血骑士威胁极大的技能，但对职业者施加封印的天赋能力，一旦中招，那也会让相当一批职业者感到头疼了。毕竟技能，这才是职业者们强大输出的根本。而圣财神官连技能都能给你封了，丢不出技能，这还怎么打？不过可惜的是，你 BOSS 能封印，而叶晨同样可以把你 BOSS 的技能给封印了，哪怕能给 BOSS 造成一丢丢的伤害，叶晨就能凭借凭血司命对怪物造成大量的削弱效果。虽然等级压制削弱可能不太明显，顶多也就20的属性削弱吧，但只要中招，管你是野怪还是精英 BOSS， 技能天赋都会被瞬间沉没。相比封印术，叶晨的凭血司命彻彻底底就是一个上位替代啊。所以虽然这个秘境是只有5位4转大佬组队才有可能通关，但只要叶晨出手，这个秘境绝对没有不通关的道理。当然这些想法也只是在叶晨的脑海中浮现，无论是秦刚还是唐坤自然是不知道，以为带叶晨是去参观秘境去的，结果这家伙竟然抱着顺便干掉 BOSS 的想法，这简直太离谱了。很快，在几位武装部战士的护送下，张蕊也是被安全地带了过来。一听说要去一个精英级秘境，张蕊的小脸也是充满了兴奋。至于害怕，抱歉，一点也不。毕竟对于叶晨的实力，他一直可都是最信任的。小李，开个空间门吧，带我们去荒芜神殿。2个战士中有一个战士名叫李洛，刚好是60级的主教。于是秦部长也是懒得走了，直接就让李洛开启空间门，把他们带过去。秦部长，您确定要开启前往荒芜神殿的空间门？您会不会口误了？听到荒芜神殿4个字，李洛当即吓得面如土色。作为白川市的一名战士，哪能不知道荒芜神殿的可怕？自从15年前首通以后，不管是4大家族还是协会、武装部，就从来没有再去过那个地方，甚至连秘境入口周边3公里范围都成了一片禁区。结果今天秦部长竟然突然说想要去荒芜神殿，而且秦部长身边的这位叶晨，这又是在唱哪出啊？不过碍于命令，李洛最终还是打开了空间门。一眨眼的时间，叶晨4人就来到了荒芜神殿的秘境入口。不得不说，周围的环境和荒芜这2个字确实是非常般配了，杂草丛生，没有任何人居住的痕迹，可以料想到这个秘境必然是凶名赫赫。秦部长，可以进去参观了吗？叶晨忍不住搓了搓手，脸上满是期待。就在路上的时候，叶晨已经提前使用了技能书，学会了混沌光环。钻石级的技能书效果当真不是盖的，可以为团队的所有人附加10的血量加成，全属性加成。当然这些属性和血量并非是混沌光环最可怕的地方。光环师之所以在辅助职业中如此有名，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沌光环可以为友方群体施加稳定的暴击和暴伤。而作为一个钻石级品质的技能书，这个混沌光环提供在面板上的暴击、暴伤足足高达50。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攻击可能10几次才能触发一次暴击，而暴击伤害
往往也就在10上下。然而50的暴击概率，50的爆伤加成，而且还是个群体 buff， 这就导致只要站在光环内，那么任何一名主战职业的输出都会足足增加4成。闻言，秦部长点了点头，然后直接就开启了秘境。随后光景变换，一座破旧且周围有着无数坍塌石块的神殿顿时出现在众人眼前。一个穿着白色神官袍服的人形魔物突然间口吐人言：擅闯神殿者将受到圣裁神罚。闻言，秦部长当即也是神色一变，这鬼东西是要出招了。秘境里面的环境也没啥好看的，见识一下也就行了。总之现在还是赶紧先退出。走！然而话音刚落，秦刚和唐坤却发现叶晨竟然缓缓伸出了右手，同时一个光刃在掌心凝结，光芒大盛后直接就被丢了出去。-32，轰！虽然伤害不高，却如同一道惊雷，直接在两人心中炸响。叶晨，他对圣裁神官出手了。看到这一幕，秦刚和唐坤脑子一下子全都炸了。卧槽，不是说好了只是参观吗？这咋还出手了？难道叶晨以为把他带来是为了刷这个秘境？可他们早就提前说过了呀。这个秘境除非是同时聚集5位4转大佬，不然的话仅凭他们2位只能撤退，绝对没有任何办法。不出手还好说，一旦出手，圣裁神官就会进入暴怒阶段啊。看到这一幕，秦刚和唐坤两人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心里顿时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就不把叶晨给带来了。然而老秦，情况不对啊。只见唐坤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圣裁神官的状态，突然发现这个 boss 的血量还有属性咋全部都变成80了？他们还没动手呢。而且唐坤记得很清楚，一旦圣裁神官进入暴怒阶段，首先就会释放封印术，随即封印在场4个职业者的技能。此时只有1名职业者可以释放技能输出，但不管是秦刚还是唐坤，眼下技能却还能自然使用。不仅如此，卧槽，老秦，你身上怎么有一层混沌的光环啊？你的身上好像也有。卧槽，混沌光环，光环师得专属技能，在场的几位没有一个是光环师，除了叶晨。诡异的一幕直接让两人将混沌光环的出现彻底联系在了叶晨的身上。我干，叶晨他居然真的把光环师的技能给学了。第95章 BOSS 秒变木桩，这太离谱了，一个血骑士竟然能直接将光环师的技能给学了，这是什么概念？随着两人身上光环的出现，无论是秦刚还是唐坤，两人的内心直接就彻底炸开了，脑瓜子嗡嗡的。这特么的，叶晨已经完全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他简直就是一个变态，一个怪物。秦部长，你快看，这个小女娃也不简单啊。而与此同时，除了叶晨之外，包括张蕊也是给予了唐坤很深的震撼，因为唐坤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除了一层混沌光环之外，竟然还有一个神圣祈祷的 buff， 额外赋予了他40的经验值加成以及60的掉落率加成。神圣祈祷技能书品质只能对经验加成有所影响，掉落率哪怕是不朽级的书也不可能涨到60啊。所以这个小女娃竟然也有天赋。而且随着声音响起，两人还震撼地发现，张蕊的脸上对于眼前的怪物竟然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忌惮，反而不经意间直接就给团队所有人上了一个 buff。 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娃早就想到了叶晨会对 boss 出手。相比较叶晨还有张蕊二人的平静，反倒是2位4转大佬怎么还胆战心惊起来了？到底谁才是4转大佬啊？这 boss 迟迟不放技能，看来叶晨小友的身上极有可能拥有第2个天赋，这个天赋可以反向封印圣裁神官的技能。哈哈，秦部长，这混沌光环给老夫增加了50的暴击率和爆伤属性，我的敏捷提高了2000点。你呢？一旁的秦刚闻言顿时嘴角抽了抽，没想到这个老登的加成也这么恐怖。我的力量提升了2200，如果这个 boss 的技能天赋继续被封印下去的话，哪怕他有30亿血量，半小时我们一定能砍完。是的，由于混沌光环施加的 buff 效果，也是让2位4转大佬直接就诞生了击杀圣裁神官的信心。如果叶晨可以用他的天赋继续锁死圣裁神官技能的话，再牛逼
他也只是个木桩而已，有啥好怕的？叶晨也是淡淡一笑，当然，只要被我的天赋命中，那他在被击杀以前都是放不出技能的。不过，唯一让叶晨有些可惜的是，这一次怕是没法用空血反伤的天赋，直接砍他90%血量了。毕竟这个 BOSS 机制太特殊了，如果不先 ban 掉他的封印术，那还真是有翻车的风险。于是继续保持着混沌光环状态，叶晨干脆也是直接坐了下来。没办法，不是叶晨不想出手，而是都看到了，原本能造成1-2万伤害的光刃，落在圣财神官身上居然只剩下30多点，等级压制太明显了。这输出还打个毛，连给人刮痧都算不上。不像人情部长还有唐坤，每一次都能造成数百万的超高伤害，甚至某些暴击伤害都超过1000万了。至于圣财神官，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变成了木桩，呆呆地站在原地，白色袍服中的双眼都是无神的。如果这家伙有神智的话，这时候肯定也在懵逼。我是谁？我在哪？为啥我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了，而且连动都动不了了？由于圣财神官的血量太厚，因此即便是2人每一击都能造成100万伤害，还是花了接近半个小时，这才将 BOSS 给彻底磨死。不过此时秦刚和唐坤两人的脸上明显也是流露出意犹未尽的神色。狗日的，真是从来没有打 BOSS 这么爽过。是啊，还记得15年前你们的技能都被封了，就老子一个人一边躲技能一边还得趁机输出，太难了。真是没有想到当年棘手的 BOSS 咱们2人联手竟然干下来了。交谈了一会后，最终2人还是将复杂的目光回落到了叶晨的身上。毕竟谁也没有想到，只是带叶晨来参观一个秘境，结果只2个人居然把超高难度的 BOSS 给直接干掉了。过程就不用多说了，要多爽有多爽。老秦部长，你说要是将叶晨小友留在咱们白川市，那周围那些更困难的秘境，咱们岂不是都能挑战了？秦刚淡淡的看了唐坤一眼，怎么，你还想把叶晨留在这？别忘了，叶晨可是鄂州市升学考核的状元冠军，过2个月就要去苍兰学府的，会看得上他们这种偏远地方。而且苍兰学府坐落在什么地方？龙都，龙国首府。他们白川市综合下来，职业者们的实力顶多也就能进全国前10，强，但强的有限啊。然而龙都的话，那可就真是高手云集，有名有姓的4转大佬就超过了2位数，甚至还有不乏隐居的绝世高手。相比之下，整个白川市的4转大佬也才6个，这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闻言，唐坤也是只好唉声叹气。哎，的确，在龙都那种地方，叶晨肯定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远远不是白川市的资源能够给予的。就算他们想留，那还是得照顾叶晨的想法，不愿意的话，总不能强留吧。对了，老秦啊，你们什么时候对白家宣战？跟我说一下，我马上就回去召集人手，直接干他娘的！突然，冷不防的从唐坤的口中传来一句话，这句话直接就给秦刚脑子的 CPU 给干懵了。我们都不着急，结果你反而急了。见状，唐坤当即也是讪讪的笑了笑，不由得搓了搓手。没办法，叶晨小友的混沌光环实在太 TMD 好用了，加上这个 buff 了以后，我感觉白老狗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早就看他不爽了，最好今天开战，老子单挑弄死他。到时候如果你们要宣战的话，记得把我们唐家名字也给报上，送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反正自己这都大摇大摆的跟秦部长他们站在一块了，估计很快消息就会被其他3大家族知道，所以隐瞒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是直接出手，还能来个出其不意。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混沌光环的加成下，他的自信心直接爆炸。别说白家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敢冲上去干他娘的一炮。第96章掉落钻石卷轴，叶晨血量再次暴涨。既然唐老祖这么有信心，那作为白川市武装部的部长，自然也是要满足他的要求。当然，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爽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光环师的 buff 是真的很爽。不过可惜，由于光环师属于隐藏职业，所以交易市场只有光环师的技能书，至于人，那还是找不到。没办法，隐藏职业实在太 TM 稀少了。但好在叶晨作为一个血骑士，却学会了技能。本来这次讨伐4大家族，其实秦部长也是有些担心，哪怕有了唐家的协助，由于4转职业者的数量是3对3，而白印城还拥有4个精英 BOSS 的灵体，所以顶尖战力上
他们还稍微有点小劣势。不过叶晨、关青龙的加入，则在3转机以下的讨伐中占尽优势。然后只要两人腾出手来，在损失一定兵力的前提下，可以彻底解决掉4大家族的问题。然而，一旦叶晨拥有混沌光环这样的逆天神技，那么兵力的损失就能被降到最低，甚至个位数的伤亡，这都是有可能。所以，对于唐坤的提议，秦刚直接就果断地答应了。好，老唐，等下回去以后，我就立刻通知老苏。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省市医疗队的实力还是很强的，相信他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到时候立刻就动手。二人也是商量好了动手时间，正准备带着叶晨他们一块出去，结果却发现，在圣才神官死亡处似乎掉落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不像装备，倒更像是一张卷轴。于是两人原本就热切的心，此时更是灼烈了起来。啊，那个颜色是钻石级。这一次攻克荒芜神殿，竟然又掉落了一个钻石级的道具。卧槽，这叶晨是福星吗？钻石级的装备何等难爆，即便4转精英 BOSS 一旦爆装，最低级那都是钻石品质。但奈何统计全世界的掉率，4转 BOSS 死亡后掉落钻石级品质道具的概率不到1/1000。然而全国的4转大佬们加在一块，数量有没有超过100位？应该是没有的。不到4转，你想去攻克4转秘境，这不纯扯淡。可结果1/1000的爆率就这样出现了。不过虽然钻石级品质的任何道具对于4转职业者来说也是诱惑极深，但考虑到叶晨的天赋，两人也是一拍即合。即便这个东西真的是钻石品质，那他们两人也是不会争抢的。毕竟一个钻石级道具和一个未来潜力无限，能够学习其他职业技能的谢骑士，二者之间能有可比性？显然没有。而另外一边，叶晨自然是不清楚秦部长和唐坤两人讨论的内容，而是来到光华前查看起了物品信息。果然是一张钻石级品质的卷轴，只不过这卷轴的效果，心念一动，有关信息顿时出现在叶晨跟前。名称：强化卷轴，类别：功能卷轴，品质：钻石级，效果：使用该卷轴后可指定自身任何一个钻石级以下的技能进行强化，强化后辅助类技能的效果将会翻倍，若是攻击类技能则造成伤害额外提升30%。强化卷轴，叶晨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卷轴。一般来说，技能书不是只要学习以后就能直接释放，从来没听说还需要强化。不过眼下信息就在眼前，容不得作假，因此或许这个卷轴如果自己身上的技能使用，还真的可以造成额外增幅的效果。想到这里，叶晨暂时将这张卷轴放在一边，又搜刮了一会，看看有没有其他好东西。不过显然没有，毕竟张蕊的天赋只是额外增加60%的掉落率，算上自己的也不过80%左右，又不是掉率100%。总之，一张钻石级的卷轴收获也是很不错了。不过这么独吞了，是不是不太好？叶晨微微皱眉，总之先拿着卷轴问一下吧。然而秦刚和唐坤在看到叶晨的强化卷轴后，当即也是不约而同，直接就摆手，表示这张卷轴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这一幕，叶晨这才放心的将卷轴给收下，随后直接就使用了。而使用对象是深渊魔君之戒为叶晨提供的一项被动技能，效果是每击杀一只怪物，额外提升自身1点血量。这件装备属于铂金等级，虽然品质在众多高端装备面前不算亮眼，可架不住随机出来的这个被动效果太强，而且完美契合叶晨血骑士的特性。但凡铂金级以上品质的装备，佩戴后都有极小概率诞生一个技能，或被动或主动，而随机出这种契合血骑士技能的概率实在是太少了。叶晨已经决定要将这件装备永久佩戴下去了。至于品质，这个好说，小姨不是转职成了神断师，到时候只要将戒指丢给小姨，送一些材料，请她进行装备品质的升阶，这不就妥了？所以将深渊魔君之戒作为永久装备是完全说得通的。而眼下一张强化卷轴不用在这个被动上也太可惜了。于是想到这里，叶晨第一时间就将卷轴给用了。伴随着一道强化的光效，叶晨的个人面板再次浮现，有关技能的介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40级，
血量588000，装备技能被动效果，每次攻击消灭一只怪物将获得2点永久血量上限加成，该加成可累积，无上限。效果备注：由于你使用了强化卷轴，原先技能效果翻倍，以击杀怪物造成的血量提升将按照新效果统一进行血量转化，被动效果直接就翻倍了。本来叶晨还以为技能被动导致的血量增加，以前那些怪的提升应该不算数，现在开始击杀的怪物才会计算在内。毕竟眼下叶晨的血量都已经超过30万了，这要是把以往的翻倍效果全都加上，那血量岂不是奔60万去了？可随着卷轴被使用，叶晨当即也是被震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58万的血量虽然没有翻倍，但血量竟然比先前足足增加了接近29万，这效果已经跟翻倍没有任何区别了。第97章，这不巧了吗？新技能血翼轰拳，由于天赋血之转换的效果，叶晨的血量被提高到58万，这也就意味着叶晨通过血量转换得到的属性点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880，再加上装备还有力者全套的武器加成，总计叶晨的属性总量已经超过了6000点。平均分配的话，力量、敏捷、智力、精神全部都能超过1500点。按照每一名职业者升级固定4点属性加成来看，叶晨的单条属性值就已经相当于3、4位100级的4转大佬了。当然，还是在他们不佩戴任何装备的前提下。而假如这些4转职业者们把装备全部拉满，那么叶晨这总计6000点的属性值还是会被碾压了。毕竟一个混沌光环能让秦部长和唐坤力量、敏捷分别提升2000以上，这也就是说，他们两人身上装备技能额外赋予的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升级增加的能力值，应该在2万点左右。不过对此叶晨倒并没有显得失望，因为现在他才40级，而秦部长、唐坤他们的等级却在100以上，中间足足差了60级，所以来日方长啊。等到叶晨也到了100级，那或许血量的堆叠估计已经超过1万亿，属性点可能全国的4转大佬加在一块都没有叶晨单条属性来的高了。不过现在力量属性高的有点多了吧。激动过后，叶晨也是仔细看了一下个人属性，由于力者全套的关系，导致叶晨的力量属性会比其他3维多了80，所以光之刃这个技能可以暂时淘汰了，一个青铜级技能罢了，就算跟自己再适配，现在也该 out 了。再者，叶晨的职业本质上属于战士分支，所以难道不应该趁机学点战士技能？想到这里，叶晨也是忽然意识到，刚才秦部长还有唐坤他们说什么，一个力量增加了2200，一个敏捷多了2000，这也就是说，看来秦部长应该是战士系的职业者，而且武装部的部长技能品质一定不低，保底黄金、铂金级也不是不可能。想到这里，叶晨也是急忙就来到了秦部长跟前，看来那张卷轴对叶晨小友的帮助很大。唐坤也是面带笑容的看着叶晨，虽然很是羡慕，但是一想到叶晨的潜力，那羡慕就彻底消失，转化成对叶晨的恭喜了。嗨，一般吧，加成确实很大，但也有限。简单的和唐坤聊了一会后，叶晨就开始询问秦部长的职业了。毕竟认识了一天，结果只猜到他是个战士，却不知道具体的职业是啥，刚好趁机也是了解一下。闻言，秦部长也是立刻将自己的职业告诉了叶晨。117级，职业是暴政拳王。叶晨小友是有什么事情吗？说完以后，秦刚当即也是用好奇的目光看向了叶晨。平白无故的，叶晨这么问，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暴政拳王，那倒是刚好。既然有拳这个字，所以十有八九秦部长使用的武器应该也是全套。如此一来，学习技能以后应该可以将威力最大化了。随着血量提升到588000，叶晨也是将之前平均分配的所有属性点全部又转换成了自由属性，然后重新分配了一下。毕竟光之刃是需要属性均衡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但力者全套的出现直接是让光之刃效果变得普通了起来。所以叶晨转换了思路，智力、精神、敏捷这3条属性就不要太多了，够用就行，反而是力量属性可以多多叠加。于是3维属性叶晨分别给予了1000点的属性分配，然后剩下的所有属性全都点在了力量上。如今叶晨的4维面板是这样的：姓名叶晨，职业血骑士，等级40级，2转，血量588000，力量3040，敏捷1000，智力
1000，精神1000。剩余可学习各职业技能数：战士系30，法师系9，射手系10，飞侠系10。要命了！因为属性重新分配，所以导致可学习技能的数量也是直接暴涨。叶晨更是可以直接学习足足30个战士系的技能，而由于其他属性同样相比先前有所增加，所以法师、射手、飞侠类的职业可学习技能数量也是提升到了10个。天赋的存在，每当叶晨血量提升，于他而言，成长的幅度也是几乎到了指数级别。于是重新分配了属性后，叶晨也是直接将自己的最终目的给说了出来。我只是随便问问秦部长，你还有战士类的技能书吗？闻言，秦刚和唐坤两人的瞳孔顿时狠狠地缩了一下，又是问有关技能书的问题。叶晨，他还想再学技能，而且这次学的就不是法师相关了，而是战士，这是打算换技能了？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以后，秦刚当即也是点了点头。当然，不过我的技能书大多是我本职业相关的，那不就正好了吗？虽然其他战士系的攻击技能用全套的话勉强也能释放，但威力比起适配的武器无疑要差了很多，而秦部长的武器刚好就是全套，所以结合自身的属性，叶晨完全可以将暴震拳王的技能彻底发挥出来啊！从秦部长这里拿过一本技能书，是一本铂金级的2转书，技能名蓄意轰拳，通过3秒的蓄力，导致短时间内可以爆发出正常威力3倍的拳风，同时随着属性和蓄力时间提高，技能的威力和范围也会随之增大。只不过由于是2转技能书，因此蓄意轰拳最大蓄力时间就只有10秒，倍率是10倍，技能覆盖范围也不是全场，而是释放者前方的一片区域。不过叶晨并不在意，毕竟血量转换的属性点是自由点数，所以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调整。蓄意轰拳明显是个站桩输出的技能，刷怪就很头疼了，但如果叶晨想要练级，那直接将属性点平均分配，换成光之刃，这不就成了吗？第98章两军对峙。等下这光环哪来的？不得不说，这大概就是血骑士的好处了。由于升级不加属性，所以额外获得的属性点全部都是自由属性，可以任意进行增加减少，确保自身均衡发展。当然仅限于叶晨来讲，要是换成其他血骑士的话，或许只有佩戴属性装才能做到这一步了。但显然没有天赋的话，一般的血骑士只会堆叠肉装，而且其他职业的攻击技能也是学不了的。看着叶晨嘴角再度焕发的笑容，以及刚刚送给叶晨的一本技能书直接是消失不见了。见此一幕，秦刚嘴角直接就是抽了一下。尼玛，叶晨他果然是把技能书给用了，这都第几个技能了？第3个了吧？这家伙他不会可以无限学习其他任何职业的技能吧？这也叫血骑士？心中再次震撼了一回，挥挥手，几人也是回到了秘境入口。荒芜神殿在白川市的郊外，距离主城区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此武装部的战士们自从叶晨等人进去秘境后，就一直站在门口等待着。结果等了好几分钟，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秘境的难度放眼整个白川市都是1顶1的，已经足足有15年的时间没有被2次攻克了。因此李洛等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可能秦部长他们真的只是进去看一眼，然后马上就出来。2个人想攻克这个秘境根本不可能啊。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眼中逐渐也是露出了迷茫之色。该不会是秦部长他们在这秘境里出了啥问题吧？等半小时，要是半小时秦部长他们还没有出来，咱们就联系一下苏会长，看看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于是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几位战士也是继续在这里等待了起来。然而半小时后，秘境入口瞬间爆发出一阵光亮，紧接着李洛等人就惊喜地发现，秦部长他们竟然安全回来了，而且浑身上下竟然一丝一毫的伤痕都没有。战士们也是非常懵逼好奇，到底发生了啥情况？难道因为时间过去太久，秘境 BOSS 已经离开了此处，这里成了一处空秘境？但有关荒芜神殿秘境里面发生的事情，秦部长他们自然是没必要跟战士们细说。此时的他则是不断回想着混沌光环的逆天效果，以及圣才神官竟然被当作木桩一样被狠狠爆杀。想到此处，秦刚不禁面带笑容，胸口顿生一抹爽意。小李，通知武装部让基层小队出动，帮助白川市的居民完成疏散，剩下的那些战士全部前往炼级场入口，
等我命令。突如其来的命令直接让包括李洛在内的几名战士给吓傻了。卧槽，什么情况？秦部长刚从秘境里出来，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刚？说好的要等苏会长苏醒呢，怎么这就要直接干上了？不过作为小兵也没资格问这么多，令行禁止，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于是李洛身旁的这名战士直接就开始用军用电话连通了白川市的武装基地。随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队人马也是集结完毕，朝着练级场的方向行进。至于小部分军队则是开始撰写公告，帮助居民进行疏散工作。小李，现在开启空间门。刚才问了一下医疗队，老苏已经恢复都差不多，正好3大家族还在练级场没走，这就过去把他们全灭了。穿过空间门，此时场上的气氛已经逐渐剑拔弩张了起来。白家老祖白应成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这里，整个练级场包括先前观战的那些吃瓜职业者，一时间也是被3大家族的队伍给彻底包围。看到这一幕，这群职业者的脸色瞬间就垮了下来。卧槽啊！冤枉不冤枉？自己不过是过来吃个瓜，结果居然刚巧碰到4大家族与官方的对峙，他们这些人竟然还被当成了人质，这也太悲催了吧！而这个时候，苏会长还有关青龙2人神色也是冷冽了起来。眼下的情况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不妙啊，毕竟这么多的人质，而且高端战力上，3大家族总共能拿出3位4转职业者，而工会这边只有老苏一人达到了4转，至于关青龙还差了20多级，差距有点远啊。这老秦关键的时候竟然不在。苏会长环顾四周，结果发现竟然没看到秦刚的身影，当即也是感觉到有点气血上涌。你这时候可千万别晕。关青龙一看到老苏这个模样，顿时就有点 PTSD 了，生怕他再晕一次，烂摊子落在他的身上。不过好在这一次苏会长顶住了，接了一通电话以后，苏会长的脸色瞬间就好转了起来。老关，放心，老秦说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正朝着这边进发，而且带着叶晨他们已经在向这边赶，估计要不了几分钟就到了。不过对此关青龙还是有点担心，毕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谁也没想到这4大家族居然在练级场的时候就动手了，而且更可恶的是，他们直接将围观的这些吃瓜群众给当做了人质。本身双方实力就5-5开，几乎不可能轻松的将他们给啃下，结果现在还得关心人质的安全问题，这不是更加扯犊子了吗？不过就在关青龙脸上带着紧张和担忧时，突如其来的喝声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武装部集体听令，立刻将3大家族拿下。这声音是老秦。还没等关苏2人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只见众人身上一道仿佛混沌一般的光环直接浮现。苏会长见状，当即也是失声尖叫，这是光环师的技能混沌光环。不对啊，我们白川市没有光环师，这光环哪里来的？而且苏会长说话的时候还震惊地发现，在场所有工会成员以及武装部的战士们，甚至就连被当成人质的那些围观群众，他们的身上竟然也有一层混沌光环。粗略估计，这个混沌光环的 buff 竟然一次性覆盖了上千人，这他妈只有3转以上接近4转的光环师产生的混沌光环才能有这么强大的效果，或者是钻10级技能书。苏会长嘴角往上一扯，难道是某个光环师大佬路过此地，顺手给他们上的 buff？ 第99章，你俩突如其来的信心是咋回事？什么光环师路过此地？老苏，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从空间门中走了出来，秦部长听到苏会长的话，不禁也是开口吐槽了一句：一个路过的光环师，闲得蛋疼了给你们上 buff？ 不是其他光环师，那这身上的混沌光环是咋来的？总不可能是幻觉吧？这时关青龙则像是莫名想到了什么。老苏，告诉你一个秘密，叶晨他已经学会了神圣祈祷，所以我怀疑这个混沌光环很有可能是叶晨释放的诺，你看。然后关青龙朝着秦刚的身后看去，果然发现了无比熟悉的那道身影。不可能，老关他一个血骑士，在逆天怎么可能学会其他职业的技能啊？结果老苏这句话刚说完，秦部长身后环绕在叶晨周身的混沌光环也是无比浓郁了，显然这是释放者的特征啊。苏会长的大脑一片空白，直到这一刻他这才相信关青龙的话，这个混沌光环哪里是其他光环师的杰作，
还真就是叶晨释放的。唐家卫队听令，所有人保护人质的安全。四大家族中唯一战场看戏的唐家卫队也是纷纷出列，不过却并没有和其余三大家族站在一块，反而是身上带着光环站在了人质身前。显然这是和三大家族决裂了呀！看到这一幕，三大家族这边顿时也是哗然，完全没有想到铁板一块的四大家族，唐家竟然成了叛徒。我本以为唐坤不会动手这么快的，对于唐家的反水，白应成倒是没有丝毫的惊讶，毕竟整个白川市的眼线实在是太多了，甚至私底下还有归议会的人和他互通消息。唐坤出现在交易市场门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不过本来白应成还以为唐坤应该会带着唐家从背后动手，所以在后方埋伏了一手。毕竟正面硬刚，就算加上整个唐家，他们官方顶多也就维持5-5开吧。对方有一定的优势，但不多，所以背地里反水成功率更高。结果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是把白家给整懵了。也罢，既然这样，我就亲自动手。白应成作为白家老祖，幻灵杀神一次性可以直接召唤4只 BOSS 的灵魂，眼下这种情况也只好亲自出手了。白应成的身后3只张牙舞爪的怪物也是直接呈现，不过那最后一只怪物的灵魂看上去竟然跟荒芜神殿的秘境 BOSS 一模一样，这不是圣才神官？苏会长瞪大了眼睛，整个人都懵逼了。卧槽，距离上次荒芜神殿首通已经过去15年时间了，然后由于双方的关系从来没有缓和，所以就迟迟没有组建第2支远征队。结果这白应成最后一只 BOSS 灵魂竟然正好就是圣才神官，难道是15年前？苏会长也是马上想到，当时解决掉 BOSS 以后，白应成似乎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所以难不成正是那点时间完成了幻灵仪式，将 BOSS 灵魂印记给刻在了身上？卧槽，那这么一来情况可就很棘手了。毕竟就算有混沌光环的 buff， 这圣才神官一旦施展封印术，没准直接将光环 buff 给消除了，甚至连带他们的技能都放不出来，这不是完犊子了吗？然而面对老苏的震惊与惊慌，一旁的秦刚、唐坤反而是淡淡的笑了笑。老苏不必如此紧张，区区圣才神官而已，就让老夫一个人来对付。苏会长的嘴角微微一抽，你们2人这突如其来的信心是怎么回事？还有刚才消失了半个多小时，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没干啥，就是陪叶晨去参观了一下荒芜神殿，然后顺便把这个秘境给攻克了，也没啥大不了的，不值一提。听到苏会长这震惊的口气，秦刚反而是笑容更加浓郁了。卧槽，老秦，你别告诉我，你们2个加上叶晨，直接就将荒芜神殿给通关了。卧槽，苏会长的心态有点崩了。这秘境是啥难度？5个4转大佬这才能攻克的超高难度秘境。虽然距离上次通关过了足足15年的时间，但4转职业者的升级速度非常缓慢了。15年能升个3级顶天了吧？你别说，就是这3级的差距，就让你们弥补了剩下3位4转高手的空缺。或者说，叶晨这才是关键。哈哈，苏会长，你可能不知道，叶晨小友的天赋简直太 TM 强了，一个天赋下去，直接就将圣才神官的封印术也给封了。唐家主说的没错，叶晨小友天赋释放以后 ，BOSS 直接就变成了木桩，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更别说封印术了。不过可惜啊，我们2人的输出有些太低了，上千万的伤害也是足足砍了半小时，这才将圣才神官给干掉啊！秦刚和唐坤2人你一言我一语，也是有些兴奋的向苏会长描述这攻克荒芜神殿的经过，仿佛都忘了现在他们还在和3大家族对峙呢。不过最终听完了2人的经过以后，苏会长也是眼神震战的看了叶晨一眼，随后看向圣才神官灵魂的目光中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忌惮了。毕竟连 BOSS 本体都奈被叶晨给变成木桩杀掉，那区区一个削弱版的灵魂体，这有啥干不掉的？而另外一边，白家老祖白应成当即就感觉有点不太妙了。作为幻灵杀神，精神力的感知是非常强大的，但从苏会长的脸上，他感知到忌惮的情绪竟然消失了，反而转变成了无比的信心。这是找到了克制的办法，封印术。不过白应成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趁着苏会长他们正在交涉，白应成直接就驱使圣才神官先把他们的技能封印了再说。然而
让他感到古怪的是，包括圣财神官在内，自己手上的4道灵魂体，此时此刻简直跟个木桩一样，丝毫的动静都没有。第100章，叶晨一拳足足6位数的伤害，什么情况？我的技能为什么没用啊？此时此刻，白应成实在是太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解答他的疑惑了，因为自从转职成为幻灵杀神以来，自己的幻灵技能从来没有失效过，可为啥今天这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不对，不过白应成的反应很快啊。为了验证他的技能是否被封印了，于是白应成直接就随便丢了个强化技能精神凝聚。在240秒内增加精神属性时，白应成发现属性面板上精神属性增加了2500点，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技能可以正常使用，并没有被封印。于是白应成再次试探着驱使着怪物攻击，结果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时候白应成这才反应过来，不是他的技能被封印了，而是他召唤的4个 BOSS 灵魂技能被封印了。这是怎么做到的？白应成嘴角狠狠地抽搐了起来，内心里也是不断的开始骂娘，这特么的什么情况？4转20多年，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况啊！老白，不是说你一个人就能解决吗？现在还不动手，愣什么呢？站在白应成身旁，其他2大家族的家主也是一脸懵逼的看着白应成，毕竟眼下的局面非常危险，同为4转职业者，实力比白应成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这种时候听白家的肯定没毛病。但你把 BOSS 召唤出来，然后一动不动，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吧？闻言，白应成当即心中暗骂了一句蠢货，以为他是不想动吗？不，错了，幻灵杀神的攻击方式完全靠怪物灵魂本身，结果怪物们全都被封了，这还打个毛啊！同时白应成内心里也是难得的出现了惊恐的情绪，这能力太 TM 诡异了，以他多年和官方作对的经验来看，这个能力绝必不是苏会长或是秦刚以及唐坤能够拥有的职业技能，完全不搭呀。那么唯一的可能是叶晨，不过一个血骑士凭啥能把他召唤的 BOSS 技能全给封了？这不科学啊！而就在3大家族的家主们一头雾水的时候，另一边释放了凭血司命以后，叶晨也是不禁感叹了起来。毕竟从等级上来看，叶晨40级，而白应成这4个 BOSS 等级应该也在100级左右了，而圣财神官等级估计在120级以上。按照天赋的说明，等级差距过大的话，只有造成血量伤害，这才可以削弱并且沉没他们的技能。但现在来看，这个说法似乎不太准确，并非是根据等级，而是根据属性值来计算。就比方说，如今叶晨的力量属性超过了3000点，其他2个属性也全部都在1000以上，而 BOSS 怪的属性一般也是有所侧重，比方说某个属性尤为突出，但其他3个属性非常的拉胯，这就导致叶晨至少在3个属性上可以碾压这些 BOSS， 再加上灵魂体的状态，所以就算不造成伤害，也可以轻易直接把他们的属性削弱，技能给封了。感叹完了之后，叶晨看了一眼苏会长他们，结果这3个4转大佬竟然光顾着聊天，连白应成出手的事情都没有发现。我去，这心也太大了吧！不过也刚好，叶晨顿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刚才不是学会了秦部长的攻击技能蓄意轰拳了吗？正好眼下白老祖的召唤兽都变成了木桩，也浅浅的试一下蓄意轰拳的威力如何。带着拳套，叶晨的右手微微收缩，然后开始了蓄力操作。嗨，苏会长、秦部长还有唐家主，你们继续聊下去，难道是打算让我出手吗？不过是归是，可包括关会长在内的官方职业者们可是已经和3大家族的2转、3转职业者打成了一片，结果反而你们几个4转主力居然还聊天了起来。得亏对方3位4转没有趁机出手，估计是担心中计。不过万一要是动起手来，这岂不是还真就把活泉丢到自己身上了？虽然叶晨的天赋很强，但这也太为难他了吧。听到叶晨的声音以后，老苏、老秦还有唐坤顿时就回过神来。卧槽，聊得太尽兴，还真是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不过注意到叶晨右手上蓄力的拳风，苏会长狠狠地揉了揉眼睛。那是什么？拳套？蓄意轰拳？老秦什么时候跑那儿去了？还有，这技能踏马不是个2转技能吗？咋老秦都4转了，还用这种冷却时间长的攻击技能？老苏，你眼睛瞪大了，好好看，老子站在这呢，那不是我，是叶晨。
秦部长有些无语的瞪了苏会长一眼，不过同时看到叶晨的出手，不禁也是暗自震撼了起来。毕竟虽然知道叶晨学会了这个技能，但对于蓄意轰拳能在叶晨手上发挥出多大的威力，这个他还是非常好奇的。至于安全问题，秦部长发现白印城召唤的 BOSS 好像变成了木桩，这就没有任何威胁了。而剩下2个家主有混沌光环加持，他老秦完全有信心一挑二，只要这2人对叶晨动手，秦刚第一时间就能出面，然后一个拳头把他们2人给砸飞。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晨右拳上的光芒也是越发闪耀，蓄力时间10秒，应该差不多了吧？忍不住喃喃了一句，然后朝着那4个 BOSS 的方向，一个拳风直接就是轰击了过去。轰！仿佛一阵阵狂风吹过，3大家族阵营这边观战的职业者，凡是3转以下的，全部都被这风给震得飞了起来。就连关青龙也是被这4亿的拳风给逼得停止了出手。随后目光落在那4个 BOSS 身上，165741。190319 222003 27340，高额的伤害出现在4个 BOSS 头顶。除了圣财神官之外，其他3个 BOSS 在足6位数的伤害面前，直接就烟消云散了。第101章，摧枯拉朽。叶晨，你不装了是吧？拳风肆虐，3转之下，所有的职业者，哪怕是没有处在拳风中心，也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飞起来。而3转的职业者们，虽然凭借自身的属性可以强行稳住身形，但这对于自身的力量也是一种损耗。因此当拳风出现以后，在场的所有人第一时间也是觉得，难道是某位3转职业者出手了？因为只有3转才有可能造就如此强大的拳风。但他们的目光最终落在某处，却发现此时叶晨手上的拳套，以及他正保持着一拳轰出的造型。于是此刻所有人也是瞬间意识到自己的猜测错了，原来刚才那一招恐怖的拳风冲击，并不是来自某位3转拳法大佬，而是来自叶晨，一个血骑士。刚才我没看错吧？这一招是叶晨打出来的？他不是个血骑士吗？我以为他只会凭 A， 可结果怎么现在连技能都学会了？这一招好像并不是凭空出现，刚才我就发现叶晨好像一直保持着蓄力的状态，10秒后这才出手，蓄力10秒，这特么的难道不是爆裂拳王的蓄意轰拳？不过很快他们脸上的表情随着6位数伤害的浮现彻底凝固。躲手，16万、19万、22万都出来了，卧槽，这最后一击居然接近30万，疯了，这真的是40级血骑士能打出的伤害，这也太爆炸了吧！这输出已经比很多3转大佬伤害要高了。尼玛，我眼花了，40级打出80级大佬才能打出的伤害，虽然蓄力了10秒，但如果不蓄力的话，也就意味着叶晨的常规输出伤害也能破2万了，这也很离谱了。在场众人无不是带着复杂的心情看着叶晨出手，以至于当看到被白银城召唤出的4只怪物，除了最强大的一只圣财神官还保持着半血状态以外，其他的3只 BOSS 怪都被叶晨的拳风给秒杀的场面，这些人已经是震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家伙，合着你叶晨此前一直都在隐忍是吧？讲真，要不是秦部长、苏会长他们一直在讨论，恐怕叶晨还会继续隐忍下去，而他们又怎么可能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同时众人的内心也是不禁沉思，明明从练级场出来，叶晨的等级也才40级，距离现在更是过了也就40来分钟，结果不仅仅多出了混沌光环技能，而那时的伤害顶多也就1-2万不到，可现在伤害都开始膨胀到20-30万了，才半小时时间而已。叶晨这伤害提升也太离谱了吧！高昂的伤害，以至于回过神来准备对白印城出手的苏会长还有唐坤，见状也是嘴角狠狠地往上抽了一下。赤处，因为我们聊太尽兴，所以你索性就不装了，直接就动手了是吧？还一口气将白老狗的3个 BOSS 怪物灵魂给干掉了，唯一的那个圣财神官也只剩半血了。好，这么玩是吧？要不然白狗你来揍，我们撤。老实说，此时此刻他们2人的内心里是真的有这种想法了。除了最强的 BOSS 怪以外，叶晨一发攻击就干掉了白狗的3个召唤物，而最后剩下的那一个估计再蓄力10秒，再来一发轰拳，可能连圣财神官都能给打消散了。一个人直接将白狗的4大 BOSS 召唤物
全部干掉，换成他们自己都办不到。原因也是很简单，虽然这3只 BOSS 灵魂的血量不多，也才几十万而已，看似任何一个4转大佬随便一个平 A 都能秒杀，可假如没有叶晨的天赋，你能这么安逸的输出？受到白应城的操控，他们4个可不会干等着站在原地等你揍。反伤、封印、秒杀、光线，轮流给你来一套组合拳，变态机制，你怕不怕？3大家族的末日到了，弟兄们上啊！震惊过后，苏会长等人看向包括白应城在内3大家族的家主，眼神中的忌惮也是彻底消失。原本的人质也是在混沌光环的加持下，连同武装部战士还有唐家卫队一块，反手就将3大家族的武装给压制了。至于剩下的3个4转职业者，白应城的威胁可以说是最小的了，毕竟4大獠牙生生的被拔掉了3个，剩下的那个也办了。因此唐坤也是一个瞬身就冲了过去，一个血月炼狱斩直接将毫无防备的白应城给秒杀了。是的，毕竟作为一个法系职业，小身板本来就很脆，而唐坤则是拥有矫健身手的刺客，攻击高，速度快，干一个没有任何保护的法师，这还不是轻轻松松？白家老祖的身亡，这就导致整个白家彻底就乱成了一团。至于其他2大家族，在白应城死掉，白家彻底崩溃以后，所有人高举双手，当场表示愿意投降。看着眼前这一幕，苏会长、秦刚2人也是神情不禁有些恍惚。这就解决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本来以为就算有了叶晨还有关青龙的帮助，估计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人员伤亡，这才有可能将3大家族彻底剿灭。可结果这连一个人的伤亡情况都没有出现，白家彻底崩溃，而其他2个家族束手就擒。不得不说，这个场景确实是太梦幻了一些，想都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晨。苏会长和秦刚此时也是一脸无语的看向了那道笔直的身影。一个40级的血骑士，各种唯一级天赋加持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斗力，看来这次鄂州是真的要起飞了啊！根据官方规定，省市的全国排名是按照境内最强职业者的实力来评判的。老关，估计再过几年，以叶晨的天赋进入4转可以说是板上钉钉，所以你们鄂州市有可能也会升级成1级市。在此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们了。秦刚和苏会长2人也是口头上带着祝贺，然后一脸感慨地看向关青龙。第102章，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毕竟鄂州市不管是武装部还是协会，最强者的实力也没有达到4转，甚至连80级都没到。鄂州市又是湖海省的首府，连鄂州都没有4转职业者，可想而知整个湖海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所以在全国省市的排名中，湖海省的排名也是非常拉胯了，而鄂州市更是位列3级城市，能够从总部那里得到的资源少得可怜。但假如鄂州市一旦出现一个4转的职业大佬，或者一个真正能够堪比4转大佬的职业者，那么这情况待遇可就完全不同了。一跃升级为1级市不说，而且每个月还能够得到来自官方的资源奖励，包括但不限于高等级秘境门票、批量的黄金、铂金级装备，以及数以万计的经验卷轴。所以当一个城市升级成为1级市以后，城市内的职业者升级速度也会大幅度增加，强者更强，就是这样的道理。哈哈，未来的事情那谁说得清楚呢？不像你们白川市，虽然家族和官方对立严重，但包括你们俩在内，4转职业者的数量共有6位。特级市可是只有前10的省市才能得到这个称号啊。虽然很明显苏会长和秦刚2人的话并不是在夸他，而是在夸叶晨，但关会长听到这些也是心里感觉美滋滋的，毕竟叶晨是他发掘出来的，以后说出去这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由于3大家族成员死的死，伤的伤，而除了唐家有功，白家没落，剩下2大家族的人员也是纷纷被戴上手铐，先关起来，然后到时候在审判席宣布这些人的处置。因此整个事情到这里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不过唯一让苏会长和秦刚感觉有点可惜的是，出于对白家的愤怒，唐坤竟然直接将白应城给杀死了，而白家私底下和归一会明显有来往，如此一来这线索岂不是断了？闻言唐坤脸色当即也是一黑，这个的确是老夫的问题，不过白狗这算是罪有应得，而且有关归一会的消息其实白景明也未尝不清楚，如今他也已被逮捕，你们可以审讯一下，或许他作为明面上的家主会知道一些信息。唐坤这么说也是让2人不禁松了一口气，
幸好唐坤没有连同白景明一块杀死了，一个活口也够了。由于官方要清理现场，所以围观者们也是纷纷离开了这里。不过一路上明显可以听到，对于叶晨的讨论几乎成了人们口中的主流。可想而知，虽然叶晨的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想拿着门票随便升一下级而已。谁能想到，竟然莫名其妙就插手了当地官方和4大家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居然还动手，直接干掉了白银城的3只召唤物。所以，即便叶晨并不想在当地出名，但显然叶晨的名气估计要在这偏远地区传播一阵了。甚至由于媒体新闻，这些消息还很有可能传播到其他省市了。以往叶晨的名气可能局限于鄂州市、湖海市，这下估计全国范围内应该都有小部分人知道叶晨这个名字了。对于这些，叶晨并没有啥概念。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叶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整几本幻灵杀神的技能书学一学啊。只要击杀 BOSS 就能生成灵魂印记，然后这些 BOSS 就会变成自己的攻击手段。光是想想，叶晨就感觉有点热血沸腾了。如此一来，以后对敌或许都不需要叶晨自己动手了，只要召唤几个 BOSS， 然后操控 BOSS 去对敌，这岂不美哉啊？那个秦部长、苏会长，他们3大家族应该有家族宝库之类的东西吧？确定不进去搜查一下吗？万一除了白家外，剩下2个家族暗地里和归仪会也有勾结，也好趁机搜集一些情报啊。叶晨干咳了几声，然后也是义正言辞的来到交涉中的4人跟前，不禁说道。闻言，包括唐坤在内，4人顿时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看向了叶晨。虽然口头上说的好听，但他们感觉叶晨提出这个建议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收集情报，绝壁还有其他的目的。宝库里面当然是宝贝居多。于是秦刚也是呵呵一笑，我看你应该是想要学习幻灵杀神的技能了吧？闻言，叶晨顿时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靠，自己这想法这么容易就被发现了吗？算了，既然都知道了，那自己就不装了。没想到叶晨小友竟然还能学习第4个技能。唐坤右手摸着额头，该不会真如秦刚猜测的那样，叶晨的天赋让他可以无限制的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吧？操，这简直太可怕了。也好，确实有坊间传闻说白家将这些年来聚敛的钱财宝物都隐藏在宝库当中，今天白家覆灭，也确实应该将这个地方查抄，然后充公。至于技能书的话，考虑到叶晨小友对本次顺利剿灭3大家族功不可没，所以如果有技能书的话，随便你叶晨小友挑选，没有问题。想要多少都行。卧槽，这简直大手笔啊！要知道，白家可是拥有4转职业者的大家族，所以技能书的品质指定是黄金、铂金的比较多。而白家又私底下和归一会有来往，如果不给点白家好处，估计他们也未必会和归一会牵线搭桥。所以，就算是在宝库里面发现一些更高品质的技能书，比如钻石级，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接下来查抄白家宝库的行动，叶晨也是非常的期待了。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当然是全都要。毕竟蓄意轰拳威力确实很高，但蓄力需要时间，这个就很伤了。如果能够弄一些2转无冷却的攻击技能，最好能找到光之刃的上位替代，这就再好不过了。第103章，又一本钻石技能书，好像不太对。由于白家已经彻底完蛋了，所以武装部和白川市分会轻而易举的就攻破了残党们的防线，随后整个白家宅邸就被彻底占领了。而在占领以后，秦刚、苏会长2人也是派人立刻在整个大宅院里面开始搜索类似暗门、暗道之类的地方。毕竟宝库这种藏匿宝贝的所在，肯定是不能摆在明面上的，绝壁会隐藏在宅邸的最深处。因此，官方派出搜查的这些人也是属于精神力非常强的类型，等级无疑不在50级以上，精神力也是超过了500。然而，一番搜查之后，也是一无所获。诡异的情况顿时让秦刚和老苏2人感觉有些不太妙。难道这个所谓的白家宅邸只是个门面？真正的宝库并不在此处，而是在其他地方。不妨让我来试试。而这时，叶晨则是挺身而出，表示自己的精神力也非常高，让他来试试看能不能发现宝库的暗道。叶晨，你现在才40级，只有精神属性超过500，才能发现一些隐藏的暗道。卧槽！结果还没等苏会长说完，叶晨右手摸在书架后方某处，然后轻轻地按动了一下，随后整个书架如同机关一般向外足足翻转了90度。
一个暗道也是随之出现。看到这一幕，秦刚、苏会长还有关青龙，整个人直接就震惊了。卧槽，这书架后面居然是个暗门，竟然这么轻易就能给打开了。等一下，不对啊，叶晨是咋发现书架后面有暗道？要知道，连那些精神属性超过500点的官方人员都没有发现书架的古怪，这叶晨是咋做到的？很简单啊，他们的精神力不太够，才500而已。这个暗门隐藏得很深，只有精神力超过800的才会发现古怪，而我的精神属性则是达到了1000。叶晨表示，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不过是发现了一个暗门而已，至于吗？众人无语了。对于叶晨的自爆，三人直接是大眼瞪小眼，互相一脸懵逼的看着。800点以上的精神属性才能发现暗门，结果你说你40级，精神属性却超过了1000，求求你做个人好不好？在这暗门内似乎有很多强大的装备和技能书啊，咱们赶紧进去，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学技能了。叶晨也是没有理会三人脸上懵逼的表情，反而是心情十分激动了。毕竟叶晨的天赋虽强，但攻击的手段却非常贫乏了。暂且不提光之刃本身只是个青铜级的技能，基础倍率实在是太低了。如果能找到铂金甚至是钻石品质的光之刃，这就太好了。还有就是蓄力轰拳的威力是很高，但需要蓄力才能释放，这个让叶晨感觉有点难以接受。于是四人也是急忙通过长长的暗门，终于来到了白家宝库所在的地方。随后众人就被眼前这琳琅满目堆积的各种装备、技能书彻底震惊了。卧槽，这儿的装备怎么这么多啊？最低品质都是黄金级，铂金装也不少，这要是拿到交易市场去售卖，估计就光是装备都能卖出好几百亿龙币，或者1000多枚怪物结晶了。除了装备之外，技能书的数量也是丝毫不少了，而且品质也和装备一样，最低都是黄金级品质，铂金级的少，但保守估计这铂金品质技能书的数量也是超过了2位数。不过最让叶晨感到惊喜的是，在这间宝库中竟然拥有一本钻石级技能书。叶晨天赋的特殊性，这就导致管你啥职业，只要有技能书那就能学习。略过众多黄金、铂金级的技能书，叶晨直接就来到了钻石品质技能书的跟前。这本技能书看上去怪怪的，用手来抚摸封面，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本技能书的封面是黑色的，而且还画着骇然的蝙蝠图案。最让叶晨感到诧异的是，这玩意封皮居然还有一连串银文。卧槽，这东西该不会是来自大洋彼岸职业者学习的技能书吧？叶晨嘴角顿时一抽，好家伙，没想到在这白家宝库竟然还有意外收获，这咋连外国职业的技能书都给整到了呢？不过好在这些洋文叶晨也是看得懂。随后技能书的信息立刻就呈现在叶晨眼前。类型：技能书，职业：飞侠通用，品质：钻石，名称：堕魔之躯，等级：10。介绍：使用后可自行学会技能堕魔之躯，该技能为开关技能，开启技能后一定时间内进入堕魔状态。备注1：堕魔期间将同时获得正面和负面效果。备注2：正面效果，状态持续期间无视双方等级差距造成的一切伤害均为正常伤害，并且攻击技能的暴击、爆伤额外提升20。备注3：负面效果，状态持续期间每秒献祭职业者自身5的血量。随着技能说明的出现，叶晨当即也是撇撇嘴，这个技能有点邪门啊。表面上看似乎是个短时间状态增幅的技能，但这负面效果着实就有点让人头疼了。每秒献祭5的血量上限，也就是说哪怕是血骑士顶多用这个技能20秒，血条马上就空了。也就是说原本以血量著称的血骑士一旦学习这个技能，岂不是没有任何优势？虽然无视等级差距造成真实伤害的效果也是非常逆天，意味着假如叶晨学习了这个技能，进入堕魔状态，那么哪怕是面对4转大佬也不会出现可怜的30点伤害，而是该打多少就打多少。20的暴击和爆伤加成也很香，但你每秒扣5血量上限，最多续航20秒，直接就给血骑士血量给扣完了。如此坑爹的负面效果，这还学个毛啊！第104章组合，好像发现了 bug。 叶晨感觉哪怕是血骑士看到这个技能估计都得掂量几分，
是不是要学习了。不过转念一想，靠，这个技能书是飞侠系职业专用的，换言之，除了属于飞侠系的战斗职业外，其他任何职业都学不了这个技能。当然，就算除了这个限制之外，血骑士貌似也根本学不了自身职业外的所有技能吧。自己这就属于特殊情况了，肯定不能计算在内的。难不成这个技能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吗？叶晨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虽然强行学习也是没问题，但续航20秒，20秒以后自己这就空血了，这谁能接受啊？所以叶晨只好默默地暂时将它给收起来了。话说，这本技能书或许就是归一会赠送给白家的手段，好歹也是一本钻石书，一旦学习的话，对于自身实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可能连白家的人都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邪性了，于是也没有人去学习，而是将之尘封在了宝库里面。还是继续搜索一会吧。总之，这本书增幅效果逆天，但副作用也很逆天。于是叶晨也是继续在宝库里搜索了起来，随便翻看了几本，并没有看到太多让叶晨感兴趣的技能了。然而，竟然又是一本主教的技能书。从封皮颜色来看，这回是龙国本土主教职业的技能书，而且是个2转技能。技能名是神之庇护，类型技能书，职业主教，品质铂金，名称神之庇护，等级30。介绍：使用后可自行学会技能神之庇护，使用技能后240秒内你会得到神灵的庇佑效果，冷却时间240秒。备注1：神灵的庇佑期间，你将免疫任何负面效果的侵扰，包括但不限于封印、反伤、虚弱、异常状态。备注2：由于神之庇护技能为单体免疫技能，故无法对团队集体释放，仅对个人有效。等一下，随着第2本技能书的出现，叶晨很快就将他的技能效果与先前得到的那本堕魔之躯进行了对比，然后马上就发现了一个 bug： 神之庇护持续期间似乎可以免疫任何负面效果，而堕魔之躯正面效果何其逆天，但这负面效果属实是让人劝退。可是假如我先学会神之庇护，然后再释放堕落之躯，又该如何呢？这就是 bug 的地方来了。根据描述，释放神之庇护后，叶晨将会获得一个免疫任何异常状态的 buff， 但使用堕魔之躯则会导致技能释放期间每秒扣除5的血量。那2个技能互相叠加，如果叶晨没猜错的话，这堕魔之躯的负面效果是很有可能会被神之庇护抵消掉的。想到这里，叶晨的脑海中顿时冒出来一段话：王生，你发现了滑点。而且叶晨也感觉，估计这种 bug 玩法应该也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掌握了。毕竟堕魔之躯是飞侠系的职业者才能学习，而神之庇护则是主教，并且这2个技能本身又是单体技能，只能对自己使用。因为如果神之庇护是个群体 buff 的话，那还担心 boss 的各种机制搞毛，一个庇护上去，这不就解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 boss 的特殊机制依然是职业者团队中非常头疼的问题。叶晨的心情随着想法的深入也是越发激动了。神之庇护持续时间4分钟，冷却时间刚好也是4分钟，结合堕魔之躯，刚好可以做到无缝衔接，永久无视等级差距，造成真实伤害，并且无任何副作用。阁下又当如何呢？而想法生出，叶晨脑海中顿时也是冒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技能组合来。话说，战斗职业千万，类似堕魔之躯、神之庇护2种技能机制叠加，竟然能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这样想来，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或许自身的潜力可能比想象中还要更加恐怖。总之，现在不是学技能的时候，还是等到搜刮完了以后再说。于是怀揣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叶晨也是再次将2本技能书给揣进了口袋，继续查看了起来。而除了叶晨之外，老苏、秦刚还有关青龙，他们这边的收获也是丝毫不小啊！我的天，白老狗他们家里竟然有5件铂金装备，这踏马他们家是真该死啊！黄金装不计其数，估计这个宝库里面所有的装备加在一块，少说也得有500亿龙币的价值了，顶老子武装部17个月的开支啊！马德，4大家族是真有钱啊！最终清点了一下查抄的物品，黄金装共计3150件，铂金装共计98件，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技能书，加在一块也有1000多本了。
这还只是一个家族查抄以后得到的战利品数目，还剩下2个家族的宝库都还没查看。这要是继续查下去，单单是售卖换来的龙币，能让他们白川市官方麾下的所有战士们装备技能全部鸟枪换炮，而且每周1套，换上1年都不带重样的。叶晨，你这边的收获怎么样？装备、技能书这些全部清点完成。随后，秦刚3人最终将目光又落在了叶晨的身上，毕竟技能书是最后才查看的，在这之前，先让叶晨好好的挑选了一番。而叶晨也是淡淡一笑，将5本技能书给展示了出来。除了堕魔之躯和神之庇护外，叶晨手上额外还多出了3本，其中有2本是幻灵杀神的技能书，铂金等级。至于最后1本，则是叶晨碰巧发现有一本主教书似乎特别契合张蕊的天赋，所以也是专程给张蕊挑了一本出来。第105章真伤常驻，叶晨可战4转，5本技能书入眼，秦刚和苏会长2人的嘴角当即也是抽了抽。虽然是有说过让叶晨在技能书里面随便挑选，而且不管是什么品质的技能书，不管你选了多少本，都可以无条件免费赠送给叶晨。毕竟这一次叶晨的功劳着实是有点太大了，解决4大家族，非但过程无比的顺利，甚至还出乎预料的零伤亡，这就非常恐怖了。无论是秦刚还是苏会长，在异域对4大家族动手之前，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虽然这一次叶晨直接就从技能书堆里挑了5本书出来，而且还是品质最高的5本，但2人顶多也就撇撇嘴，然后也不再说话了，都答应叶晨了，这要是反悔就说不过去了吧。不过老实说，对于叶晨手上的这5本技能书，3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尤其是中间这一本，封面外皮竟然是从未见过的黑色，而且居然还画着漆黑的蝙蝠图案，看上去也是非常邪性啊。叶晨小友，能否将这5本技能书拿给我们3人看看？出于好奇，秦刚当即也是表示想要见识一下这5本技能书的品质和效果，于是叶晨随手就给甩了出去，然后一上眼，3人的目光瞬间就被一连串的洋文给吸引住了。我去，这竟然是国外职业者的技能书，他们白家竟然还有这种东西。苏会长不由得惊呼一声，倒不是说国外的技能书很好，从而引起苏会长等人的震撼，而是因为国外的那些职业者往往职业本身非常邪性，就比如灯塔国最臭名昭著的飞侠系职业堕魔幻影，非常擅长在暗夜中以强大的敏捷进行袭杀，风过了无痕，而中招者伤口处会流黑血，得不到合适的救治，很容易当场身亡。所以包括堕魔幻影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外职业者在龙国也是邪魅的代名词。我记得堕魔之躯这个技能似乎原本属于堕魔幻影得专属技能书，怎么现在忽然变成了飞侠系通用的了？叶晨，这个技能书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本，你别看它正面效果非常逆天，可以做到越阶战斗不受等级压制的影响，但副作用也是非常可怕呀。而且它明显跟血骑士的适配度非常之低，100分比扣血，每次扣5，就算是血骑士也扛不住啊。没错呀，叶晨小友，不然你再重新挑选一个适配的技能。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剩下这堆技能书中有不少书虽然是铂金级，但效果和血骑士也是很适配的，确定不试试？查看了信息以后，无论是苏会长还是秦刚，亦或是关青龙，3人脸色当即也是巨变。要是负面作用，每秒扣除500血量，这倒还好说，毕竟叶晨的血量也是非常之厚。刚才叶晨似乎说他的精神属性都已经超过1000点了，按照叶晨的性格，往往4维属性一块发展，所以叶晨的属性总值绝壁是超过4000点。那么按照天赋计算，叶晨的血量极有可能超过了40万。如此之后的血条，每秒只扣区500点，这简直跟挠痒痒没有任何区别。但可惜这个技能的副作用是每秒扣5的上限血量，这对于血骑士来说就非常伤了。考虑到这种情况，3人也是急忙阻止叶晨学习这本技能书了。然而面对3人的焦虑，叶晨也只是轻轻地摆了摆手，放心吧，这个负面技能影响不到我的，因为我还找到了这本。于是不急不慢，第2本神之庇护的技能书也给展示了出来。而随着2本技能书的技能效果入眼，3人脸上均是不约而同露出了震惊，甚至是骇然的神色。啊，竟然还能这么玩，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2个不同职业之间的技能竟然还能联动，绝了呀！
先学习神之庇护，这样就能4分钟时间免疫一切的负面效果，然后再使用堕魔之躯，如此一来就能在4分钟的时间内体验堕魔之躯带来的真伤效果，以及20的暴击和爆伤。更可怕的是，由于没有负面效果，他的血量也能保持不变。这真的不是 bug 吗？我估计就连这些技能的缔造者有朝一日都没有想到，2个技能联动产生的效果竟然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老秦，更加可怕的其实还不是这些，你快看，这本神之庇护是铂金品质，持续时间和冷却时间保持不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叶晨可以常驻进入堕魔状态，结合恐怖的血量，别说是3转职业者，就算是4转，估计都拿叶晨没办法了。秦刚、苏会长2人也是一脸震战，互相讨论着，而关青龙这个时候则是一脸懵逼，没有参与了讨论，因为他也是发现了这2个技能，一旦叶晨同时学会，那么估计鄂州市最强的职业者都不是他和老刘了，可能叶晨一个人就能单挑他了。甚至还记得他们是如何通关龙鳞洞穴的吗？没错，其实关青龙他们的输出这都是次要的，真正依赖的反而是叶晨的天赋空穴反伤。而之所以后面叶晨就不输出了，是因为当时叶晨的等级和暗黑龙王差距达到了50级，巨大的等级差距导致叶晨的伤害根本就出不来，只能靠天赋杀。然而一旦堕魔之躯、神之庇护同时使用，那毫不夸张地说，恐怕叶晨他一个人就能单刷龙鳞洞穴了。这想到这里，关青龙看向叶晨的时候就不免有些头疼了。40级就能单刷80级的精英秘境了，你这实力还需要去苍兰学府？真去，那岂不是会让那些天才们羞愧的无地自容？第106章，关雅，不玩了，我放弃了。别看苍兰学府是龙国境内5大顶尖学府之一，但里面的学生其实实力放眼全国也不算很突出了，只是学生而已，再牛逼也得等毕业了。由于升学考核以后，距离真正的开学还有2-3个月的暑假，因此这2-3个月的时间足以让绝大多数入学职业者等级从20级狂升到40级左右了。毕竟虽然升级经验翻了10几倍，但能够成为苍兰学府学生的哪一个不是当地省市的状元？所以这等天赋结合经验卷轴这些，3个月40级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入学新生40级算正常，而那些毕业生在22岁左右的年纪则是能升到60级，开启3转。想一想，3年学府生活能够从40级提升到60级，顶尖学府的含金量确实是很高了。但对于叶晨而言，60级可能还不够叶晨打一拳，所以如果现在开学的话，叶晨现在很可能直接就能吊打苍兰学府最强的毕业生了。人家3年的努力，结果在一个40级的新生面前被吊打的毛都不剩。因此关青龙这才开始质疑叶晨，他是否还需要进入苍兰学府深造？完全没有必要了呀。不过感觉归感觉，或许一些其他原因，叶晨还是得亲自到苍兰学府看看。关青龙有一种感觉，那就是15年前曾于试炼之塔失踪的2位绝世天才和叶晨也许有一些特殊的关系，而答案也许龙都能够找到。嗨，既然叶晨小友有这样的机缘，那就这样也无妨。狠狠地震惊了一会后，无论是秦刚还是苏会长，2人也是逐渐反应过来，然后复杂地看了叶晨一眼，最终也是说道，看了一眼时间，这一次分明只是过来刷个秘境升一下级而已，结果居然都快2天时间过去了。得亏中间叶晨还有关青龙他们回复了一下消息，让鄂州市那边亲友也是放心，不然的话估计都要被当地报失踪了。也该回去学习一下技能了呀。叶晨不由得也是想到，一本堕魔之躯，一本神之庇护，还有2本是幻灵杀神的专属技能，一个和幻灵仪式相关，还有一个是操控怪物灵魂的技能。所以在学习这些技能以后，叶晨还得去一趟精英秘境，然后亲自试一下幻灵杀神的技能到底有多爽。看到叶晨4人从白家宝库出来，唐坤等人也是立刻急忙迎了上来。唐坤身旁似乎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红发少女，看上去似乎还挺可爱的，估计应该是唐老祖口中的孙女唐灵了吧。不过眼下叶晨可没有时间欣赏这些风景，因为
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学习技能了。叶晨小友，我们唐家已经备好丰盛的酒席。酒席？要不然改天吧。下次一定。闻言，唐坤也是不好继续说啥了，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哎，下次。天知道叶晨什么时候才会再来这个地方。爷爷，他就是叶晨吗？感觉好帅啊。唐灵儿对于叶晨的名声也是早有耳闻了，虽然到这才1-2天，但自从叶晨到来以后，整个白川市的格局竟然直接就被改变了，这由不得唐灵儿对叶晨产生兴趣。结果第一次看到叶晨的颜值居然这么对自己的胃口，顿时有些心动。岂止是帅，实力也是非常强。本来这次宴请是打算为你与他做媒。唐坤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爷爷，叶晨这般实力，应该是要去学府深造吧？难道是苍兰学府？唐灵儿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地问道。5大顶尖学府，也就苍兰学府最为出名。以叶晨小友的实力，除了苍兰学府外，我想不到任何一种可能。得到唐坤的回应，唐灵儿颔首轻点。苍兰学府吗？有些麻烦啊。不过，如果是特招的话……想到这里，唐灵儿的心里顿时也是生出了莫名的想法。临走之前，叶晨还有关会长等人，也是跟秦部长他们又寒暄了一会，紧接着就乘坐专机离开了，来到熟悉的大楼跟前。结果，林雅、周通等人早就在这里等候了。怎么没看见雅姐？叶晨环顾四周，结果居然没看到那道倩影。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你是问关雅呀？她就在这里啊。闻言，叶晨微微一愣，然后就感觉身后传来一道幽香的气息。好家伙，这是要玩偷袭！于是，叶晨直接回头，朝着散发幽香的身后望了过去，正巧对上关雅有些不怀好意的眼神。放弃了。本来想偷偷给叶晨一个惊喜，可结果周叔提醒了不说，叶晨竟然还精准的发现了他的位置。不玩了！关雅俏脸顿时写满了无奈。自己好歹也是个暗夜刺客，敏捷属性，一身黄金装的加持，也能有200点左右了。结果竟然被叶晨轻而易举的就发现了身形。明明就在不久前，自己的偷袭能轻松成功的。不过正是这种变化，也是让关雅对于叶晨的实力提升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迎接过后，自然是回到办公室再详细说明情况了。只是还没等叶晨等人开口，现场的气氛就变得非常诡异了起来。因为透过苏会长那边传来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白川市那边发生的事情了。而对于叶晨竟然能够一拳打残一个3转的职业者，也是一时间感觉有点接受不能。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叶晨的实力还停留在30级左右，无非是天赋非常恐怖，和真正的3转职业者可是还差了30级。这种等级差距可不是轻易就能弥补的。然而根据苏会长他们所说，叶晨竟然仅仅是一个拳头就直接导致了白景明的重伤，那这就说明叶晨单纯力量属性的爆发无疑是非常恐怖了。第107章，叶晨他要单刷龙灵洞穴。没错，当时叶晨和白景明对峙的时候，我也在场，是真的，仅仅只用了一拳就将白景明召唤的精英 BOSS 给秒杀了。光口头上说这有啥，干巴巴的一点力度都没有。于是关青龙也是绘声绘色，将那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给众人描述了一下。然后整个会议室内顿时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众人看向叶晨的眼神中已经不仅仅只是震撼而已，甚至还有一丝骇然的情绪在里面。我干！这么说来，要是老子和叶晨对上，那岂不是也会被他轻易给秒杀了？林牙喉咙中仿佛被硬物阻塞，非常艰难地说道。而林牙的话，众人虽没有明说，不过也是表示极为赞同了。尤其是周通，作为一名3转主教，学了一个名叫魔法盾的技能，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当前智力属性，最高可减免50%的伤害。这样一来，虽然主教的血量相比战士会少了很多，但由于魔法盾的减伤效果，一般 BOSS 怪正常能打1万点的伤害，落在周通的身上就变成了5000点，伤害减少50%。再结合神圣治愈、神之庇护这样的或群体或单体的恢复技能，主教几乎是所有职业者团队中最难死的一个。可结果这50%的减伤在叶晨面前连个毛都算不上，一发蓄意轰拳打出20多万的伤害。好，你说你是主教，丢个魔法盾减免1半伤害，10万。结果这10万伤害
依然可以秒掉10几个周通了。所以在叶晨的面前，一名3转主教是真不够看了。能不能不要这样看着我？由于关青龙的描述，导致被各种奇妙的目光注视着，反而让叶晨浑身不自在了起来，甚至还萌生出了一种赶紧从这里逃离的想法。对了，技能还没学，还有龙灵洞穴。上次是辅助官会长他们完成了秘境首通，那这一次呢？这一次学了技能，叶晨也想自己一个人试试单挑的快感。而且现在时间还早，下午3点。好在自己已经提前跟小姨说过，让她不要担心，晚上就回去。这点时间，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解决掉暗黑龙王，应该绰绰有余了吧？干咳了几声后，叶晨也是急忙扭头，打算让关会长带自己去一趟龙灵洞穴了，试试看能不能单杀 BOSS。这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果然还是学会幻灵仪式，然后将暗黑龙王的灵魂纳为己用。闻言，关青龙脸上当即也是掠过一丝凝重，然后点了点头。这样，我和叶晨还有事情出去一趟，你们就在此地不要动，我们去就回。什么？这才刚回来几分钟啊，怎么这就要离开了？不休息一下什么的吗？老关，叶晨，就算有要事忙，也不急于这一会吗？我看在协会先休息几个小时，晚上咱们再聚个餐，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明天早上再忙也不迟啊。林雅等人当即也是站出来，然后表示了挽留，顺便还问了一句：你们2个这么着急，打算干嘛去？结果叶晨的回答瞬间就让林雅人骂了，而且还感到非常的后悔。操，自己闲的没事问这玩意干嘛？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是这样的，叶晨在白川市那边弄了几本技能书要学，刚巧还有2本幻灵杀神的技能书，所以顺便载个暗黑龙王，让叶晨把技能给学了。关会长闻言当即也是悠悠的回答道：啊！众人简直要惊呆了，这几天前好不容易这才首通的龙灵洞穴副本，结果到你口中就变成顺便了，你这顺便有点逆天啊。还有，卧槽，老关，你刚才说什么？幻灵杀神的技能书？这职业不是他们白家的传承职业吗？就算搞到这技能书，叶晨他能学技能？不只是林雅，此时此刻就连周通、老马他们全都站了起来，然后脸上也是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在众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情况，落在关青龙的脸上则是稀松平常了起来。咋？我难道没跟你们说过，叶晨这小子40级的时候又觉醒了一个天赋，现在作为血骑士，他不光血量超过了40万，就连其他战斗职业的技能也能学习了。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们了啊。关青龙皱了皱眉，明明说过，怎么你都忘了？轰！众人的脑袋直接炸开，这才想到，没错，这件事关会长一回来就告诉他们了。只不过由于这期间让人震惊的事情实在太多，再加上叶晨第4天赋的效果属实是有点超神，所以记忆上自动就把这玩意给过滤了。行了行了，不跟你们瞎扯了，毕竟要对付的可是暗黑龙王啊，那东西的血量有多厚，大家也是清楚，将近1亿的血量，所以就算是叶晨，可能也要单刷好长一段时间了。说完，关会长带着叶晨就准备从会议室离开了。周通打开空间门，结果关青龙回头一看，赫然发现身后居然跟了一大帮子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关青龙有些懵逼，他带叶晨去秘境，你们跟着做什么？没听到叶晨打算试试单刷吗？这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我们不出手就过去看看，这个总可以吧？会长，如此怪物般的实力，不亲眼见证一下，岂不可惜？闻言，关会长只好点了点头。算了，随便你们，反正白川市发生的各种事情已经将关会长的心理承受能力提升好几倍了，反而是你们几个，如果执意要去的话，最好带点药物什么的，免得到时候不省人事，看到叶晨爆发的恐怖的伤害，整个人直接晕过去，那就不好办了。第108章单刷。叶晨他只用了12秒。龙灵洞穴入口，实话实说，叶晨自己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入口处居然聚集了10几20个职业者，而且这个秘境还是个80级的精英 BOSS 秘境，围观的职业者等级以5、60级居多。当然，其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自然要数叶晨，40级的血骑士竟然打算单刷这个秘境。要是这件事给人知道了，估计叶晨的名气
在这鄂州市，又得往上提升好几个等级，直逼甚至是超过关青龙、刘长卿他们这些老牌三转大佬，这都不是不可能。叶晨，你放心，我们只是看看，不出手。没错，我一个50级的二转小老，想看看你这40级大佬的伤害到底有多高。协会的高层就那么多，但这一次除了高层之外，就连一些逗留在协会的基层职业者，听说这件事后，也是急忙跑过来凑热闹了。看着叶晨一脸尴尬的模样，关青龙急忙也是站出来：“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凑在叶晨身边说话了。等下，只许围观，不许出手。叶晨，你是不是先把技能先学一下？”闻言，叶晨也是迅速点了点头，随后便将4本技能书给拿了出来，分别是堕魔之躯、神之庇护、幻灵仪式以及灵魂掌控。除了堕魔之躯是钻石级的之外，其他3个技能都是铂金级。技能书的出现，在场众人的目光陡然也是变得激动起来。今天，他们将要在这里见证一个奇迹，一个血骑士无视技能书的职业限制，竟然可以学习其他战斗职业的技能。本以为这件事只是关会长在说笑，可是没想到，眼下的情况竟然当真如此。使用技能书，然后叶晨的个人面板上立刻就多出4个技能的介绍来。前2个技能就不用多说了，反而是后面2大技能需要重点说明一下，毕竟是幻灵杀神真正核心的2个技能之一。幻灵仪式，学会以后就能将死亡怪物的灵魂强行凝聚起来，通过仪式在身上留下灵魂印记，这就是幻灵杀神操纵怪物灵魂的本质。而另一个技能灵魂掌控，则是将怪物灵魂具象化，并且具象出来的灵魂则拥有生前的一切技能和天赋。学会了，感觉怎么样？刚问完，叶晨的脸上逐渐露出笑容。这一刻，关青龙等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同时内心震颤。4个不同职业的技能，就这样被叶晨轻易的学会了，一丁点的阻碍都没有，感觉很好。还是找个 BOSS 杀一下吧。关青龙点了点头，随后开启秘境入口。众人也是再次来到了熟悉的洞穴内部。一个体型巨大的3头黑龙怪物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叶晨不急不慢，任由龙息将额外血条全部清空，高昂的反伤直接抹掉了暗黑龙王90的血量，负8100万。虽然这一幕已经见识过了，但当这景象再次出现，还是让关青龙等人内心无比触动。虽然扣除了90的血量，结合叶晨的另一个天赋，这暗黑龙王仍有超过700万的血量。林牙在一旁忍不住的说道：“别急，看着就行。现在暗黑龙王已经变成木桩了，如果我的猜测没错，叶晨应该是打算使用蓄意轰拳了吧？按照每拳20万的伤害，700万也就相当于35次，蓄力10秒。操，那岂不是不到6分钟就能解决了？”关青龙突然想到，自己先前的判断好像失误了，哪里要得了1小时那么久？不过下一秒，关会长的话就惨遭打脸，因为叶晨显然是并没有使用蓄意轰拳这个技能，甚至连拳套都没带，而是先在自己身上挂了一圈光环，而后神之庇护、堕魔，一连串的光刃莫名就缠绕在叶晨身边了。卧槽，光之刃！叶晨居然用这个技能，青铜级的技能，伤害不太够吧？毕竟相比蓄力轰拳每次高达20万的伤害，这光之刃伤害顶多就1-2万吧，10好几倍，这差距也太明显了。然而当缠绕在叶晨身边的光刃数量越来越多时，在场所有人的面色顿时巨变，因为这光刃数量不太对啊！卧槽，这同时凝聚了100多枚光刃，不，200、300，卧槽，这么多的光刃，每发消耗500血量，就光是这些就得耗掉叶晨足足15万血量啊！15万算啥？刚才老关说了，叶晨的血量保守估计40万啊！最后那个啊字就非常的有灵性了，啥也没说，但大家心里也是懂得都懂了。此时这名职业者已经被叶晨的各种技能还有恐怖到爆炸的血量震惊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啊字就代表了内心所有的情绪。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关青龙一脸震撼地看着叶晨身边的光刃，本以为叶晨会使用蓄意轰拳这样的爆发输出来解决 BOSS， 但蓄力花费的时间太多，即便仅仅释放35次技能，那耗费的时间也在5分钟以上了。而光之刃呢，虽然每一枚光刃造成的伤害只有1万、2万，但以叶晨的血量
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凝聚数以百计的光刃。试想一下，1秒钟100多枚光刃同时冲向同一个 BOSS， 那每秒伤害能有多少？上百万。所以，如果不用蓄意轰拳，而是改用光之刃，恐怕解决 BOSS 的时间根本要不了5分钟这么久，也许1分钟不，半分钟都能直接将 BOSS 给杀掉了。只是关青龙的想法还是太保守了，100枚、200枚，这咋够？要丢，当然是全部一起丢啊！于是叶晨花了10秒钟的时间，凝聚了将近400枚光刃。2秒后，暗黑龙王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塌，大量的经验值也是短时间内朝着叶晨的身体疯狂涌入。从出手到终结，叶晨的用时仅仅只有短短的12秒。第109章，仪式成功，可血量1176万，多少？12秒，我是不是在做梦？我干！老关，还记得上次咱们手通龙鳞洞穴，叶晨丢完天赋以后，咱们砍了多长时间？随着暗黑龙王命运迎来终结，以及大量的经验值涌入叶晨体内，林雅等人早就已经被震得头皮炸裂。鬼，那可是暗黑龙王啊！胡海省的专属秘境，可以说是整个省市内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算先前有叶晨的帮助，那他们也是花了将近1小时，这才把剩下的血量给砍掉。结果才过了不到1个星期，叶晨一个人就能单刷了，而且尼玛居然还仅仅只用了12秒，这可真是太变态了。此时林雅等人除了变态、怪物这样的词汇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汇来描述此时此刻对叶晨的感叹了。而且连杀死一头 BOSS 都如此的干脆利落，那么毫无疑问，假如叶晨此时此刻的对手从暗黑龙王换成他们任何一个人，面对这般恐怖数量的光之刃，他们又该如何抵挡？这简直太可怕了！咱们鄂州市终于有龙出现了。叶晨的可怕，难道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不过这升级速度属实是有点太快。哈哈，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期待。3个月以后，工会大比，叶晨代表咱们工会出战，其他分会究竟会露出怎样精彩的表情？爽啊！你可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10几年来的垫底，今年终于要画上圆满的句号了。随着暗黑龙王的覆灭，围观的分会职业者们无一不是面色涨红，直接就陷入了狂欢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鄂州市分会总算是出了一个超级天才的人物，今年的工会大比有了叶晨出手，这一次一定可以彻底一雪前耻，狠狠地扇其他工会所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让曾经嘲笑过鄂州分会的人们知道，即便是3级市也能出现叶晨这样的天才，而且还是一个拥有众多唯一级天赋的血骑士。激动过后，逐渐回过神来的众人也是旋即开始回味叶晨截止到出手前究竟释放过多少次技能了。而随着盘点开始，这些人的面色再次僵硬。不算还好，这一算反而是将他们内心的震撼彻底给引爆出来了。光环师、主教、血骑士、飞侠，4种职业截然不同的技能，竟然在他叶晨一个人的手上呈现了出来。而另一边，叶晨自然是不知道围观众人以及灵牙、周通等人心里究竟是啥想法了。不过就算知道也是不会在意的，毕竟这种震惊的神色白川市的时候已经看得太多了，都有点麻木了。来到暗黑龙王陨落之处，先搜刮了一番，当即也是有些失望。这一次好像除了龙王之冕外，并没有爆出太多有用的奖励，就连装备也只有零星2、3件黄金器。看到这一幕，叶晨不禁也是感叹起来。果然啊，20的掉落率增幅确实没法跟张蕊的60掉率相比。不过可惜的是，在本次单刷之前，叶晨也是打电话问过张蕊，看看他有没有空来。结果得到的答复是，由于私自跟自己跑去白川市，被父母发现，然后临时给关了禁闭。所以倒不是叶晨不想把张蕊喊过来了，而是确实没办法，战利品清缴工作彻底完成。于是叶晨也是进入了最终阶段，开启幻灵仪式。双目紧闭，叶晨盘腿而坐，技能发动，叶晨的身体下方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光圈，随后从暗黑龙王身体消散处，一道透明的灵魂就这样被召唤凝聚了出来。灵魂融入叶晨的右手臂，形成了一道印记。以后凭借这道印记，叶晨便能随时将暗黑龙王给召唤出来。虽然相比自身的实力，这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小手段，但无论是封印、反伤还是秒杀光线，
作为一只原80级的精英 BOSS 怪，暗黑龙王的逼格也是满满。最重要的是，这个 BOSS 他有3个头，除非你能一次性将这3个头同时秒掉，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仅凭一招就将他的灵魂给打散的。做完这一切以后，叶晨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顺便查看了一下印记的状态，以及暗黑龙王灵魂的血量。印记状态正常，印记数量1，名称暗黑龙王的印记，灵魂血量11760000，技能本身并不需要额外说明。然而看到这灵魂血量竟然足足高达1176万，这他妈是啥情况？叶晨整个人直接就麻了，因为他记得非常清楚，一拳下去，白景明的一只 BOSS 灵魂直接就被秒杀轰散了，而那时的伤害顶多也就几万而已。就算是白家老祖召唤的灵魂，那血量也不过10几20万。可是为啥到了自己这，暗黑龙王灵魂的血量就直接变成了1000多万？这连叶晨自己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了。莫非这技能有些地方我还没有查看清楚？想到此处，叶晨迅速将技能说明给调了出来，然后这才发现，原来幻灵杀神召唤出的怪物血量跟召唤者本人的血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个灵魂，那基本等同于自身血量 x20 来计算了。如果有多个怪物灵魂，血量就要按照怪物的等级和实力进行分配处理。这么算的话，倒相对合理了。叶晨微微点头，但转念一想，好像又不对了。当初白景明是召唤了几个怪物来着？2个，自己一拳就能轰没一只怪，换算下来，满打满算，这白景明的血量岂不是只有1-2千？作为一名3转职业者，这也太虚了吧。不过转念一想，这白景明作为白家明面上的家主，平日生活必然是非常糜烂了，也许刚完事没多久，几杆慢感就过来了。想到这里，叶晨这才露出恍然的表情。第110章刷怪，叶晨血量突破200万。众所周知，运动完以后自然是要进入一段时间的虚弱期，因此白景明召唤出的灵魂血量偏低，这很合理。不过每当看到自己这暗黑龙王的灵魂竟然拥有高达1176万的血量，叶晨自己都有点晕乎乎的。说实话，其实在跟白景明交过手以后，区几万点的怪物血量让叶晨对幻灵杀神的职业强度产生了些许怀疑。毕竟这也太菜了，一拳下去直接将你灵魂给秒杀了，任你怪物拥有啥特殊技能都没用，一力降10会。可结果现在亲自上手体验了一番，不得不说这个职业并不拉胯，反而是强度在线了。估计白景明作为代理家主应该并没有理解这个职业本身的精髓了，反倒是真正的家主白应成。白家老祖总共3个灵魂体，血量叠加在一块差不多有60多万了，也就意味着白应成本身的血量可能都有3万多。正常来说，法师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血量的，除非他穿了肉装。或许幻灵杀神真正的强大，只有当精神和血量2种属性同时堆叠才能展现出来，而刚好叶晨作为一名血骑士，正巧能够满足这个要求。不过可惜，管你对职业的理解再透彻，现在白家也算是彻底无了。眼下目的达成，刚好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小姨了，还是早点回去，别让她担心比较好。叶晨，晚上不一块聚个餐什么的，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啊，别走这么快啊，等会再说啊。和雅姐、关会长他们告别，叶晨也是准备回家了。结果身后顿时传来许多挽留的声音，叶晨无奈地耸了耸肩，下次吧，下次一定。你上次也说下次。有吗？叶晨挠了挠头，没说过吧？忘记了。其实叶晨之所以想这么快溜走，还有一个原因，白家宝库的库存实在太多了。除了战斗职业的5本书之外，叶晨还找到了3本生活类职业的技能书，而且还是隐藏职业神断师。神断师？巧了吗？这不是……看着隐藏在角落的3本技能书，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笑容来。毕竟生活类职业的升级方式和战斗职业有很大的不同，哪怕是血骑士这种特殊肉盾的辅助职业，被归结为战斗职业的原因，也是因为升级方式和战斗职业一样，通过击杀怪物获得经验值。但生活职业呢？拿神断师来举例，只有不断的锻造高品质装备才能获取熟练度，熟练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升级。虽然小姨现在转职成了神断师，但技能却不是很多，
这就导致升级速度非常缓慢。而这3本技能书的出现，真可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啊！所以回到鄂州市，自己自然是要将这3本技能书送给小姨，然后，嘿嘿嘿，就能将身上的装备丢给小姨，让她帮忙好好的强化一下。时光飞逝，距离升学考核结束已经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叶晨本人的实力倒是没有提升太多，仅仅是42级而已。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叶晨懈怠了，而是相比较等级，叶晨更在意的反而是自身血量的叠加。既然杀怪就能提升血量，那还专注于等级干嘛？血量，这才是血骑士的根本啊！至于从42级开始，升1级需要的经验就要以亿来计算了。即便是拉上张蕊，加上经验卷轴，4倍的经验增幅，在漫长的经验条面前，也是有点不太够看了。话说回来，随着等级提升，升级就会越困难。但3年时间，顶尖学府的毕业生竟然可以足足提升20个等级，从40级提升到60级，这条几乎可以肯定，顶尖学府内必然是拥有可以快速升级的海量资源。因此，几个月的时间这么纠结等级干嘛？还不如趁机好好的堆叠一下血量。于是，2个月以来，几乎每天，叶晨都是专门跑到怪物最密集的练级场所，然后杀个1万左右的怪物。也就是说，60多天的刷怪，叶晨的血量再次迎来新的暴涨。此时呈现在面板上的数据是264万。至于属性，太恐怖就不便明说了。现在的叶晨，毫不客气的讲，虽然表面上看仅仅只是一个42级的血骑士，但本质上，就连真正的4转传说级高手，估计都干不过叶晨了。是的，没错，所谓4转传说级高手，并非是那种穿着拉胯白装的那种伪4转，而是真正满配黄金、铂金装的4转大佬。此时的叶晨，就算是面对这种等级的存在，也是能够轻易将其击败，击杀也不是不可能。看这个属性，好像真的不用去苍兰学府了。关闭个人面板后，叶晨也是微微皱眉，同时感叹了起来。264万的血量，结合血之转换的天赋，叶晨的自由属性点总量已然是达到了无比恐怖的 2.64 万。如果全部点在力量上，那么叶晨的实力将会比秦刚还要恐怖。而秦刚是谁？白川事务装部的部长，真正的4转大佬。不过转念一想，叶晨当即也是叹了一口气。苍兰学府是一定要去的，虽然说实力上足够了，但就在1个月以前，小姨告诉了叶晨有关身世的一个秘密，这直接就坚定了叶晨前往苍兰学府的信念。或许在那里可以得到有关他父母的确切信息。只不过当叶晨请求小姨再告诉他一些更多关于父母消息的时候，殊不知赵可却是叹了一口气，闭口不答了。而就在叶晨感叹着总算要到了启程前往苍兰学府的时候，另外一边，职业者协会襄州分会，隐藏在黑袍下的男子眼神无比阴翳地盯着手上的照片，随后这张照片便是被他狠狠地撕碎，而这张照片上的面孔竟然正是叶晨。第111章评估结果，叶晨极度危险。沃克先生，这么晚将我们召集过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职业者协会襄州分会会议室，一场临时会议突然召开，分会的所有人，包括会长在内，此时此刻也是不得不正襟危坐，神色紧张且忐忑地看着坐在主位上的这道身影。虽然这位沃克先生并非是龙国本土人，但他的身份也是非同小可，和詹姆斯一样，同样是来自灯塔国邪恶组织归议会的强者。只不过詹姆斯仅仅只是一个实力3转的堕魔幻影，满打满算不过才85级而已。可这位沃克先生，无论是等级还是地位，都远远要比詹姆斯先生还要更高。虽然看上去仅仅只有30岁出头的样子，但他的等级却超过了100级，是一个货真价实的4转大佬。不过这还不是他最恐怖的地方，真正让人忌惮的反而是他的职业本身。灯塔国的专属生活类职业魔药师，可以通过炼金术等操作，冶炼各种各样神奇效果的魔药。凭借一些强大的魔药配方，沃克甚至可以将一些实力低微的昏迷者生生唤醒。当初被叶晨奏成植物人的赵明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虽然詹姆斯和沃克都来自归议会总部，但地位上显然詹姆斯还不及沃克的一个手指头那么高。襄州分会的一切谋划，会长只是明面上，而沃克才是隐藏在黑暗中真正的幕后黑手。这么晚将大家召集过来开会，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但时间紧急，如果再不动手的话，可就来不及了。话音刚落，
只见会议室内，分会的其他高层们当即也是不禁窃窃私语起来。大半夜的，这是要对谁动手？至于坐在前面的陈会长，通过沃克的只言片语以及地上被撕碎的照片，隐隐之间已是察觉出了一些东西，当即也是迟疑道：“沃克先生可是要对叶晨动手？”不错，提到叶晨的名字，沃克脸上的神情简直是愤怒到要吃人了。为了一个计划，归议会在龙国多个省市或多或少都安插了一些职业者在里面，姑且可称之为归议会分会。而每个分会至少都有一名3转职业者坐镇，当地一旦出了什么事情，消息就会在各个分会渠道内部流通。而2个多月前发生在白川市的一件事情，彻底让归议会的这些境外职业者有些坐不住了。没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来自鄂州市的血骑士竟然作为核心，将白川市的4大家族给直接铲除了。而且白家和归议会的合作也是非常密切，为了让绝望在蓝星肆虐，归议会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与当地的某些有权势的职业者组织达成合作，暗中谋划布局。只不过叶晨的出现彻底打乱了归议会的计划，毕竟白家的综合实力在归议会的诸多合作伙伴中也是排行非常靠前了。失去了这样的合作伙伴，这简直无异于砍去了左膀右臂。而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根据现场传来的消息，叶晨竟然一人就敢于挑战白家家主白应成，并且只用了一拳就将白应成的2个召唤物直接就轰散了。如此恐怖的实力，也是不得不让归议会彻底的开始评估叶晨的潜力和威胁度。毕竟这才40级，40级竟然都能开始跟4转大佬交手了。如果继续放任下去，天知道叶晨会不会成长到一个更加可怕的程度。所以归议会总部立刻传出消息，要在叶晨启程前往龙都之前将其解决。如果到了龙都，进入了苍兰学府，动手的机会可就很渺茫了。现在距离苍兰学府开学还有不到3天时间，我想这个叶晨他必然是拥有不朽级的天赋，而且据说其力量属性尤为恐怖，已经学习了战士系的攻击技能。战士系职业往往是属于力大专飞的类型，攻击高，但是敏捷、精神属性就要差很多。而听到沃克先生的评价，在场众人无不震惊的同时，也是在思考解决的方法。作为襄州分会的会长，陈会长立刻就想到，既然叶晨长于力量，那么其他3位属性应该强不到哪里去。我认为我们最好明天出手，派遣一个3转以上的刺客，趁机其不备，将之暗杀。而且这个刺客的战斗力必须非常高，不然一击未果，很有可能会被他反杀。最好能有一个辅助职业来增幅他的战斗力。我怕一个刺客干不过他。有道理，那这件事就安排你去做。沃克先生脸上当即浮现出一抹邪祟的笑容，毕竟他虽然是4转职业者，但魔药师一个生活类职业，属实战斗力非常拉胯了。长处都不在这里，让他去暗杀，不被叶晨反杀就不错了。但陈会长的提议，则是连沃克都不由得连连赞叹。不得不说，这位陈会长的心思也是非常敏锐了，而且也是深谙职业者的属性机制。如果对方是一个战士，那正面硬碰属实不是明智的选择，反倒是背后袭击，这才是妙计。但陈会长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叶晨作为一名拥有特殊天赋的血骑士，是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情况自由分配属性点的。暗杀？很抱歉，你襄州分会的综合实力固然比鄂州分会要强，但能够拿得出手的刺客，估计等级最多也就60左右了，敏捷可能也不会超过500。而叶晨可是注重全方位发展，正常来说，单条属性绝对不会下于1000，所以这一次针对叶晨的暗杀计划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时间来到第2天，因为距离开学只剩下2天时间了，所以外出刷怪啥的也没啥意义。260多万血，实话实说，刷1天怪顶多能增加2万血量，不到1的血量提升，这点增幅简直跟蚊子腿没有任何区别了。所以叶晨也是盘算着，要不先帮小姨他们收拾下即将进入学府的行李，然后在附近随便转转，毕竟马上要离开了，再回来那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第112章，暗杀者的惊骇，早就被发现了。小姨，你怎么拎大包小包这么多东西？不嫌累吗？本来是叶晨自告奋勇帮小姨解决下行李问题的，可是最终2个小时过去，叶晨发现事情似乎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一次为了去龙都上学，小姨竟然足足带了3大包行李。至于这些行李当中装的是啥，虽然叶晨只知道有1箱行李里面全部都是化妆品，剩下那俩
就不太清楚了，毕竟又不是叶晨帮着收拾的。可稍微一琢磨，叶晨就完全能猜到是啥了，当即也是无奈的感叹了一句，也没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带上吧，咱们又不是没钱，我手上还有好几亿呢。叶晨的银行账户上差不多还有9亿龙币，前几天顺带去了一趟交易市场，把刷怪得到的装备、用不上的白银、黄金技能书全都给卖了，再加上以前的库存，足足9亿龙币，这妥妥已经是土豪阶级了，买什么东西买不到啊。结果看到小姨这么节省，叶晨也是直接就无语了。见状，赵可则是嘟着嘴，女人的心思你懂什么？再说了，这一次又不是我跟着你一块去，还有你的2个小女友。什么小女友？闻言，叶晨脸色顿时一僵。话说小姨这是误会了什么？明明只是单纯的友谊关系啊，至少现在确实是这样。相比较赵可的3大箱行李，叶晨这边的内容就简约了很多。小姨，我出去随便转转，等会就回来。于是收拾完了以后，叶晨也是赶紧跟小姨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出门了。没过多久，叶晨忽然察觉到身后传来一道异样的气息，随后转瞬即逝。难道是错觉？叶晨眉头轻轻一挑，然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莫非自己真的是疑神疑鬼了？而叶晨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虚空中一个身穿白色法袍的身影，神色无比惊异地看向叶晨。作为一名真言法神，精神和智力属性也是非常之高了，但就在刚才，隐匿虚空中的他竟然被叶晨感知到了气息。虽然仅仅只有一瞬，但这也变相说明叶晨他的精神力至少也在3000点以上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他怎么变得这么强了？这一刻，这名真言法神所在的空间也是因为情绪激动而有所震颤了起来。没错，这位达到4转的真言法神不是别人，而是来自苍兰学府的招生特使，与叶晨有过一面之缘的江青崖。3000点的属性，这个属性恐怕已经超过绝大多数90级的精神系法师，甚至个别刚4转没多久的法师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啊！江青崖眼神微眯，隐藏在暗中。不过，当他真正察觉到叶晨现在属性面板的变态以后，则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其实，按照一般学府的招生规则，每个考生正常情况都是自行出发前往学府，并不需要招生特使出面。只不过，因为叶晨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江青崖也是提前了2天，准备把叶晨4人一并先带到龙都，规划班级、调配宿舍，简单讲解一下苍兰学府的激励政策。但眼下2件出乎江青崖预料的事情却发生了，其中一件就是同样在叶晨的身旁，江青崖明显能感觉到2名职业者正悄然跟在叶晨身后，保持着50米的距离。其中1名应该是属于飞侠系职业，对叶晨的恶意非常明显，似乎正准备伺机出手。于是在感知到这一情况之后，江青崖本欲提前动手，将这2个意图暗杀者当场抓捕审讯。然而另一件事，叶晨此时此刻恐怖的精神力，则是让江青崖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既然叶晨刚才连自己都能察觉到，那么想必身后那2名职业者尾随，叶晨应该也早就感觉到了。于是想到此处，江青崖则是暗中观察了起来。作为招生特使，对于自己破格招收的这名血骑士，面对2位不明暗杀者，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不得不说，对此江青崖也是非常期待啊。而另外一边，叶晨仿佛是有意朝着某个方向缓缓前行，而后猛然回头，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道：“别藏了，归议会的朋友。”闻言，暗中2人当即也是露出无比震撼的神色。他们这是被发现了？可这怎么可能啊？毕竟无论是刺客还是以精神作为主属性的法师，都有独属于自己职业隐藏气息的手段。而作为3转的职业者，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仅仅只有40级的叶晨都不应该察觉到才对。而且胡会长不是说叶晨他的力量属性特别恐怖吗？那么按照这个来推测，叶晨的其他3个属性就应该非常拉胯才对。可从话中推断，叶晨明显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啊。既然暴露了，那这2个暗杀者自然也是不好继续隐藏了，当即直接就对着叶晨面露凶色，完全就忘记临走前胡会长告诫他们的话，那就是千万不要和叶晨正面对抗，不然的话一定会死得很惨。而此时这2人心中想的则是，不过一个40级的血骑士，沃克先生还有胡会长，是不是过分高估叶晨的实力了？然而正当他们舔舐着武器
准备动手的时候，殊不知叶晨掌心幻化出的一枚光刃，直接就横断了两人的身体，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横切面光滑如镜，没有一丝一毫的阻碍，两人的身体就如同豆腐一般，生生的断开。而出现在两人头顶上的伤害，则是负9978，负11217。职业者间的伤害与击杀怪物造成的伤害完全不同。正常情况下，职业者间交手，技能的伤害就远远没有那么大了，落在怪物身上几十万、几百万的伤害，可能到了职业者这边，就变成了几千、几万。毕竟人类的血量和怪物没法比，一些令人绝望的精英 BOSS， 血量可能以千亿、万亿来计算，但目前最牛逼的四转血骑士，血量也不过几百万而已。伤害数字的出现，让隐藏在暗处观察的江青崖神色巨震。一名四转职业者想要杀死一个三转，上万点伤害，这不奇怪。可你叶晨仅仅只有40级，结果你这伤害居然也能破万点。第113章震撼，来自归灰的暗杀。当然，这还不是让江青崖最为震撼之处，真正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叶晨他刚才释放的技能似乎是名叫光之刃吧，一个10级就能学习的通用战斗技能。而且虽然该技能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青铜层次，也不乏某些特殊的光之刃技能书，品质等级达到黄金、铂金，但从刚才叶晨手上光刃凝结的颜色来看，绝对是青铜的等级无疑。可就是这样一个最低品质的攻击技能，竟然直接就将两个实力达到3转的职业者生生的给秒杀了。青铜级能有这效果，我没看错的话，叶晨他现在应该是42级吧。那两个已经死掉的暗杀者等级应该刚过60级、18级，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是正常如果动手的话，等级压制的情况，技能伤害应该只有寻常的1/3才对，结果竟然也能破万点。只有2种情况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种就是叶晨拥有某些特殊技能，可以无视等级差距，直接强制造成固定伤害，而这样的效果，据他所知，仅仅只有极小部分飞侠系职业技能才会拥有。然而叶晨他仅仅只是一个血骑士，所以这种情况直接就能 pass。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情况了。江青崖目光炽热地看着叶晨。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同一等级，叶晨的光刃将会造成超过3万的伤害，而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自己还真是捡大漏了。答应条件将叶晨给吸纳进入苍蓝学府的操作，这简直太 TM 明智了。要知道叶晨的条件对于5大顶尖学府来讲也是非常苛刻了，毕竟作为龙国最顶尖的学府，无数人抢破了头皮都想进入，结果你叶晨居然还要提条件。因此回去以后，由于这个举动，江青崖也是遭到了一些其他省市招生特使的鄙夷和指责。当然，虽然有部分高层赞同江青崖的做法，毕竟一个血骑士能够成为考核冠军，而且还是在试炼之塔这种地狱级难度的超级考核里面生生的打到最后一层，这几乎能称之为15年来最强参与考核者。鉴于这个原因，部分大佬也是强制按下命令，并没有给江青崖处分。但这件事还是让江青崖心里有些芥蒂。你们是没有见识到叶晨的潜力和实力，如果你们真正看到了，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江青崖的内心是这样想着。而现在仅仅2个月的时间，叶晨的进步已经是让他看到一颗真正的星星即将从苍蓝学府冉冉升起。于是想到这里，江青崖也是不再隐藏身形，而是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趁着叶晨正从2名暗杀者身上搜刮战利品的时候，缓缓站在了身后。啊，原来是江特使啊！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一抹恍然，难怪刚才感应到特殊气息，如果是江特使的话，那这一切就说得通了。叶晨的表情再次让江青崖眼皮狂跳，内心不由得感叹，这家伙果然早就发现我的身影，这精神力着实是太恐怖了。不过随后便摆出一副学府特使的模样，干咳了2声，马上表情迅速恢复，只是受到学府委托，毕竟你作为特殊人才，需要提前2天到苍蓝学府进行报到。嗨，所以你可以将另外3人一块喊上了。闻言，叶晨神色顿时一喜，竟然这么快就要启程了。好的，那我马上去通知小姨他们。等一下，就在叶晨即将离开的时候，江青崖立刻叫住了叶晨。叶晨，你知道这2个人的身份吗？他们为何要暗杀于你啊？江青崖非常好奇，叶晨的身份和等级
非常普通，除了被当地的职业者协会看上并且吸纳之外，本身的家庭背景似乎非常一般，而且家境也不太殷实。由于叶晨已经成为鄂州职业者分会的一员，就算暗杀成功，以关青龙他们的性格，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江青崖完全想不通这件事，没有道理啊。而对于江青崖的询问，叶晨则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嗨，刚才我在两人身上找到了隶属于襄州分会的徽章，我估计是襄州分会看我不顺眼，想要对我动手吧。同时叶晨也是将搜刮来的2枚徽章递给了江青崖。襄州分会，你怎么跟那里扯上关系了？这下江青崖反而更加懵逼了。襄州鄂州离得不远，但你是做了啥事情，竟然引得那边专程派人来杀你？各省市之间协会氛围虽然算不了融洽，总体也还行吧，但公然安排职业者去另一个分会的地盘暗杀会员，这操作他江青崖属实是看不懂了呀。襄州分会，我不记得有惹过他们，甚至都还没有去过呢。不过2月前倒是去过一次白川市，应该跟那件事有关吧。叶晨也是忍不住回忆了一下，毕竟2个多月过去了，很多细节都忘记了呢。然而叶晨的话却直接提醒了江青崖，作为龙国下辖顶尖学府的招生特使，同时还是4转级别，对于龙国境内各个省市发生大小的事情，应该多少要了解一下。而就在2个月以前，发生在白川市武装部与白川市分会针对4大家族的联合围剿行动，就在此刻呈现在了江青崖的脑海当中。虽然在对外的暗宗报告中，因为唐家的反水，这才导致双方战力失衡，4大家族分崩离析，但他江青崖是什么职业？4转真言法神，最擅长的就是看透。而结合叶晨刚刚好2个月以前去过一次白川市，再加上一些白家相关的传言，江青崖当即意识到，或许真正想对叶晨动手的并非襄州分会，而是来自灯塔国邪恶的职业者组织归一会。第114章，能讲解技能吗？我想学习一下。归一会想要对叶晨动手，那为啥要通过襄州分会？于是另一个可怕的猜想立马就在江青崖的脑海中呈现了出来。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解释这件事，那就是襄州分会已经被归一会给渗透了。这件事非常严重。等一下，你们几人立刻收拾行李，随我出发前往苍兰学府。我会让招生办的人给你们记录学籍，安排班级和住处。毕竟苍兰学府坐落于龙都，想必他们归一会就算有心，也没有太大的胆子在那里动手，你们也能安全一些。闻言，叶晨心中也是微暖，当即也是点了点头。其实自己这个倒是无所谓，反而是小姨、张蕊和关雅跟在自己身边总归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尽早离开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了。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到校长那里，预计不久后国教局应该会责问职业者协会的情况，并且对襄州分会展开一次调查，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官方来做吧。如果真的按照江特使说的发展下去，这个自然是极好。不过如果归一会还敢继续对自己出手，叶晨也不会怕就是了。回去家里后，赵可看到叶晨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也是格外惊讶了。叶晨，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本以为叶晨是打算多转一会的，但结果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然后叶晨简单的就将路上的情况跟小姨讲明，当然有关暗杀的事情，这自然是没有说出来了。叶晨可不想让小姨担心，这么早就出发了呀？那你赶紧去通知他们2个吧。接连打了2个电话以后，大概1小时的时间，张蕊和关雅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叶晨的住处。张蕊依旧是牧师的打扮，而关雅则是一身漆黑的刺客装扮，衣服的材质非常紧致，隐约可以勾勒出窈窕的曲线。不过让叶晨微微有些吃惊的是，明明2女是第一次正式见面，互相之间竟然有些冷淡，这是啥情况？干脆就在这里先等一会吧，等下江特使忙完了应该就过来了。对了，怎么没有看到关会长？叶晨有些惊讶，毕竟关雅作为关会长的女儿，这个时候不来送送，有些说不过去。不过关雅则是随意的表示，自己并不需要他送，又不是小孩子，有什么好送的啊？真不愧是雅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飒爽。等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江特使这才姗姗来迟。各位久等了，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向学府汇报。现在我们赶紧走吧。江清雅摆了摆手，表示了歉意说道。而叶晨却是此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也就是说，江特使刚刚回去了一趟龙都，可是鄂州距离龙都有上千公里的距离，就算是乘坐专机，
也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啊，更别提办事。结果1个小时这就搞定了，这也太神速了吧？难道是强化版空间门之类的？但也不对，就拿协会的周通来说，维持空间门需要耗费大量精神力，几分钟就能给周叔身体整虚了，而且传送的范围距离也是非常之短。空间门毕竟只是一个3转的技能，虽然可以进行传送，但是维持需要消耗大量的精神力。一般的4转职业者可以走另外更快的渠道空间虫洞。空间虫洞，陌生的词汇，直接就打开了叶晨等人的世界观。那是由4转灵阵师构建出的永久空间传送阵，只有构建出来就能永久使用，并且不限制人数。只要向其中灌注大量精神力，就可以维持空间虫洞，进行远距离的跃迁。不过局限也很多就是了，一些偏远地带或者省市并不会专门构建空间虫洞，就比如鄂州市。扎心了，叶晨当即撇撇嘴，难怪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看来鄂州市果然是比较落后啊。所以我现在先带你们去金汉市的空间虫洞，离这里也不远。进入空间虫洞，仿佛置身于一片奇幻的空间。然而叶晨却没有心思观看周围的风景，毕竟这2个月下来，为了不占用技能学习的栏位，所以叶晨直接就 pass 掉了一切铂金级以下级别的技能书。不是叶晨不想学，而是鄂州市交易市场技能书的等级实在是太拉胯了。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前往龙都，趁机叶晨也是打算询问下江特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2转技能推荐了。对了，江特使有没有那些职业的2转技能非常强的啊？我想了解学习一下。叶晨也是用一种学习的态度向江清雅请教了起来。还没到学府，这就考虑学习的问题了。一时间，叶晨的操作也是让江清雅眼中认可的目光大盛，对叶晨更是看中了几分。了解学习，好啊。现在2转级别中公认最强大的几个技能分别是跃迁过程5分钟。不过在这短短5分钟的时间里，对于相当一部分战斗职业的2转技能，叶晨也是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这其中对叶晨有用的技能还真不少，就比如英雄在2转后会学习一个名叫神圣之火的技能，青铜级的神圣之火会短时间内增加自身时的血量。当然限定职业是英雄，所以英雄之外其他的职业群你就别想学了，当然包括一切正常的血骑士在内。因而不少血骑士对于神圣之火技能也是非常眼馋了。但你眼馋也没用啊，你不是英雄，压根学不了。但好在叶晨就没有这个限制，因此如果找到一本铂金品质的神圣之火学习一下，那自己岂不是还能再堆叠40的血量上限？第115章独栋别墅学前大会。铂金级的神圣之火还是有点不太行啊。不过转念叶晨就将这个想法给抛弃了，毕竟现在他们可是即将前往龙都。作为龙国最繁华的都市，龙都的繁华程度必然比之前任何一座城市要更甚。而且之前也是听秦部长和苏会长他们说过，龙都的4转职业者数量是所有省市之中最高的，而且这几位4转大佬的等级也是恐怖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据说几个隐士的超级大佬实力已经逼近了200级。是的，哪怕是同样的4转也有很明显的高下之分。而龙都的4转大佬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要远远比其他一级特级式的要高出太多。所以结合这种情况来考虑，或许连神圣之火的钻石辉耀级版本都能考虑一下了。对了，江特使，龙都应该有很多血骑士相关的技能书吧？鄂州、白川市的交易市场也是都去过，血骑士的相关书籍装备都太少了，甚至叶晨手头上其他职业的技能书都要比本职业的技能多了。但江清雅的一番话还是让叶晨对普通血骑士职业失去了信心。普通血骑士并没有太多的技能，就算是2转的话也只有2个技能可以学习。看来要不是出了叶晨这一个异类，那血骑士估计还要继续被钉在耻辱柱上。其他职业2转技能少说也有7、8个了，结果到了血骑士这2个，这不扯淡。对了，真言法神有什么强大的2转技能吗？谈到最后，叶晨也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江清雅也没有细想，真言法神嘛，2转的时候通过技能书我们会学习一个名叫涤荡华光的技能，使用以后可以降低范围内最多15怪物20的防御力，并且让他们陷入虚弱状态。防御力和暴击暴伤一样，都是不显示在面板上的属性，但某些拥有强大实力的怪物往往其防御力也是非常惊人。降低怪物20的防御力，其实也变相相当于增加20的输出了。
那江特使，你现在手上有涤荡华光的技能书吗？能不能拿来让我参研一下？叶晨不禁对这个技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叶晨这话刚说完，江清雅脸色瞬间一变，然后如同见了鬼一般的看向叶晨。你说什么？你要参研我的技能书？江清雅本想直接拒绝叶晨，毕竟叶晨又不是他同款职业，盲目参研其他职业的技能书可能会造成负面效果。但随后他又想起，1小时前叶晨在对2名暗杀者出手前，隐约身上似乎还缠绕着某种光环，而且光刃那离谱的伤害根本不像是被等级压制后造成的，反而很有可能这就是叶晨正常的伤害。因此一想到这种可能，江清雅的面色渐渐缓和。既然这样，那就借给他参研一下吧。拿到技能书以后，叶晨脸上的笑容无比浓郁，因为这本技能书的品质是铂金级，也算是很不错了。5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虫洞出口，龙都的繁华景象彻底浮现，远远就能看到摩天大楼一座一座接着，各种各样的建筑也是林立其中。不过很可惜的是，今天还得去学府报到，做一些入学准备，所以自然没机会来城内玩玩了，恐怕只有放假了才有机会了。在江清雅的安排下，一台豪华小轿车停靠在几人面前。几分钟的车程，叶晨总算是看到一座巍峨的学府耸立在前方，上面的牌匾鎏金大字赫然写着苍兰学府4个大字。由于江特使的嘱咐，所以进入学府以后，叶晨等人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专门的招待，通过特殊渠道就迅速完成了入学、住宿分配还有班级的相关流程。由于赵可是属于生活类职业，所以自然是没有被分配到战斗班级。不过住宿的话，本来叶晨还以为路过的那些住宅区应该就是宿舍楼了，结果负责接待的老师竟然摇了摇头，然后告诉叶晨说，这里是普通学生的住宅区，由于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学校特别为你们准备了一栋独栋大别墅。因为情况特殊，所以特别准备了一栋独栋大别墅。而刚才路过的那些住宅区，竟然是普通学生的宿舍啊！这一时间，叶晨也是不知道应该说啥了。毕竟能进入苍兰学府的，哪一个不是当地省市的翘楚？基本上都是当地的龙头状元了。结果这都只有住普通住宅的份，那他们没啥家境，就靠一个3级市的职业者协会，这貌似也不是什么滔天的背景，就能混到一个独栋大别墅。其实叶晨不知道的是，之所以被特别安排，其实是因为升学考核结束以后，叶晨的考核影像就被迅速传到了苍兰学府的高层这里。恐怖的表现让苍兰学府绝大多数的高层为之震动。于是经过教务处和宿管科的协商，也是破格为叶晨他们安排了一个独栋别墅。毕竟天才总归要有天才的待遇，更何况叶晨作为一个血骑士，能做到速通试炼之塔100层，天才中的天才，岂能和其他学生共住一起？我叫顾寒，以后在学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你们把行李这些放在这里，晚上回来再收拾。等下我带你们去学府大会堂，那里会召开学前大会。学前大会？叶晨脸上有些惊讶，不是距离开学还有2天时间吗？还没到开学时间，结果这学前大会就来了。难道大会也分2波？江特使把你们带来的时候没和你们说吗？提前到校的大多是被学府看中的潜力股，所以基本上都能分配到一栋独栋别墅，而且这一次学前会议也只有你们才有资格参加。叶晨一愣，随后回想起江特使临走前的话，难道这个学前大会与苍兰学府独特的教学机制有关？第116章偶遇唐灵儿，竟然还有学前考试。将行李简单堆放了一下后，叶晨等人也是准备去学府大会堂看看这学前大会究竟是啥情况了。还是你们3个人一块去吧，我就不去了。赵可有点无奈地说道，因为自己的职业关系，所以被分到的班级不是战斗班，而是生活职业类的班级。根据顾寒老师的说法，学前大会是专门针对潜力股的战斗职业才能去参加的，而这中间有这样资格的就只剩下叶晨和张蕊了，就连关雅都差了点意思。不过对此叶晨倒是笑了笑，嗨，只是一个学前大会而已，应该不至于说其他人都不能进去吧。从规格上来看，苍兰学府和前世的那些大学也差不多。而叶晨还记得，为了保证出勤率，一些大会甚至还会拉一些无关同学来参加，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大家还是一起去。难道你们就不好奇学前大会要宣布的内容？见状，赵可和关雅也是点了点头，不好奇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顾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学府的大会堂。整个大会堂内部无比的空旷，看上去似乎能同时坐上1000人，但眼下座位上零散的坐着一些年轻面孔，满打满算也不过40来人的样子。不是说只有省市的前2名才能进入苍兰学府，为啥提前报到都有这么多人？很快顾寒就解答了叶晨的疑问。其实苍兰学府的入学资格并不是只有升学考核的省市冠军才能得到，如果走特招渠道的话，一些强大的职业者传承家族也可以进入苍兰学府，以及类似赵同学这样稀有罕见的隐藏生活类职业。综合算在一起，每年苍兰学府大概有100多个入学名额。经过顾寒的解释，这一下叶晨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些人除了自己这样的潜力股外，也有像小姨以及4大家族那种强大背景的势力子弟。叶晨随便找了一个地方落座，屁股还没坐热，结果身边立刻凑上来一个红色头发的少女，自顾自的就坐在了叶晨旁边。这一幕看得张蕊和关雅2人有些懵逼，竟然被人给抢先了。叶晨也奇怪，自己虽然长得比较帅，但类似这种情况自顾自一句话不说，直接坐在旁边的少女还真是第一次看见。只不过当叶晨目光朝少女面孔上望去的时候，一个名字突然从脑海中一闪而过，唐灵儿，你怎么在这里？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对于唐坤的孙女，叶晨还是有点印象的。只不过叶晨没想到唐灵儿竟然跑到苍兰学府来了，这是走的家族特招的路子。嘿嘿，怎么不欢迎吗？我可是求了爷爷好久，这才安排家族渠道给我弄到的入学名额啊！这以唐坤4转大佬的地位，竟然也只能通过家族渠道得到入学名额吗？看来特招也不是那么好进。对了，你既然是通过特招入学的，应该知道这次学前大会的内容吧？既然碰到了熟人，那叶晨自然也要好好的聊一聊了。刚好或许唐灵儿知道一些关于学前大会的内幕也说不定。当然，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坐在你的旁边的。唐灵儿笑靥如花道。叶晨再次无语，这跟我有毛关系？其实是这样的，随着唐灵儿徐徐道来，叶晨等人脸上的表情也是从先前的好奇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入学考，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早到的学生还得再经历一次考试，而且考试的内容竟然是自由组成4人小队，看哪个队伍能够在40级的炼狱级秘境里坚持的时间更长。炼狱级这个等级的秘境，叶晨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恶啊，明明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理论知识排名都是很靠前的，结果这越来越多的词语，自己这越听越懵逼了。这啥情况？炼狱级秘境吗？我倒是知道一点。关雅也是站出来说道，等级在精英级之上，虽然本体就是精英秘境中的 BOSS， 但却是处于狂暴状态，血量、伤害、技能冷却时间几乎是本体 BOSS 的10倍以上，血量是本体 BOSS 的10倍，而且直接就呈现出狂暴化的姿态，那难怪能给出炼狱级的评定了。炼狱级并非是秘境本身的等级，而是通过临阵师某些手段将精英级秘境给异化形成的全新等级，目的只是为了锻炼学生，至于击杀以后的掉落物、经验，其实和本身的精英秘境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在苍兰学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炼狱级秘境，小队只要顺利攻略就能得到学分奖励。等一下，不要说这么快，记不住啊。叶晨也是急忙询问道，这学分又是啥玩意？难不成是类似大学的那种，毕业必须修够一定学分，要不然不能毕业的那种？结果说到这里，唐灵儿脸上顿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没办法，这些消息也是唐坤托了很多关系，这才搞到学前大会的内容还有考试形式。至于学分这些，他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了。说完这些后，唐灵儿当即也是狡黠中流露出一丝无助的看着叶晨。你也知道，我的职业是环刃杀手，敏捷很高，血量很低的。如果和别人组队的话，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强制退出了，所以只能来找你了。唐灵儿有些楚楚可怜的对叶晨道。既然这样的话，叶晨只好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这妮子看上去不太像好对付的角色，虽然很是可爱，但尽量还是少接触为妙啊。不过看在他的情报以及唐坤的面子上，刚好小姨作为生活职业不需要参加考试，4人小队差了1人，就把唐灵儿算上吧。第117章学分制，可兑换高等级修炼资源。嘻嘻。就在叶晨同意将唐灵儿拉入组队了之后，只见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稍微寒暄了一会后，叶晨有些惊讶的发现，唐灵儿的实力竟然也超过了40级，简直可以说是自己以下的第2人了。而由于这2月期间，
叶晨并没有将精力都花费在升级上，因此叶晨的等级也还是停留在42级。至于张蕊和关雅，分别也就是33和34级左右的层次，在这天才云集的苍兰学府，有些不太够看了。不过这都不重要。等了一会后，大会堂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穿着法师长袍的老人，看上去十分苍老，但展现出的实力等级，也是让台下所有的新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位4转的超级大佬，而且还是一位152级的主教。此人的出现，让不少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本嘈杂的大会堂顿时就安静下来。要知道，整个龙都明面上的4转大佬总共就只有6位，而苍兰学府就有3位。眼下他们竟然能够看到其中之一，简直不要太幸运。很快，这位4转主教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大家好，我是苍兰学府的副校长陆源，同时也负责包括入学考试在内本届大一学籍的一切重大事务。能够被邀请提前入学，这足以证明你们的优秀。本次入学考试仅对你们在场的40人开放。入学考试将根据小队在炼狱级秘境内的表现进行综合评级。冠军者，小队每人可获得1张无级别并附带初始100学分的学分卡。”听到这里，叶晨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了，当即也是忍不住举手提问：“校长，无级别学分卡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先解释一下这个？既然能够被当作入学考试的最终奖励，可想而知，学分这个东西在苍兰学府里面一定非常的重要。无级别3个字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一名曾经的学霸，叶晨也是下意识遇到不懂的问题，直接就举手了。结果陆校长还没回应，反而是台下的这些学生起哄了起来：“不是吧，不是吧，特招入学竟然不提前打听一下苍兰学府的机制吗？这种东西还要问的，难道家里人不应该提前打听好吗？”等下，你们快看他的装扮盾牌，他是血骑士。我去，什么时候血骑士都能入学了？这不科学啊！这家伙的家庭背景应当非常可怕。无论如何，一个血骑士能进入苍兰学府，这背景简直滔天了呀！扯淡，提前入学的有几个不是靠的自家背景？你还真以为有什么怪物天才破格录取啊？沃日，这个血骑士艳福不浅啊！居然身边坐了4个妹子，我好眼红啊！嘿嘿，我听说苍兰学府的制度非常严格，几乎从未出现过老师在台上讲话突然被学生打断的情况。死！那这么说，这个血骑士岂不是马上要被处分？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然而，本打算看一场好戏，可预料当中，叶晨被批评的那一幕却并没有发生。陆校长抬头看了一眼叶晨后，脸上竟然露出了欣赏的神色。这是什么情况？这位同学问的问题很有普遍性，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学分的规则吧。于是，在40多名学生一脸惊讶的目光当中，陆校长竟然当众因为一个学生的问题而暂停了发言，转而专程解答起叶晨的疑惑。这群人简直都快要懵逼了，因为根据家里长辈介绍，据说这位陆校长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蔼，实际上可是非常严厉的类型，而且也是特别反感有人打断他说话。曾经有过这么一则关于苍兰学府的传闻，一名大一新生因为无视纪律，公然打断校长谈话，结果被罚了30学分。这在学校里面也是让人称道的一件轶事了。结果到了叶晨这儿，陆校长非但没有追究叶晨打断的责任，反而还满脸笑容，甚至专程替叶晨解答。这是啥情况？我就说吧，这个血骑士背后绝壁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背景，甚至连苍兰学府都不太敢动。话说苍兰学府4转大佬的数量几乎占据明面上龙都的一半了，如果硬要说能让陆校长态度发生转变的背景，那应该是来自武装总部或者职业者协会龙都总会了吧？莫非这个血骑士来自那个地方？这从未听说啊！在场议论的声音也是逐渐大了起来。这些人的背景虽然强悍，家里老祖也是和唐坤一样4转左右的水准，家境排进龙国前50，没啥毛病。但如果叶晨果真是来自武装总部或者龙斗总会，那么他们就完全没法与之碰瓷了。毕竟一些顶尖家族固然是有4转大佬存在，但等级大多也就100级出头，刚刚突破4转没多久。但武装部、职业者总会仅有的几名4转大佬，那等级可都接近200级，虽然同样是4转，但也和他们完全不站在一个层次上了。一旦叶晨真的出自这些地方，这背景简直大得吓人啊！通过刷秘境、副本或者参与城防战，
根据实际情况，可依次获得不同程度的学分。学分则是苍蓝学府的硬通货，在咱们学府当中，龙币、怪物结晶这些外面的所有中介货币将没有任何作用。如果想要获得最佳的修炼资源，只有通过不断赚取学分进行兑换购买。当然，由于等级资源名额有限，因此一些特殊资源或秘境门票是只提供给拥有更高级学分卡的学生。最高级的学分卡便是我刚才所说的无级别学分卡。拥有此卡，只要有学分，你就可以在苍蓝学府中兑换任意等级的修炼资源，包括但不限定于铂金级甚至钻石级以上的技能书、装备，亦或是进入更高级秘境的门票。听到这里，叶晨的脸上顿时露出恍然之色，当即也是脸色炽热的看着台上的这位老人。那这么看来，在这苍蓝学府之中，不惜一切手段获得足够多的学分，这才是王道。第118章，算了吧，我有组队人选了。而随着想法生出，叶晨也总算明白，为啥要单独的将特招入学以及被认证为潜力股的学生提前安排一场入学考试了。毕竟根据陆校长所说，入学考试是需要小队成员进入一个炼狱级秘境，虽然等级被限制在了40级，但里面的怪物会直接进入狂暴化姿态，并且血量、伤害将会是正常情况下的10倍。因此，想通过正常手段通关这个秘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是陆校长说考试成绩按照秘境内坚持时间长短进行排名的根本原因。叶晨同学，我的说明你明白了吗？陆校长的声音戛然而止，随后便是一副和蔼慈祥的面孔，看向叶晨，缓缓道：明白了，多谢校长。叶晨点点头，随后坐了下来。见没有人再提问，陆校长继续说道：坚持最长时间的团队，你们每人将获得一张无级别并且额外附赠100初始学分的学分卡。第2名则是大一级初始50学分的学分卡，第3名同样是大一级10学分，以此类推下去。第3名团队以后的所有人只能享受和其他正常学生一样的待遇，平平无奇的学分卡。至于这个考试，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所有人都暗暗点头，一些飞侠系、战士系的职业者甚至私底下已经商量好了，既然要取得好成绩，那么只要坚持的时间足够长就没问题。根据陆校长的描述，这个炼狱级秘境 BOSS 造成的伤害虽高，但和其他高难度秘境不同的是，在秘境内血量清零并不会导致本人死亡，而是会被特殊手段直接传送到秘境之外。当然，计时也是到此为止。因此，这些飞侠们也是在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又不是真的死了，只要敏捷属性拉满，不要让怪物碰着不就完了。而刚好，他们飞侠系最擅长的就是靠强大的敏捷进行闪避。如果这次能随机到一个攻击高但是行动迟缓的 BOSS， 那么这一波考试冠军一定会轮到他们飞侠小队。而战士们的想法则是靠强大的血量和护盾类技能硬抗，某些反盾的技能也能一并用上。当然，血量的话，只能说和其他职业群相比有优势，但不大。如果能够有一位血骑士加入，这简直太完美了。而整个场内的血骑士，3名战士环顾四周，最终目光还是落在了叶晨的身上。那个朋友，你是血骑士对吧？跟咱们一块组队吧。我想我们一定能坚持很长时间。我们很强，你不亏的。这招呼声简直太熟悉了，这些声音也是让叶晨不禁想起当初转职成功的时候，似乎耳边就是这种组队的招呼声。但遗憾的是，叶晨可并不想跟这些不认识的人一块组队，当即也是摇了摇头，摆摆手道：算了吧，我已经有组队人选了。结果3名战士脸色顿时一黑，这是打算英雄救美？不是吧，不是吧，他不会以为光靠血骑士的血量就能撑过炼狱级 BOSS 的攻势吧？没有队友帮衬，血骑士的血量估计也抗不过 BOSS 10下，顶多也就坚持1分钟。而那群飞侠，如果运气好的话，撑过1分钟也是很轻松的事情啊。这几个战士可以看出关雅、张蕊和唐玲3女显然都不是肉盾类型的角色，都是脆皮，一个血骑士显然是保不住。算了，不加入就不加入吧，谁稀罕？还是有很多落单的人。没错，估计这血骑士就是看见自己的职业刚好擅长抗伤害，于是就自不量力，铤而走险了。咱们还是找点靠谱的，还真把自己当成必需品了。战士们骂骂咧咧，从老师手上接过秘境门票，然后一脸鄙夷的目光看向叶晨。拿着门票，叶晨也是跟在众人身后，悠哉悠哉地走出了大会堂。我宣布，入学考试现在开始。而随着陆校长的一声令下，所有学生
几乎同一时间就将门票给使用了。然后组队4人直接就进入了一个满是黑暗的世界，这里似乎是一个地下洞窟，没有光亮。一些飞侠系职业者当即也是慌了神，因为作为一名擅长暗杀的职业，每次升级属性点都会固定点在敏捷上，而黑暗中进行闪避。如果没有精神属性的加持，这可是非常困难的，说不定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攻击，就能将他们所有人全部团灭了。而刚才那批邀请叶晨的战士学生中，则是面露狂喜之色，因为就在刚刚，叶晨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没过多久，一个洞察师就主动要求加入了他们。虽然等级只有36级，但作为一个法师职业，同样具备看破的能力。而在这种昏暗的环境当中，一个洞察师的加入，无疑会给他们省去很多的麻烦，提前规避掉很多不必要的攻击。王兄弟的加入简直是天降甘霖啊！也得亏那个叫叶晨的血骑士拒绝了咱们的邀请，要不然的话，估计这次考试真的要悬了。是啊是啊，王兄，等下 BOSS 怪放技能你就提醒我们躲避，这一次咱们保证能坚持3分钟时间以上。40多名学生全部被传送到秘境之后，心情也是各有不同。3分钟后，伴随着一道震战天地的吼声，黑暗中仿佛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在缓缓浮现。第119章钻石级，看来不出手不行了。相比较其他的考试小队，叶晨这边的情况就显得惬意太多了。毕竟身边这3个妹子，对于叶晨的实力，那可是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虽然关雅对叶晨现在实力的认知来源于自己的老爹，但别忘了，正是自己这才将叶晨带进的协会，所以对叶晨的潜力，没有人比关雅更清楚了。至于张蕊和唐灵儿，或者是因为并肩作战，或者是因为自己家族的缘故，总之这一次的新生考试，虽然身处黑暗之中，但却丝毫担忧的神色都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考试冠军必然是属于他们小组。叶晨，等下要是需要帮忙，尽管说。尽管大家心知肚明，这个考试估计叶晨一个人就能搞定了。要论坚持时间的话，估计其他小队加在一块都不可能有叶晨的时间长。但毕竟3女的性格也是非常傲的那种了，并不愿意白白的站在后面等着躺赢，所以3女也是决定，在叶晨出手的时候，他们也会一同出动，也正好试验一下这个炼狱级的秘境 BOSS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猛。叶晨自然是不知道3女的内心想法，此时此刻，叶晨的目光完全就被黑暗中的庞然大物给彻底吸引了。凭借强大的精神属性，这道虚影一经出现，叶晨立刻就察觉到了一丝淡淡的邪祟气息。这种感觉就仿佛是当初鄂州市惊现怪物工程时的感受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的叶晨只是感觉莫名出现的怪物有些奇怪，摒弃了害怕与忌惮，和正常的野怪差别极大。但随着叶晨精神属性破千，隐隐之间则是留意到，无形之间似乎有一缕缕邪祟的丝线在控制着怪物。就比如眼前的这个未知 BOSS 怪，正是这种情况。看来当初的怪物工程果然是被人操控的，之前的话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而现在叶晨则是拥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将这些奇怪的念头抛去。最终叶晨也没有去管学府开学考试中 BOSS 身上邪祟的来源了，反而是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怪物身上。心念一动，叶晨眼前顿时就出现了有关 BOSS 的信息。目标魔影堕落，等级40级，血量16940000，力量480，敏捷240，智力42，精神131，技能暗影魔击，击杀后获得经验33000000，击杀后概率掉落铂金钻石级装备技能书。这名字在这2月期间，叶晨也是学习了名为深层洞察的技能，是洞察师的专属技能。除了面对怪物本身会呈现的面板外，深层洞察还会一并将其他详细信息更加细致地展现出来。就比方说，正常的信息面板是不会给出击杀后概率掉落物品的，但深层洞察就不一样了。当然，作为洞察师的专属技能，深层洞察肯定也不止这一点点效果而已。击杀以后竟然能够得到3000多万的经验，而且概率掉落铂金级装备技能书。本来其实叶晨也是打算按照考试要求直接将这个 BOSS 技能给 ban 掉，这样一来在这里面想待多久待多久，完全不用考虑伤害的问题了。但随着深层洞察给出的物品掉落，叶晨当即也是改变了主意。是的，由于自己和张蕊同时都拥有技能神圣祈祷，并且两者的效果可以叠加使用，所以
这概率掉落到了叶晨这儿，可能直接就变成了80甚至100掉落。钻石级这3个字，对于叶晨的吸引力实在是太 TM 大了，经验值也非常不错了。虽然3300万的经验值，对于叶晨来说完全不够升1级，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而且，虽然校方没有说要让他们击杀秘境 BOSS， 但也没说不让杀呀。杀了，这不是更能证明自身的实力？就算是看在经验和掉落上，也不能摆了呀。于是想到这里以后，叶晨也是二话不说，看向张蕊：“你懂的，该你出手了。”看着叶晨的表情，张蕊脸上明显是露出了茫然之色。啊，懂什么？明白了。于是张蕊直接就释放了一个神圣祈祷，全队被赋予了高昂的经验值加成，身上出现了莫名的金色光辉。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是牧师的技能。神圣祈祷，这是一个经验和掉落双重 buff， 但不是说好了要看坚持时间的吗？又不是来打 BOSS 的，为啥牧师小姐姐突然就上 buff 来了？你这是做什么？唐离儿有些好奇地问道。然而，当看见叶晨脸上饶有兴致的表情以后，光滑的俏脸顿时写满了惊讶。啊，叶晨，你不会是打算对这个 BOSS 出手吧？若非这个原因，那根本没法解释为啥叶晨会对张蕊一个人说出那句话。说完以后，直接 buff 就覆盖全体了。这不是对 BOSS 动手，这是要做什么？这时候关雅也发现了异常。不过，对 BOSS 动手，有必要这么做吗？明明只靠天赋就能顺利通过考试了呀。结果叶晨轻飘飘的一句话，顿时就让3女全部都吓傻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而且这只 BOSS 可是概率掉落钻石装备的，经验值也很多。我也建议你们出手一下，混点经验值，说不定直接就升级了。叶晨一番话让3女直接整个人都目瞪口呆了。他们其实并不怀疑叶晨干掉 BOSS 的实力，只是能省就省，干嘛做不必要的事情。但他们真正震撼的地方在于，叶晨他是如何知道这只魔影堕落的经验值以及掉落物的品质种类的。第120章，绷不住了，血骑士竟然垫底了。你是怎么知道有关 BOSS 的掉落和经验的？由于太过好奇，这就导致张蕊、唐灵儿还有关雅3人异口同声的就对着叶晨问道。而叶晨的回答则是非常轻描淡写了：没啥，你们都知道吗？我可以学习技能的，2个月我刚好学了一个洞察师的技能，所以就能看到隐藏信息。就比如击杀这只 BOSS 可以得到3000万的经验，还有概率掉落钻石、铂金品质的装备。闻言，3女顿时惊讶了起来，竟然是这种情况。的确，3000万的经验值，这对于40级以下所有职业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了。而真正的大头还并不是经验值，而是铂金、钻石级的装备和技能书。也是，反正对你来说，这个 BOSS 的血量应该费不了多少时间吧。唐灵儿有些颓废地看着叶晨，最终无奈道：也许半分钟就能结束战斗了。而关雅则是在一边悠悠地说道：毕竟他可是跟着大部队一块跑到龙鳞洞穴，见过叶晨10秒钟时间将暗黑龙王700万血生生砍掉的名场面，所以当即也是爆出了半分钟的时间。闻言，叶晨微微一笑，半分钟可用不到。随后，叶晨的手上一个浑身尖刺的拳套格外耀眼，浩瀚的拳风在叶晨周身凝聚。10秒后，恐怖的拳风直接瞬间就将魔影堕落的血量全部清空。出现的伤害数字是-118299978，足足1100万的超高血量，彻底将这只 BOSS 给轰杀。而随着 BOSS 死亡，除了一地的掉落之外，众人也是发现秘境的出口就在 BOSS 的身后，一道璀璨的光圈，头顶还出现了退出倒计时，1000多万的伤害。这一次叶晨出手给3女造成的冲击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就连最近一次见过叶晨出手的关雅也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毕竟当时在单杀暗黑龙王的时候，叶晨还没有使用蓄意轰拳这种蓄力时间长、威力大的技能，就算使用，根据老爸所说，叶晨的伤害可能也就几10万。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才不到2个月的时间过去，叶晨使用蓄意轰拳的爆发输出竟然已经高达了1000万，这已经是真正4转职业者能够造成的恐怖伤害了。这一幕也是让唐灵儿震撼到不行。在听到叶晨说打算对这个 BOSS 出手了以后，其实唐灵儿也想要出手，毕竟虽然攻击力不如叶晨，但多少造成一点伤害，这样没有团队契约，多少也能混一点经验了。现在他距离升级
还差300万经验，所以只要能摸到怪，分配的经验估计就能让他升级了。但结果还没等他出手，这个 boss 竟然直接被叶晨给秒了。那刚才叶晨说让他们也记得出手，说这些还干嘛啊？他们有出手的机会吗？啊，抱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叶晨脸上也是带着歉意。本来是打算使用光之刃的，但想到自己的手上带着拳套，属性分配使用光之刃就不太合适了。而且刚好叶晨也打算看看2万点的力量属性，蓄力伤害究竟能到什么程度，于是就直接放飞自我了。结果没成想，这伤害属实是太离谱，竟然直接就干掉了 BOSS 接近1200万的血量。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咱们还是提前出去吧。希望不要被认定为考试失败。从 BOSS 出现到结束，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来着？大概30秒。要是现在出去了，叶晨还真有点担心，他们小队会不会被误认为是扛不住伤害，主动跑出来？但转念一想，毕竟负责新生考试的是陆校长这种152级的超级大佬，智力属性保守估计应该在3万点以上了，所以肯定有方法看到他们考试的全过程才对。虽然考试本身的要求是看看他们坚持的时间长短，但将 BOSS 给杀死，这不更加映衬出他们小队的实力吗？所以如果真的有类似影像之类的，叶晨倒也不担心后续发展了。时间紧迫，叶晨也是没有时间查看地上的掉落了，而是囫囵吞枣一般的收进了戒指里，紧接着就被传送了出来。候考区，叶晨环顾一圈，发现除了自己4人外，一个小队都没有。不过在留意到陆校长此刻正用一种无比震撼的目光看着自己，当即也是松了一口气。幸好，看来考试过程果然是被看到了。又过了30秒，飞侠小队就被狼狈的传送了出来。靠！这尼玛考试什么难度？这也太坑爹了吧！估计这下是最后一名没跑了，口中不断的骂骂咧咧，痛斥本次考试的超高难度。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已经在此等候的叶晨4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得欢乐了起来。哈哈，我还以为我们小队要倒数了，结果竟然比雪骑士坚持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我早就说英雄救美不是什么好事，就算是雪骑士面对那种绝望的 BOSS 应该也扛不住几下。这一次咱们的成绩很不错了，本来这个考试就是利好雪骑士的，结果咱们的成绩竟然比雪骑士还好，绷不住了。对于这些言论，叶晨自然是懒得理会，一群跳梁小丑而已，叶晨连一丝一毫的关注都不会落在他们身上。而随着时间推移，传送出来的人员数量也是越来越多，最后一个出现的小队则正是先前曾对叶晨发出邀请的战士团队。由于洞察师的加入，导致最终他们险之又险地在 BOSS 的进攻中足足坚持了3分钟的时间。出来以后，几乎看到了所有团队，甚至就连叶晨也在。战士小队的队长嘴角的笑容越发浓郁，对着叶晨狠狠的就竖起了一个中指。怎么，血骑士了不起啊？还不是没有咱们小队坚持的时间长。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陆校长的宣布便是让4人的表情彻底僵硬。第121章全场骇然，叶晨把 BOSS 给杀了。其实按照考试规则，作为最后一个出现的小队，毫无疑问他们战士小队应该是所有考生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团队，所以这一次的考试冠军必然属于他们。所有人都能够获得一张无级别并且拥有初始100分的学分卡，而他们出场的时候也确确实实内心里都是抱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但他们竖起中指对叶晨表达鄙视的时候，却愕然的发现叶晨脸上的目光看向他们如同看待一群傻逼。作为一名血骑士，带领团队提前退场，非但没有任何的颓废，反而隐隐之间能够从叶晨的眼中看出一丝丝的嘲讽。这顿时让战士小队成员们感觉到了一丝不妙。这个叶晨什么情况？难道他是傻子吗？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弱？陆校长，请问可以宣布成绩了吗？咱们战士小队应该获得了考试冠军吧？是不是该给我们分发无级别学分卡了？战士小队队长干咳了一声，然后对着陆校长问道。结果陆校长摇了摇头，不，这一次的考试冠军并不是你们。不是他们？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团队一瞬间全部都愣住了，场上顿时乱作一团。什么情况？最后一个退场的不就是他们小队吗？为什么会得不到考试冠军？真奇怪呀！虽然很不甘心，但是如果按照退场时间来计算的话，确实应该属于战士小队才对。
校长这是糊涂了吗？对了，那个血骑士呢？按照考试规则，貌似血骑士应该坚持的时间会更长，难道他们夺冠了？你眼睛是瞎了吗？叶晨他们早就出来了，我证明，我们小队是第2个出现的。当时这里只有叶晨一个小队。哈哈，血骑士垫底，笑死！那可能是秘境里面还有人吧？狗日的，到底是什么变态啊？这都坚持5分钟时间了，难道还没有出来吗？在场众人自然是早就注意到了叶晨，但由于出现的时间太早，所以压根就没人把他放到心里去。最终讨论的结果也是认为，可能秘境里面还有未知的团队没有退场，并且坚持到了现在。这不禁让学子们纷纷感叹，看来特招入学的新生中果然也有真正怪物天才啊！带领小队竟然能坚持5分钟，都没有要退出的迹象。然而，所有的考生都出来了吧？下面我宣布，本次学前考试的冠军团队，队长叶晨。话音刚落，场内所有的讨论声一瞬间全部都停了下来，场中气氛已经寂静到了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到的程度。所有人的表情一瞬间凝固，呆若木鸡，眼中满是惊讶和不甘。为什么会是叶晨小队？他们难道不是第1个退出的吗？按照要求，叶晨应该排名垫底才对。为什么校长评判本次考试的冠军竟然是他们团队？而接下来，陆校长的一席话，则是彻底让这群学生们心如死灰。对于叶晨，心中更是升起一丝丝骇然来。按照考试规则，的确是坚持时间最久的团队才能获得冠军奖励，但叶晨他的表现着实让人惊艳。什么让人惊艳？第1个退场的小队能有让人感到惊艳的表现？开什么玩笑！除非叶晨他们小队将考试的 BOSS 直接给杀了，这才能算是让人惊艳。而且还不是说很长时间才将 BOSS 给杀死，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显然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进入以后，虽然考核是让他们坚持为主，但毕竟都是来自大家族的子弟，心高气傲的，第1次进入炼狱级这种难度的秘境，当然是准备出手看看情况。结果当他们看到 BOSS 血量竟然高达上千万以后，那种动手的想法彻底就没了。毕竟按照正常40级的标准，战斗职业技能造成的伤害普遍也就上千，而千万级别的血量，按照4人团队来计算，也就意味着平均下来每人要输出接近400万的血量，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就更别说是一个血骑士了，连战斗技能都没有，凭什么能击败这个 BOSS？ 而且作为一个退场的团队，还必须得是在1分钟以内就将 BOSS 给杀了，平均算下来秒输出要接近30万，除了接近4转的职业者能达到这个程度，谁能做到？而这正是让人惊艳的地方啊！从进入秘境算起到结束，叶晨只用了不到30秒，不仅击败了 BOSS， 我看好像还得到了不少经验值和好东西。陆校长都有些羡慕地看着叶晨，毕竟作为一名150多级的主教，能够看出不同级别装备掉落的色彩，其中貌似还有钻石级品质的颜色在里面。如果他所料不错的话，这一次叶晨将 BOSS 击杀，不仅得到了经验，而且还搞到了一件钻石级的物品，这可是连他都眼馋不已的好东西。最终随着陆校长的定性，所有的学生们也是总算确认了这个无比恐怖的事实，那就是叶晨他们小队之所以提前退出，并不是因为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而被迫离开，仅仅是因为叶晨出手直接把 BOSS 给杀了，而且还掉落了一些东西。没了 BOSS， 那还继续待在秘境里面干嘛？还不如早点出来。从这一刻开始，其他团队的成员们再也不敢继续用正眼看着叶晨了，以至于身边的几位美女，虽然颜值方面着实是让人心动，但想象一下叶晨恐怖的战斗力，这群人顿时就死了这条心。虽然不知道叶晨作为血骑士是怎么做到的，而且击杀的还是他们这个等级根本不可能击败的 BOSS， 但既然校长都挑明了，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最好还是相信一下吧。第122章，还没入学就已经被关注了。由于叶晨的精神属性实在是太高了，因此校长话音刚落，叶晨就能感受到来自周围其他小队成员对自己深深的恐惧和忌惮。而那几个比较嚣张来自战士小队的成员，这个时候则是眼神颤抖，不再跟自己对视，甚至颇有一点想要开溜的想法。看到这一幕，叶晨当即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头疼啊！这还没开学
结果咋感觉自己要被孤立了呢？虽然这些人对自己的态度不是很好，但好歹也是同级学生啊，至少关系不要太僵，平常打个招呼啥的。结果现在估计走在校园里，这些人可能都得避着自己了。我有这么可怕吗？叶晨感觉哪怕是之前拒绝他们的时候都是挺和蔼的。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既然已经变成这样，那叶晨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不过叶晨对秘境中的一些问题还是很好奇的，就比如说这个炼狱级的秘境，为啥把 BOSS 杀掉以后竟然还掉落经验值以及高品质的装备技能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铂金、钻石级这些装备对四转大佬的诱惑力应该也不小吧？这从白川市的经历就能看出来了。连秦部长和苏会长他们使用的都基本上是铂金级的装备和技能，可想而知钻石级品质以及在这之上的所有装备技能书稀有度应该能够引起四转大佬的疯抢。结果苍兰学府竟然直接将产出这种装备的秘境拿来当成学前考试，这叶晨着实有点不太能理解。说句不好听的，这个秘境专门拿来让四转大佬刷，然后带个强大天赋的主教专程来刷钻石装，这不是一件美事。结果学府貌似并没有这么做，其他学生们将属于自己名次的学分卡拿走以后就直接离开了，1分钟都不带耽误的。至于叶晨则是留了下来，颇为好奇地问道。闻言，陆校长的眼中顿时浮现出一抹无比的羡慕，同时也是极为感慨地说道，因为钻石级品质的掉率实在是太低了，比铂金级装备的掉落率还要低100倍不止，而且到了我们这个层次，升级已经没有经验值的概念的，所以3000万的经验于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单单为了刷钻石装而整天安排四转强者蹲点刷秘境，这也是不现实的。又不是每一名主教都有逆天天赋，可以大幅度提升物品的掉落率。的确，全国总共4转大佬也就50几个，专门拿一个出来不升级，专程跑来刷装备，这是一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望着陷入深思中的叶晨，陆校长内心里也是感慨万千。有关情况通过升学考核的影像大概也了解清楚了，而今天的这场考试也是再一次证明了叶晨的实力。看来以后他们龙国很有可能会一举腾飞，带领整个龙国的职业者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将来自某些国家意图不轨的阴谋彻底击碎。叶晨，接下来应该没什么事吧？我带你熟悉一下学府可好？陆校长越看叶晨越是感觉满意了，毕竟作为校长，看到学府里来了一个怪物般的学生，自然是要表示一下的，所以让他这把老骨头带着叶晨参观一下学府环境，这也是极好的。叶晨有些受宠若惊，卧槽！本来叶晨就打算等下先查看一下收获，随后就拉着雅姐他们一块去学分集市，看看100学分能换到什么东西。结果没想到校长竟然亲自带路，这牌面可是有点大了。想到这里，叶晨自然也是答应了校长。好啊，刚好等下打算和雅姐他们四处逛逛。叶晨也是点点头，然后急忙打电话让雅姐他们赶快过来。啊，小姨来不了？被生活职业系的老师给带走了？闻言，叶晨眼睛顿时一亮，这是好事啊！毕竟如果没有系统的学习，小姨作为神断师的潜力肯定是开发不出来的。而单靠技能书的话，想提升锻造熟练度还是差点意思。自己当初把小姨一块带来学府，不就是这个想法吗？我明白了，那你们3个赶紧过来吧。刚才陆校长说可以带我们四处逛逛，熟悉一下环境。真的？我们马上到。在陆校长的带领下，一行4人也是在这学府大道上浏览了起来。由于还没有真正开学，因此路上的学生不是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大2、大3的学长。不过当他们注意到陆校长竟然身后跟着几个学生，看穿着打扮并没有佩戴校徽，明显应该是特招入学的新生，于是这群学长们不由得也是惊讶了起来。我去，看来这一届新生出了几个不得了的家伙啊！陆校长竟然亲自带他们参观学校，牌面啊！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谁？身上的装备是血骑士。按照咱们苍兰学府的入学标准，一般的血骑士绝对不可能进咱们学校的，所以这个小帅哥肯定是拥有惊人的天赋。咦，那岂不是和一哥一样？难道是不朽级天赋？10有8九是这样了。哎，看来这个男生是可以注意一下了。一哥他们的社团最喜欢招收潜力新人了，估计10有8九会对他抛出橄榄枝。也是，别看一哥已经大3了，但是社团里面大2的学弟也有不少。一个拥有天赋的血骑士，看来咱们学府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了。就在叶晨等人跟在陆校长身后参观的时候，
殊不知身边那些路过的大二、大三学长们，也是带着惊异的目光向叶晨这边看了过来。叶晨也是不知道，自己明明还没有正式入学，结果竟然被更高级的学长给关注了。第123章，学分的重要性。这东西也太贵了。而就在身旁众人因为校长带叶晨等人参观学校的举动而纷纷议论，并且暗自已将叶晨牢牢记住的时候，不知不觉，叶晨四人已经来到了学分集市。当然，虽然听上去的集市，可本身却是一栋相当豪华的3层建筑。按照等级的高低，每层出售的商品都是截然不同。第1层是大一级，仅只允许拥有大一级学分卡的学生购买兑换。而第2层、第3层就是更高级学分卡的交易区所在了。陆校长，要不然还是不麻烦了，我们自己在这边随便逛逛吧。由于叶晨的精神属性实在是太高了，甚至比绝大多数3转职业者的精神属性要强了，所以自从校长跟在身边以后，周围来自各色学长的目光也是让叶晨感觉浑身有些别扭。不要这么搞心态啊！叶晨他可不想一开学就被那么多人给盯上。原本因为实力太强被同级的同学们给排斥，这已经是很让他头疼的事情了。他可不想继续在整个学校都出名。好吧，那你们就现在1层随便逛逛吧，我在3层等你们。见状，陆校长也只好默默地走上了3层的阶梯，脸上满是无奈。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好心好意的主动给学生带路，结果竟然被嫌弃了。好，校长再见。不得不说，陆校长作为苍兰学府副校长的压迫力确实是很强了。就比如正常学校，哪怕你没犯事，但凡来个老师突然站在你身边，你绝壁也会有浑身不自在的感觉。而叶晨他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陆校长人一走，叶晨等人的心态直接放松，自由自在的就在这里闲逛了起来。哇，这学分集市可真大啊，简直比咱们家的宝库都还要大了。唐丽儿美目在各种商品上扫视了几眼后，情不自禁也是发出感叹声音。和白家一样，唐家作为原4大家族的一份子，也是有家族宝库存在的。不过和白家相比，唐家宝库的含金量就差太多了，铂金装数量也就几十件，黄金装倒是大把。然而在这一层的集市，光是扫一眼就能看到1、2件铂金装，不过价格嘛，就非常昂贵了。督察者王冠30级，战士系的专用装备啊，铂金品质竟然要80学分。浪涛汹涌30级拳霸的2转技能，同样是铂金品质，价值90学分。疯了！叶晨目光一一从这些铂金装或者技能书上扫过，然后也是发现自己这100积分看上去很多，可但凡换上1件铂金装，那自己马上就穷了。至于黄金装和技能书，这个倒是便宜很多。就比如血骑士的盾牌，在诸多商品中，叶晨也是找到一面名叫蓝银血盾的装备，黄金的品质，价值是10学分。可见铂金装和黄金装两者之间的巨大代差，就算是在苍兰学府里面也会被呈现出来。算了，这里好像没啥好用的东西。一番查找以后，叶晨对于学分也是越发狂热。太穷了，简直是太穷了！100点学分，1件铂金装，这咋够？看来以后在这学府里面还得找机会，多多赚取学分才行。这还只是1层就有这么多的铂金装，不知道2层会不会开放更多铂金装的兑换？那3层应该会有钻石装吧？应该不会，钻石装连4转的职业者都会眼红吧？可能最高级也就是铂金了。而就在叶晨内心对于学分产生莫名渴望的时候，一旁的3女也是开始热火朝天的讨论起来。走吧，第1层已经没啥好逛的了，还是先到第2层。虽然第1层的东西很多都买不起了，2、3层估计绝大多数只能是看一看，但上去长见识，这总没有问题吧？第3层刚一上楼，叶晨顿时发现几名身穿黑色甲胄的战士似乎正在和校长交谈着什么。而此时陆校长的眉头微微紧锁，心情好像不是很好。陆校长，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位竟然是学长。叶晨急忙凑了上去，打算看看情况。结果随着逐渐靠近，本以为是个战士大哥，然而看上去竟然也就25岁左右，竟不比自己年长多少。而且通过深层洞察，叶晨也是能看到这名甲胄战士的职业和等级。67级，职业是神印骑士。这么年轻的67级，对于甲胄男子的年轻，叶晨也着实有点惊讶了。从年龄上来看，顶多比自己年长5岁，结果居然这就飙升到了63级，这是坐火箭啊！叶晨，你们来了呀！听到叶晨的声音，陆校长的神色逐渐缓和下来，
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林凡，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做叶晨，是今年从鄂州市招收来的新生，是一名血骑士，而且还把学前考试的 BOSS 给击杀了。名叫林凡的甲胄男子先是对叶晨和善的笑了笑，然后当陆校长的话说完之后，林凡整个人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陆校长，您刚才说什么？咱们苍兰学府竟然招收了一个血骑士新生，而且作为潜力股将炼狱级的 BOSS 给杀了。第124章加入编外执法队。学分的另类途径。虽然林凡早已毕业多年，但4年前进入苍兰学府时候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年作为一名特招入学的潜力股，同样是组成4人团队，参与了学前考试。在面对考试 BOSS 之前，心高气傲的他认为，他们小队完全不需要用坚持来通过考试，只要将 BOSS 给杀死，这不就彻底解决了吗？然而当 BOSS 真正出现以后，林凡就感觉自己错了。1600多万的血量，就算给他们1天1夜，也根本打不完啊！而且那个 BOSS 的伤害还贼 TM 高，释放技能必是群攻，而且每次攻击都能造成半血以上的伤害，这还怎么打？不过好在神印骑士属于力量、精神双修的战士职业，再加上团队搭配非常均衡，肉、奶、符、输出全都齐了，因此凭借着完美的配合，最终足足坚持了5分钟的时间，这才拿下了当年的学前第1，也是一度引起了全校轰动，被誉为10年来苍兰学府的第1天才。结果毕业以后加入直律庭，成为一名直律干部，因为一些事情重回学府，刚好就看到这一届学前考试的怪物，而且相比10年前的自己，明显这个名叫叶晨的怪物要更加变态啊！当年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再优秀，那也不过是在 BOSS 面前坚持了5分钟时间而已，时间一到，立马就被 BOSS 的群攻全部团灭了。不过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成为了未能被逾越的记录。结果就在今天，竟然被叶晨他们小队给破了，而且居然还是通过将 BOSS 给杀了的方法，强行永久的创造了新的记录。想到此处，林凡心中不免也是一阵热血沸腾。作为一名毕业学长，能看到母校的学生如此优秀，这真是让人欣慰。怎么样，林凡？如果让叶晨他们暂时加入直律庭的编外执法队，这应该能暂时解决你们人手不足的问题了吧？刚才你不就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吗？突然，陆校长冷不防地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时间叶晨也是有些懵逼了。直律庭编外执法队，这是啥玩意？从来没有听说过啊！而且自己貌似是个学生吧？不是过来上学的吗？莫名其妙，还没开学，结果就进编制了，这是要闹哪样？而且我的学分卡还没用呢。见状，陆校长也是淡淡一笑，急忙给叶晨解释了起来。其实我们苍兰学府与直律庭之间长久达成了合作，顾名思义，直律庭是一个执行与纪律的所在，而其诞生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一些省市抵御难以阻挡的受潮以及一些其他的异常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国内各个省市的受潮出现的也是更加频繁了呀。虽然以20、30级左右的受潮居多，但也不乏一些地区会被100级怪物组成的受潮进攻。说到受潮，叶晨也是猛然想起2个多月前发生在鄂州市的一件怪事，邻近的怪物莫名其妙朝着分会大楼那边聚集，不过也并没有听说直律庭出动，可能是因为受潮等级太低，鄂州分会和武装部能够应付的关系吧。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啊，我还想白嫖一点学分，然后换点好装备穿穿。叶晨忍不住撇撇嘴，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吧，待在学府整点学分，刷点野怪啥的补充血量，这不比啥都强？叶晨同学，虽然你现在等级才42级，但是以我看来，恐怕你的战斗力远不止于此啊。我们苍兰学府怕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传授给你了，但能够让你多多得到学分，提升实力，做到这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不就得了。然而陆校长话音一转，实际上直律庭编外执法队是专门为即将毕业的大3学生设置的机构，每周经常会出很多次的任务，而且大多以辅助击退受潮为主。最重要的是，每完成一次任务都能够得到大量的学分奖励，少则500、600，多则1、2千。你不是想要学分吗？这就是赚取学分最快的方法。啥玩意？击退受潮，完事以后
还能得到大量的学分奖励。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叶晨的目光一下子就变了。要知道，一次兽潮出现的怪物几乎是以上万来计算的，而每击杀一只怪物，叶晨额外能获得2点血量加成，再综合各种装备的属性加成，怕不是每一场兽潮下来，叶晨的血量都能激增30-50万，换算成属性，那就是3-5千。而且除此之外，保留了苍蓝学府的学籍，并且额外每次还能得到1000左右的学分奖励。其实陆校长有句话说的不错，那就是以他现在的实力，苍蓝学府的常规课程确实也没啥必要了。而学府唯一能够给叶晨提供的就是庞大的教学资源，学分就是这些资源获取的主要途径。因此种种因素考虑在内，叶晨的双眼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说，叶晨此时对于陆校长的提议已经是非常心动了。以学生的身份加入直律庭的编外执法队，出一次兽潮任务，不仅仅能得到高昂的血量加成，而且还能得到学分奖励，这简直没有比这还要爽的事情了。然而就在这时，林凡却苦着脸有些迟疑道：陆校长，让叶晨加入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咱们直律庭优秀的血骑士确实是不够多，作为肉盾的话没问题，但如果是编外执法队，眼下战斗人员严重不足，我们需要的反而是一些强大战力的输出手。当然我绝对没有看清叶晨的意思啊，只是觉得如果换一个爆发输出的大三生，会不会情况更好一些。第125章血量测试。大气的陆校长，其实林凡的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执法队仅仅只是一个编外机构，而且由于里面基本上都是从苍蓝大学即将毕业的大3学生，所以综合实力一般都在接近60级的层次，其中以55、56级居多。因此执法队也是经常被直律庭安排50级左右的怪物受潮任务。一个执法队目前总人数大概不到20人，可以组成5个4人小队。正常来说，这个阵容也是足够了，毕竟又不是每天都有兽潮爆发。可是由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最近越来越多的省市爆发了怪物攻城现象，因此5个小队完全就应付不过来啊！而且兽潮跟刷秘境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就拿精英级秘境来举例子，里面的怪物往往以 BOSS 居多，一头 BOSS 往往要被一队4人群殴，只需要一个主力输出就行，剩下的3个按照队伍来搭配。但兽潮里面成千上万的怪物，你就算是血骑士，怕也不可能说替所有队友抵挡伤害，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而且最重要的是，叶晨他们这个队平均等级还不到40级，甚至关雅、张蕊才35级左右，叶晨等级高点42级。但一个42级的血骑士血量能有多高？能超过5万吗？不过最终林凡还是看在陆校长的面子上，答应了让叶晨他们小队加入。不过就算我答应了也没用，毕竟执法队属于直律庭的下级机构，新成员的加入如果对实力产生质疑的，是需要按照职业进行考核的。而叶晨作为队长，估计还要测试他作为血骑士的血量，按照60级血骑士标准的10万血量，我看叶晨他们很难通过这个测验啊。表面是答应了，但林凡显然不认为答应了以后叶晨他们就能通过职业测验。这时陆校长却神秘地笑了笑，没关系，先解决你的人手问题，至于测验的话，放心大胆的测就行了。不过地话，那我也不强求。见状，林凡也是不好再说什么了。陆校长，这件事我会跟直律庭的高层反映的，估计他们下午就会安排人来对叶晨进行血量测试了。这里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呀。于是林凡一脸纠结，带着身边几个黑色甲胄的战士赶紧就离开了。校长，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先回去等消息了。第3层大3级的学分集市，肉眼可见几乎遍布都是铂金级的装备和技能书，粗略估计光看得到的都有上百件了，还有看不到的部分，具体有多少这个叶晨也不好计算，实在是太多了。但考虑到身上这才区100学分，顶多买一件就彻底熄火了。于是叶晨也是当即表示，还是先回去休息休息，顺便查看下战利品，等测试通知来了再说。结果陆校长却非常大气地表示，叶晨啊，你可是江青崖破格招收的学生啊，作为血骑士，潜力天赋简直是怪物级别，而且本来学府也没什么东西能传授给你的。既然这样，那老夫坐庄，你就在这里随便挑选一件铂金级的装备或技能书，老夫送你。听到这慷慨大气的言论，叶晨整个人直接就震惊了。
卧槽，真的假的？陆校长这操作简直离谱！一件铂金装，放在外面怎么说也得成百上千万的龙币了，结果这就直接送了。校长大气！叶晨感叹了一句，而后也是不再客气，直接就在集市里面搜刮了起来。装备什么的暂时就不用考虑了，眼下自己一身装备几乎都是铂金品质的，而且还是血骑士专属装备，很难有同级别的套装能将之超越了。但技能书的空缺还有很多，目前叶晨手上总共才10几个技能，而根据主属性，叶晨目前可学习的技能数可是足足超过了200，所以既然有薅羊毛的机会，这为啥不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技能？于是叶晨直接就来到了技能书专区，刚巧就发现了自己的目标，30级2转铂金级技能神圣之火。本来是英雄职业的2转技能，但跟血骑士的职业特性也非常的适配啊。有时候叶晨都搞不清楚，你一个英雄职业要一个加血技能，这搞毛，而且还是40的血量，这就连叶晨看了都眼馋不已。校长，我挑好了，就这个吧。叶晨抬手给陆校长展示了一下刚刚挑选的技能书，随后校长眼中顿时露出一丝丝的愕然，并不是血骑士专属的技能书，而是另一个战士系英雄职业的技能书吗？由于江青崖已经将叶晨的部分情况汇报了，所以此时此刻，对于叶晨可以学习其他职业技能书这件事，陆校长也是早有预料。可即便如此，当真正看到眼前这一幕发生的时候，还是不免让他古井无波的情绪狠狠震撼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将其释放，这本技能书自然也是落在了叶晨的手上。至于张蕊、关雅、唐灵3女，对此也是颇为羡慕的看着。唉，真羡慕叶晨，又一本2转的技能书到手了。没办法，谁让叶晨的潜力这么可怕，简直跟怪物一模一样了。我们3个还得加倍努力才行啊！醒一醒，他可是有着唯一级天赋，而且还不止一个，就算咱们加倍努力，也肯定是比不上了。白嫖完技能书以后，叶晨4人也是暂别了校长，准备回去别墅休息一下。而叶晨则是准备查看一下本次收获的战利品，还没开学就赚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击杀 BOSS 后掉落的钻石级道具，这个叶晨可是最为期待了。不过可惜的是，因为时间太过仓促，所以压根没来得及看到底是啥。眼下回到别墅，那时间可就绰绰有余了。第126章钻石级附魔石，攻击附加灼烧效果。回到别墅以后，叶晨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房间里。此时此刻，叶晨的面前正摆放着2样物品，其中一个自然不必多说，铂金级品质的技能书神圣之火。基础的神圣之火可以为技能使用者增加40的额外血量上限，但由于这本技能书可是铂金品质，所以血量的加成也就更加恐怖，足足可以增加60的血量上限。二话不说，叶晨立马就把这本技能书给用了。如今叶晨的血量已经是270万出头了，比起绝大多数4转血骑士都要恐怖了。要知道，相当一批血骑士4转以后的血量都还没有超过50万，结果叶晨一个人的血量就超过了5位。然而这还不是最变态的地方，一旦叶晨将神圣之火技能开启，那么这血量就会变成430万。要知道40级的精英级 BOSS 有没有430万的血量，这都很难说了。结果叶晨的血量就已经能够和同级别的 BOSS 相比了，简直可以称作人形怪物了。技能学会以后，叶晨脸上的笑容越发浓郁，最终还是将目光落在了最后一件钻石级品质的道具上。看上去是一个石头的造型，物件非常的普通啊，放在野外估计就是一块平凡的小石子，但浑身上下却闪烁着红光，而且还是钻石级的光芒。这也就意味着这件小石子可不是什么垃圾货，很有可能蕴含某种神奇的力量。等一下，这个石头里面火属性的能量似乎非常充沛。叶晨没有使用洞察术查看这东西的属性，而是先覆盖精神在上面观察了一番。结果这颗小石子内的火属性简直要比平常遇到的一些火系战斗职业还要浓郁了，这不禁让叶晨心中的喜意越发茂盛。据说在世界上有一种特殊的石头，名叫属性附魔石，极端稀有，可以为职业者赋予额外的属性。简单来说，就是释放技能以后，除了技能本身的威力和特点之外，对应属性的附魔石还将赋予额外的属性加成。而这颗赤红如水晶一般的石头，其中蕴含的竟然是浓郁的火属性。所以叶晨立刻使用洞察术观察了这枚小石子的具体情况。
有关信息也是呈现在了叶晨的面前。名称：火属性附魔石，类型：附魔石，属性：火，职业：通用，品质：钻石级。介绍：使用后释放的攻击技能将附加火属性，对怪物造成额外火焰灼烧效果。备注：该附魔石为钻石级品质。使用后，使用者的所有攻击都将附加火属性，包括普通攻击。随着面板信息浮现，此时此刻，叶晨的眼睛直接就瞪大了，内心的情绪也是越发激动了起来。卧槽，真的是附魔石？这东西，其实在高中上课的时候，叶晨就听老师讲过，所有的附魔石品质都是钻石级，而且实在是太 TM 稀有了，整个龙国都没听说产出过多少附魔石来。因为除了某些特殊的属性职业，比如冰雷魔导师、火魔巫师，还有圣雷使者，正常情况下，只有这些职业的技能攻击可以通过附加元素属性来使战斗力获得额外加成。当然，这些可以动用元素属性来增加攻击力的职业也是非常的强大，每一个都是职业者团队当中的主力输出。这是因为一些属性攻击还能为怪物附带额外 debuff， 像火魔巫师的火属性技能，命中怪物后85%的概率可以附加灼烧效果，每秒钟按照百分比扣除怪物血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变态了。而冰雷魔导师则是雷、冰两种属性，一方面麻痹怪物，一方面还能对怪物造成冻结效果。属性技能这些在职业者中妥妥的都是人权技能啊，威力比起一般战斗职业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叶晨的印象里，钻石级品质的附魔石，整个龙国好像从职业者诞生到现在，总共出现的次数都不超过10次，每一枚都是价值连城，最终下落也是不知。没想到自己这竟然就得到了一枚，就连平 A 都能附加火属性效果了吗？如果改成幻灵杀神的召唤类技能，怪物灵魂是不是也可以释放火属性的攻击？叶晨感觉自己这思绪简直都要起飞了。自从得到这玩意以后，叶晨可是从来就没有将其卖掉的打算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留着自己用，岂不可惜？而且，当技能无条件附加火属性以后，就能学习隐藏职业虚无使者的专属技能异常引爆，根据负面状态的类型，短时间内给怪物造成大量伤害。虽然叶晨拥有的天赋同样可以造成 BOSS 怪高达90%的血量伤害，但也是有缺陷的。比如，相比较群体技能，这个天赋造成的反伤往往是被动才能触发，换言之，得先挨打。但火属性附魔石附带普通攻击，直接将灼烧状态给引爆，那即便没有被怪物攻击，也能产生高昂的输出了。一个是被动伤害，而另外一个则是主动。总之都是各有优点，保管在自己手上，不管怎样都是血赚。使用，叶晨直接捏碎了这枚火属性附魔石，捏碎以后，附魔石碎片瞬间化作无数浓郁的火焰能量，凝聚在了叶晨的身体里面。叶晨也是感觉这股能量似乎成为了自己的本源，哪怕不刻意使用，随便轰上一拳，估计就能附带火焰拳风，哪怕只是平 A， 估计造成的伤害都能上10几万，而且还能顺便给对方上一个灼烧 debuff， 每秒都能持续掉落血量。平 A 的火焰范围也是很广阔了，不过平 A 依然是最拉胯的攻击手段啊，毕竟附魔效果是全体技能，而平 A 的伤害最拉，所以不管是对单还是对群，可能叶晨还是会以蓄意轰拳或者光之刃作为主要输出手段吧。至于一些更难缠的敌人，可能叶晨就要祭出暗黑龙王，让他感受一下被 BOSS 支配的恐怖了。不过话说回来，叶晨也是感觉有些可惜，明明学会了技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幻灵杀神的技能竟然一次都没有用上。第127章检测仪器竟然直接炸了。想到这里，叶晨不禁也是有些头疼了起来。毕竟技能不是瞎学的，既然学了，那就要有用。只不过叶晨自从学会这个技能，并且成功的将暗黑龙王的灵魂容纳成为自己的召唤兽，好像也没找到啥机会使用这个技能了。毕竟在这之后，叶晨每天都是杀个1、2万的怪物增加血量，虽然可以让暗黑龙王代打，但这效率显然不如满屏光之刃来得更高了。至于学前考试那个单体 BOSS， 叶晨还是走了保险起见的路子。而就在叶晨独自在房间里思索的时候，张蕊突然冲了进来道：叶晨，你赶快出来一下，执法队的测试员已经赶到了，还有林凡学长、陆校长他们都在，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这么快就到了？闻言，叶晨脸上也是顿时露出愕然的表情。
这效率也太快了吧！自己这才刚学会技能，刚把附魔石给使用了，结果测试员就到了。好，我马上来。于是叶晨简单收拾了一下后，也是立刻跑出了房间。因为是独栋别墅的关系，所以测试员还有陆校长、林凡他们的到来也没有惊动多少人，四周安静极了。不过肉眼可见，林学长的脸上多少还是带着担忧的神色。毕竟这有关加入执法队的测验可是非常精准的，一点人情都不讲，只能靠最终的测验结果下结论，而且还是按照执法队普遍等级的血骑士血量标准进行测验。所以林凡现在的压力很大啊。虽然现在已经毕业，但假如陆校长要趁机走些后门的话，即便是林凡都会感觉有点头疼了。陆校长仿佛知道了林凡的心思，当即也是呵呵一笑，放心吧，老夫可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叶晨他确实没有达到你们的入队标准，那老夫绝不多言。闻言，林凡这才松了一口气。你们紧张什么？叶晨脸上满脸轻松，眼睛四处转悠打量着，结果回过头居然发现张蕊、唐玲他们反而是紧张兮兮的表情，这着实让叶晨有些费解了。啊，大家互相都这么熟悉了，你们不会不知道我的实力吧？区一次血量的检测而已，你们不会以为我通不过？拜托，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血量是多少啊？当然不是因为你了，对你的实力我们是最放心了。只不过这些标准可能是按照55级职业者来计算，我们现在才40级，要是让我们也来测试的话，那岂不是妥妥的落榜？听了唐玲、张蕊他们的解释以后，叶晨脸上这才恍然。确实，如果按照测验标准，估计除了自己之外，他们3个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不过很快陆校长也是摆了摆手，一番话也是让众人放心下来。其实按照执法队的要求，只要测验一下队长就行，其他成员如果没有什么犯罪记录的话，只要等级别太离谱，10级20级都不会太苛刻的。闻言，叶晨这才点了点头，看来决定权势落在了自己的手上。不过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还搞政审这一套，叶晨简直是无语。叶晨同学，请你站在这台仪器面前，伸出手，让我们的仪器可以检测到。闻言，叶晨也是按照要求照做了。对了，是要测试满状态的吗？各种血量 buff 是不是要全部加上？叶晨有些好奇地问道。因为据说执法队按照队长的层次是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战略补给，毕竟直律庭也算是半个官方部门了，总不可能说让里面的人自己掏腰包买装备，类似武装部那种，上面层层划拨资金，然后整一个装备、技能书宝库这种。叶晨猜测可能是测验结果越好，所以得到的扶持也就越多。当然叶晨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但考虑到雅姐他们的实力差了太多，也该给他们谋求一些福利吧。当然只有这样，我们直律庭才会根据潜力做出评估，这样对你们未来的发展会更好。吃醋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没什么理由不展现一下满状态的自己了。于是神圣之火启动，释放技能以后，叶晨的血量一瞬间就从270万直接暴涨到了430万，足足增幅了 1.6 倍。而检验仪器上甚至连一个初始数字都没有出现，直接就炸掉了。砰！伴随着清脆悦耳的声音，检验仪器凭空爆炸，这顿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懵逼。什么情况？检验仪器坏了？林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股场景。不应该啊，按理说直律庭对队长的资格审查非常谨慎小心，所以在每次测验之前都会对仪器进行简单细致的检查。为此直律庭也是专门招收了一批机械师，作为专属的保养工具人，而机械师则是擅长驾驶机甲的战斗职业类型。到了直律庭这边，竟然直接就变成了工具人。不过正因为有了机械师的保养，这才导致每一次检验过程无比顺利，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出现意外而导致仪器直接爆炸的情况出现。这我也不清楚。林兄，刚好直律庭的总部就在这里，我可以请顾大师过来检验一下仪器碎片，看看故障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会让顾大师直接带一个更加优秀品质的检验仪器过来。检验员有些不以为意，摆了摆手说道，毕竟故障率低不代表就不会故障，也有那么1-2次仪器出问题的情况发生，这就是直律庭内拥有一批机械师工具人的原因。既然仪器炸了，不着急，将顾大师喊过来，查看情况以后再行测试就是了。多大点事啊？第128章又炸，别用了，直接上眼看吧。说干就干。于是这名测试员小哥也是急忙拿出电话，
然后对着那头开始说明情况。挂断电话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就看到一个机甲身影凭空出现在眼前。下降全过程竟然是通过脚步动力系统反冲来实现的，不得不说，这简直是太酷炫。如果有可能的话，叶晨也是很想学习一下机械师的技能，体验一把驾驶机甲的感受。但很可惜的是，机械师和属性法师一样，并不是说属于那个职业体系就能学习技能，条件异常的苛刻。就连叶晨的天赋，想要直接学习机械师的技能也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类似属性附魔石那种，搞到一些特殊的道具，这才能见缝插针。而叶晨也是将火属性附魔石使用之后，心里这才产生学习火魔巫师的职业技能。如果不提前使用，那叶晨也是学不会的。机甲降落以后，金属装甲头部缓缓打开，只见一个50岁左右中年人的脑袋顿时就冒了出来，口中似乎还骂骂咧咧：“你们几个小屁孩怎么回事？就不能测验的时候小心一些吗？虽然仪器坏了，不用你们陪，但老夫整修起来还是非常麻烦的，好不好？多少替我们这些机械师考虑一下啊！”显然这位顾大叔在直立艇里面应该是属于社畜那一类了，而且脾气也不咋好，上来劈头盖脸就是对测验员还有林凡一顿臭骂。两人简直委屈极了，骂他们搞毛，明明是小心谨慎，按照规则在使用测验，结果自己就炸了，这谁能想到啊？算了算了，让老夫来检查一下。顾大叔也是伸手将仪器的碎片给接了回去，然后仔细审视了一下，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仪器本身并没有问题，也没有外力摧毁的迹象，这是什么情况？连顾大叔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测试员小哥和林凡见状也是整个直接就震惊了。要知道顾大叔在职绿庭所有机械师当中也是名列前茅了，78级3转的机械师，各种机械构造也是驾轻就熟了，一般仪器的小问题拿给他检查一下，分分钟就能锁定原因。但眼下这个仪器的碎片放在手中，竟然连怎么炸的都不知道，这尼玛也太诡异了吧！你们两个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我敢保证，这个仪器在测验以前绝对正常，绝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发生爆炸的情况。顾大叔斩钉截铁的说道，以自己20来年机械师的经验来判断，这仪器被破坏不像是外力，反而像是检测到了什么异常数据。这个碎片等下我会拿回去继续检查，这是新的仪器，不是要检测吗？拿去用，千万别又搞坏了。一个崭新的测试仪器又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于是众人小心翼翼，按照之前的流程，叶晨也是耸了耸肩，各种 buff 全部加上，然后砰，我丢！这仪器又双弱灼炸了。测试员和林凡看到这一幕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直接就是高举双手：“顾大叔，这下你也看到了，这仪器爆炸不是咱们的锅，完全就是按照流程进行的，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莫名其妙背上一个毁坏公物的锅，这谁受得住？”但此时此刻，顾大叔的脸上却露出了无比凝重的神色。其实在检测刚才那些碎片的时候，作为一名专业的机械师，已经检查出一些问题了。每一个检测仪器检测的数值都是有上限的，而检测的数据一旦大幅度超出了仪器检验上限，那么这个仪器就很有可能因为数据紊乱而产生爆炸。根据经验，之前那些碎片很可能就是类似的情况。但让顾叔十分震惊的是，这玩意可是专门给血骑士检测血量数据专用的设备啊，而且是60级血骑士专用的。换句话说，这个仪器能够承受最大检测血量的上限，足足达到了50万。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血骑士血量超过这个数值，才有可能发生仪器爆炸的现象。而50万点的血量，就连150级4转的血骑士，浑身铂金装，都未必能达到这个程度。结果用在一个执法队资格检测上，竟然直接发生了这种情况，这特么的！你想到这里，顾叔直接就带着惊骇的目光望着叶晨：“你这家伙，你的血量究竟是多少？陆校长，你们学校应该有真眼法神吧？我看仪器检测就不用了，直接上眼看吧。”啊！听到顾叔竟然放弃了用仪器检验，转而开始用技能来查看，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让林凡不知所措了起来。因为作为一名直绿庭货真价实的成员，顾叔的职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其实这些年直绿庭也有不少声音说，机械师当工具人简直太浪费了，用天眼查看一下属性面板，这不就完事了吗？还要花时间保养设备，哪有那么功夫？但顾叔的态度就非常坚决了，因为直绿庭在龙国的地位非常特殊了，而且因为各种原因游走龙国各地，所以对于人员资格审查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万一归议会成员渗透，这可咋整？你说你用人眼来审查，没问题。可万一审查之人被买通、被策反，那这中间岂不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换成仪器，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仪器是不会被贿赂的，它只会将最真实的情况彻彻底底的展示出来。而眼下，顾大叔既然放弃了用设备来检测叶晨血量，转而希望通过真眼法神的技能来直接查看，林凡二人也是完全想不通，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第129章检测结果432万的逆天血量。顾叔，别废话，赶紧去。于是林凡还有测试员也是只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陆校长，毕竟直律庭现在可没有那么多真眼法神人手拿出来检测了。既然在苍兰学府，那么自然是在学府范围内寻找比较妥当。而且林凡也是记得很清楚，江青崖、江特使不就是一名4转的真眼法神吗？而且作为招生特使，可以说在公平这一栏里面也是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很快接到命令以后，江青崖立刻停下手上的活就赶了过来，简单的听了一下事情经过以后，脸上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们是想要我查看一下叶晨的血量是吧？话说几个小时前，江青崖把叶晨带来的时候，光顾着被叶晨的属性给震惊到了，血量还真没怎么看过。当然也有可能说因为血量太高，所以脑袋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给忘记了。不过眼下既然有机会，那自然是不能错过了。对了，你们直律庭不是有仪器？结果林凡两人一致开口说因为未知原因，仪器给炸掉了。江青崖的面色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作为苍兰学府第3战力，或许林凡他们不知道各种原因，但他可是内心非常清楚，之所以仪器设备失灵，无法检测出叶晨具体的血量，十有八九是因为叶晨的血量早就突破了仪器的检测上限。既然这样，那就交给我来吧。于是江青崖也是凝神定气，开启天眼，然后目光直接就对准了叶晨。叶晨，你把血量 buff 都上了吧？哦，好。然后叶晨的血量就以一种无可想象的程度直接就窜了起来，从初始的270万直接就蹦到了432万的程度。43万啊，这个血量确实很惊人啊。江青崖下意识地赞叹了一声，可是转念一想，这检测仪器血量检验的上限难道不是50万？43万怎么可能导致仪器爆炸？等一下。于是江青崖急忙又认真查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刚才少看了一个0，并不是43万，而是432万。叶晨，你这个血量究竟是怎么回事？江青崖这句话完全就是伴随着一脸惊骇的说出来的，因为作为一名真眼法神，经过他的眼睛实在是看过太多职业者的面板属性了，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某一段时期加入直律庭的人数太多，导致仪器不够用，怎么办？只能临时让江青崖出面简单审查一下血量数据，检测完毕之后初步具备了规则，随后再用仪器进行一下检测。在之前的诸多检测中，江青崖记忆之中似乎还从没有一个血骑士他的血量超出过30万的范畴，而唯一的那个30万血的血骑士也是浑身都是铂金装，甚至身上的盾牌都还是钻石品质。如此之多装备的加成，这才让他的血量破格超出了30万的范围，这已经是一般同等层次下战士血量的20倍了。结果经过这一次审查，江青崖也是惊骇的发现，印象当中血量最高的血骑士数据竟然再次刷新了，而且刷新的幅度还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直接就变成了432万。当然，被这个数字震撼到的可还不仅仅是江青崖而已，就连陆校长、还有顾大师以及林凡他们，也被这个数值彻底整无语了。啊，这，小江，你是不是看花眼了？432万，你是不是把43.2万看错了一位数？你赶紧再检查检查。这一刻，就算是对叶晨抱着信心的陆校长，在听到高达432万的血量数字以后，也是一时间感觉到了一丝梦幻。太夸张了啊！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想象，通过正常血量的堆叠，一个血骑士居然能膨胀到超过100万的血量，而叶晨这个还不只是100万而已，比起100万血都足足膨胀了4倍不止，这都比一些低级秘境精英 BOSS 的血量还要恐怖了。对于陆校长的疑问，江青崖当即也是苦笑了一声说道，陆校长，我敢跟您保证，我绝对没有看花眼，叶晨他的血量
的确就是432万这个数字。我可是为了确认这一点，足足看了他3次面板，连小数点都没有放过，绝对不会错的。这时，顾大师也是面色复杂的表示，老姜检测的结果虽然惊世骇俗，但根据测试仪器的特性来说，倒也合情合理。这个血量检测仪器能够检测的血量上限就是50万，超出这个数值会炸，而且血量越多，炸的就越彻底。随后，顾大师随手就把地上一堆碎成碎末的仪器碎片捧在掌心，然后展示给陆校长查看。你看，就从仪器碎成这种程度上来看，叶晨的血量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100万了。这就证明老姜的检测结果应当是比较合理。不过随后顾大师也是有些憋屈的小声嘀咕了一句，不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叶晨的血量不止超过了100万，而且还达到了400万。场面一度陷入了寂静之中。至于林凡还有检验员，因为顾大师的出现，所以2人就单纯看结果就可以了。然而本以为仪器会给出一个不合格的评价，毕竟就从叶晨的等级上来看，不管咋样，这血量绝对达不到入执法队的标准了。结果谁能想得到，叶晨他不仅达标了，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血量记录。一名血骑士血量突破432万，而且现在叶晨他才42级，距离60级都还有一段距离。随着叶晨等级不断提升，恐怕这400万的血量都远远不是他的极限。第130章，加入执法队第一个受潮任务。至此，对于叶晨是否达到了执法队的进入标准，也是再也没有任何疑问。虽然仪器坏掉，只能通过技能的方式来确定叶晨的血量，不过既然连陆校长还有江特使都这么说，而且顾大师也是亲口承认，至少从机器破坏的程度来看，叶晨的血量也是绝对超过了100万。这样的数据已经不能用优秀来形容了，简直是创造了他们执法队所有职业当中血骑士的血量记录了。因此这还要多说什么呢？林凡当即也是直接对叶晨伸出了手，叶晨学弟，欢迎你们的加入。而在叶晨的感受中，似乎能觉察到林凡学长这手掌隐约在颤抖，好像被自己的血量给吓傻了，当即也是只好无奈的耸了耸肩。身后三女对于叶晨能够通过测验也是异常的开心，毕竟学分不仅对于叶晨来说非常重要了，而且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可多得快速提升实力的手段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跟叶晨在一块，这就太开心了。女人都是慕强的，三女也是毫不例外。虽然执法队对于队长的职业没有太大的限制，但一个血骑士成为队长估计也是一时一件了。总之你们也算是执法队的一份子了，这是执法队队长专用的徽章。今天我们会将这件事跟高层汇报一下，到时候如果有受潮任务的话，会通过徽章来通知你。既然通过了测试，那么叶晨4人也算是正式被执法队入选了。接下来就是等待通知，看看哪里有适合的受潮任务。不过即便是了解了叶晨血量的逆天，林凡依然是有些担心在里面。毕竟有关血骑士的检测是关于血量，血量则是关系到血骑士的保人能力。血量越厚，那么血骑士负责的成伤就越高，相对应其他3个小队成员的输出时间就会增加。换言之，虽然叶晨是小队名义中的队长，但鉴于职业本身的特性，真正的输出核心却并不在叶晨的身上，反而是在关雅与唐灵儿2人2选1。至于为什么不能是张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张蕊是个牧师，牧师同样不具备太强的战斗力，除非是诅咒、邪灵属性的怪物，不然的话，牧师只要负责回血和疗伤就行。不过有关适合你们团队的受潮任务确实是不太好找的，只能说尽量吧，找一些40级左右的受潮任务，不然的话可能你们团队摇起来会相当吃力。40级的受潮吗？闻言，叶晨眉头微微往上一挑，受潮的等级倒是无所谓了，毕竟叶晨想加入执法队的原因从来就不是升级，而是血量与学分，经验这些都是天头。一只普通野怪击杀以后能给叶晨增加500点的经验值就顶了天了，算上各种经验 buff， 综合算下来能不能超过2000？一场受潮下来，经验条能涨动2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没办法，谁让现在升1级需要4-5亿的经验，太 TM 困难了。所以如果不考虑等级，考虑效率的话，明天启程等级稍微高一些的受潮任务也不是不可以。林学长，这40级的任务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啊？林凡略微思索，因为直律庭一般承接的受潮任务都是50级以上的，
40级连同以下的实在是太少了。这是由于绝大多数省市高端战力都在3转以上，以他们的协会和武装部实力，对付40级受潮只能说绰绰有余，根本用不到执法队。所以，除非是他们主动求援，不然我们不会主动派人前去执行任务的。这句话直接就印证了叶晨先前的猜测，那就是鄂州市的受潮完全是他们当地的机构自行解决，从来没有见过执法队的身影。至于时间的话，由于要全国区域寻找，所以时间短的话3、5天，长的话可能就要1、2个星期了。闻言，叶晨脸色瞬间就僵硬了下来。啊，竟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40级的任务，这特么的！叶晨现在就担心一种情况，别到时候任务找到了，叶晨已经站在工会大比的擂台上，这上哪说理去啊？其实也不用40级的任务吧，我们实力很强，有50级的受潮任务也可以安排给我们的。对了，50级的任务，这个安排起来应该很快吧？叶晨想了想，也只好接一些高等级的受潮任务了。结果，唐灵儿、关雅等人就倍感压力了。这是因为，作为同龄之中的佼佼者，他们可不愿意一直站在叶晨的身后。受潮那么多的怪物，他们总不可能跟个花瓶一样用新奇的目光四处乱看吧，总得展现一下实力。所以40级的受潮任务刚好也能让他们检验一下实力。但如果是50级的任务，中间10级的等级差距会让他们对怪物的伤害被压缩至少30，或许40级野怪他们一招就能秒了，但换成是50级的怪物，估计就要打2下才能干掉了。50级的受潮任务吗？哎，好吧，这个任务倒是遍地都是。不过你们的等级差距太多了，要不我再为你们团队安排一个50级的主战职业吧，带带你们，这样你们既能得到学分，也能体验一下任务的感觉。林凡也是提议道。结果一听这话，叶晨瞬间就不乐意了。开啥玩笑？要是让50级主战职业过来，那自己这岂不是有相当一部分怪物要被别人击杀，自己的血量就涨不了那么多了。果断 pass。 至于张蕊、关雅他们的担心，没关系，到时候我给你们上混沌光环。还有别忘了，我还学会了江疏的技能，可以减弱怪物30的防御力，增伤 buff 与减伤 debuff 的组合。面对50级的受潮，叶晨小队压根就不用慌好不好？第131章500万的物资预算，看不起谁呢？哎呀，混沌光环，我怎么把这个技能给忘了？听到叶晨提起，唐灵儿还有张蕊两人这才回想起，2个多月以前那个萦绕在无数人身上的混沌光环，可不就是出自叶晨之手？当初苏会长等人还一脸懵逼，寻思是不是从其他省市调了一个光环师过来，结果听到叶晨亲口承认，这才发现原来释放混沌光环的神秘强者并非是某个过路的光环师，而是叶晨。至于那个混沌光环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回想一下当初就能知道了。凭借这个光环，爷爷可是一招就将白应城给击败了，之前他们2个等级还差了3级呢。唐灵儿对于当初的事情也是印象深刻了，不为其他，就因为出手的唐坤是他爷爷，这就足够了。所以在场的所有人中，要论对混沌光环这个辅助技能的印象，没有人比唐灵儿更深了。等一下，叶晨，你刚才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混沌光环？你是要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光环师过来吗？没问题。林凡还有顾大师等人先是一愣，随后也是会意的点了点头。明白了，你们是打算靠自己的实力来刷50级的受潮任务吗？不想要其他主战职业来分你们的学分？行。直律庭汇聚了来自各个省市的中坚力量，虽然光环师职业在龙国范围非常稀少，已经跟隐藏职业没什么两样了，但找个50级左右空闲的光环师过来，给你们上 buff 还是没得问题。结果很快林凡2人的脸色直接就黑了下来，因为他们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仨口中释放技能混沌光环的对象并不是什么光环师，而是叶晨。意思是让叶晨释放个光环辅助他们，这样就能独占50级的受潮了。但叶晨他不是血骑士吗？算了，顾大师拽了拽林凡的衣角，然后默默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再考虑这种事情了。毕竟叶晨的血量经过检测，这都已经创下全国纪录了，432万点的超高血量，有史以来龙国任何一个血骑士他的血量都远远没有达到叶晨的程度，这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所以对于一个超出认知的存在，
你还用常理去思考他做什么呢？小林，我看叶晨他十有八九是有什么奇怪的天赋，可以提升血量或者学习其他技能之类的。他不是池中物，我们这些普通人还是不要自寻烦恼。顾大师也是接连唉声叹气，然后有些落寞的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些东西不能细想，细想的话很容易不平衡的。长久以往，以后的修炼道路可能都要受阻，所以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林凡也是颇为赞同地点了点头。也是，叶晨他娘的就是一个怪物，何必跟怪物较劲？不过除此之外，林凡也是发自内心对苍兰学府竟然招收了叶晨这样的顶级天才而感到高兴。毕竟不管怎么说，就算自己毕业多年，那苍兰学府也是自己的母校，所以母校的发展越好，作为毕业生心里自然会越发高兴。而就在林凡还有顾大师他们离开之后，没过多久，叶晨手上的徽章顿时发出一阵阵的光芒。这么快就有消息了？叶晨脸上顿时露出错愕的表情。好家伙，效率可真快啊！不过一想到出一趟受潮任务，血量就能暴涨上10万，叶晨内心里就充满了干劲。所以哪怕是现在立刻安排一个受潮任务给他，估计都是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不过当消息入眼以后，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关雅、唐灵儿等人也是脸上带着好奇，纷纷凑了过来，同样心情激动。嗨，没什么，就是来自执法队的消息。物资凭证，凭这个东西可以去龙都的市场任意挑选一套黄金级的装备，每个人预算不能超过500万龙币。黄金级的装备，这在叶晨眼中已经属于被淘汰的边缘了。而500万龙币的预算，特么的，这是看不起谁呢？就这么点小钱，也能叫做预算？不过关雅却是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由于来自鄂州市的职业者协会，因此身上的装备往往是来自于当地的交易市场。对于交易市场这样的庞然大物，关雅可是非常上心了。就更别说龙都的交易市场，那可是全国所有市场的总部，可以说整个龙国最为豪华顶尖的装备都能在交易市场找到。对哦，虽然我们白川市是特级市，但是交易市场的装备也大多以黄金、铂金为主，偶有钻石级的装备或技能书出现。不过如果是龙都市场总部呢？连一个边缘地区的特级市都有概率产出钻石级别的装备、技能书，那作为总部的龙都交易市场里面贩售的装备品质绝对不可能比白川市的要差，或许碰到钻石装的概率会更大，也说不定。不过这个凭证只有每人500万的预算哎。张蕊有些弱弱的说着，他的家境也是非常一般了，所以养成了平常节俭的好习惯。但就在这时，叶晨忽然将一张黑色的金卡亮了出来。见多识广的唐灵儿一眼就认出了这张卡片，那是只有交易市场最珍贵的客人才能拥有的顶级 VIP 黑卡，不仅是身份的象征，而且购买物品可以打8折，连他爷爷处心积虑想要搞到一张都求而不得。果然叶晨的手上就有一张吗？嘿嘿，看来在得到任务消息之前，咱们可以先去龙都好好的逛一逛了。也不知道这张黑卡在手能不能薅点羊毛下来。薅羊毛？话说唐灵儿不是唐家的千金吗？竟然也会说出这种话吗？第132章，金会长相求国之试炼的名额。怎么了吗？不可以吗？虽然白川市也算是一个特级市，但是跟龙都怎么比嘛？有点薅羊毛的想法也很正常啊。结果叶晨这想法刚冒出来，唐灵儿顿时就撅起个小嘴，不乐意了。转念一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毕竟龙都这才是龙国的首府，如果说特级市是龙国对综合实力最强几个省市进行的划分，那么龙都估计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评价一个等级了，怎么也要在特级市以上了。既然规格比白川市要更高，也难怪连唐灵儿会有这样的想法了。换位思考，如果换成叶晨的话，估计也想找机会薅一把羊毛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事不宜迟，赶快出发。既然暂时没有啥任务，手头上的学分也不够在这里兑换东西，那索性还不如先去龙都交易市场转一转。虽说500万龙币的标准肯定买不到啥好的黄金装，但别忘了叶晨的小金库里可是还有好几亿龙币的存款没有用过，再加上黑金卡片的加持，这波要是遇到心仪的物品，花钱购买也不是不可能。打定了主意以后，叶晨也是急忙就跟陆校长还有江特使他们告别了。陆校长，那我们就先走了。毕竟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含金量最高的苍兰学府，对于学生早出晚归也没有太大的限制条件，只要不失踪，
出去多久都不会管你，更别说是叶晨这种含金量的实力了。校长，根据最近调查的结果，归议会那边已经注意到了叶晨的天赋，并且已经针对他进行过一次暗杀了。是否需要向武装总部汇报？最好在叶晨身边安排一些4转的人手加以保护。江青崖欣慰地看着叶晨等人离去的身影，忽然也是想到了什么一般，急忙跟陆校长汇报了起来。然而本以为校长会直接赞同他的做法，可结果陆校长一句话直接给江青崖整无语了。你觉得以叶晨现在的实力，一般的4转职业者是他的对手？江青崖整个直接就懵逼了。的确，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就连江青崖自己都不敢保证说100%能击败叶晨了。而4转职业者，不管是哪个势力，都是极为稀少的。根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归议会能够拿得出手的4转职业者，也就不超过40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生活类职业，或者干脆等级在110级以下。这种等级，如果不是身上的神装特别给力的话，估计各种技能打在叶晨身上都只能是刮痧，就更别说叶晨学会了幻灵杀神的技能，将一个1000万血的精英 BOSS 给变成了自己的手段。所以现在不是否需要担心叶晨生命安全的问题了，反而是需要担心一下，万一归议会那边贼心不死，真的要对叶晨下手，如何在叶晨秒杀那人之前留个活口，好好的审问一下他们的计划，这反而是着重需要考虑的地方了。就在陆校长和江特使就叶晨的安全问题进行着探讨的时候，叶晨几人已经是来到了龙都交易市场的门口。整个建筑极其恢宏，人流量极大。看到这一幕，叶晨不禁感慨起来，不管是鄂州市或者是白川市的交易市场，跟龙都的果然没法比。总部就是总部，那确实是不一样。凭借着手上的黑金卡片，叶晨4人很轻松的就来到了市场内部的核心区域。而前面一个挺着大肚，穿着典雅，浑身上下无不透露出尊贵的中年男人似乎在此等候多时了。虽然大肚跟典雅这2个词搭配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和谐，但叶晨感觉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么说：你们好，我是龙都交易市场的金会长。来人脸上带着商人特有的笑容，虽然多少已经猜到此人身份的不凡，但让叶晨有些惊讶的是，没想到眼前这位居然就是传说中鼎鼎大名的金会长。话说回来，叶晨手上这张黑金卡片，不就是金会长暗中授意赠送的吗？说起来，对于这位有些胖胖的中年男人，叶晨也是有些好感了。不过让叶晨有些没想到的是，毕竟这一次是临时起意过来交易市场看看情况的，结果反而金会长像是等候多时的样子。这是啥情况？你们是加入了执法队没错吧？物资凭证激活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名字。金会长一脸笑眯眯地说着，搞得叶晨都有点不太适应了。好家伙，在鄂州市有关会长他们做后台，结果到了龙都，这后台是不是要更硬了？整个交易市场都变成自己后台的节奏。嗨，金会长在这里等我们，该不会是有什么事情吧？虽然早就听说了金会长的名字，但叶晨还是不太相信，真有生意人为了一个潜力股，直接本人亲自出面来迎接的。所以叶晨猜测，十有八九，金会长应该是有要事相求。然后事情果然和叶晨猜测的一模一样，这个老六之所以凑过来，果然是没有那么简单。是这样的，1年1度的国之试炼即将开启，按照以往的条件，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国之试炼的龙国名额应该是属于叶晨小友你的。我相信以你的实力，一定可以在试炼中获得高等级的排名。所以嘿嘿，我的要求也不高，只希望小友能帮我带一份运灵粉尘回来便好。我们交易市场有炼药师急需这等材料，提升炼药熟练度，相信小友的实力一定可以做到。金会长自顾自地说着，反而是叶晨整个人听得一脸懵逼。国之试炼，这是啥玩意？怎么从来听说过？而且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一次国之试炼的龙国名额就一定是我的？第133章禁咒魔导师，全部都是禁咒。其实不仅仅是叶晨，身旁的张蕊、关雅还有唐灵，在听到国之试炼这4个字的时候，脸上同样露出了疑惑不解之色。看到这一幕，金会长先是一愣，随后当即也是给叶晨解释起来这国之试炼的由来。国之试炼每3年开启一次，不过由于每次开启所在的国家并不固定，经过各国职业者机构的一致决定，一旦国之试炼开启，每个国家都会派出对应的人员前往参与试炼。不过由于国之试炼将参与者的年龄限制在了21岁以下，因此各国也不能派出实力强大的职业者，这完全是属于各国职业者之间年轻一辈的较量。年轻一辈的较量。哦，明白了，
叶晨脸上这才露出恍然之色，倒不是自夸，放眼整个龙国，似乎还真找不到一个同龄人能和自己掰手腕了。这样说来，看来如果真有这什么国之试炼开启，自己肯定要算上一个名额了。而且，国之试炼开启的区域也未必局限于龙国范围，而是在整个世界都有涉及。这顿时让叶晨萌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情绪。如果这一次国之试炼开放的地点位于灯塔国，那什么归一会不是很狂吗？应该试炼也会安排职业者登场吧？刚好，新仇旧恨一块上。有机会的话，在整个世界的面前，狠狠的扇鹰将的这些白皮职业者们一个响亮的巴掌。至于会不会迎来报复之类的，不用想，肯定会。不过需要怕，毕竟鄂州市自己已经被来自归一会的暗杀者给盯上了。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在经过几次受潮任务以后，血量的提升伴随着属性的增加，只要暗杀者的实力不是那种高到离谱的4转职业者，那叶晨压根就不用担心什么安全问题，甚至随便出个手，帮他们控制一下本国4转职业者的数量，这也是顺手的事情。所以，如果自己真的得到什么国之试炼龙国代表资格的话，那叶晨顺便答应一下金会长，弄点运灵粉尘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在这之前，金会长也是给自己很大的优惠，他叶晨又不是知恩不报的人。放心吧，金会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给你们带一份这东西的。叶晨轻描淡写的就答应了，甚至连报酬啥的都没要。不过叶晨不要报酬，这并不代表金会长不给。听到叶晨答应了自己的请求后，金会长脸上的表情喜不自胜。好好好，接连说了3个好字，然后也是将先前执法队的物资凭证直接就给撕碎了。看到这一幕，叶晨顿时扯了扯嘴巴。虽然500万的预算有点低，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叶晨或许不需要黄金装，但雅姐还有张蕊他们身上的装备可是亟待升级，这一下子被金会长手都给撕了，这上哪说理去？不过随后金会长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因为连他都感觉执法队给叶晨他们的物资预算实在是太少了。叶晨小友啊，以你们的实力，我看500万的预算就不用了。整个交易市场，你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可以说金会长现在的心情也是非常愉悦了，而且也非常大度的表示，整个交易市场交易区内，肉眼可见的一切范围，只要是叶晨他们看上的，只管随便选。如果是这样的话，相比刚刚那500万预算，随便挑选的范围可就大太多了。在此，叶晨再次感叹了一下，金会长果然足够豪放，而且不只是自己，包括雅姐还有张蕊他们也同样算在内，还真能薅到羊毛啊。这一刻，唐玲儿也是感觉有点懵逼了，脑瓜子嗡嗡的。刚才自己特么的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啊，毕竟以他的家庭条件，其实500万也算不了什么大钱，随随便便买个几千万的铂金装，技能书还是没得问题的。结果跟叶晨一块，竟然直接就沾光了，不仅能白嫖，而且是看到什么想要的东西直接拿就行。既然这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叶晨忍不住搓搓手，脸上也是越发期待了起来。相比较白家宝库，这龙都交易市场的总部简直是豪华了10几倍都不止，可想而知，估计铂金装都是这里最基本的装备了，甚至找到钻石装的概率，那都得是外面好几10倍了。当然，考虑到别人也是要赚钱的，生意人，所以就算有薅羊毛的机会，也不能薅得太狠了，顶多也就随便薅个1、2件。以后大家还要合作，何必弄成一次性工程呢？既然金会长都这么说了，那你们在这里随便挑一下吧，我到技能书那边去看看。毕竟就算是钻石级品质的装备，单件钻石装也未必有整套50血量加成的铂金套装来得好，所以与其去找装备，倒不如去技能书那里碰碰运气。禁咒，那是什么技能？忽然在技能书板块，叶晨被一串莫名的文字给吸引了，随便拿起一本书简单查看了起来。上面的文字赫然也是让叶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些竟然全部都是隐藏职业禁咒魔导师的技能书。对于这个隐藏职业，叶晨可是早就有所耳闻。虽说是隐藏职业，但其一转和其他普通法师没有太大的差别，学习的技能也是一样。但是自从进入2转以后，禁咒魔导师学习的攻击技能清一色全部都是禁咒，顾名思义就是大范围的魔法属性技能。据说某些记载当中的禁咒魔导师，在进入4转以后，随便释放一个禁咒，就能导致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化为一片平地。这就是禁咒的强大。
比起一般法爷技能的威力，简直是强大10倍不止。眼下这个区域的技能书竟然全部都是属于禁咒魔导师职业，如果运气好的话，岂不是能直接找到一本禁咒技能书直接学习？如此一来，叶晨就能彻底将某青铜级技能淘汰，换成威力更加强大的禁咒。到时候这升级输出岂不是更加暴力了？第134章二转禁咒天焰葬礼。不过禁咒的学习也是有限制条件的，而且禁咒魔导师的特殊也只有在2转以后才能慢慢展现出来。换言之，这种特殊隐藏职业1转的技能其实和其他法师也没有太大的差别，2转的时候才会逐渐出现一些大范围的禁咒魔法攻击，而且这种技能也是非常罕见。只能说禁咒魔导师在到了2转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些特定条件的禁咒技能，但能不能学到，那就要看是否能找到对应的技能书了。而对于叶晨来说也同样如此，由于等级限制的关系，叶晨虽然可以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但要是超出等级太多的3转技能，这个就没法学了。所以此时此刻叶晨身上的局限条件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得在这里找到2转级别的禁咒技能，这可有些麻烦。叶晨摸着额头，只能说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了。虽然满眼看过去，这里堆积的几乎全部都是禁咒魔导师的技能书，而且品质也不算低，最差的都是黄金品质，但绝大多数都是3转的禁咒，4转禁咒更是肉眼可见，比比皆是。想要在这么多本技能书中寻找到一个适合2转学习的禁咒技能，这可就有些棘手了。不过好在金会长在这里，作为交易市场的大佬，其实叶晨只要将自己的需求稍微提及一下，相信金会长一定就能帮自己找到所需的技能书。于是趁此机会，叶晨直接就开口了：那个金会长，你们这里的技能书还真不少啊，我看这里存放的都是禁咒魔导师的技能啊，有没有2转的禁咒书？我准备观摩研究一下。闻言，金会长先是面露惊愕，随后深深地看了叶晨一眼，看来叶晨小友身上有老夫都看不透的秘密啊。不过既然我龙都作为交易市场的总部，那藏品种类自然是非常丰厚，等一下我这就让人前去搜寻一番。然后金会长就招手将一个穿着正式的员工喊了过来，耳边嘀咕了几句以后，带着命令就搜寻去了。看到这一幕，叶晨再次情不自禁地感慨了起来，果然啊，背后有靠山，这情况就是不一样，找东西都不用自己寻找了，自己就能送货上门了。没过多久，那名员工就急忙跑了过来，手上还拿着一本钻石级品质的技能书。叶晨眼睛不由得更亮了，好家伙，看来还真是找到了，而且不只是找到而已，这品质竟然还达到了钻石级别，一炮双响啊！叶晨小友，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技能书了。技能书入手，叶晨立刻被眼前的技能名称给深深的吸引了。技能名天焰葬礼，一听名字就非常的霸气，不过这名字似乎有点霸道过头了，听上去不太像是个2转技能吧。别一不留神把3转、4转的技能书给拿出来了，那就完犊子了。毕竟叶晨需要的是能够彻底上位替代光之刃的攻击技能，如果不是适合现在学习的等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升级速度，可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了。不过好在叶晨仔细查看之后发现，这个技能确实是一个2转就能学习的技能。天焰葬礼主动技能，利用精神力凝聚火焰属性，召唤来自域外的神之火焰，埋葬众生一切之敌。由于该技能属于禁咒类技能，故拥有冷却时间，冷却时间30秒。备注1：由于禁咒类技能威力范围过于强大，故禁咒类技能将共享冷却时间，每个禁咒释放后冷却时间不独立。备注2：若技能释放者本身拥有火属性附魔，则该禁咒释放技能威力会被大幅度提升。可以说技能描述也是极为霸道，只不过这冷却时间却是让叶晨眉头微皱，钻石级品质的冷却时间居然长达30秒。要知道作为血骑士的专属技能铁血强盾，虽然也有冷却时间，但黄金级品质的冷却时间也才1分钟，铂金品质的30秒 CD 结束就能再放一个。结果你这都钻石级品质了，居然丢一次要等30秒才能释放下一发。只能说从威力上来看的话，这个天焰葬礼似乎真可以当成光之刃的上位替代。可总体上来看，叶晨感觉一发禁咒完事以后，要是没把 BOSS 给干死，那岂不是半分钟时间得丢其他技能来填充？替代了却没有完全替代。禁咒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这个冷却时间可以略微减少一些就好了。叶晨也不贪心，30秒的冷却时间，你但凡冷却时间降低到10秒，就不说啥了。总之还是先收下来，毕竟2转的禁咒技能可是不多的呀，在其他地方到处转转看。于是带着纠结的想法，叶晨也是朝着其他技能书的区域默默走了过去。结果当他的目光落在一个战士系的技能书上时，突然就愣住了，因为这本战士技能书刚刚好可以完美解决天焰葬礼冷却时间过长的问题，来自于拳霸的一转被动技能时间轮换。顾名思义，可以大幅度缩减技能释放的冷却时间。而这本时间轮换作为铂金级品质的技能书，只要学习就能无条件减免技能释放冷却时间的80，也就是说只要学了这个技能，那我铁血强盾岂不是每过12秒就能释放一个出来？等一下，叶晨如今的血量超过400万，怪物对他造成的伤害本身就已经非常刮痧了，所以铁血强盾除了配合天赋打一个反伤伤害外，其实也没啥太大的作用。但如果这个减免冷却的被动结合2转禁咒魔导师的禁咒技能，那岂不是只要6秒钟就能再释放一发天焰葬礼？30秒冷却瞬间变成6秒，区6秒，有啥不能等的？想到此处，叶晨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第135章冷却时间6秒，还能这么玩？毕竟30秒的空缺时间已经能做到很多事情了，所以如果这天焰葬礼的冷却时间30秒这个问题没法解决的话，那叶晨肯定不会花功夫学这个技能了。毕竟要占用一个技能学习的格子，虽然以叶晨的属性总量，法爷的技能可以学习好几十个，但相比较这种限制条件的攻击技能，叶晨反而更想学习一些适合血骑士的血量提升 buff。 但随着又一个技能时间轮换的出现，叶晨则可以将长达30秒的冷却时间直接省略24秒，变成短短的6秒。而这个冷却时间在叶晨看来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相比较禁咒系技能本身的强大威力，6秒时间有啥不能等的？今天还真是好运啊！叶晨情不自禁地想着，脸上也是露出了美滋滋的笑容，带着2本技能书来到金会长的跟前。就2本技能书啊，这就挑完了？金会长有些惊讶地看着叶晨手上2本不同职业属性的技能，似乎没有一个是血骑士专属的。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金会长自然是知道叶晨身上必然是存在秘密，所以也就内心震惊了片刻以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问道：没错，这2本技能刚好很适合我，因为已经说好了是免费赠送的，所以这一次叶晨又白嫖了，时间卡得刚刚好。关雅他们也是将自己需要的装备还有技能书之类的东西全部挑选好了。不过相比较叶晨，他们选择的范围就少了很多，毕竟不像叶晨，天赋的存在可以让他学习不同职业的技能，进行合理搭配，从而整出某种强大的技能组合来。至于自己职业的技能，早就学会了，所以也没必要再换个品质更好的，还不如整一身铂金装来的划算。叶晨，你选了什么东西啊？活泼的唐灵儿一出来，自然就来到叶晨身边，好奇地询问了起来。而叶晨也是懒得多说，直接将2本技能书给展示了出来。咦，竟然是禁咒！唐灵儿本想说这30秒冷却会不会太长了，结果当他看到另外一本技能专门用来减少冷却时间的时候，瞬间就闭嘴了。好吧，也就叶晨一个人能这么玩了，毕竟各种职业之间技能搭配还是讲究一些平衡了。不知是不是上天有意为之，虽然隐藏职业是很强，但是就拿禁咒魔导师来举例， AOE 范围输出方面估计没有多少职业能跟他们相比，但冷却时间就非常感人了。所以禁咒魔导师只是被大家认为在对群的赛道上非常强势，强得非常有限，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漫长的冷却时间。然而如果结合拳霸的减免冷却技能，那么每过6秒一次的禁咒，这就会将禁咒魔导师队的实力提升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了。而这种效果也只能在叶晨一个血骑士的身上体现出来，毕竟禁咒魔导师又怎么可能学会时间轮换这种减少冷却的被动技能呢？哦，对了，突然叶晨也是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既然要学习这2个技能了，就得找个地方检验一下技能的效果吧。而根据描述，这种禁咒类的攻击技能往往伤害和范围都非常之大，所以野外练级场之类的，叶晨也是不太指望过去试验了。万一给场子炸裂了，岂不是会很尴尬，而且还很容易造成误伤。而龙都作为全国中心，
想必一些秘境应该非常广泛。所以叶晨也是觉得，如果硬要测试，是不是去秘境里面测验会更好？毕竟秘境处在一个特殊独立的空间，不管技能对秘境场所造成多大的破坏，只要重新进入的话，那就又恢复原样了。金会长想了想，这龙都附近的精英级秘境还真不少，那就给你们挑选一个50级左右的秘境吧，我去让人给你们找找门票。毕竟在金会长眼中，叶晨他们的实力简直是太强了。表面上虽然才30、40级，但是绝对拥有挑战50级 BOSS 秘境的水准。于是当即也是提议，可以免费提供一些50级精英级秘境的门票出来。结果金会长也是没想到，自己这居然还是低估了叶晨他们的实力。50级的秘境就算了吧，要不然还是找个60、70级的秘境吧，我怕那些 BOSS 不经打。听到叶晨此话，金会长脸皮不禁也是狠狠抽搐了一下。这叫什么话？50级的 BOSS， 你跟我说不经打？要换成60、70级的，但凡站在金会长面前的是另一个人，估计早就一个大嘴巴子抽过去了。但金会长一想到这人是叶晨，当即也是点点头。咱们龙都最出名的70级精英秘境是幻蝶森林，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我就给你们4张幻蝶森林的秘境门票。说着，金会长立刻命人将4张门票拿了出来，然后递到了叶晨手上。铂金品质的门票， BOSS 等级是70级，名称是幻蝶女王。虽然没有反伤、封印这一系列坑爹的技能，但这个 BOSS 的机制也是比较赖皮了，可以通过喷射置换粉末来引起职业者内心的动摇，甚至可以引发团队骚乱，属于一种置换类型的 BOSS 了。而在听说金会长竟然愿意为他们安排这个 BOSS 的秘境门票，脸上顿时冒出一丝喜意。还记得叶晨学习过幻灵杀神的技能吗？没错，因为学习的技能品质是铂金级，因此除了暗黑龙王外，叶晨还能再召唤一个 BOSS 灵魂充当打手，眼下一直没有着落。而假如能搞到幻蝶女王的灵魂印记，也能一定程度增加叶晨的技能手段啊。第136章，为防万一，你们仨先出去躲躲。那就多谢金会长的热情款待了。叶晨也是故作矜持了一番，然后勉为其难就把4张门票给收了下来。不过叶晨不知道的是，自己脸上那喜不自胜的表情，落在金会长的眼中则是震惊之意越发浓郁。其实本来金会长并不打算将这种秘境门票送给叶晨的，毕竟幻蝶女王实在是太邪性了，虽然没有秒杀技能，反伤机制也是没有，但独特的置换能力也是被公认为70等级范围精英级秘境中最为棘手一批之一了。所以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金会长只是打算将这张门票展示给叶晨看看，告诉他70级的秘境可没有这么简单，打个退堂鼓，换个简单点的秘境，这样一来就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可结果叶晨非但没有拒绝，反而是兴致盎然，直接就给接受了。叶晨不是傻子，既然欣然接受这4张门票，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手上必然拥有强攻这个秘境的手段和方法。以金会长的眼力，自然是能看出叶晨现在的等级是42级，但一个42级居然有魄力带队挑战70级的精英秘境，这不得不让金会长对自己的选择大感欣喜。这波投资很有可能是近10年来投资最赚的一笔啊！金会长双眼放光，喜不自胜地道。但其实在15年前，金会长也进行过一次投资就是了。那一次的投资对象是2个人，一男一女。本来大家都以为那一届国之试炼代表龙国参战的名额应当就属于那2人了，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在挑战试炼之塔最高层的时候忽然失踪了，这也就导致金会长的投资直接就以惨败告终。不过好在现在的叶晨貌似无论是潜力还是实力都要比15年前失踪的2人还要更强，因此金会长认为这一次的投资绝必是血赚，血亏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了。拿着门票，4人也是个怀心思来到了幻蝶森林的入口处。70级铂金品质的精英级秘境，由于3转职业者不管在哪个省市都是比较少了，因此这里也是根本看不到啥人。而且这里靠近野外高等级炼级区，绝大多数怪物等级都在50级以上，所以就连司机师傅都不太敢把车开到这里。好在金会长有专门的司机接送，所以4人倒也不用担心来回的问题了。什么？你在问主教的空间门？因为幻蝶森林的所在实在太偏僻了，野怪区往往跟生活区分隔开来很长一段距离，所以就算用空间门也还是要走一段距离，这才能抵达了。
不得不说，有专门的司机接送，真是很爽啊！打开车门，虽然周围的场景比较荒凉了，但这不影响叶晨心情很好。确实，这种感觉好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了。而一旁的唐灵儿也是感叹了起来。叶晨眉头微微一挑，不至于不至于，你们的家境应该很强，不可能说连专门的司机都没有吧？有倒是有，不过咱们唐家门口专门承包了一片练级区域，虽然效率不如练级场，但差距也就20左右吧，还不用跟别人抢，所以用不到司机。闻言，叶晨顿时冷汗直流。好家伙，也太凡尔赛了吧！这就是大家族的待遇吗？是我唐突了，叶晨也就不多问了，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进去之前，叶晨还有些话要说。这一次，这个 boss 就交给我来，没问题吧？闻言，三女直接就给叶晨翻了一个白眼。这不废话吗？这里面的 boss 等级70级，就算召唤小怪，等级也在60级以上，而他们仨等级最高的一个也才40级，哪怕是小怪都有点刮痧了。就算叶晨丢个混沌光环，足足20级的等级差距，这伤害也会被压制到一个极低的程度。所以，不是他们不想出手，实在是没必要啊。等下我释放群体疗愈，叶晨你只管输出就好，他们两个的安全你不用管。张蕊学习一个新的牧师技能，团体保人能力大幅度提升了。叶晨点点头，果然，这就是团队中配备牧师主教职业的好处。虽然输出伤害不是很高，但这辅助和回血能力也是各种职业中独一档的存在了。进入秘境以后，似乎是一大片空旷的森林，而且这个森林中隐约有一些致幻的粉末，不过好在浓度太低，微量吸入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环顾四周，精神的感知蔓延出去。咦，这个秘境竟然面积非常的大，按照精神属性覆盖的程度来看，整个森林至少有10平方公里的区域可以自由探索，这和之前攻略的精英秘境情况都不一样。就一个 BOSS 场地，击败完 BOSS 以后就完事了。结果到了这幻蝶森林，居然还给人击杀 BOSS 以后的探索区域，那会不会有宝箱什么的？想什么呢？其实之所以幻蝶森林会给出这么辽阔的地方，是因为幻蝶女王这技能太过难缠了，大多挑战秘境的都是4人团队，所以万一摄入致幻粉尘的话，这些场地刚好可以用来躲闪技能。至于整个森林里面会不会有宝箱，应该是没有的。关雅回忆起老爹给自己介绍的龙国比较出名的秘境，其中刚好就包括了这个幻蝶森林。真不愧是雅姐，见多识广，没得说。叶晨毫不吝啬自己的彩虹屁。不过眼下既然自己在这里，那估计幻蝶女王可能连致幻粉末都放不出来，就一命呜呼了吧。当然前提是禁咒技能的威力让自己满意的话。那个为防万一，要不你们3个稍微躲闪一下。一方面叶晨担心会误伤，而另一方面万一这 BOSS 不讲武德，上来直接丢个粉末，三女精神属性都不咋高，一旦中招，这岂不是会很麻烦？第137章秒杀光线，也轮到我来试试。闻言，三女先是微微一愣，随后脸上顿时露出了颓败之色。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此时此刻，叶晨已经完全具备了上位者的威势和实力，所以也只好乖乖的先跑到森林角落里面去了。毕竟这个秘境确实跟他们等级比起来，难度太高了。相比之下，还是等到受潮任务的时候再出力比较好。而就在准备好即将出手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来自女王的威严之音：你们这群愚蠢的人类竟然敢擅闯本女王的统治之地！随后便是一个背后带着2道幻蝶翅膀的人形女王，周身还跟随了不少闪烁的蝴蝶怪物。这就出来了呀！叶晨忍不住咂了咂嘴，心念一动，有关幻蝶女王的信息也是顿时出现在叶晨眼前。目标：幻蝶女王，等级70级，血量77800000，力量242，敏捷411，智力207，精神502，技能致幻粉末，幻蝶召唤，击杀后获得经验4100000，击杀后概率掉落铂金级装备技能书。血量、属性什么的就非常常规了。击杀的经验值在叶晨看来也就那么一回事，毕竟各种经验 buff 增幅，击杀掉这只 boss 也没法升1级了。不过用来试验一些技能也是非常不错的。7700万的血量勉强足够吧。于是叶晨抬手一招，一只拥有3个黑色龙头的巨型魔物直接就出现在了森林内。而看到这个巨大的黑龙身影，
三女眼中当即露出了一抹震撼之色。啊，这个东西不是暗黑龙王，那不是鄂州市精英秘境里面的 BOSS，80级的等级，咋这突然被叶晨给召唤出来了？听爷爷说，叶晨在白家宝库找到了幻灵杀神的技能书，我想这应该是叶晨学会了这个职业的技能，然后召唤出来的吧。听到唐灵儿的解释，关雅和张蕊脸上这才露出恍然的表情。对，是有这么一回事，不过也不怪他们忘记了，毕竟从白川市到现在，这都已经过去2个月时间了。结果叶晨到现在这才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所以印象不深，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唐灵儿将目光落在暗黑龙王灵魂的血量以后，连他都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什么？为什么这个 BOSS 灵魂的血量这么高，足足超过1000万的 BOSS 血量？而且据说白家老祖召唤的最牛逼的一只怪物灵魂，血量也没有超过100万。然而到叶晨手上，这血量直接就破1000万了。什么情况？我觉得 BOSS 的灵魂有1000万的血量，这应该很正常吧？关雅对幻灵杀神的了解显然就没有唐灵儿那么深刻了，只是听说有这么个职业，而且暗黑龙王的标准血量难道不是9000万？变成灵魂印记被召唤出来，血量变成1000万，这怎么看怎么亏吧？有啥大惊小怪的？不能这么算，幻灵杀神这个职业很特殊，召唤出的怪物灵魂会被视作职业者，遭受的攻击伤害和一般职业者对战相仿，而职业者之间的战斗往往伤害也就成千上万。而假如一个1000万血的灵魂召唤物被叶晨召唤出来，死！听到这里，三女这才明白，这1000万血量的暗黑龙王灵魂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代表，如果叶晨不出手，单单将这灵魂拿出来用于战斗，哪怕是什么都不做，站在这里，那对方无论等级有多高，是不是4转大佬，落在怪物身上高达成百上千万的伤害，也会因为一些缘故强制缩减，变成几千点、几万点。对于一些4转职业者来说，可能一些3转的精英秘境 BOSS， 几千万的血量，不到5分钟就能砍光了。结果到了叶晨这儿，和职业者同步的一个暗黑龙王灵魂，1000万血，每次砍个几千，那岂不是得砍上万次这才能砍光？而且血量，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优势而已。要知道，幻灵杀神召唤的怪物灵魂，还可以释放原本属于各自怪物的技能和天赋，也就是说，包括封印、反伤、秒杀光线在内，一切属于暗黑龙王本身的 BOSS 机制，在变成灵魂体以后，都会依然存在。另一边，正当唐灵儿3人还在想着技能机制的可怕时，叶晨操纵着暗黑龙王，已经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攻击。话说，对于 BOSS 怪的某些特殊机制，叶晨早就非常感兴趣了，其中就包括秒杀光线。以前都是 BOSS 怪对我丢这个技能，把血条清空什么的，现在也让我体验一下这种快感。想到这里，叶晨嘴角顿时露出淡淡的笑容，然后暗黑龙王的右边龙爪，一道闪烁着火焰的光线，对着幻蝶女王直接就丢了过去。火光？叶晨神色微微一愣。话说之前 Solo BOSS 的时候，没有看到秒杀光线还带火光的呀？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不过影响不大，秒杀光线落在幻蝶女王的身上，直接就造成了巨量的伤害。负777999999，原本7800万的血量，因为秒杀光线的机制，命中后强行让对方就剩下1滴血，所以幻蝶女王原本的满血状态，到了现在这直接就变成了1血。这一幕差点让叶晨冷汗直接下来，同时内心里也是一抹爽快感。幸好这招没给 BOSS 的血给清空了，留下1滴血，刚好最后再测试一下天焰葬礼禁咒的威力。但别的不说，这一发强制扣到剩1血的秒杀光线，轮到自己来释放，这感觉是真的很爽啊。第138章，秘境变成了空地，好像玩过头了，接下来该试验天焰葬礼的威力了。叶晨脸上带着无比自信的笑容，虽然说这是学习幻灵杀神技能之后第一次的实战运用，但实话实说，这技能给叶晨带来的惊喜却是相当之大的。本身1000万的血量，这已经比叶晨现在的血量还要高出2倍还多，所以如果是职业者之间内战的话，哪怕叶晨不出手，直接祭出这玩意，那对方估计人都要傻了。不单单是因为 BOSS 的体型往往比较巨大，还因为这 BOSS 血量贼 TM 厚啊，你让同级别的职业者这还怎么打？刮痧不刮个1-2天，都别想把1000万血给砍完。
就更别说这个 BOSS 还会丢各种天赋，封你技能，砍你血量。虽然暗黑龙王作为秘境 BOSS 就已经很棘手了，但估计没人会想到，成为幻灵杀神的灵魂召唤物，而且还是叶晨的召唤物以后，这个暗黑龙王居然会变得比原本的 BOSS 形态更加棘手。不过眼下因为叶晨还有别的技能要试验，所以不管咋样，暗黑龙王也该光荣退休了。剩下一滴血，虽然不多，但是用来测验最后一个禁咒的威力，也是绰绰有余。回来吧。叶晨右手微微一招，身上的灵魂印记顿时迸发出一阵光亮，而后暗黑龙王巨大的身形也是化为一道光芒，直接消失。看到这一幕，震惊到不行的唐灵儿、关雅等人则是颇感好奇。难道叶晨把暗黑龙王召唤出来的目的仅仅只是测试一下技能？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话说叶晨他等下该不会是要用禁咒了吧？唐灵儿俏脸有些紧张地问道。毕竟禁咒魔导师在龙国的名气属实是太大了。当初祭出试炼之塔并且用于升学考核的那位神秘四转大佬，据说就是一位等级超过了180级的禁咒魔导师，而那件黑塔则是他贡献出来的一件辉耀级品质的神器。根据传言，当初的这位禁咒魔导师借助试炼之塔的增幅，一发禁咒直接将整个龙都市所有侵略的兽潮全部重伤，然后化作灵体纷纷被席卷进入了试炼之塔，用于镇压封印。而整个龙都市的范围有多大，根本就不用多说啊。所以虽然叶晨学习的禁咒是2转30级就能学习，属于那种超级青春版的小型禁咒，但波及范围10几平方公里，估计整个幻蝶森林可能都不太安全了。闻言，关雅也是刻意比对了一下距离，好在幻蝶森林一整个区域面积还是非常广阔的，应该以2转禁咒的威力，不至于说会把他们波及进去的吧。而就在三女带着各色目光，或好奇，或紧张，或期待，注视着叶晨，期待他这一发天焰葬礼究竟能造成多大的伤害数字时，只见叶晨右手微微伸出，一团浓烈的火焰似乎将整个手臂都给染红。不过这还不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变红的不仅仅只有叶晨的右手手臂而已，连带着整个秘境的天空也是如同血染一般，直接就变成了赤红之色。啊，你们快看天空！三人中唯有张蕊属于法师系的职业，所以精神力自然也是更高。他一脸震战地看着如同火炉一般的天空，对于唐灵儿的担忧也是有点赞同了。毕竟作为一名牧师，法师系的主战职业，其实只要看一些技能的抬手就能大概猜到技能威力了。而这种能够引发天地异象的强大禁咒，或许就算待在森林的角落，好像也不怎么安全了。叶晨他不会忘记我们还在这里了吧？我感觉这个森林可能都要被他的禁咒炸没了。正当三女带着莫名的神采看向叶晨以及火烧云一般的天空，叶晨却是有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这技能威力好像有些不太够啊。虽然因为火属性附魔石的关系，导致无形之间增加了这天焰葬礼的技能威力，但因为禁咒魔导师使用的武器属于法师系的法杖一类，而法杖对于禁咒技能的威力增幅可以达到30以上，所以别看这天上的攻势相当唬人，但实际上这绝对不是能够释放出禁咒的真实威力，比起最为巅峰的时刻可能还得差了30左右。不过也没办法，毕竟法杖这几乎是属于法师系主战职业的固有装备，和技能书一样，有些装备同样是限定了职业，只有某些特定系的主战职业才能装备。虽然叶晨可以学习其他技能，但如果是装备的话，那可就让叶晨非常头疼了。全职业的法杖实在是太 TM 少了，不过也勉强凑合了吧，先试试看威力如何再说。轰！伴随着叶晨右手缓缓放下，一个巨大的火球逐渐从赤云中展现狰狞，而后直接就砸在了幻蝶女王的身上。热浪席卷，周遭的森林直接化为了烟粉，而一些圆点的树木则是生生的被拦腰砍断。至于幻蝶女王的头顶，则是当场冒出来一个恐怖至极的大数字-18929-746。是的，这一发禁咒即便没有法杖的加持，也依然造成了接近2000万点的超高伤害，而且对于整个秘境的环境也是造成了直接破坏。叶晨没来得及查看掉落，反而是回头环顾四周，结果发现原本一片森林的景象，此时此刻竟然直接就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空地。至于雅姐他们，好像是瑟瑟发抖，蜷缩在一块，身上好像尽是灰尘之类的脏物。不过所幸
虽然禁咒威力是很大，但火焰余威好像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不禁让叶晨松了一口气。好家伙，自己一时兴起，差点玩过头了，都忘记这秘境不是自己单独进入，而是带着3个如花似玉的妹纸了。这要是不小心伤着了，自己岂不是成了罪人？第139章，受潮任务这就来了。叶晨被嘲讽了，眼下自己这招天焰葬礼直接就把幻蝶女王的血量给彻底清空了，所以面前这一滩应该就是所谓女王的尸骸了吧。不过可惜的是，叶晨并没有在这一滩里面发现装备或者材料掉落的痕迹，这不免让他微微感觉有点失望。不过总体来说这也算正常，毕竟总体掉落率加成又没有超过100，而且就算幻蝶女王真的掉了啥东西，自己也未必用得上。蚊子腿级别的奖励已经有点入不了叶晨的法眼了。想到这里，叶晨也是立刻着手开启幻灵仪式，趁着热乎劲儿，直接将第2个灵魂召唤物给解决了。如此一来，以后出受潮任务可能都不需要自己本人动手，直接2个召唤物出来辅助代打。暗黑龙王负责主攻，而幻蝶女王则上幻术 buff， 让怪物自己内讧，都不用出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受潮自己就消亡了。当然，如果还有一部分没有解决的话，那就再来个禁咒收尾，不费吹灰之力，好几百的学分马上就能到手，没有比这更加惬意的生活了。叶晨心里不禁美滋滋的想着。然而很快，叶晨也是忽然想起，这自己要是全给消灭了，那队友们打啥？嗨，这就完事了，我们可以准备出去了。可惜啊，并没有爆什么掉落物。仪式完成以后，叶晨也是轻松愉快的来到角落，然后就准备带3女出去，结果却发现她们好像也是经历了一场大战似的。你们这是怎么了？身上怎么这么脏？要不先回去洗个澡？叶晨这话刚说完，3女顿时用一种很是埋怨的目光看了过来。你还好意思说，还不是因为你的禁咒威力太大了，差点把我们都给波及了。说话的口气好像很不满的样子。见状，叶晨当即也是讪讪的笑了笑。抱歉，这个倒是实话，毕竟在试验之前，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2转禁咒的威力居然能达到这种程度，覆盖范围完全波及了10几平方公里，简直都堪比某些主战职业3转大范围的攻击技能了。冷却时间还只要6秒钟，无敌了。离开秘境以后，叶晨本想先回去一下学校，去别墅洗个澡什么的，毕竟这一发禁咒下去，虽然技能释放有辨别敌我的效果，也就是说就算队友在攻击技能的范围内，也不一定会受到伤害，但作为释放禁咒技能的核心，叶晨身上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种各样的灰尘，整个衣服都给弄脏了。而作为一个颜值很高的帅哥，叶晨还是有点不太习惯穿着脏衣服到处乱走的。结果还没等回去学校，胸口的徽章顿时传来一阵消息，来自编外执法队，林凡学长竟然发消息过来了。叶晨微微有些吃惊，明明这才离开不到3个小时啊，这咋这么快就有消息？难道是什么地方又出现受潮了？让他们去执行任务去。点开徽章，然后叶晨查看了详细信息，果然一个名叫枣庄市的区域突然爆发了受潮入侵。由于枣庄那边职业者的实力相对孱弱，说是一个市，但从面积上来看，顶多和一个县也差不多了。最强的职业者实力也才2转52级的样子，虽然也有好几十个50级的职业者，但面对数以万计平均等级达到50级的怪物受潮，这结果是显而易见。如果不施加支援的话，估计会导致一场惨剧的发生啊！叶晨学弟，10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立刻赶到总部？10分钟？这也太紧急了吧！叶晨看了一眼自己身上这模样，顿时嘴角微微一抽。算了，洗澡看来是没时间了，还是提前先过去吧。好在学校的位置交通便利，再加上车速很快，所以10分钟赶到直律庭总部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刚好是林凡学长前来接待。不过当注意到叶晨4人身上这动静，顿时也是有些懵逼。你们几个刚才是干什么去了吗？嗨，也没啥。叶晨也是无奈的耸了耸肩，因为不知道任务啥时候能有，所以就干脆带着他们去刷了一个副本。动静有点太大，搞得身上有些脏。动静太大了。林凡有些诧异的看着叶晨，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叶晨的等级也只有40多级的样子，能闹出多大的动静来？不过对于叶晨的话，林凡却是表示不得不信。这是因为不久前陆校长这才告诉他，叶晨他们可是真真切切的将学前考试的 BOSS 给杀掉了，而那个 BOSS 足足拥有1000多万的血量，如果不是手上有点东西的话，叶晨他们有可能短时间内
将那 BOSS 的血量给耗光。所以，其实林凡这么问，单纯就是因为好奇，这动静到底有多大，也没有其他的意思。没关系，反正现在回去换衣服，等下执行任务还是会搞脏的，所以就不用换了吧。我现在带你们过去。于是林凡当即也是摆了摆手，示意叶晨他们4人赶快上车。叶晨表示这话真的好有道理。从龙都坐车到枣庄市武装部，差不多得1个小时的车程。由于受潮的数量一般都是数以万计，再加上当地武装部部长的实力也没有达到3转，堪堪50级的样子，因此不得不请执法队出手协助剿灭受潮。这次跟随车队的除了叶晨4人外，还有其他10几名苍兰学府的大3学长，等级基本上都是55、56级的层次，本来能够进入苍兰学府都是心高气傲之辈，所以当看到叶晨这么年轻的面孔，竟然和他们一块加入了执法队，甚至浑身的装备无不证明，叶晨的职业或许仅仅只是一个血骑士，再加上满是灰尘的模样，和他们身上的正装直接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车上顿时响起了一阵阵嘲讽的声音。第140章，惊了！一队抵挡数万受潮。新生血骑士，林学长，你确定处理受潮任务，让一个血骑士加入我们这事儿很合理？我和苏寒2人都是辅助职业，这种时候似乎安排几个50几级的主战职业比较合适吧？为毛要让大1的新生过来凑热闹啊？没错，你说这血骑士血量厚点，托关系过来混点血分，这我们也就忍了。其他3个妹子是怎么回事？不出意外，由于叶晨身上的装扮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某些以血量著称的特殊职业，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学府学生都是待人温和，也有类似这样心高气傲并且目空一切的家伙。就比如同样是大3学长的身份加入执法队，却对叶晨等人各种看不顺眼的苏寒、王林2人。不过这2人倒也有嘲讽的资本就是了，都是辅助职业，相比主战职业，辅助职业在职业者团队中那可是更加吃香的存在。就更别说王林的职业还是隐藏职业光环师，可以通过各种光环 buff 辅助提升自己乃至团队的战斗力。因此当看到明明是受潮任务，却偏偏要喊上4个大1新生，平均等级不超过40级，还有一个还是血骑士，这2人顿时起哄。不仅如此，整个车上其他参战的执法队成员也是一并起哄了起来。不过还没等叶晨说话，这个时候林凡却率先替叶晨解释了起来。都安静，都是苍兰学府的学生，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学府的规矩，而且加入执法队必须经过精密仪器的资格审核才可以，而叶晨作为队长自然是顺利通过了审核。果然，随着林凡的一番话以后，刚才还对叶晨冷嘲热讽的王林、苏寒2人神色顿时微微一变。毕竟作为刚加入执法队不久的新人，对于所谓执法队的审核可是再清楚不过了，需要整体审查他们的主属性是否达到标准，并不是说按照最基础的主属性来计算。毕竟如果浑身白板的话，一名60级的职业者属性总量也不会超过200点。200点的主属性，这能当做审查的评判标准吗？显然是不行的。对于50级加入执法队队员的资格审查，仪器给出对应合格主属性的标准是500点。各种装备增幅条件下，只要你的血量超过500才能加入。而如果2人没记错的话，如果是一名血骑士想要加入执法队，那么他的血量就要达到至少5万。然而眼前这个不起眼刚入学没多久的大1新生，作为血骑士竟然满足了这个标准。咕噜狠狠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以后，2人看向叶晨的目光也是开始躲闪了起来。毕竟50级的他们这才勉强达到入队标准，结果叶晨这40多级居然就已经达到了。而且看林凡对待叶晨这态度，2人心里一合计，糟糕，或许叶晨的审查结果还不只是5万血量这么简单，或许这血量已经超过了5万点的标准。毕竟苍兰学府历届招生可是从来没有说招收过一个血骑士学生，并不是说血骑士太少，而是能达到苍兰学府入学标准的血骑士实在是太少了。但叶晨竟然就成为了苍兰学府史上唯一一个入学的血骑士，这难道还不能侧面体现出叶晨的非同凡响？于是想到这一点以后，这2人也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继续说话了。既然学府招收叶晨，那就说明他肯定不是常规渠道招收上来的，所以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自从2位学长不敢继续出声嘲讽叶晨了以后，整个车程都变得安静了太多，而叶晨也懒得和他们计较。抵达以后，车队立刻就受到了当地武装部的热情欢迎。
本来应该是好好款待一下你们的，但眼下的情况比较危急，附近的一些村镇正在遭受怪物的侵袭，所以还是麻烦各位了。这位武装部部长脸上带着浓浓的担忧之色说道。林凡点点头，作为本次任务的长官，当然是知道先处理受潮的重要性。随后神色凝重地从这位部长手上接过一份侦查报告。不过当他看到报告上密密麻麻的受潮照片，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数量怎么会这么多？粗略估计一共5个受潮点位，最少的一处少说都有5、6千的怪物出没，而最多也就是最密集的一个地方，怪物数量几乎连数都数不清了。粗略估算一下，至少都是3万只怪物起步了。而这么多的怪物，光靠一支4人小队绝对是没法解决了，少说也得安排上百个人过来火力支援。叶晨，你们小队实力偏弱，而且等级又只有40级左右，所以你们就负责4号区域的受潮怪物。叶晨看了一下，4号区域可以说是怪物数量最少的区域了，满打满算也就5、6千，这也太拉胯了吧，完全没办法发挥自己的实力啊！而且最主要的是5、6千的怪物，算下来才给自己血量增加多少啊？有没有3万都难说。那个林学长，还是给咱们安排1号区域吧，也不用其他职业者小队支援了，我们一个团队就能全部解决了。叶晨当即也是笑了笑，然后跟林凡学长商量了起来。结果叶晨这句话刚说完，包括林凡在内，以及苏寒、王林惊讶的目光直接就朝着叶晨这边看了过来。等一下，叶晨，你是说你们4个人单独来处理1号区域的受潮？林凡在说话的时候刻意加深了1号区域这几个字，这是因为这些区域是按照受潮规模大小进行划分的，1号区域受潮怪物最为密集，同时综合实力也越强，怪物数量以万来计算。然而叶晨刚才说什么？竟然要让他把整个1号区域全部让给叶晨小队来进行抵挡？这有那么一瞬间，林凡甚至在怀疑叶晨是不是在跟他开玩笑啊。第141章震撼，叶晨一人要独占受潮。叶晨，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们小队一共4个人来负责1号区域的所有受潮，你们人数确定够？虽然对于叶晨，林凡已经是保持了足够多的信心，毕竟自从苍兰学府开始走特招入学的套路，并且安排学前考试这个独特的考核机制了以后，考试 BOSS 就从来没有说被人击败这么一说。而叶晨他们小队则是直接创造了一个历史，并不是按照坚持时间最长来评判的考试结果，而是因为将 BOSS 给杀死了，所以这才拿到无级别的学分卡，连同100学分的初始奖励。因此如果单从战斗力上来考虑，其实林凡并不担心叶晨他们小队输出方面有啥毛病，毕竟你一个接近2000万血的大 BOSS， 你能在1分钟之内干掉，不管使用了什么方法，这在林凡看来已经是属于惊世骇俗的天才了。而受潮的怪物质量，除了15年前袭击龙都的那次以外，几乎都可以用拉胯2个字来形容。而这一次50级左右怪物的受潮，其怪物平均血量甚至还不超过3万。但林凡真正在意的是，学前考试 BOSS 血量确实是无敌高，但只有一只啊。对群和对单这2种战斗职业的输出模式可是完全不同。比如对单职业往往能造成单体大量的伤害，但群攻就非常乏力了。而一些群攻系的职业，比如元素系列的魔导师，通过大范围的元素攻击可以造成元素伤害，但相对应的技能威力就会有所下降。毕竟所有职业相对讲究平衡，你群攻怪物数量多，伤害必然下降。而擅长单体攻击的战斗职业，那么群体技能威力必然疲软。而能在对群对单上兼顾伤害输出的，林凡纵观整个脑海都只能拿出一个来，那就是禁咒魔导师。如果叶晨他的职业是一名禁咒魔导士的话，那么一发禁咒下去，能够直接击溃数以千计的受潮怪物，这个林凡绝对相信。但可惜的是，禁咒魔导士这技能 CD 实在太长，半分钟时间一波受潮清场，下一波马上就到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叶晨也不是禁咒魔导师啊，怎么可能仅凭4人小队直接就抗住怪物数量最多的1号受潮区域？然而就在林凡试图通过讲道理的方法让叶晨知难而退，作为新人还是简简单单随便加入一些小队执行最简单的受潮任务，结果接下来叶晨的一句话更是包括林凡在内的所有人彻底震惊了。其中尤其以苏寒、
王林两人惊恐的神色更甚。毕竟刚才其他人对叶晨四人都还没咋嘲讽，反而这两位上来直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输出。而眼下叶晨展现出的自信越多，那岂不是显得他们对比起来就越发小丑？当然不可否认，或许有那么一丝可能虚张声势的成分在里面，但既然连陆校长还有林凡都如此看重，甚至对叶晨都有点刮目相看的意味了，这两人内心也是有点打鼓。虽然可能性极低，但万一叶晨真的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可能性能做到，这可咋整？所以本来这是一个绝佳嘲讽的机会，结果这两人直接就默不作声，用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目光看向了叶晨。是的，虽然平日里他们是挺高傲的，而且也看不起一些拉胯职业，比如写骑士之类的，但眼下这种时候嘲讽啥的也太无脑了，还是等到事实情况摆明了再说，不然的话当众打脸的这多不好。结果他俩完全没有想到，叶晨一句话说完之后，竟然又爆了一句话出来。什么？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林学长。叶晨无奈地耸了耸肩，我的意思是，雅姐他们三个，你就随便安排几个附近的受潮区域就可以了，1号区域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叶晨这话一开口，现场的气氛已经不是凝固了，众人的脸上已经有一丝丝恐惧在里面了。而且除了王林和苏寒两人之外，甚至连武装部的几个高层都开始面色惊恐，窃窃私语。这一个人负责一整个受潮区域，疯了吧？林队长这是在干什么？他也愣了吗？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反驳吗？看穿着还有徽章上的标志，应该是大一新生加入的执法队吧？未来前途一片坦荡啊，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还是个血骑士，可能是我见识短浅了吧？没听说过血骑士能有啥技能攻击的？难不成是通用技能？可通用技能也没法一个人阻挡上万的受潮啊！林凡闻言，同样是面色复杂的看了叶晨一眼，内心里早已是翻江倒海。不过随着三女的表情入眼，林凡本以为这三人是叶晨带来的，这种时候不只是自己，恐怕他们三人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叶晨。毕竟别说一个人了，就算是4人小队，那也不可能单独挡住受潮啊。结果让林凡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叶晨这堪称是送死的决定，三女竟然没有露出半点挽留甚至是抗拒的表情，反而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有没有搞错啊？难道说叶晨这一个人还真的有啥单独对抗受潮的手段？话说叶晨好像和交易市场的金会长关系匪浅，曾有人看到叶晨手上拥有黑金卡片。想到这里，林凡紧皱的眉头顿时缓缓张开。其实并不是说低等级主战职业就丢不出大范围攻击技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强大的主战职业缺钱的时候，偶尔会委托炼金术师将一些技能寄存封印在卷轴中，根据威力进行品质评级。而如果某些技能卷轴品质达到钻10级，是可以造成大范围的伤害的。也就是说，如果叶晨手上刚好就有这样的技能卷轴，那么一人迎战受潮，这似乎也并非是没有道理了。第142章全场懵逼，这混沌光环哪里来的？既然叶晨都这么说了，那林凡也只好默认叶晨的手上可能掌握什么大范围的技能卷轴，一口气可以将受潮怪物全部给秒杀。因此想到这种情况以后，林凡也只好点了点头，勉强答应了叶晨的提议。毕竟该说不说，如果叶晨确实有这个能力单独吃下一个区域的所有受潮，那对于叶晨本人来说还真是有些好处。毕竟几万的怪物数量算在一块好几千万的经验，再加上各种各样经验卷轴的加持，虽然不算多，但对于42级的职业者来说还算不错了。既然你执意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区域。等下，林凡心想，我都答应你的条件了，这下你总该满足了吧？结果到这里，叶晨居然还没有结束，除此之外竟然再次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3人也分配到不同区域好了。这又是为毛？林凡满脸震撼地看着叶晨，不过最终也只好默默地点头，同时也是不禁感叹，自己好好的一个队长，咋对一个执法队队员这么听话呢？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但随后林凡又回想起叶晨那高达400万的血量，虽然自己是队长没错，但这个世界向来以实力为尊，400万血的血骑士见过没有？从未见过，甚至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听说血骑士居然能超过100万血的。所以按照叶晨的潜力，以后迟早有一天会站在龙国的顶峰吧。既然这样，
自己也算是卖未来的巅峰大佬一个面子。于是按照叶晨的要求，林凡直接是依次将张蕊、唐灵儿还有关雅三人给分配到了2号、3号和4号区域。除了叶晨这边以外，其他3个区域的队伍人数无一不是超过了上千人。空旷的区域与黑压压的人群直接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叶晨倒是毫不在意，自己吃爽了就行，反正这波受潮下来，自己少说能暴涨3、5万的血量。兄弟们，第一波受潮马上就要来了！林凡大声冷喝，同时也是指挥第2区域的负责人，让他对第1区域看着点。毕竟眼下已经认定叶晨可能是打算靠某些技能卷轴来剿灭受潮，而那种卷轴属于消耗品，一旦使用了以后马上就会消失，一次性的产物。万一没法彻底将怪物彻底剿灭的话，那叶晨很有可能会被剩下来涌入的怪物给包围。第2区域的负责人点了点头，直接就应承了下来。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落在新队员张蕊的身上，这周身散发的一圈光环，这是咋回事？而且似乎看上去还很混沌。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似乎是属于光环师的 buff 技能。奇怪了，为啥自己身上没有？这名负责人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心说不至于啊，毕竟他们区域中并没有人的职业是光环师。亡灵，是不是你做的？于是他扭头直接就对着整个执法队中唯一的一个光环师亡灵大声询问了起来。结果亡灵脸上的表情比他还懵逼。没有啊，我承认我会使用混沌光环这个技能，但我一次只能同时给10个人上光环 buff。咱们第2区域的人，我都是挑选的几个上的光环，而且我尼玛，这特么的居然是混沌光环！这光晕，这色泽，老子压根就放不出来啊！亡灵有些嘶哑的说道：“不是你，这连队伍当中唯一的光环师都否认了，而且还专门提及他释放的光环技能远远没有施加在张蕊身上的光环要强大。这岂不是说有一个未知的光环师大佬在暗中出手帮忙，而且就单独帮助张蕊一个人？这说不过去了吧？不只是张蕊而已，应该说凡是叶晨的3个队友，包括叶晨在内，身上都被缠绕了一圈混沌光环。轰！这声音夹杂着语调，林凡等人的脑袋直接就炸了。卧槽，这特么的哪里来的混沌光环技能？难道这个光环师是叶晨他们家的亲戚？不然的话，为啥这一圈光环就只针对叶晨他们释放，其他人哪怕是一点边都不沾？最终还是光环师亡灵本人艰难地说出了答案。作为一名光环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技能是叶晨放的。啊！亡灵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顿时感觉到一阵阵脊背发凉，头皮发麻，甚至这受潮都还没有彻底出现，这一圈队伍心态都有点崩溃的感觉了。你是说一个血骑士能够释放混沌光环？这不是你们光环师的专属技能吗？技能卷轴也没有说专门载入辅助技能的呀。林凡的大脑直接就短路了。卧槽，那看来叶晨或许身上还真是有点东西了。也许之所以叶晨有信心一个人面对第1区域的所有受潮，并不完全是靠着技能卷轴，没准叶晨自己手上也有另外的手段，比如这个混沌光环是叶晨专门找机会学习的。之所以能够学习其他职业技能，或许又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天赋导致。越想越乱。总之林凡很快就放弃了思考，转而有些摆烂的看着即将涌入的受潮。算了，还是不想了，具体情况咋样，等下等到叶晨出手亲自看一看，那不就知道了。不过还没等林凡松一口气，只见第2、第3区域突然出现了一头巨大无比的黑龙怪物，以及一只浑身被幻蝶包裹的女王身影。这是怪物，林凡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抽抽。卧槽，这可不是一般的怪物啊！谁见过正常受潮野怪体型这么离谱的？这受潮啥时候连 BOSS 怪也加入其中了？第143章，一个血骑士哪来这么多技能？这2个 BOSS 是什么情况？我记得我看过各省市 BOSS 怪物图鉴，那个黑色的家伙貌似是来自鄂州市80级的精英秘境龙鳞洞穴，名叫暗黑龙王，血量高达9000万。那个粉色蝴蝶就不用说了，这个我特么太清楚了，这是来自咱们龙都幻蝶森林的 BOSS 幻蝶女王，70级，血量也是贼厚。奇了怪了，这为啥这些 BOSS 全都跑到秘境外面来了？一般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在秘境里面待着吗？林凡还没下令，结果反而人群中的职业者们互相之间讨论了起来。毕竟这情况属实也太异常了。
绝大多数在场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除了执法队的这群精英，年龄都不大，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这时，林凡还有当地武装部的部长眉头微微一皱，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没错，虽然精英秘境中的 BOSS 几乎不可能平白出现在现实当中，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20年前针对龙国龙都的那场兽潮袭击，除了一般的怪物之外，那不还出现了等级高达150级的 BOSS 怪吗？眼下的情况何其相似，只不过这两头怪物的强度远远不如当年的深渊魔君那么恐怖。怎么说，林队长，虽然年龄上林凡比自己要小个20来岁，但双方的实力也是非常接近了，甚至林凡毕业后直接3转，层次比这位部长还高了。林凡想了想，当机立断地回答道：还能怎么办？出手，立刻将这2只怪物拿下。结果随着众人技能一致朝着2头 BOSS 身上丢，却发现竟然压根造成不了一丝一毫的伤害。这是啥情况？嗨嗨，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因为眼下怪物还没到，所以叶晨也懒得使用禁咒出手，反而是颇为好奇的看着这边的动静。结果没成想，其他区域的队伍居然集结在了一块，各种攻击技能全都丢出来了。这咋个情况？林凡也不扭捏，当即也是简单的跟叶晨介绍了一下。叶晨这次的受潮任务恐怕不简单啊！我们发现这一次受潮任务的难度有所提高，竟然出现了2只原型期80级的 BOSS 怪物。一旦让这2只怪物腾出手来，恐怕会给当地带来比受潮更加糟糕的情况。结果听到林凡的解释，叶晨的脸色当即也是一黑。卧槽，你们别乱搞啊！这2只 BOSS 怪是我召唤出来的啊！显然刚刚这才恢复过来神智的林凡一下子脑子又给短路了。啥玩意？你说这2只 BOSS 怪并不是来自兽潮本身，而是你召唤出来的？你特么的不是血骑士？林凡有些崩溃的大喊了起来。当然，既然叶晨都承认了，那么自然是第一时间让其他职业者小队停手，不要再打了。而且这一下他也总算知道，为啥技能攻击落在 BOSS 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这是因为由于叶晨是他们的队友，而一旦组成团队，那么友方的攻击是会自动屏蔽掉的。当然，那种沙尘飞溅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些许意外发生。也就是说，正因为这2个 BOSS 是叶晨召唤出来，所以这才攻击对 BOSS 无效。没错，我是血骑士。叶晨讪讪地笑了笑。不过，既然我会使用混沌光环，那么学习一下幻灵杀神的技能，召唤2个 BOSS 怪帮忙辅助打架，这个很合理吧？林凡，叶晨的一席话直接就再次给他干无语了。是的，你说的话真的好有道理哦，竟然一时间连他都没办法反驳。服了，服了，这特么的！林凡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2个怪物以及混沌光环竟然都属于叶晨的技能，这肯定是天赋跑不了了。那么，既然天赋允许叶晨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那么是不是也包括禁咒魔导师的技能在内？如果叶晨并不是靠技能卷轴，而是真的学会了某些禁咒，那这第一区域的受潮是不是就顺理成章能被叶晨一个人给解决了呢？是的，当然非常明显，真是个变态啊！想到此处，林凡心中忍不住狠狠地暗骂了一句。自从毕业加入执法队以后，林凡就见识过好几批大3学弟来执法队实习执行任务，而苍蓝学府的大3学生嘛，不出意外都是年轻一辈1等1的天才。不过林凡感觉和自己比起来的话，这些天才总是差了一点意思，并没有那么强势。但在叶晨一个血骑士的面前，林凡可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压力。如果当初自己入学的时候遇到叶晨这样同届的超级大佬，估计自己只能望其项背，一辈子活在叶晨的阴影下了。好了好了，你的事情我就不管了，第一区域交给你负责，我放心。来，第2、第3区域人员撤走，总共分出2000人到剩下3个区域辅助支援。于是在知道这俩怪物出自叶晨的手笔以后，林凡的策略一瞬间就给变了。毕竟眼下2只 BOSS 怪在叶晨的操纵下加入了战局，而有关幻灵杀神这个职业，据说操纵的怪物灵魂可以使用 BOSS 怪本体的一切天赋和技能，所以自然是包括秒杀光线、反伤等等在内。秒杀光线属于大范围的攻击技能，强制扣血到1点，那种脆度结合混沌光环的 buff 效果，一个平 A 估计都能砍死一大堆的怪物了。因此前3个区域
交给叶晨他们4个人就完全没问题了。剩下的小队共同分配其他3个区域，虽然挤是挤了点，但至少这次任务完成应该是轻轻松松了。第144章，天地异象。是谁在释放禁咒？就在叶晨将2大 BOSS 怪的灵魂召唤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兽潮的攻势如约而至。而这时，林凡以及部长的神色也是变得严肃起来。说是可以这么说，但真正面对这种情况，可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赵坤，注意负责好叶晨3个队友的安全，千万不能让他们出什么岔子。如果可以的话，他们那边的兽潮，你们多担待一下。其实，林凡这种操作在正常兽潮任务中是绝对禁止的情况。毕竟兽潮任务本质上是一场针对怪物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考核苍蓝学府学生的一种手段。面对兽潮的时候，这些天才学生们究竟会使用哪些手段抵御进攻？这些都会被林凡纳入记录，最终实际情况汇报到学府那边，然后根据结果来给予学分发放。但眼下这种情形，也是让林凡不得不考虑开后门的事情了。毕竟叶晨实在是太优秀了。相比之下，虽然其他3位队友稍显逊色，但毕竟本身等级也就40级左右，甚至有2位这才36级不到，所以提前给予一些照应也是应该的。他可不像到时候回去汇报的时候，因为学生受伤导致自己劈头盖脸被一顿臭骂。然而很快，林凡的这种想法立刻就被3女剽悍的攻击手段直接彻底给击碎了。因为在混沌光环的加持下，3女每一人每一击造成的伤害数字竟然全部都在3000以上，这输出伤害已经丝毫不在其他同规格的队员之下了啊！林凡瞪大着眼睛，难道这3个女生和叶晨一样都是变态？虽然伤害3000不足以秒杀这些怪物，但毕竟兽潮怪物的等级足足比他们仨高出10几级，这等级压制下还能造成3000多的伤害，这要是正常情况，输出岂不是破万点？你管这叫40级？不过很快林凡也是突然想到，其实这些伤害也未必就是3女爆发出来的，毕竟他们的身上不是增加了一个混沌光环 buff 吗？那么之所以能造成如此之高的伤害，那会不会是由于叶晨提供的 buff 导致的？所以关键因素果然又在叶晨的身上。哈哈哈，这光环 buff 果然爽啊！我一次攻击都能带来4000点的伤害，足足提升了20啊！确实，看来光环师作为隐藏职业，果然是有他的道路在里面。团队中还是有王林这样货真价实的光环师的，只不过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就只给附近的几个队友上了光环 buff， 而这些队友也是非常直观地体会到了光环师带来的强大辅助效果，当即也是忍不住感叹了起来。然而当看到唐灵儿的瞬杀突刺以及张蕊的圣灵洗礼，就连关雅的暗夜袭杀都能造成3000多的伤害以后，这群人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操！为什么他们3个的伤害跟我们居然差不多这么多？这不科学！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等级应该是40级左右，一些连40级都没到，这都能打3000，这要是正常怪，岂不是能打5000多？不对，他们的身上也是有光环加持，而且还是那个血骑士丢的光环。你不会告诉我，那个血骑士丢出来的光环辅助效果比正儿八经的光环师还要牛逼吧？真是见了鬼了！而就在众人对叶晨这混沌光环蛮横不讲理的辅助效果震惊不已的时候，另外一边，叶晨自然是不知道这些，望着朝向自己的兽潮大军，粗略估算了一下，第一波兽潮的怪物数量竟然足足超过了5000。林学长好像说过，这兽潮攻城一般都要分3轮进攻吧？那岂不是说这边光兽潮就有15000的怪物？卧槽！那要是将这些怪物全都给杀了，自己这血量又能暴涨到什么程度？这是直接要起飞了。再加上暗黑龙王与幻蝶女王2个 BOSS 杀掉的怪物，同样会被计算在叶晨的身上，所以整体算下来，叶晨这波少说能宰25000怪以上，换算下来，这血量加成估计又要破10万了。想到这里，叶晨看着前方的兽潮，目光中顿时透露出一抹凶意。看来还真是要一口气将这些怪物全部都干掉了呀。然后看了一下周围，还好，这1号区域几乎是一片空地，而且居民早就被疏散了，所以如果释放禁咒的话，一些建筑残骸啥的应该不至于导致误伤情况发生，这就太放心了。于是叶晨手掌心一道无比炽热的火光在凝聚，而后整个天空仿佛像是有什么火热之物蓄势待发，随时准备降下神罚。
隐约之间甚至还能听到来自天空的轰鸣。诡异的动静当即也是引起了不少职业者们的注意。他们抬起头，看向如同被烧得赤红的天空，表情瞬间凝固。卧槽，这天空是什么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禁咒降落的前兆。你咋这么确定一定是禁咒？咱这儿没有禁咒魔导师的存在啊！废话，老子当初亲眼见到过禁咒魔导师出手，我能不知道？1号区域，叶晨身上被大量赤红色的光晕笼罩，一道又一道华光不断泛起，每一道华光就意味着一分火属性被凝结在禁咒之中。随后，禁咒爆发，整个1号区域瞬间就被从天而降的天焰吞没，随后便是满屏的伤害数字随之呈现。-9828796，-1137441，-21876624，1号区域的动静，连同一连串伤害数字的曝光，其他区域那些还在用原始技能抵抗受潮的职业者们，汗如雨下，脸色惨白，身体颤抖。第145章，卧槽！每6秒释放一个禁咒，来自天空中的火焰仿佛不要钱一般的频繁落下，而且每一次降落都能给下方的受潮怪物造成至少900万点的超高伤害，而且900万，这在整个伤害数字里面已经有点不太够看了。这其中一些暴击大数字竟然已经接近了2000万，开什么玩笑？这种级别的伤害数字只有在一些4转级别的超级大佬身上才看到过。结果你说一个50级的受潮任务，技能落在怪物身上的伤害少说都上千万，疯了，真的是疯了。要么就是叶晨他开挂了，但眼下聚集在这里执行任务的职业者们数量超过了好几千，眼前的这一幕可不止他们1-2个人看到啊，那是足足好几千人同时都看到了这让人震撼的一幕。所以除非是他们所有人一块发疯，不然的话怎么解释所有人看到的情况都一模一样？这些都是叶晨学弟做的。林凡张大着嘴巴，彻底无语了。虽然透过刚才张蕊他们身上的混沌光环，林凡已经基本确定叶晨身上肯定是有特殊底牌手段的，于是第一区域顺理成章的让给了叶晨，这没有问题。而且叶晨刚才的种种表现似乎也侧面印证叶晨可能真的掌握某些禁咒。至于威力啥的，林凡也没有细想，毕竟在混沌光环的加持下，就连关雅他们的技能威力等级压制的情况下都能造成3000多点的伤害，所以如果叶晨真的掌握某些大范围的禁咒技能，这威力没得说，肯定足够啊。结果让林凡震撼不已的是，少则900万，多则2000万的伤害大数字，这已经不仅仅是威力够不够的问题了，这伤害明显是已经溢出了，甚至一些4转级别的职业者大佬估计造成的伤害都远远没有叶晨的伤害恐怖了。这他娘的还是个血骑士，这简直就是全能型的战士啊！最终林凡还有之前曾看不起嘲讽叶晨的王林、苏寒等人狠狠地往喉咙里咽了一口唾沫，说话的时候连嘴唇都是在颤抖。这特么，本以为他们苍兰学府这一届来了一个潜力有点强的血骑士，结果直到现在他们这才发现，这已经不是潜力强不强的问题了。怪物，叶晨这家伙完全就是一个怪物啊！呼，震撼过后，林凡也是基本确认，叶晨这波应该是使用了某种禁咒类的技能，而且应该也不是技能卷轴，而是真的源自叶晨本人。但眼下一发禁咒的威力虽然强大，固然将第一波的受潮怪物轻松秒杀，不过眼下这受潮源源不断，并不是说你丢一发禁咒下去，这些怪物就完事了，全都没了。在这些怪物身后，少说还有近万只怪物尾随其后。而根据一些禁咒技能的说明，威力强大的禁咒往往其冷却时间也是比较长，哪怕是2转层次能够学习的禁咒，其冷却时间也是长达30秒，半分钟的时间，这第2波受潮马上就冲过去了。赶紧，小队的人赶紧上去支援叶晨，也不是说抢占功劳什么的，而是只要挺过30秒，叶晨应该就能释放下一个禁咒了吧。虽然挺不可思议的，但结果还没等林凡说完，几秒钟的时间过去，负责支援的小队职业者们还没来到叶晨身边，只见叶晨一个抬手，下一发天焰葬礼早已准备就绪，然后轰轰轰轰，又是一连串丝毫不弱于第一次的禁咒攻势。第2波受潮水还没有完全抵达叶晨跟前，然后就被这一连串的火焰彻底烧成虚无。至于伤害，和前一次的一样，甚至似乎这次的伤害还要更高。
毕竟第一次还有900多万的伤害数字，结果第二波禁咒下来就没有一次伤害数字少于过1000万。林凡，妈了，人已经彻底妈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这特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不是说禁咒技能最短冷却时间是30秒吗？也就是说，哪怕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加在一块，最快也得过半分钟才能凝聚下一发禁咒出来。结果叶晨从第一发禁咒抬手到第二发出来，中间的时间居然还不到6秒，每6秒释放一次禁咒攻击，疯了吧？看到叶晨在这第一区域大显神威，其他区域的职业者们瞬间就没有继续执行任务的心思了。毕竟他们这些人每次能给怪物造成5000多点的伤害，这就已经很高了。结果叶晨一个禁咒下去，不仅伤害数字爆表，而且几乎能够将整个波次的兽潮全部都给清空秒杀。这还怎么打？你们都愣着干什么？怪物都冲到跟前了还不动手？结果这些人呆滞的后果就是一些兽潮怪物都冲到跟前了，这些人这才瞬间反应过来。相比较叶晨这边，其他小队成员的效率就低了太多了。当叶晨所在的第一区域终于将所有兽潮全部清空的时候，其他人这边甚至才清理到第3波，这效率差距也是显而易见。所有人见状再次受到了猛烈的暴击。需要帮忙吗？叶晨来到关雅他们面前，虽然有混沌光环加持，但3000多点的伤害也不可能说直接将一只怪物给秒掉。叶晨看着陷入苦战的三女，当即也是表示，要不然还是自己出手好了。一发禁咒下去全都解决了。结果三女连忙摆手，还是不要了。毕竟叶晨出手的话固然可以很快解决，但这些兽潮怪物对他们而言也是升级的大补之物啊。本身他们和叶晨的差距就已经遥不可及了，虽然剩下这批怪物也提供不了多少经验，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所以还是别让叶晨来和他们争抢这些怪物了吧。第146章赚翻，狂揽50万学分奖励。因为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这边的任务，所以接下来兽潮入侵的时候，叶晨也是没有继续出手。因为兽潮任务除了最基本参与任何就能得到的低保学分之外，剩下来的学分那就是多劳多得了。简单来说就是击杀的怪物数量越多，奖励的学分也会更多，而且最主要的是无上限。每击杀一只怪物，经过测算员统计过后，根据击杀怪物的等级和属性，将会给予10到200积分不等的积分奖励。而第一兽潮区域，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至少有2万只以上的怪物出没，所以算上保底学分的话，这一波叶晨至少已经获得了20万点的学分奖励，而且真正获得的积分数字必然要比20万还要更多。毕竟这20万积分的来源还是以最低层次的兽潮怪物来计算的。可第一兽潮区域怎么可能出现的竟是那些垃圾野怪？其中少说也有1/3属于次精英怪的程度了，而精英野怪每击杀一个能够得到100点的学分奖励，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波叶晨单人完成任务后能够得到的积分数量极有可能最终超过50万。然而需要知道的是，学分交易市场里面的装备道具里面，哪怕是铂金级的装备，满打满算也就几千的学分。然而从现在开始，哪怕叶晨什么都不做，就能平白带走至少50万学分回去。在龙壁怪物结晶都不被认可的苍蓝学府内，叶晨这妥妥的已经成了一个富豪。当然这20万点学分也是叶晨应得的，毕竟正常来说，大3学级的职业者往往等级都没有超过60级，而且一些大范围的攻击技能，除了某些特殊职业比如禁咒魔导师之外，是只有3转的时候才能学习或觉醒的。因此别看王林、苏寒他们等级挺高，但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攻击技能，一次性顶多击杀3个怪物。而执法队参与一次兽潮任务的全员总共也就上千人，考虑到每个人中间的贡献，平均算下来，在不摆烂的情况下，每次兽潮任务单人获得1000点学分，这也算合格。结果即便是叶晨从现在起一次手也不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合格的标准了。由于叶晨不再出手，所以抵御兽潮的时间也是随之加长，本来10分钟不到就能完成本次任务了，结果硬生生的拖到了1个小时。经过测算员统计，本次兽潮共计出现了超过35000的怪物，去除掉相当一批人员属于辅助职业，战斗力偏弱，所以学分另算。剩下的那些人能够击杀的怪物以及分配的学分就相当可怜了。兽潮任务不定期开启，基本上是哪里有了动静，哪里就会安排对应的执法队前往。
几乎每次盘算下来，单次受潮任务一个人差不多能击杀30来只怪物，差不多上千学分。然而本次，由于叶晨一个人单独挡下了上万只野怪，所以剩下留给其他队员们的野怪数量就只剩下了一半多，最终学分也是只有原本的一半了。一些努力的学长最后也只是击杀了10几只怪物，得到了300学分，最终800学分收场。肉眼可见，这名学长的脸色也是非常难看了。妈的，比起正常情况足足少了200学分，这也太坑爹了啊！然后深深的目光直接就落在了叶晨身上，随后心里也是暗暗发誓，以后凡是叶晨参与的受潮任务，可是千万不能继续参与了。毕竟正常的任务虽然速度是慢了一点，但比叶晨在的时候能多20的学分奖励，这还是很香的。毕竟大学毕业以后就只能通过龙币的手段来获得铂金级装备了。然而每一件铂金装的价格又贼 TM 贵，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在学校里将装备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比较好。因此首先要避雷的就是和叶晨一块出任务，200点学分，5次任务下来就损失了一件铂金装啊。不过这些也只是执法队队员们的内心想法了。对于林凡还有当地武装部来说，叶晨的战绩简直是骇人听闻，甚至称之为天神下凡也毫不为过了。而且就是这样的一次战绩，更是让林凡坚定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叶晨他能够将这么多的怪物一次性全部秒杀，靠的并非是来自交易市场某些职业者大佬安置在卷轴当中一次性释放的技能，而是来自于叶晨本人。也就是说，身为血骑士的叶晨掌握了至少包括光环师、幻灵杀神、真言法神以及禁咒魔导师在内多种职业的不同技能。而且叶晨这禁咒释放的时间间隔也是很有问题了。以林凡的眼力，如果他的猜测没错的话，叶晨之所以能够将禁咒释放的时间缩短到不足6秒钟，极有可能是配合了全 buff 的某些减少冷却时间的技能。虽然这些技能属于单体类型，但叶晨踏马是个怪物，偏偏就能学习其他职业的技能，这有啥办法？林凡啊，估计咱们龙国这一届国之试炼的名单人选，必然是有叶晨一个位置了。真变态啊！林凡耳边传来当地武装部部长沉闷的声音，甚至都有点颓废的情绪在里面了。对此，林凡点了点头，表示可以理解。由于本次发生受潮的地方是个相对落后的城市，因此职业者们相关水平也是普遍偏低了，甚至比鄂州市的层次还要更低，连3级市都不到，顶多只能算是个发展市了。因此各种资源的匮乏也是导致这位武装部部长位置虽然与其他省市平起平坐，但实力差距就很大了。龙国各个省市之间都设有武装部，一些强大的省市比如龙都，部长的实力也是按照4转来计算，而且比4转标准100级要高出少说30级的程度。但一些拉胯的地方，比如当地，等级可能就只有50来级了，甚至林凡这种毕业没几年的毕业生，等级都能比他要高了。第147章，这么快就回来了？任务太简单了，整个受潮任务从抵达之后算起，总共用时还不到1个半小时，所有的怪物这就已经被全部消灭了。清点下来，根据测算员最终的汇报情况来看，本次受潮出现的怪物数量要比先前的任务还要更多，但花费的时间却和以前的任务相差不多。然而所有人回想起这次任务的经过，最终目光不约而同还是落到叶晨的身上了。毕竟这怪物里面少说1半以上都是被叶晨给消灭的。换言之，要不是叶晨加入战场的话，整个受潮怕是少说2个小时才能解决了。这对于职业者来讲也是体力上的一种巨大消耗了。当然这些都还不是众人感觉到最为震撼的地方，真正让众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精神恍惚的地方在于，最终当测算员将每一个参与任务击杀的怪物数量连同能够得到的学分统计一块公布出来以后，所有人在听到叶晨的结果统计以后，整个人都已经彻底麻了。我日，一次任务50万的学分，这特么是怎么赚到的？因为临近毕业的关系，大3学生往往时间也是极为充裕，相比理论课的知识，大3学长往往更希望用学分来兑换相应提升实力的手段。因此1个星期2次受潮任务，这是最基本的。而每次受潮任务按照1000学分的标准来计算，1周2次，1年那就是104次任务，每次1000分，算下来大3学生1年得到的学分数量甚至还不超过叶晨一次任务的1/5。这特么的还有天理吗？到底你是学长还是我是学长？总而言之，每想到这种情况，一块参加任务的各位学长们内心直接就彻底凌乱了。
相比较普通战斗职业，辅助职业的算分标准比较特殊。就比如这一次，由于叶晨直接就狂揽了兽巢一半的怪物，这就导致战斗职业们每个人能分到的怪物数量大幅度降低，学分也是比往年低了20左右。但辅助职业的话，是根据辅助效果与技能来评判的，因此像王林和苏寒这2位辅助，影响就不是很大，还是得到了1000学分。但这2人现在神色也是不敢继续嚣张了，毕竟当叶晨4人以新生的身份来参加任务的时候，这2位甚至还出声嘲讽过几次，虽然后面次数少了，但身为学长的骄傲还是存在的。可现在这恐怖到令人发指的学分统计数量，这2人也是一点张狂的底气都没有了，碾压，全方位的在叶晨面前被彻底的碾压了，还狂什么？辅助比不过人，叶晨身为血骑士，照样可以释放你光环师的技能，而且释放的还是混沌光环，这效果比他亡灵的辅助光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就更别说辅助职业偏弱的战斗力，叶晨也是直接拉满，6秒冷却的禁咒不要钱一般的释放，这种级别的技能，要是丢在他们身上，那还有活路吗？还有那莫名遵从叶晨的召唤而来的2个 BOSS 灵魂，也不是出来打酱油的，真真切切的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比如负责吸引火力，但当他们注意到怪物对 BOSS 灵魂造成的几百点伤害，相比那几乎纹丝不动的血条简直不值一提，内心里瞬间也是拔凉的。要是让叶晨继续成长下去的话，这效果简直要无敌了。坐在车上，叶晨倒也注意到周围这些学长队员们莫名复杂的情绪，不过也没说啥，懒得说就是了。对了，你们的收获如何？对着身旁坐着的3女，叶晨也是好奇询问了起来。然后叶晨就被3女用无语的目光狠狠注视了一下，这情况还用问吗？给出的结果差不多700多点的学分吧，也还算不错了，毕竟3女的实力还是太差了，要不是叶晨的光环以及辅助技能，可能顶多就吃个低保，500学分撑死了。但和叶晨那50万的学分相比，依然是没有任何可比性了。700点的学分也是很不错了。叶晨刚想找话题说几句，看着越发3女越发阴翳的表情，当即也是讪讪一笑，呵呵，算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回到苍兰学府，叶晨，我现在去将任务情况简单的跟陆校长汇报一下。和叶晨告别以后，林凡走在路上也是迷茫了起来。究竟应该怎么汇报呢？如实禀报的话，陆校长会不会当场脑溢血发作，直接晕过去？应该不至于吧，毕竟陆校长也是在苍兰学府当了30几年的副校长了，总不至于这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所以还是如实禀报好了。咚咚咚，请进。哦，是林凡啊，你们执行兽巢任务回来了。校长室内就只有陆校长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旁边一个空椅子应该是校长专属了。但林凡从入学到毕业都没有真正看过校长，甚至连校长姓啥都不知道，反正是陆副校长大事小事亲力亲为，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了。你们这一次回来的时间挺早吗？怎么这才不到4个小时就回来了？是这次的任务太简单？对了，叶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陆校长也是不经意的问道。他自然是不担心叶晨的实力，不过他也绝对想不到，之所以这么早回来，不是因为任务简单，而是因为叶晨刷怪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分钟，一个人就把整个执法队一半的任务量全都给解决了。不然的话，还想4个小时整个往返，想没事去吧。陆校长这次回来，我就是要来跟您说这件事的。一路上，林凡也是一个劲儿的在想应该怎么将这件事跟陆校长汇报，毕竟为了他老人家身体考虑，是不是旁敲侧击一下比较好？其实这次兽巢任务难度还行吧，叶晨他们的任务完成的也很好，没有直接明说，但吞吞吐吐的样子也是不由得引起陆校长的怀疑了。第148章，快叫医生！林凡同学，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嘛。吞吞吐吐这是几个意思？虽然林凡在苍兰学府也是毕业多年了，但考虑到当年林凡在学府也是妥妥的一名天之骄子，不仅仅参加了学前考试，在其中获得了佳绩，而且到目前为止，最近3年的毕业生中，林凡还是目前地位混得最好的毕业生，没有之一。毕竟直律庭麾下的执法队也是类似于半官方的机构了，除了执法队队员这种临时招收的学府学生外，作为队长也基本上算是直律庭的铁饭碗，每个月都能拿到少说几百枚怪物结晶，连同几十万龙币的津贴。别的不说，哪怕是躺平啥事不干，这些钱拿来养老也是绝对足够了。
当然也不是说林凡就是毕业生中混得最好的一个，像是一些毕业10几年、20年的学长，如今混迹在职业者协会，又或者是武装部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很有几个毕业生实力已经处在90级的边缘，距离100级4转也是差不了多少了。而龙国4转职业者的数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类似苍蓝学府、圣光学府这种顶尖学府，学员们毕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各大势力或者家族争抢的目标，而一些潜力强大并且具备进入4转潜力的学员，更是被整个龙国官方深切关注。和家族那些传承职业不同，这些从学府正常毕业的学生，一旦被确认拥有进入4转的潜力，那毕业以后几乎都会被龙国官方倾力培养。所以那些相对年长一些的学长，基本上也是70、80级，潜力高深的也有90多级。林凡能够在毕业3、4年时间就混到执法队队长这个位置，所以陆校长对林凡也是说话极为客气。但眼下，当问及林凡有关叶晨本次事情经过的时候，说话间竟然吞吞吐吐，这不免让陆校长感觉这情况貌似有些不太对啊。难道这一次叶晨又创造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奇迹？陆校长，您确定职业要我说吗？显然林凡还是有些在意，到底要不要将有关叶晨本次的表现彻底告诉校长了？毕竟校长现在年龄也大了，万一一不小心震撼到晕厥，自己这儿没法交代啊。你只管说，我挺得住。陆校长瞪大了眼睛，仿佛要吃人一般。闻言，林凡只好叹了一口气。先说表现吧，这次叶晨的表现不用说，你应该也知道，无可挑剔，非常完美。陆校长点了点头，这个确实，毕竟叶晨他可是苍蓝大学开校以来第1位，也是唯一一个血骑士，自然是有他独到的地方，所以完美的评价，这不奇怪。其他的呢？具体的表现如何？他这次的受潮任务中，根据测算员的检查和评价，叶晨一个人总计获得的学分，应当超越了所有参加这次任务的人，而且是所有人加在一块都不一定有叶晨的高。所有人加在一块都没有叶晨的高，那这次叶晨究竟得到了多少学分？几万？几十万？这怎么可能？毕竟每一次受潮任务结束之后，根据情况，林凡总是会向他汇报，因为执法队相当一部分的成员都是临时招过去的大3学生，赚取学分作为外快，所以作为校长自然是有听取汇报的资格。但几乎每一次从林凡口中听到单次受潮任务获取学分最多也不过是上千分而已，而一届大3学生满打满算也就上百人，所以参加受潮任务的执法队队员属于苍蓝学府的数量平均下来也就几人，毕竟不可能每一个大3学生都会在同一时间参与任务。再者，全国各地都有受潮任务，多的时候一些学生会被分成2波，参与不同省市的任务。什么？你在问每次抵挡受潮的几千人是怎么得来的？这是因为执法队除了临时学府的大3学生之外，还有常驻的队员，以及当地武装部支援的人手，这些人数加在一块达到了好几千。因此按照正常情况来计算，每一名学府学生完成受潮任务以后能得到1000学分，这就已经是非常顶尖了。结果到了林凡口中宣布叶晨的成绩时候，竟然直接就用了一种非常夸张的说法，那就是本次所有人的学分加在一块都没有叶晨的学分多。如此一来，陆校长自然很轻松的就将数额往上万、上10万的来想了。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按照小江的说法，叶晨的战斗力非常凶猛，而且还学习了一种无视等级差距，能够直接造成真伤的技能，所以在他的身上学习一些强力职业的2转攻击技能，得到上万的学分也不奇怪。陆校长也是强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绪，没啥好奇怪的，毕竟这可是史上唯一一个可以学习其他职业技能的血骑士，所以区区几万分而已。但很快陆校长就意识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陆校长，我啥时候说叶晨只得到几万的学分了？这次受潮任务根据最终汇算，叶晨学弟他一个人直接就得到了51万的学分，一个禁咒下去，第一受潮区域的怪直接就给他清空了。林凡生怕自己汇报的不详细，所以当陆校长的猜测出错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将离谱但真实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陆校长。而这一刻，尽管对于叶晨的恐怖潜力早就有了预判，但眼下当他听到叶晨一个人竟然独自将一个区域的所有受潮怪物全部击杀，并且学分全部拿到手了以后，最终汇算得到的学分总量达到了惊人恐怖的50万。
陆校长也是顿时感觉浑身上下气血上涌，有些喘不过来气了。快叫医生！留下这么一句话以后，整个人眼睛往上一翻，直接就晕过去了。第149章，学分50万，怎么做到的？陆校长，这个时候林凡的心里也是有点慌了。卧槽！我特么刚才只是脑海里想想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结果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校长你居然真晕了呀！不过这种时候林凡的职业也是不允许他立刻上前抢救了，所以也只好拨打了120的电话，然后紧急安排救护车以及随行主教过来检查情况。毕竟陆校长这波作为苍兰学府的校长，地位和实力在龙国也是排名前列了。150级的职业者，放眼整个龙国有没有超过10位，这都很难说了。所以一旦陆校长这边发生意外的话，那绝对能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但当医护人员以及随行而来的主教简单检查了一下陆校长的情况以后，当即也是嘴角忍不住一抽。刘医生，陆校长这边没什么事情吧？林凡也是急忙上来，有些焦急地问道。老陆他没事，只不过是受到了一些惊吓，刚才已经给他喂了一些药，大概5分钟以后就能醒过来了。不过这名经验丰富的医生脸上也是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毕竟作为一名生活类职业，也是深知一点，职业者自身的等级越高，实力越强，那么心脏的耐受能力也就越好。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些足以让人血脉奔张的震惊消息，在这些人听来也没啥大不了，不会发生过度惊觉的事情。然而经过刚才简单的诊断，刘医生却分明感觉到陆校长这边是被一个惊天消息狠狠地给震撼到了。到底什么样的消息，竟然连150级主教的承受力都扛不住？算了，也不多问了，毕竟一名生活职业，也没必要去过问苍兰学府的问题。兴许这一届学府出了一个牛逼的学生，做了一些让人震撼的事情，可以理解，毕竟15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简单的跟林凡嘱咐了一下后，医疗队很快也是离开了，留下校园内一些学生们懵逼的目光。似乎是有什么奇怪的车队从车道里开出去了，没看错的话，似乎是曙光医院的医疗队，而且是从校长室开出去的。难道是校长出了啥问题？另外一边，顺利完成任务归来的叶晨，自然是不知道发生在校长室的事情。此时此刻，叶晨则是带着3女，在充满各种道具装备的学分交易市场闲逛。毕竟现在叶晨手上已经有了50多万的学分，妥妥的一个超级大神豪，想要什么东西都能购买了。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这50万的学分，全校学生加在一块有没有这么多，都很难说。毕竟排除掉新生的情况，估计也就大2、大3和大4的学长们拥有的学分会比较多，而3届学生数量加在一块也就差不多400-500人，平均每人按1万学分计算。好吧，那看来叶晨的学分总数还是没法和全校相比的。不过一个人的手上能够拥有50万的学分，这依然是相当恐怖的事情啊。相比较叶晨的闲庭信步，跟着叶晨一块过来的3女脸上就没有那么高兴了。虽然也是顺利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学分奖励，但加在一块也就3000点，尽管和其他学长们相比，平均每人1000学分也是很豪华了，结果和叶晨比起来，这点喜悦瞬间就被摧毁的支离破碎了。神豪是你，我们可没有这么有钱。叶晨，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先逛逛吧，我们仨姐妹先随便转转。3女不约而同说出这种话，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表情，自己这是被抛弃了。行吧，正好自己也找个机会单独逛逛这个学分市场，感觉表面上来看，似乎豪华程度和金会长的交易市场都很像了。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奇怪，毕竟苍兰学府的规格也是很大了，未必就比交易市场的规格要差。而且从办学到现在毕业的那么多顶尖学生，学成归来以后奉献一些顶尖神装或者稀奇古怪的道具、残片啥的，也不是不能理解。来到奢侈品区域，没错，这学分市场除了不同年级严格的划分区域之外，还有一片专门的区域——奢侈品区域。当然，这个所谓奢侈品也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些单纯昂贵却没有啥鸟价值的观赏品了，和钻石、黄金这种区别还是挺大了。有用，但贵可能就是它唯一的缺点了。在奢侈品区域还有专人负责接待，不过与其说是接待，那还不如说是用来审查是否具备相对应进入的资格。除了要审查学分数量是否大于1万之外，还有学分卡的等级。大1级和大2级是没有资格进入奢侈品区域进行学分购买的。您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学分卡。小姐姐人美声甜，
不过当看到叶晨这青涩的样子，还是微微震惊了一下。竟然这么年轻，看上去不像是大3、大4那种老油条的风格了，反而像是大1、大2那种。那应该就是有无级别的学分卡，毕竟负责奢侈品区域也算是见多识广了，所以只是微微感叹了一下。接过叶晨的卡片，马上就开始查看了一下。竟然是今年才入学的大一新生吗？卡片一上手，这位小姐姐立刻就通过触感辨认出，这的确是一张无级别的学分卡，而且根据年限，果然发现叶晨是一名刚入学的新生。这是只有学前考试最优秀的学生团队才能拥有的学分卡片。不过心中暗自震惊，审查可是没有结束，毕竟除了等级外，还得查看里面的学分是否充足。虽然叶晨的外貌很得这位小姐姐的欢心，但是如果学分卡的学分数量不够，那也是无法让叶晨进入的哦。然而当卡内的学分总量彻底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位小姐姐立刻就感觉到头皮有点发麻了。个、10、100、1000、50万，你的卡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学分？小姐姐惊呼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一时间整个奢侈品区域零星板块的一些老生也是顿时惊诧的目光全都落在了叶晨的身上。第150章，学生会会长叶晨。是的，由于这位小姐姐的声音实在太大，而且整个奢侈品区域有钱有魄力前来参观的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学生，这其中就包括苍兰学府学生会的会长叶晨，职业是机械师，同时还拥有一个不朽级的天赋，在大3的学生当中也是堪称凤毛麟角的存在了。当听到一个大1的学生居然有着高达50万的学分，并且还拥有进入这片区域的资格时，叶晨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饶有兴致的表情。对于一些刚入学并且潜力不错的新生，叶晨可是最友善了，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也是要将这批优秀生源拉拢进入学生会。叶晨身边同样站着一帮很有一些学分的小弟，作为学生会的学生成员，同样是以叶晨马首是瞻。叶哥心动了，这应该就是几个小时前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新生吧？据说是这一次学前考试的冠军选手，竟然带着整个团队得到了第1名的佳绩，简直离谱啊！其实我感觉叶哥未必会心动吧，毕竟虽然是咱们苍兰学府有史以来入学的第1个血骑士，但如果是血骑士的话，按照考试的规矩，拿到第1名貌似还挺容易。切，看来你的消息还是落后了一些。你可能并不知道，这一次的考核冠军含金量有点东西。没错，他带着整个团队将那个炼狱级的 BOSS 直接给杀掉了，所以他并不是因为坚持的时间最长才拿到的冠军。什么？竟有此事？每一次的学前考试冠军队员都能拿到无级别的学分卡，也难怪他有资格来到这个区域了。但这50万的积分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看错了？叶晨身边顿时传来学生会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如果说学前考试冠军这个名头让他们微微有些惊讶于叶晨的潜力的话，那么后面无论是将考试 BOSS 给杀了，还是50万学分，这2件事都是让叶晨在他们心中的重视程度都狠狠地上升了一个级别。而听到此处，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了无比浓郁的垂涎之色。在这里盯着叶晨，我们学生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叶晨。虽然学校里加入社团工会这种操作也是纯粹凭个人意愿，但叶晨觉着要论整个学府，果然还是他们学生会的资源最为充沛，而且各种赏罚分明的制度，优秀的学生同样可以得到学分奖励，再加上自己这管理有方，应该不至于说叶晨会拒绝加入。所以对于这一次将叶晨拉拢进学生会，叶晨可是压根就没有想到过失败的后果。而且要论如今的大3学生当中，哪位学生手上的学分最多，那就不得不提起他的名字了。哪怕是每天带着兄弟们出去大手大脚消费，叶晨的学分卡上学分的数量就没下过10万。就这，难道还拉拢不来一个新生？他叶晨做人有这么失败吗？而另外一边，叶晨自然是不知道自己无形之间竟然已经被学生会的会长给看中了。此时此刻，叶晨正脸上带着好奇，徜徉在这奢侈品区域的柜台上。随着各种各样装备的出现，叶晨脸上的表情也是变得惊讶和震撼了起来。这些装备竟然都是铂金级的品质，而且全部都附带技能。铂金级的品质这个或许可以不用大张旗鼓的介绍了，毕竟在钻石装的面前，铂金装已经有点拉胯了。但叶晨却还记得，从铂金级装备开始，一些罕见的铂金装会附带一些专属的技能，就比如叶晨手上的这枚戒指，
同样是铂金级的品质，但却附带一个血骑士都眼馋不已的技能击杀增加血量上限。这对于血骑士来讲，简直堪称是神级的技能。而且放眼整个龙国，估计这个技能出现的概率应该也是1000000%了。不然的话，就不可能说龙国目前血骑士血量上限连100万都没有了。要是早就出现这个技能，那或许龙国历史上就应该有破亿血量的血骑士记载。所以这个技能，叶晨手上应该是唯一一个。因此，当叶晨注意到奢侈品区域里面绝大多数的铂金装竟然都是附带神奇技能的时候，也是不免饶有兴致的多看了几眼，试图从中发现一两个和自己的职业非常搭配的能力。但可惜的是，这一次貌似并没有那么好运了。入眼的技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闪光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伤害加成类的被动技能，比如受到攻击10秒内伤害加成10，又或者是攻击异常状态下的敌人，伤害额外增加5这种乱七八糟的能力。当然，不可否认，这些装备对叶晨来讲其实也有一定量的加成，但太过鸡肋，而且这价格也是极为昂贵了，一件都要5、6万学分。没错，比起正常区域一件铂金装几千学分的价格，这奢侈品区域即便是拉胯技能的铂金装，这价格也是直接往上翻了好几10倍。只能说只有人傻钱多的人才会购买了。几次受潮任务的学分就在这地方买上一件装备，然后就没了，加成也就只有10，这跟冤大头有啥区别？不过这也让叶晨多少明白为啥这区域入场门槛是1万学分了，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的售价是少于1万分的。本以为50万学分能撑多久，现在来看貌似也不是特别好啊。只能说这奢侈品的售价一出太狠了吧。不过叶晨依然双手插兜，朝着深处默默地走了过去。一般都说好东西都在区域的最里面，往前走了大概100多米，突然一张疑似装备的锻造图纸立刻吸引了叶晨的注意力。第151章，一张装备图纸，你卖5万学分。其实这世界上装备的来源多种多样，有相当一部分装备来自怪物和秘境的掉落。随着怪物等级难度的不断提高，掉落装备的等级和品质也是不断水涨船高。但难道装备就只有打怪掉落这一种途径 ？No， no， 当然不是。实际上，除了怪物掉落这一种渠道之外，一些特殊职业如果能够拿到装备锻造的图纸，同样是可以将一些极品装备给打造出来。就比如叶晨的小姨赵可，由于转职卷轴的关系，赵可摇身一变，从原本的裁缝直接就成为了隐藏职业神锻师。不仅可以通过材料为装备进行附魔和升级处理，而且一旦拥有装备锻造的图纸卷轴，那么就能按照卷轴的步骤将一件装备给彻底打造出来。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经由神锻师打造出来的装备等级、品质，甚至是附带技能的概率都要远远超过一般的怪物掉落。为什么？原因那可是太简单了，不然你以为神锻师中的神这个字是从哪来？正是因为一些顶尖的神锻师只要有图纸和材料就能锻造出强大的装备，这也就导致神锻师在生活类的隐藏职业中地位也是极高。而眼下这张锻造图纸上的装备，其装备的效果简直和血骑士再契合不过了。虽然没有血量的加成，但装备的说明介绍给叶晨感觉这特么的简直跟技能都没有太大区别了。基础品质铂金级，但这也并不是说按照这上面的描述锻造成功就一定是铂金级的装备。假如使用的材料豪华且昂贵，再加上若是出自高等级神锻师之手，那么这件装备的品质提升到钻石级，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叶晨心念一动，有关装备的属性信息立刻呈现在叶晨的眼前。名称：嘲讽吊坠锻造图纸，类别：饰品装备图纸，品质：铂金级，暂定。装备效果：佩戴后你将成为范围内所有怪物的攻击目标，在将你击败之前，任何怪物都不会对除你之外的任何人出手。所需材料：暗黑龙王的冠冕 X2， 终极怪物结晶 X100， 蝙蝠魔的毛皮 X30。备注：由于该装备的效果，建议非血骑士类职业切勿佩戴该装备，否则后果自负。只能说这个饰品装备制作出来以后，对于绝大多数职业，尤其是脆皮职业来讲，简直是噩梦一般的存在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属性加成，而且穿上以后你还会无条件的变成所有怪物的攻击目标。试想一下，假如在受潮任务中
一个脆皮法师一不小心佩戴了这件装备，那么几万只怪物的攻击全部都会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就算这名法师有魔法盾加持，可以减免一半的伤害，但在这么多的兽潮怪物面前，这区一半的减伤也是杯水车薪了。当然，一些兽潮任务当地也会安排血骑士出马，毕竟相比较其他战斗职业，血骑士自带隐藏的嘲讽属性比较高，与其他战斗职业往往怪物出现以后会更倾向于去攻击血骑士，这样留给输出职业的时间也会更多，大幅度增加战斗效率。可结果，你要是穿上这嘲讽吊坠，你就无条件的变成了场内嘲讽值最高的人。别说一个血骑士了，100个血骑士加在一块，怪物也只会打你一个人，除非等你被打死，其他怪物才会将目标调转到其他人的身上。只能说，这件装备对于所有非血骑士以外的所有职业，都纯的属于一个负面装备，佩戴上绝壁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很容易导致自身陨落。不过好在，叶晨自己是一个血骑士，而且还是超过了400万血的超级血牛，所以这件装备的负面效果对于叶晨而言完全不需要在意。甚至毫不客气地说，由于叶晨的某些天赋特性，怪物落在身上的伤害反而是越多越好，所以对其他职业而言，这个装备完全就是天煞孤星一般的存在。但叶晨却是对之产生了无比浓郁的兴趣。如果我能有这件装备的话，那结合铁血强盾以及空血反伤，额外血条的消耗速度岂不是会大幅度加快？如此一来，可能叶晨压根不用动手，这些怪物自己就把自己给震死了，然后转而让叶晨的血量无限上涨。这杀怪效率貌似比先前还要恐怖啊！想到这里，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了垂涎之色。而且这个装备效果也是相当冷门，可以说虽然是适配血骑士的，但应该不会有多少血骑士会主动去佩戴这个装备，因为他们也怕死，也不希望数以千计的怪物把他们当成目标啊。所以在叶晨看来，这件装备的价格应该不会很高。但最终，当叶晨拿着这张锻造图纸来到收银台准备结账的时候，您好，5万学分。躲手，5万。听到这个数字，叶晨嘴角下意识也是抽搐了起来。好家伙，这也太狠了吧！这么一个鸡肋的装备图纸，甚至都不是一整个装备，结果你这卖的居然比正常铂金装要贵，这也太坑爹了吧！把谁当冤大头呢？然而这位收银小姐姐的话也是让叶晨非常无语了。抱歉，因为这里是奢侈品区域，所以这图纸卖的就比正常装备要贵。这是什么话？虽然5万学分对叶晨来说也是洒水，完全买得起，但你这要是把自己当成冤大头，那叶晨只能表示拒绝。抱歉，这图纸不要也罢。不过就在叶晨打算离去的时候，身后轻飘飘的传来了一句：“是叶晨学弟吗？这样，这个装备图纸我买下了，就送给叶晨学弟，全当见面礼了。”第152章，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突如其来的声音当即也是让叶晨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发现来人竟然是一个体型颇高的男子，外表倒是有些帅气，不过和叶晨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意思。是个机械师，毕竟叶晨的精神属性也是破千，而且之前也是见过一位货真价实的机械师了，所以两者对比，叶晨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只不过让叶晨感到很诧异的是，这家伙突然出现，而且莫名其妙的把这玩意买下来，给自己当见面礼。莫非这位学长也是个冤大头？当然，考虑到事出反常必有妖，类似这种好事肯定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找上自己。就比如类似交易市场的金会长，虽然是讨好自己，但也是达成了一个交易，需要自己在国之试炼中帮助金会长拿到一些材料，这才得以白嫖。然而自己这才刚来学校没多久，1天都不到，结果价值5万学分的大礼送上门来。叶晨也是感觉这十有八九是鸿门宴之类的东西，拿着烫手啊。不过对于这个看上去有些儒雅的机械师学长，叶晨也是感觉挺好奇就是了。5万学分说送就送，看来这位学长也是有点实力的，如果能结识一下那也是极好。多谢这位学长的好意，不过没来由的好处我可是不要的。叶晨笑着耸了耸肩，然后当即也是拒绝了这位学长的好意。叶晨眼睛微微一眯，学弟还是收下吧，此次学长前来也没有别的其他目的，只不过看叶晨学弟潜力非凡，刚好我又是学生会的会长，日常的招新工作而已。
只要叶晨学弟答应加入我们学生会，这个图纸就当做礼物送给你。果然，闻言，叶晨当即也是恍然，原来如此，早就知道这东西肯定不可能这么轻易白嫖，必然是有条件的。但这学生会听上去貌似是学生的专门组织。老实说，因为学前考试的事情，导致叶晨已经被提前入学的所有1年级新生给孤立了。虽然不是全部，但随着正式开学，估计这种情况还会加剧。所以，如果加入学生会的话，是不是能缓和一下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那加入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有点意思。不过加入学生会以后需要做些什么吗？有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之类的？叶晨也是颇为好奇地问了起来。不过，当随后一晨将学生会的一些规章制度告诉叶晨了以后，原本打算答应，但当听清楚具体情况以后，叶晨顿时也是兴致全无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遵守不说，每个月还得上缴学生会300学分作为会费，虽然不多，但叶晨总是感觉有点膈应就是了。再者，叶晨最讨厌被人管着的感觉了，所以这学生会不入也罢。你认真的？而听到叶晨居然拒绝了自己的邀请，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了愕然的表情。话说在学府诸多学生势力当中，自己这学生会也属于排行前列了，不知道有多少新生希望加入。结果考虑到叶晨的天赋和潜力，亲自出面邀请，直接就被拒绝了。这不禁让叶晨感觉自己这脸面好像被抽了一巴掌啊。不过眼下大庭广众的，自己要是莫名发作，这岂不是会落下口舌？于是当即也是讪讪的笑了笑，呵呵，也好，既然叶晨学弟不愿加入的话，那本次事情暂且作罢。至于这张图纸无妨，区5万学分。虽然叶晨当众拒绝了自己的邀请，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大度，所以图纸最终还是被他买了下来，然后送到了叶晨的手上。叶晨眼睛微眯，并没有拒绝。不过在叶晨离去的身影中，叶晨也是感觉到这个事情怕远远没有这么容易结束啊。真头疼啊，这还没完全开学，结果貌似就得罪了学生会的会长。不过叶晨也没在这上面考虑太多，反正过不了多久，估计叶晨会再次找过来的，所以提前收下这东西，就当做后面来找麻烦的补偿好了。这张图纸应该找谁锻造比较好呢？对了，正当叶晨思索的时候，叶晨也是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姨不刚好就是一名神断师吗？虽然等级比较低，也就10几级的样子，甚至之所以能进入苍兰学府，那也是自己跟江特使讲明情况，走了特招渠道，这才进来。但可千万不能忘记，学前考试开始前，小姨她不是被提前叫走了吗？似乎说是有大人物看中了，所以这名大人物极有可能也是一位神断师，而且等级必然是非常不低。因此借着小姨的这层关系，或许可以请她帮着将图纸上的装备给锻造出来，至于材料啥的，自己出去收集就好。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晨也是没有了继续闲逛的心情，直接返回了一层区域，与雅姐他们会合以后，急忙返回了别墅。你们回来了？正巧小姨早就做好了饭菜，等着他们回来了。哇，好香！一路舟车劳顿，3个妹纸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因此也是完全没有顾及形象，大快朵颐了起来。然而叶晨却是将小姨叫到一边，然后将这张嘲讽吊坠的制作图纸给拿了出来。叶晨，你不会不知道我现在的实力吧？赵可见状，脸上顿时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好家伙，自己这才成为神断师多长时间啊，连锻造白银级的装备都不敢说有50%的成功率，结果你上来就拿出一个铂金级装备的制作图纸，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小姨了？第153章，叶晨，这东西我早就有了。其实叶晨当然知道，以小姨现在的实力，请他出手锻造铂金级的装备，这明显是不现实啊。在拿到图纸以后，叶晨也是先跑去了一趟图书馆，通过教材稍微了解了一下神断师这个职业。一般说来，10级刚刚转职成功的神断师就能锻造低等级的青铜或者白银器了，到了2转30级，则是锻造等级提升到黄金器。可铂金装，那就只有3转级别以上，大师级别的神断师才能锻造了。当然，事无绝对，低等级的神断师就真的无法锻造高等级的装备，也不一定。毕竟材料、图纸在手，按照规矩循规蹈矩，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只不过按照小姨这个等级，21级，如果准备材料请她来锻造的话，
这成功率可能还不到1/1000，也就是说，锻造10000次，都未必能成功一次。但这10000次要消耗多少材料？别的不说，就光是龙王之冕这个道具，击杀暗黑龙王1次，这才概率获取。要是1/1000的几率，自己岂不是得杀个2万多次？材料都还不一定够。所以，请小姨出马，除了浪费材料之外，对于提升熟练度也没有任何帮助。毕竟，只有真正锻造出装备了，神锻师才能获得大量熟练度，用以升级。而锻造失败，自然就没有这种待遇了。好啊，原来你这么看不起你小姨。当叶晨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没有指望赵可出手锻造时，不料赵可反而是一副埋怨的表情，朝着叶晨这边看了过来。叶晨当即急忙摆手，自己这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小姨，你不用这样吧？不过小姨，我听说你不是被一个高级神锻师大佬给看中了吗？你看咱们这一层关系，请他老人家出面帮忙锻造一下，费用还有材料啥的我出，这总可以吧？闻言，赵可也是仔细的想了一下，毕竟刚才只是跟叶晨开玩笑，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自然不可能因为一些话就生气。行，不过今天天色也有些晚了，那我明天再带你去吧。好爷，小姨最好了。叶晨脸上当即露出一丝喜意。第二天是真正开学的日子，新生入学。不过类似叶晨这种提前入学的，就不需要参加什么入学仪式了。这一天完全就是自由活动的日子。而在小姨的带领下，叶晨也是来到了一座光洁白皙的大楼前。很奇怪，整个大楼看上去装潢也是非常华丽了，但周遭似乎没什么人的样子，显得非常冷清。没什么，领导师是全校唯一一个负责神锻师职业的老师，学生嘛，也只有我一个。赵可颇有些骄傲地对叶晨道。闻言，叶晨脸上当即露出羡慕的表情。好家伙，1对1现场教学，这也太幸福了吧！真不愧是稀有罕见的隐藏生活类职业。反倒是自己，每天还得累死累活，为了学分执行各种任务。当然，受潮任务的话，还是多多益善。任务越多，叶晨的血量提升也就越多呀。在小姨的带领下，叶晨很快便见到了被小姨称为领导师的老师，看上去像是一个中年美妇。简单的交流片刻，林夕脸上也是满是震撼的看着叶晨，显然是听说了前天学前考试，一名血骑士竟然带领整个团队将考试的 BOSS 给直接杀了的情况。就连真正的3转职业者都未必说能1分钟时间内将 BOSS 给解决，结果反而是这一届新生当中出现了了不起的存在。是来找我锻造装备的吗？看在赵可的面子上，服务费就免了，你只需要出材料就可以了。闻言，叶晨脸上的表情越发兴奋了。毕竟高等级的神锻师每次出手也是价格不菲，毕竟那可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要是不整点手续费啥的，如何谋生？而且类似这种铂金级装备的锻造，估计光学分都得是正常铂金装的50了。是的，毕竟陆校长也说过，在这苍蓝学府中，一切的交易都跟学分有关，只要有学分，那就相当于有了一切。当然，虽然叶晨手上的学分还有50来万，但能省就省。而且这奢侈品区域还真是个宝藏区域，虽然这一次通过特殊手段搞到了一张装备锻造的图纸，但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逛过，没准就有一些东西价值几万几十万学分，而且对于叶晨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考虑到这些可能的情况，学分这玩意省着花绝对没错。能将图纸拿给我看看吗？林夕话音刚落，叶晨就直接将图纸给递了上去。这些材料除了蝙蝠怪的毛皮可能稍微好找一些之外，其他的材料可都不容易啊。随意的扫了一下锻造材料以后，林夕当即也是皱着眉头，然后看向了叶晨。你像包括暗黑龙王的冠冕、纯净圣水，这些东西都是高等级的精英秘境里面的 BOSS 产物，一半野怪都不会掉落，只有亲自跑到秘境里面去击败 BOSS， 这才有可能掉落。所以林夕虽然答应了叶晨，但也并不认为叶晨真的能够集齐这些材料。果然，叶晨脸上确实是露出了迷茫的表情。不过话说，纯净圣水这玩意应该到哪里去拿啊？叶晨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直接让林夕脸上露出了懵逼的表情。你是不是问差了？还是没有问完？这罕见材料可不仅仅是纯净圣水一个呀，连带着还有一个东西叫暗黑龙王的冠冕，而且还不是一个。像是冠冕这东西需要2个才能锻造出来，结果你这直接奔着圣水问是什么情况？暗黑龙王的冠冕，其实这玩意
我的手上本来就有啊。叶晨也是当即将戒指里面一个散发着黑暗气息的龙角拿了出来。经过确认以后，林夕脸上当即也是露出了震撼的表情。没错，这东西竟然还真是暗黑龙王的冠冕。第154章，能把你的血量给老师看看吗？这怎么可能啊？你的手上怎么可能会有暗黑龙王的冠冕这种品质的道具材料？当看到叶晨从戒指里面将龙王冠冕拿出来以后，林夕脸上的表情彻底就变化了，整个人也是如同木头一般，直接就呆呆的站在原地。其实也不怪林夕会露出这种表情，毕竟暗黑龙王的冠冕这种道具材料，在很多铂金级品质的装备锻造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个材料只有真正的将龙灵洞穴通关，然后击杀掉 BOSS 暗黑龙王，这才有一定的概率会掉落。没错，并非是100%的概率，而是一定概率。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林夕作为一个高等级的神断师大佬，平常的工作也就是在自家的研究大楼里面钻研一些装备制作和附魔升级，提高一下熟练度啥的。至于外界的一些信息，也是不怎么在意。毕竟一个隐藏生活类职业的老师，闲的没事去关注那些战斗职业天才搞毛，而且生活类的隐藏职业本来就少，再加上苍兰学府的招生条件，能够满足学府入学要求的生活类职业，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类似林夕这样的导师，虽然整个学府也是有挺多的，但基本上属于无所事事的那种。没办法，师资力量是准备了，但是基本上没多少学生合格啊。因此在林夕的印象当中，暗黑龙王作为龙灵洞穴秘境的专属 BOSS，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处于没有被攻略的状态。毕竟作为鄂州市的专属副本，这种秘境其他省市的人想要去刷怪，还是要进行一番复杂的手续这才行。之前几十年时间，鄂州方面也是安排一些远征队出面讨伐这个秘境，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但眼下从叶晨的手上居然出现了暗黑龙王的冠冕，这种只有通关秘境才会掉落的材料，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龙灵洞穴已经被打通了，而且类似这种手通的材料道具，除非是有内部关系，不然的话这些材料早就被鄂州市的团队大佬们直接就抢走了。像这种材料放在黑市上那可是有价无市。结果叶晨的手上不仅有这玩意，而且隐约还能看到，在叶晨的戒指中隐约还散发着另外一道与冠冕相似的气息。以林夕多年的锻造装备的经验来判断，叶晨的手上这种材料绝对不仅仅只有一件，很有可能还有第二件。也就是说，那龙灵洞穴不仅被攻略了，而且还被攻略了很多次。再加上这东西在叶晨的手上，或许叶晨在攻略秘境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也说不定。想法的生成也是让林夕看向叶晨的目光中更是带着一丝丝难以言明的惊悚。好家伙，这个血骑士竟然如此可怕吗？如果按照职业特性来算的话，能够在80级的秘境中担当重要位置，那应该是有着极厚的血量吧。毕竟除了血量之外，血骑士应该也没啥特别的地方了。既然你的手上已经有了暗黑龙王的冠冕这件材料，那看在可儿的面子上，我可以免费为你锻造。只不过纯净圣水还有蝙蝠怪的毛皮就需要你自己去收集了。不过别担心，毛皮这些东西通过学分就能购买，这种怪物龙都附近还是不少的。但纯净圣水或许就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了，是一个精英 BOSS 的掉落物。听了林夕的话以后，叶晨脸上当即也是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好家伙，总之只要林夕答应帮忙就好，哪怕是付出一些学分作为代价，其实叶晨也不是不能接受。不过眼下又白嫖，这叶晨自然是不会拒绝。对了，叶晨，我能问一下吗？你的血量究竟是多少？答应了叶晨，不过林夕却是对叶晨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毕竟之前说了，对于血骑士而言，团队中最大的作用就是充当肉盾，抵挡伤害，而血量则是血骑士的根本。因此如果叶晨真的在通关龙灵洞穴队的远征队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叶晨的血量很有可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么具体有多高呢？啊，这个……见状，叶晨顿时也是极为纠结了起来。虽然对林夕，叶晨也是抱着很大的好感了，但眼下自己这血量，随着受潮任务结束，又是水涨船高，隐隐之间甚至快要突破500万血了。这恐怖的数字一旦曝光，死！叶晨也是回想起一些大佬在看到自己血量的数字后，眼睛一翻，直接晕过去的场景。所以
叶晨这时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将血量公开呢？算了算了，还是公布一下吧。毕竟考虑到白嫖，要是还藏着掖着，这岂不是显得自己很小气？于是叶晨当即也是无奈，将个人面板、血量之外的信息全部都隐藏了，仅仅只是血量作为数字呈现在林夕的眼前。这是你的社交账号吗？这么短？林夕微微一愣，可是当他看清楚这并不是什么社交账号的神秘数字，而是有关叶晨的血量信息时，林夕整个人彻底懵逼了。这是啥情况啊？个、十、百、千、万、百万，你的血量竟然突破100万，而且还不仅仅只是100万而已，不是100万、200万，而是超过了400万。全部显示出来的话，准确的血量数字应该是4796642，几乎480万的恐怖血量。这一刻，林夕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有些崩塌了。卧槽，从来没听说过，有史以来有任何一个血骑士血量能达到这么恐怖的程度啊！第155章叶晨的小心思。好了好了，可以了，不用再展示了。只能说林夕不愧是89级的神断师了，这定力还是比其他导师要强很多的。但凡换成一些心智不太成熟的年轻导师，估计看一眼数字，整个人直接就当场吓懵了。不过即便是定力还算不错，林夕也是感觉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还是不要继续看下去了比较好。见状，叶晨也是将个人面板给收了起来。当然，对于叶晨这爆高血量的来源究竟是啥，林夕也没有追问。毕竟苍蓝学府里面几乎聚集了整个龙国所有最顶尖的职业者学生，既然是顶尖，那身上或多或少也是带着一些秘密，哪怕是作为导师，也是没资格深究的。纯净圣水的话，你去寻找秘境碧蓝海域的秘境门票就行。不过这个秘境难度比较高，60级，而且是铂金级的秘境。击杀掉 BOSS 浊水幻灵以后，有概率会掉落材料。不过你一个人应该也打不过这个 BOSS， 最好还是找一些学长带一带。除此之外，林夕也是告诉叶晨，由于碧蓝海域副本产出50级的铂金级装备天海套装，套装效果是全属性增加30，并且额外增加20血量，所以不少大三学长也会经常抱团组队购买门票，碰碰运气。毕竟虽然60级是苍蓝学府的毕业标准，但能进入学府的基本都是各地省市的状元，所以50级出头基本上就能组队单刷这个秘境了，也不需要导师参与讨伐。导师，那这个秘境的门票很贵吗？叶晨也是多嘴问了一句，毕竟灵犀导师也说这个秘境因为产出的装备加成效果非常不错，堪称3赚钱的天花板，所以这波如果叶晨真的想去刷这个秘境，那势必要跟一些学长争抢门票名额。当然叶晨手上的学分数量达到了50万，价格什么的从来就不是叶晨要考虑的地方，但如果可以的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叶晨还是决定直接以高出正常价格2倍的价格收购秘境门票，如此一来应该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无谓的麻烦。听到叶晨的问题以后，林夕也是略微思考了一下，随后也是点了点头。因为秘境需要门票才能进入，而天海套装这职业适配性也是非常之高，所以这个秘境的门票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张门票的价格应该已经炒到200学分一张了吧？200学分吗？听到这个学分数字以后，叶晨脸上顿时露出了饶有兴致的表情。话说200学分似乎已经可以买到一些铂金级的装备了吧？然而对于碧蓝海域来说，仅仅只是个入场券而已。不过对此叶晨倒也不咋奇怪，毕竟钻石装备的数量确实过少，哪怕是4转大佬身上的毕业装备绝大多数都是铂金装，所以一些产出高端铂金装的秘境门票价格比普通的铂金装要贵。对此叶晨还是挺理解的，当然最主要的地方还是这200学分，尼玛的也太便宜了，自己可是有50万，要是全拿去购买这门票的话，那能买多少张？2000多张，一天用1张，6年才能用完，死！而这时叶晨也是莫名想到一个有些骚操作的念头了，那就是自己这都这么豪了，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把门票买光，然后搞垄断的方式获取学分？死！这也太骚了。当然这种念头只是想想而已，毕竟叶晨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类似这种资本家的手段，叶晨还是有些嗤之以鼻的。200学分吗？而这时林夕也是注意到叶晨还有赵可他们，实际上是刚入学不久的新生，虽然得到了无级别的学分卡，但
就算通过了学前考试，这学分数量应该也不超过100才对吧？如果你们的学分不够的话，我可以转给你们一点。本来灵犀也是好心，可结果叶晨却摆了摆手，表示多谢灵犀导师的好意，200学分而已嘛，倒还不至于说借，只能说这也太便宜了。这时灵犀才发现，原来叶晨脸上竟然充斥着浓郁的笑容，这家伙居然在笑，不是吧？刚入学的新生应该知道这苍兰学府的学分获取多么困难才对啊！毕竟除了大3学生可以通过受潮任务的方式，短时间内获得500点以上的学分之外，其他情况只有打灵功、切磋、擂台或者对赌等等特殊方式，这才能够赚取学分。打灵功就类似出任务的形式，由学校教务处发布一些杀怪、战利品之类的任务，然后学生接取交任务，每次能得到差不多10点学分，可以说是非常鸡肋了。切磋、擂台这种获取方式得到的学分数量相对比较多，不过一次也不会超过50就是了。然而叶晨一个入学这才1天时间的新生，当着他的面说200学分太便宜了，要不是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甚至灵犀都一度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前修闭关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老生了。多谢灵犀导师指点，不过还有一件事，不知道灵犀导师能不能答应一下。叶晨觉着高兴可以，但是脸上的表情还是不能太过张扬了，这样不好。于是马上也是正经了许多。什么事情？灵犀也是极为诧异的看着叶晨，毕竟作为导师，如果学生的要求不是太过分的话，答应其实也是没问题。是这样的，之前在升学考核的时候，意外报了一件装备，上面附带了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对我非常重要。我想灵犀导师既然是神断师，应该有办法提升一下技能等级吧？当然不是无偿的，如果导师您愿意帮忙升级的话，不管多少学分都好说。一边说着，叶晨也是一边将深渊魔君之戒拿下来，递到了灵犀的手上。第156章，这装备技能太逆天了。当听到叶晨的这句话以后，灵犀脸上的表情顿时也是僵硬了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神断师的他不会给装备附带的技能升级。其实，除了所谓的升级卷轴之外，一些实力强大的神断师对自身等级、品质范围内的装备都是可以进行附带技能的升级的。比如某些装备附带的技能效果是，当检测到装备者生命力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为装备者附带一个10血量上限的护盾，这是一个被动技能。经过神断师的升级以后，这个10血量上限可以变成15或者是20，这个效果就比之前要翻倍了。而且提升装备技能等级这种也是不少神断师主要的收入来源，毕竟能够附带技能的装备可以说少之又少，除了某些欧到极致的欧皇之外，那就只有顶尖的职业者家族才有此等财力可以购买这种装备了。因此神断师主要薅的就是这些大家族的羊毛，一次升级大概可以薅到好几亿的龙币，这任务只要来上一次，那就相当于这辈子衣食无忧了。然而让灵犀有些错愕的是，没有想到叶晨的身上竟然刚好就有这么一件附带技能的装备，而且要知道，以灵犀在全国神断师中的职业段位，不说最顶尖的那一档次，也得属于1线前列了。毕竟全国4转职业者总共也就60几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战斗职业了。至少整个龙都境内，灵犀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神断师的段位比他更高的。如果硬要说一些实力比他强的神断师，可能是在一些边境城市，比如说南云省、藏西省这些，可能会有4转的神断师存在。因此按照灵犀这个级别，如果想要请他进行装备技能升级，这价值少说也得5亿龙币。考虑到苍兰学府的特殊规则，5亿龙币换算下来差不多等同于1万学分了。看上去10次受潮任务就能赚到，对吧？但实际情况是，你把这1万学分拿去学分市场随便买些什么装备、技能书，或者是炼金秘药、秘境门票，那提升不比你用在强化装备上来的大。因此不是1万学分拿不出来的问题，是舍不舍得将学分花在技能升级上。结果到了叶晨的口中，这似乎自己要被薅羊毛了。哪怕是有赵可这一层的关系，灵犀觉得白嫖啥的绝对是要强烈避免的。叶晨同学按照学府规矩，除了教学之外的其他工作，不管任何学生请导师出手都是要支付学分的。灵犀也是颇为看重叶晨的潜力了，但规矩就是规矩，不管你潜力再牛逼，那也得遵守。那大概要多少学分呢？叶晨不在意的耸了耸肩，然后
林夕缓缓的就伸出了一根手指。10000学分，如果你能支付得起的话，那这件装备可以暂时存放在导师这里，明天这个时候你可以过来拿。其实这10000学分也是林夕看在赵可的面子上打折了。从叶晨这件戒指的成色来判断，这个戒指是一件无级别的装备，而且出自一个4转级别的精英秘境。装备的品质和等级越高，那么技能升级的定价也会越高。因此，如果是正常定价的话，这枚戒指如果打算技能升级的话，少说也得是3-5万学分了。但其实林夕也是感觉，叶晨他们这才来学校1天时间，别说1万学分了，就连拿出1000学分应该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结果正当林夕以为叶晨打算放弃的时候，却不料叶晨直接用学分卡转账，1万学分立刻就流入了林夕的学分卡中。叮，您的学分卡到账学分1万点，当前剩余学分。当听到学分卡传来机械系统的提示音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时候林夕内心的震惊整个直接就放大了。卧槽，1万学分，这怎么可能啊？从来没听说过，这连学都没开，结果一个大一新生这就攒到了1万学分，这效率也太恐怖了吧？是擂台战获取的学分吗？不应该啊，毕竟特招入学的新生数量总共也就几十个，顶多占据大一新生总量不到1/3，就这么点新生，每个人都将手头上那几十学分看得比谁都重，打擂台赚学分，就不提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学分的重要性，校长应该在学前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这些尖子生了。至于其他赚取学分的方式，林夕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看着账户上多出来这足足1万点学分，林夕生生的愣了3分钟的时间。不过最终说出去的话也是必须要兑现的，毕竟作为一名学府导师，还是得为自己的话负责。所以呆滞过后，林夕再次看了一眼账户上的学分数量，最终也是只好点了点头。好吧，我先替你查看一下这件装备。技能是。结果还没等林夕完全从上一件事中反应过来，随着深渊魔君之戒装备技能的浮现，林夕的眼中甚至流露出了一丝丝惊骇的情绪了。每击杀一只怪物，永久提升2点血量上限，这一件铂金级的装备竟然会附带这种逆天的技能。深深的看了等待中的叶晨一眼，林夕最终也是忍不住惊呼出声了。啊，林夕导师，铂金级品质的装备难道不能附带这种技能吗？林夕的惊呼也是让叶晨有些懵逼了，毕竟对于装备这块，叶晨也是知之不清。谁让前期的他跟小姨一块生活，平常相对比较拮据呢？也就是转职成功了以后，这生活才逐渐滋润了起来。因此对于这些装备究竟能附带哪些技能，叶晨可是懵逼得很啊。所以林夕的话直接就让叶晨有些一头雾水了。第157章官方培养急速成长，倒不是说不能附带这种技能。看到叶晨的反应，林夕也是当即有些无语的撇了撇嘴，不过内心里看到这件装备附带技能的惊涛骇浪依然是久久不止。毕竟一件铂金级的装备竟然附带这种技能形式，这简直让林夕这位资深的神断师都是有些小刀拉皮骨，开了眼了。你管这玩意叫做铂金级装备附带的技能？你哪怕是一些更高端的装备，辉耀级、神话级的装备，那都不可能说有击杀永久增加血量上限这种神技啊。毕竟如果这种技能此前一旦早就出现了的话，那岂不是说血骑士的血量上限界限早就被打破了？而且这个装备毕竟附带的是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戒指也并不完全局限于仅只有血骑士才能佩戴，所以换言之，其他职业同样能够佩戴这件装备。而某些强大的群攻系职业者，像是脆皮法师之类，要是拥有了这个技能，那血量岂不是比血骑士还高了？这才是林夕真正感觉到震撼的地方。看到这件装备，林夕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洞悉到了叶晨之所以如此强大的秘密。怪不得叶晨的血量会这么恐怖，原来是因为这件装备吗？狠狠地平复了一下心情以后，很快林夕也是被又一个情景深深地震撼了一下。那就是刚才叶晨将1万点的学分转给自己的时候，似乎一丁点的犹豫都没有吧。而作为一个新生，陆校长肯定是在入学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告诉过叶晨有关学分在苍兰学府里面究竟是多么重要。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叶晨还是直截了当，一丝一毫的犹豫都没有，直接就将这1万点学分给自己赚了过来。也就是说，在叶晨看来，这1万点学分交给自己，对他来说完全就是赚大了。当然考虑到眼前这件装备的技能，1万点学分
换来技能的升级，这确实是赚大。因为只要自己出手的话，这种铂金装的附带技能，肯定效果会比之前的要好的。比如击杀一只怪，提升2点血量，经过自己之手升级之后，很有可能直接就变成击杀一只怪，提升3点血量。如此一来，叶晨的血量很有可能在原本的基础上再次翻倍。等一下，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这1万点学分对于叶晨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想到这种情况以后，林夕当即也是拨打了龙国官方总部的电话，然后就将叶晨的装备以及天赋技能这些直接就汇报了。没过多久，官方立刻派人将叶晨带走，然后集结官方的力量，直接对叶晨进行培养，连同本地的归议会残党都是彻底拔除。在官方的资源灌注下，叶晨很快就在国之试炼开启之前，实力就给提升到了3转，并且觉醒了第4天赋，可以通过血量分散制造一枚帮助多数人抗伤害的盾牌。国之试炼中获得了 SSS 级的评价。又过了10几年，叶晨直接成为了龙国最年轻的4转高手。在叶晨的带领下，蓝星其他国家彻底成为了龙国的垫脚石。